哎呀，吓我一跳！这里和地球可真是完全不一样啊！喂，留你一个外乡人在这儿，可不是让你吃干饭的，赶紧干活去！没用的废物，体力连个小孩子都不如，就该把它扔到山里，让野兽吃掉。哥一个穿越过来的地球人，还跟你们这群牲口比体力？看我的天马飞锤！大鹏展翅！又开始了。上次举起来，我足足喘了5口气呢。哼，我喘了3口，下次挑战举2个。好啊，谁怕谁？哎呀，用力过猛，被我握碎了。这么一比，我确实挺废材的。唉，比起这个，更让我头疼的是这玩意儿。主线任务：宿主开山立派，建立此方世界第1大宗门，成为第1祖师。主线任务不同阶段，每阶段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抹杀宿主？还能抹杀我？我就不信了，这到底什么破玩意儿啊！主线任务1：收纳4名亲传衣钵弟子。任务说明：哪怕是个散修，想要传承自己的衣钵，也要收徒。一个门派最重要的资源永远是人，是天赋出众的弟子传人。名师出高徒，名师难求，高徒更难求。坑爹呢！我才是找个大徒当师傅抱大腿，好吧？完成，直接抹杀宿主。通知：因系统维护，新手礼包延迟发放。连个新手礼包都能延迟发放，所有东西都要兑换点数，我哪来的兑换点数啊？这一穷二白的，你让我教人忽悠吹牛逼吗？啊！你回来了，爸爸，业务呢？我有你们的武器都哪去了？啊，武器可是第2生命啊，咋就丢了呀？发生什么事了？似乎有故事呀。狼凤是我们狼村的希望，现在被10村的人打成重伤，绝不能善罢甘休，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就是被狼村的人视为偶像，常挂在嘴边的天才。哎，如果是他的话，弟子天赋检测，该对象资质太低，无法成为宿主亲传弟子。你可真他喵挑剔啊！看来想钻系统的漏洞是不行了，还想着随便收个徒弟，把1年期限忽悠过去呢。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正好这几天山里动静大，看样子有山宝要出事了，先拿到山宝，然后再跟10村算账。也不知道10村怎么养出那样的小怪物，不到4岁的小娃娃，竟然打败了咱们天才狼峰，真是见鬼了！不到4岁的小娃，狼峰这样10里8乡闻名的天才，居然被一个4岁不到的娃娃打败了，那得是有多牛逼啊！居然敢羞辱偶像，该死的小鬼，一定要弄死他！是啊，弄死他！那个小娃或许能得到这个系统的认可也说不定。要不现在直接去找那个小娃娃？等，我这身子出村子，不是去给凶兽加餐吗？新手礼包发布，是否立即查看？好家伙，总算来了！尿意来了！不迟不慢，来得刚刚好。新手礼包，宿主获得基础修为炼气期4层境界，获得1次抽奖机会，获得300点兑换点数，获得道法秘籍9霄天雷正法，获得神通9天动雷引。这是！恭喜宿主达到炼气4层，恭喜宿主习得9霄天雷正法，好厉害！获得神通9天源源不断的涌上来，太牛逼了！这下总算有点自爆能力了！我要建立史上第1宗门，成为第1祖师，可差得远了吧？一瓶氧气丹要10个点数，炼气剑要30点，火球术、掌心雷这些需要100点。再让我看看我这300点都能买些啥啊！我靠，后面的高级货不更高了？
根本不够用啊。哼，还好，这失传多年的九霄天雷正法是这天元大世界最顶尖的雷系道法之一。新手礼包里能开这本书已经超级幸运了。等我练成一身神功之后，再出来大杀四方。等等，既然是要去收徒，怎么也得好好包装一下自己才行啊！就这个吧。贵是贵了点，但质量和卖相是真的好，我真帅。好，趁着大家注意都在那个狼蜂身上，从村后溜走。徒弟，为师来了。这前面就是石村了吗？话说，这树好巨大呀，这是被雷劈过吗？这棵树已经枯萎10年了。小老儿是这石村的村长，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到这位道长的？本座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哪儿？天赋系统整理完毕，1号目标资料如下：攻击指数别跑啊！悟性指数8，心智指数8，福缘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根骨10，10的根骨相当于别人跑步从起点到终点有100米。终点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小不点是从90米的地方开始起跑，难怪这小不点可以揍得那狼蜂满脸花。收这么个货当徒弟，压力是不是有点大呀？本座前日心血来潮，突然感到一个与我有缘之人在这山中，于是便来寻访，却没想到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中遇见。道长说的是他？本座原先还奇怪哪儿来的有缘人，现在见了此子，才明白事情原委。实不相瞒，本座曾有一得意弟子，却因为看不破情关心魔，以至于渡劫失败，并劫转世。我一直在寻找转世之后的弟子，望可再续师徒之缘。结果悠悠100年，终于在今日找到。您是说小不点儿就是您的弟子转世？话说这个老人竟然是一个修真者，虽然只有炼气3层，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修真者。刚刚特意隐藏自身气息没注意到，现在因为对我产生警惕而起了法力波动，我是不是被当成人贩子了？清风，你如今可愿重归为师门下？我不叫清风，我也不想离开村子。罢了，你素质未开，不记得前生之事，为师也不强求。不过为师算到你我缘分未尽，今日一别，终有再见之日。这枚护符，为师留给你防身，若遇到危险，便将护符扔向敌人，当可保你周全。你我有缘再见。哎呀，吓死我了！此人已看破老夫的底细，可老夫却看不出他的修为深浅。怕不是筑基期甚至金丹期的大修士。差点露馅，得想办法再前进村才行。系统隐藏福利，只要不出手，和常人无异。修为更高的修真者也无法看穿实力。丰收满满啊！比起狼村那一片愁云，这边欢喜多了。兑换了前行术，只要不做其他事，就不会显形。你让小不点拒绝了那位道长，会不会有麻烦呀？你说小不点会不会真是那位道长的弟子转世？我本来以为那道人是帮着石天意的人，
来寻小不点儿要斩草除根，但现在看来却不像。小不点儿可是天生的筑基期，而且还是传说中震古烁今的至尊斗技。要说是大修士转世，倒似乎也说得通。哦，那时候还不到半岁，他那至尊道基就被同宗兄弟石天一给夺走了，真狠心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总之，我答应过他爹，一定要照顾好小不点儿。那道人终究来历不明，还是小心为上。小不点的身世，仅限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走漏风声，否则他就危险了。难怪那小娃的根骨能达到10的满值。不过他的道基已经被人夺走了，根骨一项为什么还是10呢？啊，莫非他的道基还能再生？哇，简直就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啊！啊，给人当老爷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难不成是狼村的人提到的山宝出世？是给那小不点准备的吧？果然8的福远不能小看啊！哼，看来我是第一个赶到的。这晶石的内部会是怎样的宝物？这是九霄天雷正法自动运转了。我为王雷之主，执掌诸天雷鼎，居然驾驭了这些雷。这是，我记得系统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居然需要2000兑换点！此玉魄需要数以千计的天雷连续击打在同一块岩石上，才有1%的概率诞生，蕴含了海量雷系灵气精华，对修炼雷系道法的修真者来说是无价之宝。嘿嘿嘿，就当是你的拜师礼啦，为师不会亏待你的。这么大的动静，2村人也该来了。天雷玉魄被人取出来了。这紫色晶石被玉魄温养这么久，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先回村吧。果然是10村的人先到了，看来狼村的人连个渣都没能捞着啊！哎呀，来晚一步，一定是10村的人拿了，我们追！你在这里干什么？想去山里长长见识，迷路了。别给我们添乱啊！意思跟在后面吧。老陈，那人3年前最后出现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你说会不会就在那个时候被他寄养在这小山村里？这2个人好面生啊，不是狼村的人吗？要真是当年那孩子，就来个斩草除根，留着他，对表少爷来说终归是个祸害。我们直接出手，说不定会被人找麻烦呢。这眼前不正好有一只替罪羊吗？可以给余家的人背黑锅，也算他们的造化了。啊，他们在用法力传话，普通人可听不到。不过就凭狼村这些世俗武者，去了也只是送经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这不是狼村的人吗？你们聚众于此，所为何事啊？少给我装！你们村的人打伤我孙子，现在还把山宝取走，这事儿可不是这么算了。山宝，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说什么。当老夫傻子呢！喂，废材，10村的人可不好惹，待会儿要是打起来，这可是你们10村自找的。人呢？果然又躲起来了，胆小鬼！不躲咋行啊？万一被那村长和小不点看见，我不就穿帮了？而且，这2人，一个炼气3层，一个炼气4层，这是场恶斗啊！是凶兽！怎么回
这么多凶手，而且好像都只会攻击石村的，正好我给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再这么下去，小不点可不妙啊！小不点，带上皮克先走。是法器，大家跟上，快，在这边，跟上！是修真者，你们是什么人？是石家还是余家派来的？竟然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此人没必要知道。这小崽子能为我家表少爷奉献，那是他的造化。都不是好人，看招！不好！管好你自己吧！傻徒弟，赶紧把我给你的杀手锏用出来啊！到底是个小屁孩。啊，这什么鬼东西？小七，不妙，得快点逃。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你们以为我的9天冻雷影就这么简单？杀！杀！在场的狼村人一个不留！我是余家的人，你们这群乡巴佬敢杀我余氏家族的人，你们就不怕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吗？哦，还好，虽然使用起来限制太多太麻烦，但威力总算没让人失望。老陈就交给小不点和村长吧。现在只要偷偷溜进村长家院子里，等村长和小不点回来，只看到我料事如神、安然自若的气度风采，还怕小不点不纳头便拜？第一个徒弟终于要到手了。对了，记得要把行头换回来才行。不是说这棵树生机全无了吗？之前来的时候可没看到树上有这么鲜艳的桃花，有古怪啊。刚一睡醒就有这么多食物啊！今天先到这吧，剩下的先放放。这树绝对有问题。桃仙，是桃仙，桃仙显灵啊！多谢桃仙，祝我石村度过多谢桃仙保佑，桃仙保佑，桃仙保佑，多谢桃仙保佑。桃仙是我们石村的保护神。好险，差点被村长发现。这老树绝对是不分敌我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食物，而且连老陈这样的修真者都能秒杀，绝不简单。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弟子，怎么这么多灾多难？系统运行满1个月，抽奖系统正式启动。哦，对，都快忘了抽奖系统这茬了。乖徒弟，你既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挂掉吧？坚持一下，为师很快回来救你。
这里比较清静，就在这儿抽奖吧。灰色的是未开放系统，先看看轮盘，这都啥玩意儿？怎么还都是些垃圾啊？这3个道法的层次都不如9霄天雷正法，啥也不是。换一个。这是让我掷骰子呀，3个骰子最大点数18点，看来是掷出来的数相加起来，就会得到相应数字的道具了。这乌雷破天锥居然是筑基期的法器，这个法器看名字就知道跟我的功法相辅相成，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炼气4层修士来说，就是神器了。有了它，让我面对老桃树，我也有一战之力呀！就你了，13，我6点，这一下就出了最大的点数啊！看来我是有机会得到乌雷破天锥的。哎呀，这3个点数居然不是一起同步停，真吊人胃口。这就11点了，再来个2。对，2，停下来！啊，换我2来！这还没过完啊，还有希望！2，12什么都没有啊！终于停下来了，这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似的，可真会逗啊！这系统该不会是拿我寻开心吧？乌雷破天锥，我跟你无缘了。希望这箱子不会是坑爹货吧？这卖相肯定比乌雷破天锥强。第一次抽奖，一击不差。虽然得了筑基法器，但我实力肯定是不能完全发挥法器的威力。9天冻雷饮虽然强，但要消耗10枚雷晶。真要打起来，恐怕仍不是老桃树的对手。若是能把寻找小不点的瑜伽高手引来，跟那老桃树拼个2败俱伤，事情就有转机了。师妹，你早就应该决定去那萧家退婚。现在去退婚也不迟。退婚？他们刚刚谈论的话题是传说中的退婚，这可是造就无数逆天强者的退婚啊！嫣然师妹，话说这萧燕不是个修道天才吗？如今怎么变得这般废柴了？有外人在，不谈这个了。一个山野村夫罢了，我用法力传音，他听不到的。曾经天才，现在废柴，还有一个未婚妻上门退婚打脸，这绝对是玄幻主角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呀！不管他是天才还是废柴，我都要去退了这门婚事。就算是爷爷，也不能强迫我嫁给一个从没见过的人。没错，妹子，要坚定不移的去退婚，哥看好你。哎，等等，他现在去退婚，主角就翻身了。主角翻身就没我什么事了。可恶！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要是现在去退婚的话，主角就会爆发了。有可能是随身带着老爷爷，又或者是出门捡神器，又或者家中翻到超级功法之类的。我可是要取代主角老爷爷的男人呐，怎么可以放过这种主角徒弟呢？但是上不了的事还没解决呢，怎么办呀？婚是要退的，但不是现在。等一下，3位高人可是传说中的剑仙？你有何事？小人住的村子里出了妖怪，还请仙长出手除去，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不尽，还请仙长救救我们。是小人亲眼所见，本来被劈成焦炭的老桃树，突然抽出新枝，还开出娇艳的桃花。等等，枯木逢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对，仙长说的是，但是那桃花会杀人，杀了好多人。你说说看，桃花怎么杀了好多人？事情是这样的，那桃妖是我们村口被雷击后的死树。
事情便是这样。叶长老，我们就走一趟吧，否则那树妖还会杀更多人。按这村夫所言，这树妖也应有妖丹了，也有一杀之价值。除魔卫道本就是我流光剑宗修士的天职。这位小兄弟，前面带路。三位剑仙大人，这边请。三位，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作为我未来二徒弟的对头，不坑你们坑谁呀？这是攻打我们的狼村人，还未来得及收拾，仙师们勿怪啊。前面就是我们石村了。救命啊！老奸杀人了！这么快就开始杀人了，不好，得快点溜掉，不然遇到村长和小不点就说不清了。他要杀人了，快跑啊！胆小鬼！既然来了，就不能让妖怪危害人间。我来会会你，让你看看我的绝技。哎，什么？这红是什么鬼？叶长老，退下吧，这树妖你们不是对手。这老头树妖果然也有筑基实力，幸好把他们忽悠过来了，不然就麻烦了。只要你们是两败俱伤，小爷我就有可乘之机。去！3、阵杀！这就是筑基系修士的实力吗？果然有两把刷子。好，是天长把他们压制住了。总感觉不对，这树妖不应该这么弱才对啊！就等你这招了。果然，这树妖忒狡猾了。叶长老，你没事吧？快走！这树妖还未死，你们不是对手。这树妖秃了不少，看来他也不好过呀。机会来了。这东西太消耗法力了，法力快被抽空了。对了，我还有个天雷玉魄。哇，是浑厚的力量。受死了，老桃树，北齐天赐神光！村长，你看那边。哎，终于搞定了，还好这一击桃树就死了，要是没死可就要跑路喽。好美啊！这就是那桃树的本相。我的名字叫龙叶，请你记住，因为我已经记住你了。啥？记住啥？不是，大姐，你记性千万别那么好啊！得救了！我们得救了！不好，我还没换装呢，先溜！这家伙也太会讲情面了吧！多谢这位冲着两败俱伤才出手，得救了！罢了，看那道雷光的威力，对方实力比我只高不低，我有伤在身，回去理论也是自讨苦吃。我们走吧，
只是妍儿的婚事，老头子有伤，需耽搁一段时间了。叶长老，您的伤势要紧，妍儿婚事推迟一会儿不打紧。忙活了半天，终于要到收获的时刻了。嘿嘿，徒弟，快到为师碗里来！村长，这大劫之后有何打算？这一天两头的大难，是不是我们村风水不好啊？对呀，村长，你给个准信儿，不然我们心里没底呀。我们先回去再说吧。话说狼村那边要怎么处理呀？道长，是您出手除了那老树妖的吗？多谢道长救命之恩！这一下子给我整这出，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淡定，不管怎么样，先把高人风度摆出来。大家请起，除魔卫道本是我们道家职责，不必多礼。多谢道长慈悲。小不点儿，快到为师碗里来。为师留给你的护符用掉了？用掉了。我之后也去找过，但找不到了。道长勿怪，情况危急，也所幸道长护符威力绝伦，才可救小孙一命。这道长不会又想让小不点拜师吧？无妨，本就是留给你护身用的。为师也是感应到护符有变，所以才又返回来。所幸我这里还有一枚护符，收好了，以后自己多小心。为师还有事，咱们就此别过，有缘再见吧。快叫住我呀！3、2、1，县长请留步。稳妥得很。不知村长还有何事？这孩子自幼多灾多难，能得县长青睐是他的造化，还请县长垂怜收下这孩子。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还请县长一步去寒舍。小老儿有些隐情，需向县长容禀。小不点儿，你愿意拜这位县长为师吗？能学跟县长一样大的本事吗？对，快到为师碗里来。那是自然，甚至更大的都有。我愿意。不过，你若是拜我为师，就要跟为师离开村子了。为师不能在这里久留。要离开村子吗？小不点儿，你不是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吗？我脑子里有些印象，可是总也想不起来。爷爷，你终于肯讲给我听啦。县长，这孩子他的身世很不一般，日后或许会给您带来麻烦。无妨，既然收了这个徒弟，我自然有义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小不点儿本名叫石天浩，出生在大秦皇朝皇室，虽然不是正统，但也贵不可言。小不点儿天赋不凡，不仅是天生道基，更是千古罕见的至尊道基。但天生道基却没有第一时间体现出来。当他父母发现时，正逢他祖父在一处险地失踪，他父母急于寻救他爷爷，不得已将他寄养在别人家。这一寄养就出了事情，这一家也出了个小天才，名叫石天意，天生重瞳，看穿了小不点儿身怀至尊道基。结果就是石天意的母亲找人硬生生夺走了小不点儿的至尊道基，移植到他儿子石天意身上。小不点儿父母回来后大闹了一场，迫于家族逼迫，不能杀石天意夺回道基。为了救活生命垂危的小不点儿，不得不前往绝地寻药。我与小不点儿父亲有旧，算是他唯一可信任之人，他父母便将小不点儿寄养在这儿。只是小不点儿父母外出寻药，已有3年杳无音讯。
好在小不点体质够好，熬了过来。但石天翼的母亲家族于氏家族的人已经找了过来，势必要斩草除根。于氏家族亦是皇族4大家族之一，这次摸到大山的2人不过是最低级的奴仆。爷爷，我想起来了，父亲，母亲，你们在哪儿啊？小不点儿，果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啊！放心，以你10的根骨，什么千年皇朝、万年宗派，通通都是垃圾。石天昊，我问你，你失去了至尊道基，那石天翼的族兄现又要赶尽杀绝，你当如何自处？不就是道基吗？师尊不是疯的，是自己一步一步闯出来的。我必在元神上等着他，请师父收下我，教我道法。恭喜宿主收得第1名亲传衣钵弟子石天昊，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耶！第一个徒弟到手。好，你有此心性，为师自然全力助你。收拾一下吧，我们明日出发。要按时吃饭，别着凉了。一路上小心，多跟师傅学习道法。爷爷奶奶再见，等浩儿道法有成，就会回来看你们的。老石啊，小不点就这么出去闯荡了，我有点不放心啊。玉家人已经寻到了这儿了，我道行浅薄，已经是护不了小不点了。小不点始终要强大起来的。既然机会在眼前，自然要把握住。下一站去乌州，我的2徒弟萧燕，我来了。况且小不点鬼精着呢，不会吃亏的。哼，不愧是沙利的孩子，在前面开路方便多了。正好可以传授小不点9霄天雷正法。哎，对了，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呢。箱子，哎，再过来点，哎，蹲，哎，蹲到这儿，停，哎，别，快停下！恭喜宿主获得安魂草1枚。安魂草有镇定稳固神魂之效，灵药定魂丹的主材料，数量稀少，不易寻找。唉，定魂丹嘛，感觉好像有点用处。哎呀，算了，不管了，先收着。还有500点呢。现在有了攻击功法，那就弄本身法。龙盾，这个不错啊。什么鬼？这么贵？这么多分支选择，这云龙盾感觉不错。嘿，就你了。请稍等，正在输入神通。恭喜宿主获得云龙盾。师傅，我什么时候才能跟您学道法呀？放心，你是为师的开山大弟子，为师不会忘了你的。师傅，我不想当大弟子，我想当小弟子。啊？为什么？在村子里就是这样的，谁家有几个孩子，一般都是最小的那个比较惹人疼。我在村子里就是最小的孩子，大家都最疼我了。你呀你，那是在你们石村，又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有些地方，越是小的就越受欺负。你可想好了啊？日后你那些师兄师姐们指使你打洗脚水、刷马桶的时候啊，你可别后悔哦。我给师傅打洗脚水、刷马桶，给您捶肩膀，有师傅您在，小不点又那么乖，想必师兄师姐们也不会为难我的。小鬼灵精。没有了，真的一滴也没有了。没想到八的悟性是这么逆天啊！什么指导都不用做，就能举一反三。再这么下去，我也就只能是一个炮灰级别的老爷爷了。或者，
一个打酱油的引路人。不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变强。师傅，我也想要喝瘦奶，可以吗？师傅。没想到身为真命天子级人物，竟然3岁半了还没断奶。你确定？人家也不是非喝不可，只是比较喜欢喝，就像村长爷爷爱喝酒一样。那行吧，看来以后打猎还要打个母兽才行啊。罢了，多喝奶有益身体健康嘛。就这么放了，不喝奶了？不是，只是想换换口味。白瘦奶其实是最美味的，比大一的瘦奶的味道好多了。臭小子，你这张嘴不仅馋还挑得很啊！百兽奶现在是没有了，单一的换着样来吧。哎，谢谢师傅。终于练起7层了，真不容易啊！现在已经到了山脉外围了，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要出山了。我在高兴个什么呀？小不点都不用怎么苦修，都已经练起4层了，再不努力就要被追上了。又不知道去哪儿疯了，果然是熊孩子的本质啊！抓到了！你飞得好快啊！我练习4层了，都差点追不上你。你怎么找的呀？圆圆的真好玩。这家伙小年纪，居然达到了炼气4层，这种天赋，就算整个宗门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把这个小家伙带过去，门里的长老们非疯了不可，连宗主都会坐不住的。那到时候我立下大功。小娃娃，你家里人呢？我跟师傅一起出来的。你是哪个宗门的？你师傅是谁呀？我没有宗门，师傅就是师傅。有门儿，看来他师傅并不是什么大宗门的，估计是个散修。小娃，你我今日相见，便是你的仙缘。来，跟我回山，我传授你无上道法，成就大道。哥哥我是烈火剑宗的弟子哦，听说过吗？可是我有师傅了。哎，那无妨，你仍可拜入我们烈火剑宗门下。你师傅是散修，若是为你好，他自然会答应的。当然，如果他愿意，也可投入我们烈火剑宗。小子，你跑什么？炼气6层的我，居然追不上一个炼气4层的我。你说有个自称烈火剑宗的想收你入宗？听村长说，这烈火剑宗虽然不是9天剑盟之一，但也是天元大世界中1等1的强大势力了。这可咋整？乖徒弟啊，你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你那忧郁的眼神，还有出众的天赋，以后是少不了各路的牛鬼神蛇来打你主意了。算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收小不点为徒，要我拱手相让？哼，爱谁谁！要是敢来跟我抢小不点，我就跟他干到底！臭小子，以后还敢乱跑不？为了安全，我们现在启程。来到这个世界快3个月了，一直在大山里。许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了。任务也过了1/4时间了，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被抹杀了。先去打听一下情况。啊，你想打听萧燕？你有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打听他？贫道听闻这乌州萧燕是位天才，来这儿想收他为徒的。哈，那看来你是消息来得太慢了。现在的萧燕不收也罢。可想当时8岁开始修炼，1年炼气5重，12岁炼气大圆满，当时举世皆惊啊！无数门派踏破了萧家的门槛，甚至还惊动了3大圣地的太虚观。估计你要当时在，也轮不到你了。不过在萧燕快13岁时，不知何故，一身法力1天之间化为乌有，从炼气大圆满倒退回炼气1重。萧燕就此跌落神坛，受尽无数的白眼。哎，传闻慕容世家与他有婚约，想来也是快要来闹退婚的了。你若是想收这废物为徒，估计他也不能为你传承下去的。师傅，萧燕她好可怜啊。是啊，是啊。来了，主角模板。如果不是我倒立吃屎，有屁股想都知道，天才变废柴必然是有隐情的。这个慕容嫣然上门退婚打脸，男主就要发掘金手指开挂了。只要在萧燕开挂之前收了他，就妥妥的。走，小不点儿，先找个地方落脚，然后师傅带你去喝百寿奶。好啊好啊，多谢师傅。这慕容嫣然啥时候能来啊？要是那叶长老休养个1年半载的，那我不就凉凉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让萧燕崛起的老爷爷是我的竞争对手，万一提前觉醒了咋整啊？要不要直接过去收了？不过萧燕有那么好忽悠吗？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天赋系统整理完毕，2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8，悟性指数9，心智指数9，福缘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果然是真命天子啊！我想看看你的金手指是啥，要方便携带的，估计是手镯或是戒指。戒指还是2枚，2枚戒指，这尼玛还是2个老爷爷呀！哦耶！尼玛，教练，我要举报，这完全是在犯规啊！哎，或许只有1枚戒指有老爷爷，另1枚只是普通戒指。又或许一个有老爷爷，另一个为隐藏神器。先跟上去瞅瞅。看来这里是他的自留地，不顺心就来这里独处。等到慕容嫣然退婚后，就会来这儿，然后就是老爷爷登场。这不是萧家的天才萧燕吗？听闻你武技高强，本世子不才，想跟你切磋切磋。不知我们乌州的萧大天才意下如何呀？哟，这么快就有人来打脸了？这套路果然是真命天子模板必备呀！既然如此，也是时候露脸了。先给他们个牛叉的印象，再套路忽悠，那萧燕还不到我碗里来。第一形象最重要。你想切磋的话，无需萧燕哥哥出手。有人捷足先登了，听声音还是个女孩。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真儿给你们过2招好了。好。天赋系统整理完毕，3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为9，悟性指数为8，心智指数为7，福缘指数为6。总结：目标天赋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又有一个新徒弟，今天真是走大运了。特殊备注：目标目前修为高出宿主1个大境界。高我1个大境界有点难办了。这少女的根骨和悟性资质与萧燕差不多，心智和福缘略逊色，能快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说明资源肯定不少。那么这真儿必然是有大背景，比如隐形的世家子女白富美之类的。在弄明白她身世背景前，先别轻举妄动吧，估计是真命天子的正宫呢。走。
怎么，不敢了？哼，萧燕，我们走着瞧。要走了吗？正好上去打听一下消息。居然遇到萧真儿，晦气！在下赶巧路过，不慎看到刚才之事，因好奇，所以来打听一番。那就是城里人尽皆知的萧家天才，怎么只会躲在女人裙子底下？居然能这么对萧燕，知音呢？道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们这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那啥似的？我可不那啥。哪里？道友是哪儿的人啊？贫道是峡边过来的。峡边？未曾听闻。对了，刚才萧燕身边的女孩是谁啊？她本名叫萧真儿，与萧燕是青梅竹马。真儿小姐比较念旧，所以萧燕变废柴后仍然护着她。只是那个废柴脸皮也太厚了，利用真儿小姐。我要是她，早找个地洞钻进去了。我看那萧燕脖子上的饰品还挺新奇的，一根绳子串俩戒指，戒指不应该戴手上吗？一个是他父亲留给他，一个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他爹妈现在都死了，大家都说那2个戒指是被诅咒的，也就萧燕还当个宝贝随身带着，生怕丢了。亲人遗物戒指，在乌州自然是不能戴手上的。尼玛，父母遗物，这下不会错了，双份遗产，双份金元，双份的老爷爷。对了，贫道想起家中还有事，先走一步。真奇怪的人呢。不行，得做更充分的准备才行。2个老爷爷又如何？土地是我的。差点因为2个老爷爷的事忘了给小不点买收奶了，还好老板没收到。也不知道小不点有没有安分待在客栈，到底是个小孩子。还挺乖的，居然在安分修炼，不错不错。既然这么乖，为师也得奖励一下你才行。还得感谢一下村长啊，这裹着天雷玉魄的石头必然是个好东西。用兽皮袋喝奶太不方便了，为师就用这个石皮给你做个碗吧。终于弄好了，这稀碎的石皮就留着用来做9天冻雷饮的材料好了。小不点也要快洗礼了，是不是应该找点好的寿血来给他了？有时间得去找找才行。现在就用百寿奶打下基础好了，加上天雷玉魄，慢熬1刻钟，完成。师傅，好香啊！你在弄什么呀？你醒了？那，这是刚熬好的百寿奶，不过为师在里面加了点料，喝的时候要用法力引导奶中的灵气，要是身体受不了就停下来哦。谢谢师傅。好热啊！好热啊！这熊孩子，刚说完就忘了。饮。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要用法力引导灵气吗？这个碗给你，以后在市中买来的寿奶都用这个碗盛。这个碗对你有好处，能增强你的雷系灵力。谢谢师傅。好了，你一边玩去吧，别闯祸哦，为师要修炼了。是。长老，张楠便是在这儿追丢的小孩。按照他们留下的痕迹，应该是往山外走。从这儿出山，最近的大城便是乌州了。张楠，你确定那小孩有炼气4层修为？嫌你炼气6层都追不上他？是，弟子句句属实。不过乌州是流光剑宗的地盘，那小子会不会是？若那小子真有你说的天赋，别说是流光剑宗，便是蜀山剑宗的地盘，我们也要闯一闯。是。废话少说，我们出发，目标乌州。是。客官，在吗？什么事啊？客官，您不是让小的留心，城里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都第一时间通知您吗？
哦，说来听听。萧家萧燕少爷不是不能修炼了吗？他之前还是修道天才时啊，下过一门亲事。现在，人家女方上门啦。这是个不错的情报，拿去喝茶吧。多谢客官。慕容嫣然终于到乌州了。傻小子，来，帮为师做件事。师傅，什么事啊？有什么好处吗？这小子，好处就是你即将要多一个师兄了，你自己要当老幺的，可不能怪为师。快点，带上为师昨天帮你弄的10万余料。是。慕容小姐，送你一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后，我会找你，我会把今日之辱全部讨要回来。3位，既然已经达到目的，那便请回吧。萧爷爷，今日之事，嫣然向您道歉了。日后若是有空，请到慕容家做客。哼，还迟一步，还是错过了退婚大戏。不过结果还是在预料之中。慕容家的小姐，希望你日后不会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而感到后悔。谁？再有，不要以为有流光剑宗撑腰，便可横行无忌。天元大世界很大很大，比流光剑宗强横的力量也并不少。个人好恶太明显了，都不用费心思收你为徒。哥收了萧燕，你这也在掌心里了。哪儿来的丫头，竟然敢在这儿大放厥词！我们走。他刚才瞳中的金色火苗，看来有古怪，能吓退同为筑基期的叶可，一定不简单。按照套路，这妮子的身世不是上古彝族圣女，就是哪个大国的公主。要是错了，我把名字倒过来写。还是先把萧燕收入门下再说吧。一切已经表明，萧燕去哪儿，这个小丫头就必然跟到哪儿。萧燕成了自己的弟子，萧真儿也就不远了。先就把萧燕收了再说。切，没有实力，连一坨狗屎都不如。至少，狗屎还没人敢去踩。今日的侮辱，我不想再受第2次。小家伙，看来你需要一点帮助啊。这人一点气息都没有，凡人，还是我看不透。你是谁？要干什么？本座是谁？你先不忙问。你不觉得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你知道？随本座来，你自然会知道一切原委。等等我，师傅！腾云驾雾，肯定不是凡人，是高级的修士，而且刚刚没注意，他徒弟居然是4层炼气者。这孩子才几岁，居然是炼气4层，能教出这么出色的弟子，这道人已然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了。也许他真的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没错，就是这种眼神。想不到这个广告实在是太出色了，快到我碗里来吧，小燕。这里比较清静，便在这里说吧。还请这位前辈指点，在下身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你也大致能猜得出吧，你的问题就出在这2枚戒指上。哦，前辈也认为在下这2枚戒指有诅咒。平常人认为诅咒荒诞离奇，却不知诅咒是真实存在的。但你的戒指与诅咒无关，你身上的巨变不是天灾，是人祸。啊，人祸？前辈是说有人故意害我？难道连我爹娘的死也和害我之人有关？你双亲生死是否与戒指有关，本座不清楚，但你身上的巨变，正是这2枚戒指造成的。好家伙，脑补能力一流啊，有前途！戒指中寄居了阴魂，
它吸收你的法力，壮大自身，这就是你修为骤然倒退之因，也是你后来不得进寸的症结所在。因为你努力修炼得来的法力，全都成了阴魂养料。先下手为强，把老爷爷打到反派位置上，看你们怎么跟我竞争。何况我也没有冤枉人啊，萧夜落到这步田地，绝对和这戒指里的老头脱不了干系。但接下来，恐怕我要和戒指里的老爷爷硬碰硬了。变天了，9天冻雷影可以发挥真实威力了，我也有底牌陪你们玩了。若非想有你的供奉，我也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啊！女人的声音，原来戒指里的不是老爷爷，而是老奶奶。不对，老奶奶这么美若天仙吗？供奉，我体内的变化，真是你搞的鬼！明月也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友莫怪。我不怪你，我怪神马。小友气愤，明月可以理解，但小友的另一枚戒指才是你这番遭遇的根源。这位道友慧眼如炬，我确实吸取了萧燕小友3年法力，我深表歉意。但3年前，萧燕小友从炼气大圆满跌落至炼气1层的变故，却与我无关。不好！几句就将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净，让人不禁跟着他的节奏走，此女绝非省油的灯。那枚戒指中寄居了一只太古凶兽饕餮的残魂。饕餮？10年前我受重伤，神魂被迫寄托于你的戒指中，期间见饕餮残魂吞噬了你全部法力，还准备吞噬你的生命力，于是用天龙咒印将它封印，结果自身神魂受损，不得不再次沉眠。为修补神魂，我一直无意识吸取你新修炼的法力，却不料这给你造成了困扰，十分抱歉。天龙咒印，他是太虚观的人。在天元大世界，3大宗门鼎立，剑道圣地蜀山剑宗，佛门圣地大雷音寺，还有当之无愧的天下第1宗门道门圣地太虚观。不同于其他2大圣地的香火鼎盛，太虚观极为低调，门下弟子虽然不多，可一旦有弟子入室，必震动天下。自我介绍下，我叫燕明月，师承太虚观。太虚观？没记错的话，萧燕的天赋曾经惊动过太虚观，他差点就被收入门下了。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何况是天下第1宗。即将怪到手的弟子，就这样从我手下溜了。啊！我不听！太虚观又如何？第1圣地又如何？拐了萧燕，就等于拐了萧之儿，大大的划算。不过，他眼神的歉意却不炙热，难道并不打算收萧燕为徒？也难怪，他出身太虚观，从小就在天才堆里长大，啥样的惊天妖孽没见过？恐怕他自己就是天才。既然如此，我还是有希望的。哎，有了！哦，饕餮嘛，真是好久没见过了。这位道友见过活的纯血饕餮，不知道友如何称呼？山野散人，名号不值一提。本座姓林，叫林道人即可。本座方才听燕道友提到，你是10年前受伤，然后脱身于这戒指中，对吗？我竟看不穿他修为深浅，他到底是何人？的确是10年前。不久之前，本座曾遇一妖，那妖明显也是重伤在身，被迫将神魂寄托在一棵老桃树上。当地人说，那妖怪也是在10年前突然出现的。哦，对了，她是女妖，自称龙叶。果然，我没有死，他也没有死。看来我赌对了。多谢道友告诉我这个消息。道友可知那龙叶下落？这本座就不知道了。但那女妖精养好了伤，多半要来找哥的麻烦。这燕明月同那龙叶应该是标准的宿敌关系，很有可能是道门圣女对阵妖族圣女的戏码。
二人容貌、天赋、道法不相伯仲，相互欣赏却又生死对立，恩怨纠葛一生，上演一出相爱相杀不对，是亦敌亦友的好戏。哎呀，一般来说，或许还会爱上同一个真命天子呢。但最重要的是，得知宿敌还活着，他果然不淡定了。以防万一，让我再添一把火。燕道友失了肉身，神魂寄托于戒指中，行动怕是多有不便吧？现在他总不会再惦记萧燕了吧？我有办法重塑肉身，但需要做许多准备。准备时仍需寄托戒指中，否则虽不会伤及神魂，但会白白流失法力。本座或许可以助道友一臂之力。安魂草，它是炼制定魂丹的主要材料。有了定魂丹，我的确可以脱离戒指，神魂稳固。只是，道友苦心造诣，可是为了这萧燕小友。他现在锋芒外露，已经洞悉了我的意图了。淡定，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本座一介山野散人，自然比不得太虚观。想要找几个衣钵传人，着实费尽心力，所以还请道友让本座一让，本座感激不尽。如此，便多谢道友的安魂草。我之前布下的天龙咒印已非常衰弱，饕餮残魂随时可能觉醒。这枚戒指，萧燕小友还是不要带在身边了。林道友怎么看？个啥？那么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这女人和龙爷完全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啥好鸟。难怪你们打架两败俱伤，咱们干脆同归于尽呢！啊，世上还能少俩祸害。小事情，交给本座处理便是。冷静，遇到这种时候也不能心虚。先把法力输送进去试试。虽然只是一缕残魂，但实力至少也在筑基期，又能吞噬万物，远比一般人族筑基修士恐怖。萧燕当初12层炼气大圆满修为，就这样被他吸成废柴了。想要收拾这头凶手，办法恐怕还是要落在这天龙咒印上。原来如此，现在这光线如此细，定是天龙咒印被饕餮消耗了很多法力。这样的话，我就来给他充电。为何我输入法力后，光线反而变得更细了？天龙咒印的法力运转方式极其复杂精密，不摸索清楚咒印运转方式，贸然注入法力，只会起到反作用。这不代表我要学会天龙咒印吗？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你同你未婚妻定下3年之约，现在有什么打算？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成功！我的小饕餮哦，你可安分点吧。当然是奋起直追，把之前失去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你的天赋很好，但你们都在进步。他的起点比你还高，哪怕你恢复天资，可论修炼方面，你确定能在3年内赶超他？他可还有流光剑宗，道术资源远胜于你。我作为外人，本该不便智慧你的私事，但你身遭巨变，多少同我有关。为表歉意，我授你一门太虚观法术作为补偿，还请见谅。这妞虽然刁钻，但人品还算坚挺。可，就算我有了这法术，我真的能赢吗？慕容嫣然修炼的是流光剑宗最顶尖的道法，而我萧家道法不过3流，他还有无数丹药和法器。啊，对了，我还有这位前辈。这就对了，快徒弟，快到为师碗里来吧！前辈既然说这话，就是表明有办法让我3年后胜过慕容嫣然。本座自然有办法，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块朽木终究成不了大器。我不知在前辈眼中，到底是朽木难雕，还是可造之材。但我的决心绝不会动摇，再多的苦我也能受，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很好，那你拜师吧，本座收下你了。还要拜师？
凡入我门下，定倾囊相授。本座要的是衣钵传人，不是投机分子。谁？萧真儿。本座不遇见他人，你先去迎他，本座就在这里等你。谢前辈。可恶啊！虽然很想一箭双雕，但贸然行动怕是会节外生枝，还是先退让一下吧。真儿，我们去别处。这眼神是在看我？这位真儿姑娘，倒也算萧燕另一番机缘际遇。她藏于戒指中，怕是早知道萧真儿的异常了。人生在世，遇见每个人都是一场机缘，只不过是否会产生影响却难说。林道友的想法倒与佛门有些相似。这天龙咒语也太难解了吧！咱们快点解决，我还怎么收徒啊？自己玩去吧，别跑太远哦。谢谢师傅。林道友还说收徒不易，实在过谦了。你这位弟子天资根骨之高，实在世间所罕见。除我一师兄外，我还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道友可不要当着他面说，小孩子不经夸，收心难。若不是被族兄谋害，天资还绝不止如此。话说回来，太虚观天才遍地走，要是我能去太虚观忽悠几个徒弟回来，对象符合标准，但以拜他人为师，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看来想挖墙脚，还要先鼓动此人叛出原来的师门，我才能收徒。那似乎是火蝠鸟，从前只在烈火剑宗的山门见过，欧洲这一带没听说过有火蝠鸟。或许是有人带来的吧。该死的，是烈火剑宗！小红鸟，不要跑！李长老，就是那个孩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好，果然天赋出众，根骨不凡。娃娃，跟老夫走，你是烈火剑宗弟子了。可是老爷爷，我已经有师傅了。哼，老夫说你是烈火剑宗的弟子，你就是，你也只能是。老爷爷，我要走了。哪里走？你们是坏人，我不跟你们走。不知好歹，张楠，教教他规矩。好。小鬼，你终究还是落在我手心里了。让开！哼哼，老实在里面待着吧。天赋再高，你也就是个炼气4层的小鬼头，敢和炼气6层的我硬碰硬，自讨苦吃。哪里跑！放开我！这臭小子好大的力气，我竟要治不住他了。连个小屁孩都治不住。小畜生！今天就教你学学规矩。好啊，有种再跑啊！师傅，我在下风时，你越服输，敌人越高兴，越会欺负你。所以输人不输阵，意志坚定，才能反败为胜。给本座住手！啊！雕虫小技也敢出来卖弄？金丹期，别说我现在才炼气7层，就算我成功入级，面对金丹期修士，也只是送菜罢了。师傅，放开我！
作为9天剑盟之一的烈火剑宗，竟会欺负一个小孩子？不过一介散修，以你这点修为，也配在老夫面前卖弄唇舌？这娃子天赋出众，跟你学道，简直是明珠暗投，白瞎了他的天赋。而收他入烈火剑宗门下，正是为了不浪费他的天赋，自来他的造化和运气。至于你，今天老夫收了个好徒弟，心情好，不跟你计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从此你再敢出现，老夫一剑劈了你，看看有谁敢说老夫的不是。他在向我施压，这属于金丹修士的压力。怎么办？要不要忍？和对方实力差距太大，要是动手的话，肯定会被这老头杀死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天先忍了，等以后修为高了，再有这老头加倍偿还。明知不是对手还要硬上，那不是勇敢，是二货。去，二货就二货，老子穿越过来可不是给人当孙子的。那窝囊，还活着干嘛？死命朝天，死万万年，就是一个字，干！哦，哼，看来你是要自寻死路了，那老夫就成全你。既是如此恐怖的一剑，直接接下，我就立刻勾带了。臭小子，看清楚了，你那师傅在烈火剑宗面前就只会向你干站着了。这威力，每道剑光都可以摧毁一座小山了。啊，是金丹级术士。萧燕哥哥，你要拜的这个师傅好像都下呆了，只怕是虚有其表之人。道友有什么手段也该使出来了，否则要来不及了。要不要救他？宿主自行解析失败，系统工具神通分析器启动。神通分析器可分析某一种神通法术，解析其构架原理，帮助宿主在最短时间内了解该法术。强大的吸力，法力都被吞噬了。这样的话，真是自我了力，让这位少女走他吧！师傅好棒啊！这不可能！真好吃，这几年亏的全补回来了。不过我还要继续吃。长老，云，我们身上的热量也中了这一剑，恐怕会直接化为灰烬。哎，他这次极大概率会选择只攻击1点，只能赌一把了。若是猜错了位置，我肯定必死无疑。哎，这次你还不死？我是小贼，你敢利用我，我今日不死，定要吃了你！不对了，这不是刺向胸口。怎么回事？法力正在飞速流失。居然把我凝聚的能量吸干净了，看走眼了。这人修为之高，完全不是我可以抗衡的。逃，必须逃！所有人都要逃，否则等到他出手，我们全都要死。小家伙，你闹腾够了？受不了，受不了，我吃不下了。
的娇小，小家伙！既然闹腾够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不！小家伙碾压了，好强啊！不会更高。这世上当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萧炎哥哥若能拜这位前辈为师，也定然前程远大。那红发老头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期修士啊！我若是能拜此人为师，必须拿下人质，否则我们无法全身而退。从现在起，本座弟子少一根毛，你们留下一条人命。饕餮吐出的一部分法力在我体内燃烧，热死我了！等我恢复了力量，一定把你整个吞掉。哼，我怕你没那么好的牙口。又是天龙咒印，你也是太虚观的。气死我了！要不是借助神通分析器学会了天龙咒印，我现在怕已经成人干了。幸亏一击得手，不然就要露馅儿了。长老，快把衣服穿上！师傅，刚才这招好厉害呀，教我好不好？你现在学不来的，努力修炼，为师以后自然会传给你。刚才你打本座的徒弟，打得很爽啊！前辈，我只是，都是你惹下的大祸。这一巴掌真狠啊，差点半条命了都。本座今天不会为难你，日后天昊会亲自找你报仇。等我跟师傅学了本领，我自己来。你们都听清楚了，带上你们的长老走，别在本座面前出现。本想借天龙咒印试探他，没想到感应突然断了。为了不让我看出深浅，居然利用饕餮来应战，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小家伙，你闹腾够了？难道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我有哪儿招惹他了吗？来了，弟子萧燕拜见师父。从今往后，你便跟着为师修行吧。恭喜宿主收得第2名亲传衣钵弟子萧燕，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第2个终于到手了，这回真是玩了命才搞定的。修炼火系道法，我手头上只有一部9霄天雷正法呀，这可咋办？而且还得是最精妙的才行，不然这个小姑娘绝对不同意啊。前辈会带萧燕哥哥离开乌州吗？本座不会在这里久留，等他处理好家里的事，我们就该动身了。有一个很艰难的目标等着他去完成，外面更多的磨练和机缘，才能让他突飞猛进。当然，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啊。对不起，萧燕哥哥，真儿无法陪你去。果然，刚刚的表现还是无法折服他。他的背景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牛。第3个呀，第3个，你到底在哪里呀？真儿，你不用为我担心，这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走，而且我有预感，我们应该很快会再相见的。萧燕小友，我说过我会传太虚观的一门神通作为补偿。我本来想传你天龙咒印的，但现在恐怕不需要了。他知道我掌握了天龙咒印。现今这门法术名为红莲破，火系法术神通，他修炼极其不易，甚至有一定风险，但可以越级战斗，善于以小博大。多谢前辈。除了林道友提供的主要安魂草外，还需几味辅药，劳烦萧燕小友帮我收集一下。放心吧，前辈。为师在附近替你们护法。萧燕哥哥，刚才动静太大，我得先回大宅稳一稳人心。好，那就麻烦你了。安魂草、定魂丹都归那个臭女人了，我恨呐！哎呀，你别骂了行不行？我就要骂！吃了定魂丹，我立刻就能恢复至少5层的实力。我诅咒太虚观的都没有好下场，就像你们前任圣女一样，
道心被破，夜神修为尽毁，嫁给他人为妾，受气呕血而死。遗留独子孤苦伶仃，父亲默然视之，嫡母百般打压。我没听错的话，你刚才说昔日圣女被人害死后留下了个儿子，而且过得极惨。你相信说昔日太虚观圣女被人害死，留下了个孩子，身为豪门庶子，却被父亲和嫡母打压，过得极惨？我凭啥告诉你？嘿嘿。看什么看？我的年纪化为人形就是这个样子，少见多怪。难怪说话做事那么幼稚，原来还是个小屁孩呢。你说谁是小屁孩？这你真认为你是大人了？那请机智一些，最起码弄清自己现在的处境。比方说，弄清楚在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你要不是之前挨了烈火剑宗那臭老头一下狠的，你这种法术不知的天龙咒印，早就被本姑娘吃干净了。你这话的意思是提醒我趁你现在最虚弱的时候彻底干掉你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彻底灭掉你啊。首先，3年前被你吞光法力的人是我徒弟，你坑他太惨，做师傅的是不是该帮徒弟报仇？然后，你恨之入骨的燕明月，我跟他虽不算朋友，但关系也还不错。最后，最重要的一点，留着你，等你恢复了力量，肯定对我不利。我有这么多理由彻底干掉你，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放过你？这位前辈，有什么我知道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按太虚观的传统而言，收徒贵精不贵多，门下的弟子稀少，很多人终生闭关，专心修炼，参悟大道。每当太虚观弟子入世修行，必将掀起巨大的波澜。其中最出色的弟子被称作道门行走，若是女弟子，则被称作太虚观圣女。太虚观上一代圣女孟冰云精彩绝艳，是公认近1000年以来太虚观出世的最杰出的弟子。她所修之道名为太上忘情道，与虚空阴阳道合称太虚二经，是观中道藏最强道法。太上忘情之道讲究的是先得情后忘情，以人道求天道，修到至高境界，以无情化大爱。言不语，众生听令；身不动，天地俯首。修此道最近为情所困，纠缠不清。但孟冰云偏遇上了一个男子，大周皇朝太师玄机侯朱洪武。孟冰云因其力情结无法化解，导致最终道心破碎，惊天修为化为乌有。大周皇朝是比大秦皇朝更加强盛的国家，君王们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皇位传到了当代君主梁盘的手中，国家实力更是急速扩张。梁盘和朱洪武君臣2人都有意压制带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宗门在大周发展。20年前，更是联合了9天剑盟等势力，合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一举改变了整个天元大世界的势力格局。灭佛！大周皇朝联合诸多的势力，围剿位于大周境内的世间3大圣地之一的大雷音寺。那一战惨烈到了极点，强者高手战死无数。更不知道有多少元神级的大修士陨落，但最终大周皇朝胜了，大雷音寺从世间除名，天下3大圣地只剩下了太虚观与蜀山剑宗。而孟冰云因为太虚观与大周皇朝的对立，因同朱洪武的结合，甚至被太虚观逐出了师门，更差点被清理门户。因为道法的缘故，孟冰云入世历练时做过卖艺不卖身的花魁，而玄机侯府重礼教，所以她嫁过去也只能当妾，
然后很快就被侯府的大妇给欺负死了。一入侯门深似海，朱洪武这种人物，就算动感情，在权力面前也完全不值一提。那孟冰云的儿子呢？我只听说孟冰云和朱洪武有一个儿子，名字好像叫做朱毅，古怪的名字。孟冰云死后，他过得更不好了，也不知道现在是生是死。这样看来，得尽快赶去大周了。别走，放我出去啦！在赶去大周之前，得先解决一件事。被饕餮吞噬后反哺到身上的火象精气，快压不住了，得马上把它化解。我选择现在就抽奖。第3次抽奖，第一目标是抽中一门火系道法，第2目标是抽中能化解体内火象精气的宝物。若能一举抽中火系道法，通过修炼，不但可以化解这些火象精气，还可以利用精气提升修为，一石二鸟。所以这次抽奖千万要给力呀！治疗火系伤害的话，投资系统有绛珠天霜丹。这个好棒！火系道法的话，转盘里有一本烈阳战气，一本不动明王诀残篇。哇，这个更牛！若是抽到绛珠天霜丹，也只能解决我的伤势，不能解决萧燕修炼的功法需求，所以还是选转盘系统吧。有2个目标，成功抽出的概率也会高一些。烈阳战气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太阳真火的根基烈日阳炎。修成旭日真火者，若能学习太阳真火法，便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的太阳真火。不动明王诀上半部，大雷音寺秘传道法。自大雷音寺破灭后，已近乎失传，可修成不动明王怒火，威力仅次于7大真火。不动明王诀虽然只有上半部，但却比烈阳战气高档多了。可之后我带萧燕和小不点去大周天京城，万一暴露功法，会不会被当作佛门余孽受到追杀啊？虽然烈阳战气目前层次低了些，但尚在没有后患。就决定是你了。搞得好像我真能抽到一样。2选1概率虽大，但人倒霉喝水都塞牙，上次就没抽中。难道真的只能拼运气？等等，转盘系统似乎有规律可循。与真实的实物转盘不同，真实的转盘，人伸手转动，用的力量大小会直接影响转盘的转动。但是，虚拟转盘随我心念而转，我想它转它才会转。既然如此，它的转动会不会有固定的规律呢？上次抽安魂草时，转盘大约转3圈半。若规律固定，烈阳战气在数字9的格子里，那么这次我应该从数字18或1的地方开始转。一定要中啊！1圈、2圈、3圈，3圈了！我靠，半圈，半圈，停！停啊！系统，你故意玩我是吧？宿主是否立即启用不动明王诀？罢了，好歹是部很不错的道法。等搞到下半部，他跟九霄天雷正法基本是一个级别。离开梧州城后得看紧情况，绝不能让消息走漏。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体内的火象精气处理掉。宿主启用不动明王诀，修习进度加载中。怎么回事？火系法力填满了我已经打通的7个穴窍。这个感觉简直就像是我从一开始就修炼不动明王诀到炼气7层，一直以雷系法力对抗的火象精气，丝毫没有拒绝不动明王诀的火系法力。他们渴望相融，居然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冲到了炼气8层，而且我身上的火系法力与雷系法力可以自如转换。只有境界很高的修士会突破瓶颈，才会兼修其他道法。但不同道法大多不兼容，强行修习只会影响修行。元神级巨擘以自身根本道法作为修行基础，其他道法只
是起辅助作用。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有系统在，别人看不穿我修为，我能自由转换自己的道法根基，无论学什么道法，法力水平都能立即提升。哈哈，搞定！小不点我们走，找你大师兄去。啊，来啦！学完了，领悟的如何？领悟的很顺利，我感觉已经掌握诀窍了。林道友似乎有喜事，得此家徒，自然是喜事。这3年你百经磨难，却仍坚持修炼，道心坚固，这很难得。日积月累之下，你的根基会更扎实，将来提升境界的瓶颈也就少了。你看似浪费了3年时间，但其实以后很容易把这3年追回来的。那师父什么时候教我道法？林道友，我看你小弟子修行的似乎是雷系道法。这个小家伙适合修行雷系，于是本座便传他雷系道法。为人师者，因材施教。对于萧燕，我自然也有适合他的道法。师父还会不同的道法，不愧是师父。能掌握不同道法，而且造诣不浅，他绝非普通散修。难道他是某个大势力隐世多年的修士，突然入世了？爹，娘，你们在天上还好吗？孩儿很好，虽然法力消失后在家族内受尽欺凌，但现在没事了，法力消失的原因找到了，今后我可以重新开始修炼，而且我还有了个很厉害的师傅，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师兄。从今日起，你就是为师的大弟子，暂代掌门弟子之称。你身为大师兄，得做出表率才是。是，师傅。10天后见过大师兄。放心，以后出事师兄会罩着。我一定加倍努力修炼，师傅放心。日后师弟师妹们有了麻烦，你这个大师兄就得出头哦。师傅放心，就算惹出老的，也不需要您出手。到时候我老的小的一起打。是啊，师傅，我也会去帮大师兄的。你回去准备吧，把其他事安排好。3天后，我们就得离开梧州了。我的药材也有劳萧燕小友了。不知燕道友日后有什么打算？还请林道友指点一下，之前在哪里遇到龙叶？我稳定神魂后，要先去寻他。这么大的仇啊！他抢你男人了？他手里有个东西，不管是师门还是我，都必须设法追回来。本座是在1个月前，在乌州东北的连绵山脉中遇到过此妖。以后有燕明月出马，那女妖应该没工夫来找我麻烦了吧？当时他寄身于一株老桃树上，突然觉醒，危及村中人性命。本座正好路过，破了他的邪法，也救下了这个小家伙。这龙叶是什么根底？本座看他不似凡妖。林道友说的没错，他的本体是狼环玉树。狼环玉树，万物有灵，草木也可修成精。草木妖族的修炼潜力与物种直接挂钩。天地间最顶尖的4大灵种神树分别是梧桐神木、沙罗铁树、人参果树、狼环玉树。这等根骨天赋，难怪能给燕明月当宿敌啊！原来如此。若是当初知道他的底细，便顺手除去了。他是妖族大圣天妹的嫡传弟子，修行至高道法，天道妖姬。我与他若是死逼，定是同归于尽。还要谢过林道友重创了他，让我多了几分胜算。嗨，无心之举，不敢居功。这就对了，赶紧摆平他吧。谢谢师傅。太好吃了！这2个败家玩意儿，慢点儿，慢点儿！你们这么吃丹药，为师要破产了。
嘿嘿，才不到3天就冲到了炼气3层了。教练，我也想退魂。他明明做道人打扮，为何有大雷音寺的秘传道法？是他本身是昔年大雷音寺逃亡的僧人，这番打扮只是掩人耳目，或者是无意中得到了大雷音寺破灭后流传出来的道法。真儿，我一定会回来见你。我等萧炎哥哥回来，取回属于你的荣耀。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呀。3天，他便已突破到炼气3层。林道友好眼力，明月甚至都有些后悔了呢。严道友过奖了。严道友，就此别过，预祝你此行一帆风顺。林道友也多保重。走喽！注意，为师这就来。老夫打你，是因为你没有摸清楚对方底细就盲目上报，懂吗？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仇必须要报。好，贵派有什么仇要报，说来听听。9天剑盟，同气连枝，本公子不介意帮个小忙。金丹真心修士，蜀山剑宗。哎，走一走，看一看喽！瘦奶，我要喝瘦奶。哎，别乱跑，走丢了怎么办？你陪他去玩吧，为师先去找一个人。居然找炼气6层的人当家丁，这玄机侯府还真是有够气派的。客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嗨，要说这人杰呀，都比不上玄机侯，文武双全，征讨四方，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啊，又器物檄文，金榜题名。嘿嘿，这样的人物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哪儿？天赋系统整理完毕，4号目标资料如下：根骨指数7，福缘指数10，悟性指数9，心智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复原指数10，这是刚站着就有经验法宝送上门的逆天运气啊！不会错了，就是他。那青山少年是谁？看他衣着简朴，但气度凛然，不似奴仆之流啊。小道爷好眼力啊！那人名叫朱毅，是玄机侯的庶子，生母青楼出身，早年呀就已病故了。啊，他学问不错，听闻准备参加恩科和会试呢。前些天呀，我听说他要去城外青阳山给他母亲扫墓，然后在寺庙里借住几日，以便专心备考。就是这个。多谢了。能不能为母亲挣名分，就看今年的考试了。金榜题名，加封3代，朝廷册封我后，母亲的灵位就能迁入朱家祠堂供着了。可惜，我要是成了修真者，那地位就高了，立下战功，封个爵位，那母亲的名分地位都会远远高过少夫人。地震了！既然要看，为何不大大方方走出来，光明正大的看？学生并非有意窥视，唐突了，道长，还请见谅。你害怕吗？圣贤书说，正直聪明为神，只要内心刚正严明，自身念头强大纯净，便不怕魑魅魍魉。何况雷霆乃9天至阳精气，正是阴鬼克星。道长既可以操纵雷电，周身又气血充盈，自然不是妖鬼之流。读书人不是不与怪力乱神吗？你倒是不拘一格。我辈读书人，存大义，明六合，知妖鬼，达神明，这才是格物。哦，想不到你对修炼感兴趣啊。这道人莫不是想收我做弟子？
家里父亲不准我习武修炼，我也没钱请师傅，眼下似乎是个机会，但谁知这道人是什么底细？唉，果然不出所料，此人心思缜密，不太好忽悠啊。可惜，都只是道听途说，修道一途又其简单，门外之人自然无法了解门内之事。本座还有事在身，你我就此别过，有缘再见了。就这样走了？我当那位道长有收我为徒的心思，原来是我想太多了。那道人看上去年轻，却不知真实年龄几何。道法，我若是修炼有成，是不是可以让父亲认错，让少夫人俯首？门外之人无法了解门内之事，这门要怎样才能进去？这是何物？是为师留给你的好东西哦。九霄天雷阵法，开篇章。糟了！唉，刚刚逃的救赎，竟然就这样没了。哎，地藏真经，这是一部佛门道法。我方才还在苦恼如何入门学道，真乃天助我也。这样也行？这不是他刚刚出城前在救赎铺里逃的吗？满之为实的福缘，实的福缘。我去年买了个表啊。这道法竟然是与不动明王诀相同级别的佛法秘传。7年大雷音寺秘传护体神功。所谓地藏，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密藏。可得地藏金身的法体，法体不灭，则万劫不磨，万法不侵。昔年逃出来的僧侣把他隐藏在旧书中，静待有缘人发现，而这个有缘人就是福缘爆表的朱毅。这样一来，已经开始转运的朱毅还会拜我为师吗？这是。不愧是9点的悟性，这么快就引气入体了，人比人气死人呐！该怎么做？索性冒充佛门修士，谎称这真经是我藏在旧书里的。可朱毅戒心很重，这样空手套白狼，他多半不会相信啊！啊，有了！哼，静待一晚，明日就行动。那人是谁啊？从侯府后门出来的下人吧？怎么这么嚣张啊？嘘，小声点。他是玄机侯夫人少师本家带来的奴仆，叫朱军，外号朱胖子，炼气8层的修士。朱哥，朱毅那小子去哪儿了？他不在，我的拳头都痒得没处使劲了。那小子躲到破庙去了，等他回来，我再好好教训他。今天先去天香楼好好搓一顿。嘿嘿嘿，老大阔气，铁废物。哎，听说了吗？山上旧庙里有个青山书生，竟然能吞吐雷电。哟，那书生怕不是修真高人，在渡劫吧？别是以讹传讹吧？那朱毅怎么可能得到那么强大的道法？侯爷曾经发过话，要朱毅先学好经义学问，然后再谈习武修炼的事儿。侯爷立的规矩，谁敢破？我们一起去看看，若确有其事，就把他交给侯爷处置，其他不要擅作主张。我的好徒儿，待会儿你吃苦也不要怕，为师会罩你的。走。把道法交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干得漂亮！易少爷，这是……我不清楚，为何我的火盆中会有这么一件东西。既然如此，东西我们便收下了，到时候上交给侯爷，再请他老人家处置。侯爷，只是易少爷，你我一同发现的这东西，少不了一起走一趟喽。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偷偷修炼道法。哼，
轮到我登场了。糟了，有人来了，先撤。就是这个书生，什么情况？啊！所以说老子最恨意外事件。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找我？叶少爷，你这是在哪里惹的麻烦？莫非欠了人家赌债？聒噪！除了这个书生，其他周狗都杀了。是。你这厮知不知道？不过一只苍蝇也敢叫嚣？啊！你说什么？我们可是玄机侯府的人，你敢动本大爷一根指头，灭你满门！灭我满门？我满门亲族早就死在你们周狗手上了。玄机侯那老贼的手上沾满了我国人鲜血，今天便先找他儿子付点利息。雪花，你们是雪峰国余孽，你们是烈风会。我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庶子，这要拿我当人质，你们找错目标了。哼，我当然知道你不受那老贼待见，但你从小在那老贼府中长大，府中布局还有守卫排班，想必都很清楚。动手！是。该死！别留活口，我的行踪不能泄露。是。站住！这个胖子还有用，不能让他死了。先用传音经通知一下徒儿们吧。不过这经石虽然方便，但也忒贵了，肉痛。小燕子，带着你师弟到城西青阳山跟为师会合。放心，我们很快就到。小燕子这是怎么了？这两个皮猴，可千万不要出事啊！算了，先解决这边。我跑不动了，爹娘，你们都是给我生了2条腿啊！不好！是谁干的？正是在下。道长今日出手之功，在下一定会禀报侯爷。别在本座耳边聒噪，东西留下，赶紧滚蛋。他日有空，本座必当亲自登门拜访朱洪武。至于你，同一句话，本座从不说第2遍。方才您说的东西，小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啊。这1个2个的，真晦气，都不把侯爷放在眼里。我好像想起来了，道长，东西在这儿呢。道长，小的可以走了吗？你转告玄机侯，让他届时准备准备，本座不日便前来造访。快点啊！你赶快回去通风报信啊！是。方才他从我手里接过东西，却感知不出一点他的修为，难道真是世外高人？管他的，先禀报夫人。该死的，下次可别落在你家胖爷手上。胖子，看你的了。朱毅再不得宠也是亲儿子，掳走他的还是雪峰国彝族，所以玄机侯府必会来寻。只希望侯府的救兵能再快一些吧。幸好留给朱毅的那枚晶石还没有暴露，他们往东边的群山移动了。得先回青瑶山跟萧燕和小不点他们会合。谁干的？发生什么了？师父放心，我没事。师父，我和师弟在坊市里转悠，见几个登徒子欺负妇女，便出手管了管。突然出来一个中年人，逼问我不动明王诀，还想捉我。我看到他头顶有好几个戒疤，此人修为很高，怕是筑基修士。那人用的道法也是不动明王诀。不动明王诀，八成是大雷音寺出身的僧人，没想到居然招惹来佛教门徒。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我们现在去追你们的新师弟，他被人掳走了。是。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记住那人的样子，日后这个场子一定要找回来。好啊，
我又要有一个师兄了。你自作自受。这边是去青阳山东边的必经之路。师傅，我们干嘛这样偷偷摸摸跟在后面？您直接上去救人不就行了吗？现在不着急出手，为师想要观察你的新师弟心性和意志如何。对了，小燕子啊，你们遇到的那个和尚，他可修炼出不动明王怒火？我不确定。巡城兵马将那和尚围住了，他发出一道恐怖的青焰，才杀出重围的。寻常火系道法炼成的真火都是橙黄色，按不动明王诀道法记载，不动明王怒火是乳白色的，可那个人发出的火焰却是青色。他所修道法应该是不动明王诀没错，但并不完整，应该是缺失了最重要的开篇总纲。师傅，我修的也不完整，您什么时候把下半部传给我？贪多嚼不烂的，把现有的先学好再说。动我徒弟，抢我功法，贼兔！咱们看到底谁抢谁。贵苦还没来会合？还没有。我们别等他了，总是这么不守规矩。就算出身带来一死又怎样？不怎么，只是比你们都强。舅老，可是有什么不对？总感觉有人在窥视。没想到侯府的援兵这么快就来了。有埋伏！师傅，那个穿灰衣的人就是之前截住我们的和尚。大和尚，那些烈风会的人留你断后，分明是拿你当炮灰。闭嘴！日后一定要把那小子擒住。若修成真正的不动明王怒火，哪会这般费劲？什么？我的火焰竟然无法阻挡！好强的剑修，自身筑基期的修为，更有一把高品质飞剑。想不到大雷音寺的余孽竟然和烈风会混到了一起。这附近都已经被我用阵法封住，你跑不出去。出去的是你们！这是舍利子，你这孽障，莫非把师门长辈的舍利子炼制成了法器？欺师灭祖的败类！欺师灭祖的败类！贫僧就是拼着命深陷无间地狱，也要你们这些邪魔付出代价。这是佛祖给贫僧的指引，师门长辈们必然会理解贫僧。五佛慈悲，横扫群魔。24诛天罗汉阵，开！这每尊罗汉的法力波动都可以媲美筑基期修士了，这法器也太猛了！我佛慈悲，回头是岸。可恶，竟然是精神攻击！我有罪！少啰嗦，给我死！这罗汉相竟如此坚固，好脱离，见龟！怎么回事？不好对付啊！保萧衍、救朱毅都要过他这一关。想要制裁这秃驴，得先找到他的弱点。小燕子啊，过来。等下，你这样。这是要做什么？为师自有安排，你依言行事。今天在这里，说不定有你的一场机缘。是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要活的！若那和尚驱使法器玲珑对付你，别在原地纠缠，往远处山林跑。果然，24罗汉只能在佛光覆盖范围内活动，大和尚自己也不能离开佛光范围。就是不知布阵的那24颗舍利子是否缺一不可，只要少了一颗，
阵法是不是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去，帮你大师兄宰了那条蛇，宰了它，为师给你们包蛇羹。这家伙盘起来跟座小山一样，速度却这么快。师兄，这里，我来试试你的厉害。嘿嘿，打蛇要打7寸，你个头再大，我也能摸准你的7寸所在。哎！哼，你这长虫，方才追我，追得很畅快呀。请你尝尝这个如何？这样的臭小子还真狠，这场战斗应该没什么悬念了。不对，光团里有什么法器？威力堪比筑基修士。这法器受过损伤，以蛇养气，让法器尽快恢复；以气助蛇，让巨蟒更加强大。那大和尚当真是打好的主意。干得漂亮！小心，快躲开！躲开！大师兄！看谁先完蛋！北极天赐神光！师傅，你差点玩死我了！哎，师傅！为师说过，今天有你的一场机缘，所幸有惊无险。待为师抹去原主人设的禁制，这法器就是你的了。师傅，我的法器呢？你去搜集那蛇的蛇血和蛇胆，为师准备给你根骨洗礼。我的金马，怎么可能？我寒阵的法力变弱了，快跑！想逃出去！不行，要回去找更多高手，才能降服此疗。我的鼓棒去哪儿了？我看到星星，我看到月亮。都看清楚了吗？头顶百会穴向前或向后1寸的位置，击打后可让人迅速昏厥。师傅，这不就是敲门棍吗？师傅，让我试试。是归是，有点分寸啊，别打死了。为师一会儿还有事情要问他呢。造孽呀！哦，对了，先查一下会苦这个法器。这个法器似杵非杵，似锥非锥。法器惊雷禅，仿制品。原来不是受损宝物，而是仿制品啊！哼，竟然能扛下北极天磁剑全力攻击，防御力杠杠啊！哼，到了我手里，可没有还回去的道理。在他找来之前，得尽快将法宝带走。既然是佛门护法神兵，法器里会不会藏有玄机？解析完成，神通名称小轮回诀。果真有玄机，白捡一个新技能。师傅，蛇血和蛇胆取出来了，来得正好，借一点蛇血给我。筑基期法器惊雷禅炼制成功。成功了，小燕子，这个给你了。谢谢师傅。师傅，我也想要一件筑基期法器。你不是挺喜欢你那个榔头吗？为师待会儿帮你修好它。现在先干正事啊！刚刚没注意，小不点玩榔头的时候把他打得有点狠啊！嘿嘿，别打了！你醒了？有杀气！是谁呀？告诉我，玄机侯府一共派了多少人进山追捕烈风会？快说！玄机侯府派了多少人追捕烈风会？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没有提问的资格！不想死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你年纪一把了，修成筑基期不容易，不想继续活下去，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吗？玄机侯不是你亲爹，你只是为他服务，没必要把命也拼上，对吧？唉，算老夫在内，筑基期修士共10人，炼气期修士上百，侯府黄三先生带队。黄三先生？哦，黄三是谁让你看了？他是侯府的3管事，是金丹期的大修士，侯府外围事务一向都是他负责。哦，金丹期修士当管家，这玄机侯府排场可真不小啊！要不点儿，来帮为师个忙。来了，师傅。这老家伙，好东西还真不少啊！我本买卖就是来1000块。嘿嘿，这是道法名称：苍冥长河诀，属性：水系道法，详情可以增加修炼者的法力厚度。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8符外挂吗？有了它，我至少还能再打通3个诀窍，法力就不用愁了。时间紧迫，修炼道法就交给系统了。徒儿们，我们继续赶路。是，师傅。师傅三徒儿，我来了。桃儿，我们还要等那个和尚吗？不等了，再等下去，追兵就要来了。已经来了。消失了。进去吧。都跟上！居然是一座地宫，这地宫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污浊之气和灵气混合在一起，都感应不到朱毅身上的晶石了。恭喜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黑云地宫。是吧？手头的任务都没完成呢，还来新的，恭喜你个头啊！黑云地宫任务背景：地宫本是100年前散修黑云真人的洞府，黑云真人昔日开辟洞府，竟不慎打通虚空，使地宫最底部与幽冥血河相连接，黑云真人遭劫陨落。任务目标：获得黑云真人遗失在洞府深处的本命法器黑云旗。任务时限7日，未完成任务作废。哎呀，未完成作废啊，还好还好。那个黑云真人是指金丹期修士喽？天元大世界有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金丹期修士可称真人，元婴期修士可称真君或老祖。啊！能让金丹期修士陨落的幽冥血河，我一个炼气期的太极怎么可能搞得定啊？这地宫非比寻常，你们跟紧为师，千万不要乱跑。好的，师傅竟然如此认真，看来这地宫确实要万分小心。反正支线任务可以作废，不去做也死不了，大不了不做。头儿，这是哪里？这里是我们在大洲腹地的秘密基地，隧道里面有可以传送出去的空间法阵，是一条撤退路线。都注意脚下，这地宫深处怕有什么东西。进去探查的兄弟没有一人回来，全部失踪。走快点，前面就是我们的空间法阵了。和先前穿过的隧道不同，这是新开凿的隧道，前面就是烈风会的传送阵法。再在这里等一会儿，魏谷他们若是仍赶不上，我们只有先行一步了。是，别人赶不上不要紧，我们赶上就好。都给我留下吧！烈风会在这里经营多年，岂容你们放肆！可恶！受死吧！叫你看看我们五行宗的手段！逆行风魔阵！该死，我撑不住了！怎么这样慢？6个对付1个，还要这么长时间？叶少爷，我来接你回家。啊！敢问尊号？我姓黄，很多人习惯叫我黄三。是玄机侯的人。嘿，那里来！你们还弄不清状况呢。
贼，也太嚣张了！你的金丹符箓只能撑1时，走去空间法阵，去死吧！不要！快撤！这些老鼠倒是贼滑，可惜那些法阵早就被三爷我动过手脚，你们就死在虚空乱流和空间裂缝里吧。天可怜见的哟，幸好易少爷还在，不然侯爷的脸面要往哪儿搁呀？不过，如果易少爷为了孝道，不愿侯爷为难而自戕的话，传出去反而是一桩美谈吧。我要死在这里吗？谁？喂，胖子，见没见过一个身穿白袍、羽衣星冠年轻道人，身边还带个小孩子？这把剑，蜀山剑宗的人？放肆！黄森先生，岂是你能侮辱的？哼！你好大的胆子！斩虚破空，蜀山少泽剑气果然名不虚传，但你耍威风耍错了地方。你杀了玄阶侯府的人，就休想活着离开大周。兵锋天下，万里飞霜。这话朱洪武可以说，但你算什么东西？更何况，就算是朱洪武，我总有一天会超越他。这不是少泽剑气，是蜀山6脉剑气中最刚猛霸道的少商剑气。他竟然同时掌握了2种剑气神通，万载冰封，无可撼动。记住我的名字，刘洋，我将会击杀朱洪武。唉，真无趣。我还是去找那个年轻道人玩玩吧。他先前说白色长袍、羽衣星冠的年轻道人，难道是那个？这不会在搞什么呀？空间裂缝都炸出来了，把我的传送到幽冥血河，难道我真的要去做支线吗？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朱毅弄到手吧。这血河真水会侵染法力，你们离远些，不要沾上。是，师傅。师傅，何事？你看那边，烈风会的人要真敢丢下我，我定要他们好看。这秃驴染的血河真水，我们趁他病要他命。等等，先把你的惊雷禅拿出来，这个你拿着。哼，待会儿你们以为是指示行事。若我修炼成完整的不动明王诀，这巫血根本不值一提。那小子杀我灵蛇，夺我法器，我定要把他挫骨扬灰。小子，居然还敢送上门来！大和尚，你瞪什么？当初你为难本座弟子，便注定要遭今日之劫。他的不动明王诀是你教的，这是我大雷音寺秘传道法，速速归还于我。24诸天罗汉阵，开！看你们的了。什么？猜对了，佛门道法和法器之间可以产生共鸣，而金光罗汉把萧燕他们当成自己人了。贼人，给我死！地藏真经，哼，就算你会地藏真经，也不过是虚有其表。一只井底之蛙，守着仙人骸骨，还在大放厥词。你好，一个罗汉人能挡住，那24个呢？哼，小小法阵都无需本座亲自动手，本座2名徒儿便已足够。有人在试图收取那作为阵人的舍利子，你个小孽畜，好大胆子！就是他了，动手，我为你护法。嘿，成功了！嘿嘿嘿。
你们好大的胆子！把舍利子给我！快！24诸天罗汉阵就此告破。哎，师傅，其他舍利子我也挖来了。贼牛鼻子！贫僧注定要下地狱，但走之前，必然要拉上你这邪魔歪道一起。不好！邪魔，贫僧一起下地狱吧！天赐神光！地宫内的灵气已经紊乱，都小心了！好晕啊！幸好被传送前抓到那和尚的储物袋。哎，等等，我这么大2个徒弟呢？哎，算了，反正有主角光环护体，也死不了。还是先看看这储物袋里有啥吧。无动冥王诀残卷，哎，还有2张丹方。雷音大还丹出自大雷音寺的疗伤圣药，治疗肉身受损有奇效，活死人，肉白骨。破障丹帮助修士突破修炼瓶颈，小境界的瓶颈，服用后可立刻突破。此丹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接下来该怎么从这里出去呢？宿主已接近支线任务物品黑云旗，请宿主按照地图前往物品所在地。不是吧？黑云旗，金丹期法器，黑云真人本命法器，由黑云真人的成名法术诸天大挪移祭炼而成，可在短距离内虚空挪移，攻防一体，载人飞行，妙用无穷。这就是系统说的黑云旗所在地，幽冥血河了。好重的血腥味儿！找到你了，看你这副打扮，你就是给烈火剑宗苦头吃的那道人，看着也不怎么样嘛。蜀山剑修，还是金丹级的。天不作人呐！短短几个月，3大圣地的弟子被我转了个遍。不是说你还带着个小孩吗？人呢？小孩？什么小孩啊？这人是金丹级修士，看来只有智斗了。别装模作样，就是你当初跟烈火剑宗的人交手时，身边带着的那个小孩。在下只是个炼气10层的修士，怎么有胆子惹烈火剑宗呢？难道真是我认错了？就是这身衣着没错呀。奇怪，你不动手，我竟然看不透你的修为境界。这是因为，在下无意中得到一件小东西，可以隐藏自身修为，请上仙过目。为什么我用没有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我修为低吧，自然是因为这是假货喽。既然你不是那个道人，那你来这地宫做什么？在下是听说这地宫底下有件宝物，所以想来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机缘。宝物？什么宝物？在下听说这地宫有个黑云旗，而这旗子有挪移虚空的妙用。我怎么感觉不到这里有宝物存在？因为这旗子在这条血河里啊。在河里？你是在骗我吧？你先下去，我看看。上仙明鉴啊，这条血河至邪至祟，在下这点修为下去就是送死啊！哼，要是这下面没东西，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生下来。不敢不敢。这是我前日斩杀一名魔修时从他那里得来的法器，而这法器正是用这幽冥血河中的巫血祭炼而成，所以这水是奈何不了我的。这厮修为颇高，还有这等魔道法器在手，若非有心算无心，我今天算是死定了。你看，这不就……你笑什么？我笑好戏刚开场啊！
精彩的马上来了。什么？怎么回事？怎么挣脱不了？所料不差，黑云真人的遗骨和法器就是阵眼，压制着幽冥血河。拔出了黑云旗，这幽冥血河就喷薄而出。乌纳道人，受死！朋友，你真是个好人呐！要不是你，我还头疼如何再次阵风这幽冥血河呢。真是谢谢你啊！恭喜宿主完成随机支线任务，获得黑云旗，奖励500点数。黑云旗攻防一体，内部有法阵可吸收天地灵气，滋养自身。不错不错，这点数先攒着，等收朱意为徒后再干票大的。现在还是先炼化黑云旗。炼化成功，黑云地宫地图+1。哎，这黑云旗居然还能显示黑云地宫的地图，把精神与黑云旗互通后，能否确定朱意他们的位置？哎，有了！朱意和小燕子他们居然在一起，他们周围有没有别人？这么多，得赶快过去了。这么小就练气7层了，好苗子呀！小朋友，找到了，你叫什么名字？叔叔爷爷你们好，晚辈于浩有礼了。旁边这位是我堂兄于燕。小朋友，你姓于，难道是大秦皇朝于氏家族的子弟？是啊。您认识我家的人？小家伙还挺聪明。如雷贯耳啊！可惜无缘碰面。大秦皇朝4大家族之一的于氏家族是霸主级势力，于家的人可不好抢啊！哎，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我和族兄一起出来游玩，远远望见山洞便进来看看，谁知出不去了。老爷爷，你能带我们出去吗？哎，大秦使节团确实在前几日到了天津城。这孩子难道是跟着长辈过来的？哦，不对，有问题。你修炼的是雷系道法，而你堂兄修炼的是火系道法。啊！于家的水系道法玄冥诀举世闻名，你2人为何不修家族道法？我师父传我什么道法，我就学什么道法了。一派胡言！你若真是于家嫡系弟子，怎可能领拜他人为师？因为他师父比于家更强啊！弟子见过师父。阁下口气不小，敢问是哪方得道高人？之前险些失之交臂，原来你竟是冰云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你竟然识得我娘亲！本座当日前往青阳山，便是到坟前看望故人，无意间遇见你，却对面相防不相识。之后问那庙里的老僧，才知道你是冰云之子。你能时常记得去为你母亲扫墓，这很好。虽然世人皆已忘了孟冰云，但他总归在这世上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虽未曾听母亲提过道长，但母亲过世多年，道长仍能记着他。朱意在此，待母亲谢过道长。本座昔日曾答应过你母亲，若你愿意，本座可收你为衣钵传人。此后，本座将授你道法，助你踏上仙途，逍遥长生。朱意，你可愿意？朱公子择何人为师，日后走何种道路，过何种生活，自有侯爷为他安排。别说孟冰云已身死道消，便是他还活着，也就是个妾室，无权干涉侯爷的决定，算什么东西？我劝你啊，速速离去，否则惹恼了玄机侯爷，天下虽大，也没你容身之地。本座与人说话时，保持安静。朱洪武虽被朱意血亲，却从未尽过教导的责任，是以违反规矩约束他人，肆意和控制欲的人，简直枉为人父人父。朱意是本座故人之子，不管他今日是否拜入本座门下，本座都不会坐视不管。这孩子的路，由他自己选择。狂徒，该死！
快躲开！天罗汉阵，开！快躲开！24出天罗汉阵，开！哈哈哈哈！还当你有多大本事呢？不过如此。活佛慈悲。不过如此的究竟是谁呀？第3第1，有何可得意？我们这里5人便灭了你的罗汉。现在还想灭了我的罗汉吗？不要慌，这应该是个阵法，冲入法阵范围就好了。罗汉怒目，镇压诸天，震！你会付出代价的。通风报信，正好来个祸水东移。师傅，师傅好厉害呀！多谢道长援手，救学生脱困。学生有一个问题，希望道长为我解惑。但说无妨。敢问道长心中，这天地间，到底是道理最大，还是力量最大？没有实力，你的道理就无法伸张；空有实力而无道理，不过是恃强凌弱的暴力罢了。有实力的人讲道理，这道理就最大。便如师父所说，有实力讲道理，这才是正道。求师父收下我，出意愿在师父门下修行，学道法，讲道理。恭喜宿主收得第3名亲传衣钵弟子朱毅。我手头这么多雷系神通法术，还是传授他九霄雷霆阵法吧。这是你大师兄萧燕，也是目前为师的掌门弟子。这是你小师弟石天浩，本来他才是为师收的第1个弟子，但懒得很，自愿当老小。朱毅见过大师兄，天浩师弟。无需多礼，咱们同门师兄弟间用不着那么客气。石天浩见过二师兄。人说学无先后，达者为先。比起这位小师弟，我差的太多了，必须奋起直追，然后超越他，才能起到师兄表率的作用。为师行走天下，不会在大周停留很久。你有什么打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弟子愿随师傅行走天下。今年的科举，弟子不打算参加了，但3年后，希望师傅准许弟子回天津城。来了，主角学成归来，一拳打死老父亲的戏码来了。入我门下，只需守我门下规矩即可，为师不会限制你们人身自由。还是那句话，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弟子明白。好了，我们走吧。看看这次抽奖能不能开出什么好的武道神通来。老是给他们修炼其他门派的招式着实不行。这次用骰子抽吧。碧波掌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 ，pass。雷音罗汉拳，品级低且又是佛门道法，不行。哎，灵鹫神掌，数千年前散修灵鹫上人成名的神通武道，但自灵鹫上人作画后便失传。这个不错呀，就决定是你了。为什么我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啊？哎呀，又抽出神秘箱子，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来。物品名称：九转炎魂丹。神通名称：无方飞剑。居然有一本武道神通，我还是很欧的嘛。这丹药也不错。物品名称：狼环玉树叶。还有一个是狼环玉树叶。狼环玉树叶，我要这么个东西做什么呀？狼环玉树不是龙叶那个女妖的本体吗？你要这东西无用，不如送给我吧，好不好？声音是从我的剑中传出来的。龙叶，这妖女难道从半年前石村那时起就已经附在了我的法器上？
怎么样？要不要给我啊？你终于肯出声了。你这人真让我看不透呢，究竟是什么修为啊？当初本座心慈，饶你不死，看来你还未吸取教训。人家吸取教训啊，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杀你，因为我真的看不透你啊。本座身前，又岂是你能看透？所以啊，人家不找你麻烦了，而是跟你做交易。你似乎在寻找合心意的弟子。看见良智美才，任何人都会心动，本座自然也不例外。哦，可你收下的弟子见明珠蒙尘，却被你慧眼识得呢？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关你收徒，你是想开山立派了？哼，我知道一处伏天动地，助修炼，人无主，你或许需要。说话不要大喘气啊！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打动我。你这人，想加价你就直说呗。我先用这石笛换树叶，再告诉你洞天所在，由你亲自验证，这样你不会吃亏，如何？这机器是太虚观。这就是燕明月要找的石笛，但我不知它有何重要意义。这交易你可愿做？这妖女怕是想利用我牵制燕明月，但你有你的算法，我有我的计划。得到狼环玉树叶后，你会怎么做？燕明月要重回太虚观，我自然也有我要回的地方。我已经说过，没有要找你麻烦的想法了。为你自己好，你说的最好是真的。你的交易我接受，成交。先不管石笛有何玄妙，眼下最重要的是去找最后一个徒弟，但愿能顺利完成，一定会顺利的。爸，侯爷这次是真的发怒了。这次黄三的失手与佛门余孽和大秦朝余家有关。侯爷有令：其一，集合人手前往黄三他们失踪之地，掘地3尺也要找到线索；其二，捉拿大周境内已知下落的烈风会人员和大雷音寺余孽，一个不留；其三，随我一起前往大秦使节团驻地，向余家人查问此事。陶二先生，请慢走。他们也太嚣张了，手下失踪竟赖到我们余家头上，这明显是有人嫁祸我们余家。这件事你也去查，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若人手不足，就跟本家联系。听说石家那边也不太平，有人要对石天意不利，多事之秋啊。这里有舍利子的气息，慧苦在这里出现过，还跟人动手了。还好，舍利子没有受损。慧苦这欺师灭祖的孽障，竟敢亵渎师门长辈骸骨，必须得夺回舍利子，让众师长昏暗西天。而对这个孽障，贫僧定要剁了他。不愧是我的徒弟，这么快就突破了。我最后一个徒弟还没着落，我的时间只剩1个月了。趁他们在修炼，用黑云旗去附近的城镇找找看吧。大周大秦都被我踏遍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难道我真要回去找萧真儿？难搞啊！哎，还是先回去找小不点他们吧。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黑云气破开虚空，竟将我传送到了一处异度空间了吗？还来，你要瞎了！怎么回事？只是无意中被卷进这片虚空吗？老夫乃玄道宗朴北子，阁下是何人呐？玄道宗，势力名称玄道宗，地理位置大秦皇朝南疆。详情：大秦皇朝南疆的一个宗派，宗门中最高修为的高手是元婴期。山门所在位置靠近大秦最南部人族和妖族世界的分界线。大秦皇朝宗门还有元婴期高手，山野散修，道友唤本座林道人即可。
观道友模样，似乎有伤在身。不错，老夫在虚空战场被人所伤，不过闭关休养一段时间便会好了。虚空战场又是什么？地理名称：虚空战场，地理位置：天元大世界外的异度空间中。详情：虚空战场有许多天元大世界稀缺的修真资源，但空间内乱流涌动，极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仍有许多区域处于未知状态。原来如此。我记得石村村长讲过，小不点的爹娘就是为了救援失踪在险地的祖父，才让小不点遭了大难。这个险地会不会就是指虚空战场？虚空战场虽有风险，但收获应该也不小吧？我竟看不出此人修为，岂止是风险呐！和老夫一起进去的横越派老祖直接陨落在里边了。若非你突然闯入扰乱了虚空，恐怕老夫也要陪在里面呀。道友身中冰寒之伤，本座便赠你9转炎魂丹，化解冰寒伤势吧。为何要给老夫啊？本座想给你便给了，没有为什么。倒是老夫婆婆妈妈了。好，老夫承你这个人情，以后随时欢迎来我玄道宗做客。什么事啊？聊得这么开心？哎，朱毅，你换新衣了？是大师兄给我买的。师傅啊，我们听说附近的横越派开山门收徒的时候，有个人没通过考核，不能入门，就跑去跳崖了。他跳崖后不久被横越派的人救了，破例收为记名弟子。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人，现在在何处？这不就是废柴流和凡人流主角剧本吗？最后一个徒弟又着落啦！拜师大典已经开始了，那个主角命不会已经拜入横越派了吧？这人怎么也在啊？哼，丢脸，干脆直接摔死算了。发现目标，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目标：光灵，根骨指数5，悟性指数10，心智指数10，福缘指数8。总结：目标天赋有欠缺，但发展潜力巨大，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良相满之，这个徒弟我是收呢，还是一定要收呢？还是必须收呢？从今往后，各位就是我们横越派弟子。弟子谨遵宗长教诲。对象符合标准，但以拜他人为师，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没事，刚才只是一点小意外。汪林这个徒弟一定还是我的。汪林，你这种人简直就是我们横越派的耻辱。没错，你有本事再自杀一次啊！你要能再靠自杀通过那门考核，那才算你有本事。晦气，怎么和这种人同宗门？以后让他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这小子以自杀威胁的方式加入横越派，肯定师长嫌弃同门鄙夷，师门的归属感定然不强。这样看来，我还是有很大机会的。爹，娘，我一定会成为仙人的。在这种环境里，你可成不了仙人。你是什么人？你在这样的师门中，只会被分配杂役的粗活，如何修行？再加上你天资本就比常人差，如今速度更慢，怎能攻城？仙长，您的意思是，你可愿意离开横越派，拜入本座门下？本座必悉心教导于你，将一身道法神通尽数传授。你若想要见识本座的能耐，本座1时3刻就能挑了这横越派。他是在提防我。对了，这小子福缘也有吧？该不会是捡着什么宝贝了吧？
觉得不可思议？无妨，你自己拿主意。本座在山下小镇停留20天，若你想通了，自己来小镇寻我。是我太多疑了，难道他不是冲着我的秘宝来的？刚才汪林那防备的模样，肯定是怕我抢他的东西。说不定那小子已经有超神法器或者老爷爷相助，可能已经走上属于自己的逆天之路了。这横岳山的灵气果然比咱们的山门浓郁啊，太适合修炼了。要不了多久啊，这里就是我们玄道宗的地盘了。玄道宗，咱们朴北子老祖安然无恙归来，他们横岳派老祖却死在了虚空战场，一切皆是天数。没错。哎呀，好的山门洞府为强者居之，他们很快就要搬家喽。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下好办了。铁雷玉魄内的精气已经用完了，修炼变慢了不少，但慢慢修炼也能助我熟练运用功力。恭喜宿主全部打通12诀窍，达到炼气期的顶峰，12层的大圆满境界。耶，终于成功了！即使哥是从炼气4层开始的，但不到1年就达到如此境界，莫非我也是个天才？师傅，您在屋内吗？弟子有问题想问您。进来吧，是时候在徒弟面前神气一次了。你们修炼的如何了？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弟子昨晚琢磨出一门武道，正要请师傅点评。此外，我道法境界瓶颈松动，想来是要突破了。师傅容禀，弟子昨日偶然发现了一株奇花，特地带回来，请师傅处置。师傅，我突破炼气10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破的。物品名称：3叶幽兰，类别：植物，详情：聚天地灵气，占金色光华，作用：破障丹主材料。这真没辱没你福源之石的属性啊！你们修炼有德，为师倍感欣慰，但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切忌持之以恒。回去休息吧。谨记师傅教诲。做师傅的怎么能输给徒弟？必须要加快筑基了。筑基又名铸就道基，分为3个层次。筑基前期，修士开辟气海，法力远胜炼气期修士。筑基中期，铸建灵台，灵台有9品之分，1品灵台最佳，9品灵台最次。筑基后期，则是要在灵台之上凝练丹鼎，也是筑基期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丹鼎的品质不仅决定修士结丹的成败，更决定着日后能否冲击金丹期以后的境界。小不点当年身遭横祸，就是因为他天生气海中立着一座比1品灵台还要强大的至尊灵台。至尊灵台上立至尊丹鼎，其所结金丹必然是最好的。莫说金丹期了，元婴乃至元神都大道可期。而且小不点的根骨仍是实的满值。他日筑基开气海，是否还能得一座至尊灵台？但是不完成主线任务的话，我还有命知道吗？我的第4个徒弟还没到手呢，也不知道那玄道宗什么时候去横岳派踢馆呢。不过听说这横岳派和玄道宗地缘较近，2个门派互为奥援，共同抵御外来势力和妖族入侵。虽说是为了抢修炼宝地，但2派好歹有过同盟情谊，也许玄道宗手段会温和点儿。所以他们该不会2-3个月后才来吧？那时候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看来不能只等那个玄道宗来搞事，还要做好随时上山抢人的准备。只是这样不仅会得罪横岳派，还要跟汪林的金大腿竞争上岗。现在我必须动用一切有用的力量。有了！光顾着用戒指练习天垄咒印，差点把他给忘了。饿死了，饿死了！关着我就算了，好歹给我弄点吃的呀！所以你来干什么？哎呀，咱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我干嘛要告诉你？有好处啊，比如说吃的东西。真的？
真的，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说真话。要是敢糊弄我，你知道后果。我家尊尊，现在告诉你了，能有吃的了吗？是吧？太少了，还不够塞牙缝呢。那上次烈火剑宗老头的剑光够不够啊？你又想骗我给你做挡箭牌？但不用这种方法，你的小肚子又要饿得扁扁的了。你也不想挨饿吧？好吧，我答应你。这下就有个大帮手了。刚才那个大蜈蚣是朝那儿去了吧？上面好像还有人呢。估摸着蜈蚣能有100米长短呢。那个方向是恒月派所在，莫非是玄道宗的人已经到了？哈哈，果然是去恒月山的，应该是玄道宗那边的比试要开始了。嘿嘿，王小徒弟，为师来找你了。道友，你们恒月这一次出了不少有潜力的苗子呀。哪里哪里，道友远道而来，请先稍作休息。不用不用，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比试吧。这么迫不及待，看来玄道宗胜券在握呀。几天不见，这小子居然已经有引气入体的征兆了。不对，这个人也只有炼气8层的水平，看来这汪林是得到某种奇遇了。太慢了，你们恒月派的弟子一起上吧，我一人足矣。居然如此狂妄，这不合规矩。这次咱们就一人定输赢吧。你们恒月派弟子中，若有人可以坚持10秒不败，就算你恒月派赢。不过嘛，得附加一个彩头。若我玄道宗获胜，我宗要你们恒月山500年的使用期限。来了来了，开始恶霸抢地了。道友，你是在开玩笑吗？你以为那弟子真能一人赢我恒月派的所有弟子吗？把符箓解开吧。他居然瞬间长到炼气大圆满的修为，他手上的符是元婴期修士才能制成的，难道说他们老祖回来了？没错，我玄道宗朴北子老祖从虚空战场回归了，他带回了消息，你恒月派2位老祖全部陨落。看在往昔交情上，玄道宗不会巧取豪夺，就通过比试决定恒月山的归属吧。若再无人上前，就是我们玄道宗赢了。我们最高修为的弟子才炼气10层，怎么可能打得过啊？这下完了。若非我赠药助玄道宗提前上门，这场比试或许会成为主角汪林的翻身仗。可惜可惜了，嘿嘿。既然无人应战，那这场比试胜者就是我玄道宗了。老夫朴北子，恒月派的小辈儿都给老夫出来！此恒月山已是我玄道宗的地盘。可恶，他们是有备而来，快开护山大阵！哼，不自量力！我再说一遍，除了人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带走。再啰嗦，老夫不介意灭你恒月派满门。此外，我玄道宗在此大招门徒，有意加入者留在此地即可。这要不加入玄道宗算了？是啊，恒月派连地盘都保不住，还留着干什么呀？哎呀，走吧走吧。我靠，这个朴北子直接万人根基啊！接下来看汪林怎么选了。就这么点人了，哎，走吧。哼，汪林还挺有情义的嘛，居然没放弃恒月派。不过去哪儿都没差，我徒弟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玄道宗真不是东西，简直就是土匪！你去那边打点水来。
哦吼，这个师傅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呀。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从山崖底下捡来的珠子，既能替我疗伤，又助我修炼。难道它就是改变我命运的钥匙？我一定不能让他人知道这个秘密。乖徒弟，把那个石珠给我看看。师傅，只是一个寻常的弹珠，徒儿耍着玩的。还敢骗我？你这么差的资质，还能引气入体，肯定有什么好东西。敢跳，是时候让我这个准师傅登场了。这是……我去，你还真有个老爷爷呀！哪来的孤魂野鬼，在此猖狂？受死吧你！自我量力，逆徒，竟敢勾结邪魔歪道来谋害自己的师傅！我今天就逐你出师门！目标已解除原有师徒关系，宿主现在可以收该目标为徒。不是吧？这么简单？待我禀明2位金丹期祖师，定要将你和这魔修一起诛灭，清理门户。你觉得自己还有命回去？你要干什么？不，等等！法力完全使不出来。好久没有尝过如此美味了。看什么看？我辈修真之人本就是逆天行事，谁惹你，你就杀了谁。可惜你那无用师门被人夺了山门赶出来，像丧家之犬一样奔逃，屈辱啊！你想说什么？我说，你想不想变强？老大的，这老鬼不仅抢我生意，还抢我台词。你能让我变强？你能传我道法神通？你随我学道，不出10年便可功成名就。到时就连今日的元婴期修士也不会放在眼中。不过修仙路上要受万般苦楚，你可能忍受？什么苦我都能忍受。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呐！让趁现在强抢了。等等，这老头不对劲，这亡灵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个废柴，这老鬼又不像我一样有系统提示，干嘛那么积极收他为徒啊？一定有古怪。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老夫先带你去个隐秘之处。让我看看你这老货到底搞什么鬼！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修炼我的道法，需配合你手上这枚黄泉珠。你根骨较差，基础也弱，想要尽快提升实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老夫以灌顶之法帮你突飞猛进。灌顶？待会儿你用身心与手上的黄泉珠沟通，来引动它的力量，同时对老夫敞开你的识海，方便老夫为你灌顶。双管齐下，双方力量联合，方可让你脱胎换骨。前辈，您为什么要帮我？老夫大发慈悲帮你一把，你倒还拿捏上了。谢谢前辈的好意，但还是不劳烦前辈了，还请前辈送我回去。不识抬举的小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无功不受禄，晚辈天资笨拙，修为低微，恐无法报答前辈的大恩。这就由不得你了。老夫想省点时间，既然你小子不识抬举，那老夫
只好再费点事情了。这剧本不对啊！真命天子和他老爷爷干上了。不能睡过去。有什么办法能保护我？求求你，老群主，回应我吧！糟了，老夫的秘密被这小子发现了。当年那一战后，老夫肉身尽毁，神魂重伤，只能依附在黄泉柱中。本想借此炼化黄泉珠，却差点被他炼化。就是这小子在捡到珠时，手部伤口的血滴落在上面，无意血击了此宝。还好他修为低，不能完全驾驭。若能夺舍这小子，老夫就能重新获得一具肉身，更能彻底炼化此珠。原来不是老爷爷，而是反派啊！敢欺负我徒弟，不知死活！好冷啊！爹娘，我要死了吗？孩儿不孝，不能回去看你们了。那时候要是跟着那个道长走，是不是就没有今日之祸了？老鬼，离本座滚开！离本座弟子远点！老鬼，立刻滚蛋！饶你不死！哼，干坏老夫好事，是你找死！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的百鬼夜行之术！这老鬼只剩一缕残魂，实力也相当于筑基巅峰。要是被他恢复到全盛时期，该多恐怖啊！今日既然结下了这个敌人，就一定不能留后患。佛门的屠贼，老夫最讨厌的就是和尚。之前亮起的那些赤红色光点，原来是他们的眼睛。这不是刚刚被司空男杀死的那个孙小柱吗？小畜生，待老夫杀了你，就把你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永生永世供老夫驱策。你可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什么？你方才说对付谁绰绰有余来着？那么，我们开始吧！我的厉鬼呀！我若不是落得如此重伤，现在哪怕是筑基期修为，杀这小畜生也如杀狗一般呐！你若落在老夫手上，老夫定要将你的神魂当灯油来煎。可惜你这老鬼邪孽遇上了我这个克星，九霄天雷正法，黄雷电刃。老鬼，不行，不能再硬拼了，否则老命要断送在这里了。去，这老鬼重伤的神魄居然在飞速恢复。哼，小子，任你如何嚣张，只要老夫在这黄泉珠里，你就杀不了我。老夫迟早要找你算账，咱们看谁能笑到最后。毫无疑问，笑到最后的人必然是我。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可能隔断黄泉珠和我之间的联系？这是太虚观的天笼咒印。你怎么可能会太虚观的秘传法术？你不是修的佛门道法吗？老鬼已经被封印住，亡灵应该快醒了吧？为何用法力刺激也毫无反应啊？糟糕，他的神魄也陷入此珠内了，必须尽快把他的神魄捞出来。他没有道法修为，神魄出窍太久就回不了肉身了。得先联系一下那边的3个徒弟。师傅，有什么事？为师今日有事要办，你要有一个新师弟了。新师弟？师弟什么时候来？我也不好确定。这段时间你照顾好小不点和朱毅，
耐心等为师回去。啊，师傅放心，我们等你回来。好粘稠的灵气啊！哼，你以为你用天冷咒印困住老夫就万事大吉了？正好相反，这个天冷咒印反而让老夫看破你修为深浅。老夫马上破了这咒印，拿你的神魂下酒。在这之前，我先把你凉拌了。竟可以将法力渗透到这黄泉柱内，也把佛门舍利炼制成了法器。老鬼，我今天就用这佛光大阵渡了你。事情就是这样，在师傅回来之前，我们就先留在客栈里等着吧。大师兄，我们留在这里等多无聊啊！那我们去找师傅。咱们一起去城里的集市逛逛吧，去看看有什么好剑。我想配一把。我也想买把剑。对了，我们给新师弟也买点东西吧，就当做是见面礼。行，咱们就一起去放松一下吧。东西已经买好了，接下来要去哪里？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东西，大师兄，你看上这东西了？我总感觉它和我似乎有某种联系。就用师傅常说的一句话，莫非我与此物有缘？去看看，去看看。喂，长得好奇怪啊！大师兄既然喜欢，那就也买下好了。好。这波动是惊雷禅，佛祖垂怜，终于让弟子找到了。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能等等我吗？想笑就笑，别憋着。大师兄，你说你跟什么东西有缘不好，非要跟这么一个笨重家史有缘，这下苦头吃大了吧？大师兄，你是不是上辈子造过什么孽呀？我也没想到会这样，这东西还能压住我的法力运转。慧苦的惊雷禅为什么会在你们身上？慧苦在哪里，舍利子又在哪里？这和尚修为深不可测，师傅不在身边，应聘容易吃亏。是一位大师送给我们师傅，然后师傅传给我们的。这小娃娃居然已经有炼气10层的修为了，真是不可貌相。尊师不知是哪位高人？师傅不让我们说。不知大师有何指教？好吧，也没什么，我是来问惊雷禅的下落的。在你身上吧，那是我佛门法器。法器是我恩师赐下，未经恩师许可，晚辈不敢轻易赠与他人。你说什么？师兄。好吧，那赠你们惊雷禅的和尚，你们可知他现在在哪里？不清楚，我们是半年前在大周皇朝都城天津附近遇见他的。大师若要寻人，不妨往天津一行。原来如此，感谢3位小施主。南无阿弥陀佛。这和尚雷声大雨点小啊，就这么走了？很可能卷土重来，我们尽快回去跟师傅会合吧。好。放了长线，但愿能钓大鱼。天少爷，在下刚才看见一个小孩。小孩子怎么了？那小孩与石子灵眉眼间有7、8成相似，恐怕就是他儿子。你没看错，老奴记人样貌是最准的。若是当初那孩子还活着，也该这么大了。去，找2个人跟上去观察一下，找到他们落脚点后回来通报。是。黄泉珠内的灵气无比粘稠，仿佛千古一般。接触时间长了，我的法力竟然渐渐有失控的趋势。这老鬼借用了黄泉珠的力量，
居然能抵挡住佛光的炼皇，得找个办法才行。百鬼夜行术，昔年万鬼宗秘传神通，杀死目标后可拘禁对方，以秘传炼制成阴鬼，藏身于使用者法力中，需要时放出攻击敌人。厉鬼完全保留生前修为，驾驭厉鬼数量同使用者修为高低息息相关。百鬼夜行之术，万鬼宗似乎是数百年前风光一时的魔道宗门，没落后直接被蜀山剑宗的一个剑修灭了满门。这个话题似乎可以用来动摇他的心神。哎，你是万鬼宗的人？哎呦，想不到啊，居然还有人记得我万鬼宗。不错，老夫正是万鬼宗末代长老司空南。我的一个朋友提起过，在他师门一直流传着你们万鬼宗的传说。你朋友也出身魔道宗门？不是的，我朋友叫刘洋，他是蜀山剑宗弟子。在他师门里一直流传着一位前辈大能孤身单剑挑掉你们万鬼宗山门的传说。啥？你忽悠我是吧？老夫宰了你！他急了，他急了，越急破绽越多。哎，不对，小畜生，差点就着了你的道。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黄泉真水、血河真水同样位列天地间6大真水，来源于地府幽冥黄泉，是比幽冥血河更靠近无间地狱的存在。黄泉珠这件宝物很有可能跟传说中的黄泉真水有关，甚至有可能就是黄泉真水祭炼的。黄泉真水也被称为忘情水，人的神魄沾到一点黄泉真水就会失去记忆，法力沾染到黄泉真水也会还原为最纯净的天地灵气。黄泉珠这件宝物很有可能跟传说中的黄泉真水有关，甚至有可能就是黄泉真水祭炼的。黄泉真水也被称为忘情水，人的神魄沾到一点黄泉真水就会失去记忆，法力沾染到黄泉真水也会还原为最纯净的天地灵气。这黄泉珠内看不见黄泉真水，但却带有黄泉真水的几分神貌。水火不容，想要克制黄泉真水，非要与它同级别的7大真火不可。好在这里没有真正的黄泉真水，说不定可以用不动冥王怒火试一试。虽然以我的境界还修不成不动冥王怒火，但他们说不定可以。用不动冥王诀的法力，或许可以与他们沟通。成了，修炼不动冥王诀的居然有3个。嘿嘿，老鬼，你死定了！啊去！小畜生，你要做什么？我慈悲，化愤怒象，无穷怒火，直灭万国，斩尽一切吧！这。冥王已经修成了不动冥王怒火。切！你这小畜生，老夫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什么声音？我去，这珠内还真有黄泉真水啊！这老不死的还把他引来了！苍丹归一剑，做梦！可是我驱动的不动冥王真火只是一个小火苗，怎么能抵御这么多黄泉真水啊？那是汪明的神魂。好徒儿，来的正是时候。秘籍参悟中，这个触感，黄泉涅槃诀，这就是祭炼黄泉珠这件宝物的道法。原来如此，等亡灵醒来后，就会通过这黄泉涅槃诀，彻底炼化这件宝物，走上真命天子的康庄大道。嘿嘿，现在就让我这个做师傅的先掌握这道法，等他醒来后再慢慢传给他吧。该死的，竟然
还让老夫被黄泉珠这件宝物给炼化了。老夫虽未死，却生不如死。虽然老夫此生都无法离开此处，不过也因祸得福，不仅不用再畏惧着黄泉真水，相反，还可以肆意的操纵。两个小畜生，这回你们死定了！二位师兄，有人跟踪我们。我用法力探查过，修为只是练气期，不是刚才那位大师。刚才出楚州城的时候，迎面走过去一队人，里面有个老头一直盯着我看，会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前面找地方解决掉他们。好，好。不好，快跟上他们！天少爷为什么非要我们跟这3个小鬼？完全是浪费时间嘛！嘘，少爷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别那么多废话。怎么脚印突然消失了？不好！小样！别乱动比较好，我们已经有一个活口，留你不留，看你自己表现。好啦，说说吧，为什么跟着我们？我是余家的修士，你们聪明的话，最好放了我们，否则你们有苦头吃。我听师傅提起过，就是那10天翼的外公家。没错，助纣为虐之徒，直接斩除了吧。嘿嘿，收到。他们是认出小师弟了？有可能，不过他们应该还不确定，所以只派了这2个人来盯梢。是我拖累了你们。哎呀，这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要说拖累，是我拖累你们才对。唉，这剑太重了，继续带着怕是会被余家的人追上，要不我还是丢了吧。那也太可惜了，咱们3人轮流搬，应该很快就能回去。待会儿我再给师傅传个信。派出去的2人没消息了，难不成被发现了？月老，还请您出手一次，这对家族很重要。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其余事一概不管。家族怎么把这个老怪物派来了？真是倒霉！跟着脚步继续找。这剑重到罢了，怎么感觉我的法力都凝滞了？这就是这把剑的古怪之处，所以我想带回去给师傅看看。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师傅吧。但现在我们身后还有追兵，大师兄，易少爷竟然已经拜了他人为师，这可真是不好。易少爷虽然不是侯爷嫡子，无法学习侯爷的大道神通，但侯爷也自会安排合适的师傅给你，请跟老奴回去吧。我心意已决，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易少爷平时最讲孝道，如今却被人引上邪路，可见你那师傅必然是奸邪之徒。如此妖人，当废除其修为，进粪坑，游街示众，方可警醒世人。另外，侯爷吩咐过老奴，若寻到易少爷，务必要平安带回府。侯爷的命令是必定要完成的。还差一点点。小辈，之前给老夫的屈辱，老夫现在要100倍还给你！死老头，又在我参悟黄泉涅槃诀的时候来搅局。24舍利子，发动！老夫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休想坏我好事！看你的了，对。竟然想让我喝黄泉真水！不干不干！好吧，不过我要跟你说清楚，不吃这个的话，你就只能挨饿了。但是，难道你喝过黄泉真水？
晕乎乎的，以前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真不愧是凶兽啊，连霸道的黄泉真水都不怕，喝下去也只是丧失一些记忆。你怕什么嘛？食物好吃才是最重要的。这家伙真是不怀好心。不管了，先吃饱再说。这半年多来饿死我了。那就拜托你了，吞吞。天龙咒印，接！小畜生！黄泉真水，和我沟通吧。这就是我上辈子、上上辈子无数轮回的前生，黄泉轮回，涅槃重生。万物在这里走向腐朽寂灭，然后重获新生。他刚才笑了。收。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给我下来！老夫亦与黄泉珠化为一体，除非毁灭黄泉珠，否则你杀不了老夫。是谁告诉你只有毁去黄泉珠才能杀你？你做了什么？这水怎么？你可曾知黄泉涅槃诀还有一门衍生法术，名为幽冥操偶。幽冥操偶，就是用黄泉真水将人炼制成傀儡。傀儡不仅保留生前记忆，还有自我意识。简单说，你跟没变成傀儡是一样，除了一点以外，那就是你将无条件服从我的任何命令。哎，总算把这老头送走了。我徒弟醒了。我在哪儿？我是谁？是那老鬼的声音，他怎么会？我想起来了，是这位仙长救了我。小子先前无礼，辜负仙长的好意，现在还蒙仙长搭救，实在惭愧不已。你知道就好。是儿，你没事便好，区区小事，于本座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你现在可愿拜本座为师了？承蒙仙长不弃，出手搭救，小子愿拜在仙长门下，听候差遣，求仙长收下我。恭喜宿主收得第4名亲传衣钵弟子汪林，宿主获得奖励，抽奖机会1次，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恭喜宿主完成第1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发布。终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好想看看任务奖励是什么，但谁让我是个好师傅呢？这枚黄泉珠是你的机缘，自己收好，好生参悟其中的奥妙吧。师傅，日后为师将一身所学倾囊传授给你，你还有3名师兄弟，以后在这条修真路上能走多远，还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请师父鞭策弟子，弟子一定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如此可教，你有这份决心就好。接下来，等等，差点忘了看汪林的教育方案了。汪林15岁06个月，导气入体，即将炼气1层，根骨指数5，悟性指数10，心智指数10，福缘指数8，建议修炼水系道法或魔门道法。神通方面，建议以法术为主要发展方向。根骨天赋较低，初期修炼难度较大，但提升境界不易遇到瓶颈，修炼进程先慢后快。水系道法，让汪林修炼黄泉涅槃诀吧，有黄泉珠的辅助，还能帮他尽快度过前期修炼困境。你我先离开此珠，到了外面，为师就传授给你黄泉涅槃诀。
学会了黄泉涅槃诀后，你就能彻底炼化黄泉珠。今后在黄泉珠内，你就是绝对的主宰。谢谢师傅，师傅大恩，徒儿没齿难忘。这趟收获真不小，收了真命天子为徒，还修成了黄泉涅槃诀，掌握了法术幽冥操偶，炼化了一个老魔头做傀儡。但幽冥操偶法术虽好，却也有缺陷，只能毁去对方肉身，以神魂状态炼制傀儡。而且炼成的傀儡等同于死人，生前修为固定，无法继续提升。如果施法者和对方修为差距过大，也无法炼制，反而可能遭到反噬。看样子这法术的限制还挺大的呀。哎，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先看看特别奖励是什么吧。哇，不愧是特别奖励，看样子就比抽奖系统的神秘箱子高级多了。啊，这东西……战神魔偶，只要提供足够的能量消耗，不畏生死的战神魔偶就可以爆出绝对恐怖的战斗力。消耗足够的能量，那老鬼的神魂不正是个好材料吗？虽然司空男重伤之下修为减退，但是昔日的实力极为强横，想来神魂品质也是极高的。只要把那老鬼打入战神魔偶中，献祭燃烧他的神魂，就能驱动战神魔偶。师傅，我已将黄泉珠炼化了。什么？神魂能源？系统对我是真爱呀！师傅，不愧是我的好徒儿，这么快就学会了黄泉涅槃诀。刚刚师傅是无聊，自言自语罢了。师傅，你怀里好似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闪个不停。传音晶石，莫非小不点他们三个有事？师傅，我们外出游玩时遇上了余家的人，他们可能认出小师弟了，我们正尽力将他们甩掉，现在在回衡岳山的路上。我们走，去救你的师兄弟。是，师傅。包围他们。现在看来，却是我先连累了你们。哎，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没错，师兄弟就是要并肩作战。佛门余孽也来了。贫僧大来阴寺会空，陶二先生有礼了。明知道我在这里，你还敢现身？贫僧要追回师门长辈舍利，就算面前是刀山火海无间地狱，也会一往无前，绝不畏惧。既然如此，你便早入轮回，追随你的师门长辈去吧。龙象金刚拳，我大雷音寺秘传佛门护法神通，你怎会？昔年侯爷率大军剿灭你们大雷音寺，收缴你们的道法神通作为战利品，还赏赐给所有参战的将士。老朽虽然只得到这门龙象金刚拳印，但几十年苦修，也算有些心得。大雷音寺僧众蛊惑人心，危害社稷，理当诛灭。但道法神通本身没错，当由更适合的人来学习使用。我今天便先除了你，他日再找朱洪武那恶贼算账。大鹏金翅刀！不好，我不是他的对手。不愧是大雷音寺最强遁法神通，大鹏乘风诀。看来今天是杀不死他了。这就走了。好了，易少爷带老奴去寻那蛊惑你的妖人吧，打死了他，老奴好带你回天津跟侯爷复命。今天怎么这么多不速之客呀？陶二先生这话便不对了，真要说这里是我大秦皇朝的地盘，各位远道而来的才是客人吧？阁下可是聚灵门的山岳真人？前击侯府陶二先生，老朽有礼了。
不知于公子来此有何建树啊？就是这个小鬼。是，我今天是为这个小鬼而来。陶二先生呢？我来此是为了找回易少爷，不过我要先问出他们师傅的下落，好去除掉那妖人。还拜了师傅，那确实需要除掉。陶二先生可知那人在哪里？这师兄弟3人嘴巴紧得很，易少爷和那个小鬼动不得，那就撬开这黑衣小子的嘴，拷问便是。不错，正合我意。上！我说你们是不是盘算打得太狠了？黄连破，太虚观，拿下他们，要活的！我要清楚他们来历。一起上！好。擒贼先擒王。来得好啊！不好，他想把我们吸进去。明诀。好了，这招式下，法力居然运转不了，拼了！如果你我真的有缘，就帮我度过眼前的难关。雕虫小技。好家伙，还好我的神山没事。你这柄剑也给我吧。剑确实不是凡品，但不是你能配得上的。说，你师傅在哪里？住手！全部晋升！老鬼，别急，我师傅终有一天会找你们算账，斩下你们的狗头！全部晋升！老鬼，别急，我师傅终有一天会找你们算账，斩下你们的狗头！是吗？可惜结果注定是我斩下那妖人的头，但你看不到那精彩的一幕了。哼，连自己徒弟都护不住的师傅，就是个窝囊废。你放屁！易少爷看到了吧？说不定那妖人现在就在附近看着，根本不敢出来救他呢。你说，拜一个废物为师有什么用啊？啊？陶二先生想差了，看这黑衣小子便知，不过是废物拜废物为师，正好搭配嘛。别叫我废物！我叫了你又能怎样？你叫啊！但要把命留下。师傅，师傅，你们上前领死！装神弄鬼，老夫就来称称你的斤两。凭你还不配做本座的对手，本座给你找个同档次的对手。小畜生，居然强迫我燃烧神魂，为魔偶功能！宰了这老鬼！我的本命法器竟然被一拳击飞了，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继续，把这老头的骨头给我碾碎！黑石神山！你方才想将本座徒弟全身的骨头压碎？
还有你，别着急走啊！你刚刚是不是说本座的徒弟是废物？我去，你不要过来啊！你要做什么？师兄，你快放我下来！我可是……千万不要心抓人质！好快的速度，看来不得不使出那一招了。眼明天下，镇压万魔，攻下伏魔。还没完呢！力量燃尽了，彻底燃烧，全部爆发！头儿先生居然死了！怪我！还有谁？想躲在一旁捡便宜吗？他怎么会知道？今天打本座弟子主意的，一个也别想跑！我佛慈悲，不香啊！碍事的都清理了，刚好战神魔偶的力量也耗尽。哼哼，有用的东西我就收下喽。倒有好手段，让老夫看了一出好戏呀！这傀儡当真霸道，哼！不过也只能在金丹期修士面前逞凶了。道友看热闹也看够了，眼下现身，怎么说？他们在我玄道宗地盘上带头闹事，老夫自然责无旁贷。既然恶手已被道友诛除，剩下这些人由老夫代劳，如何呀？老奸巨猾，谁不知道余家与大秦皇朝南疆的霍家对立？你玄道宗本就是大秦皇朝南疆的势力，不过是想借此向霍家邀功罢了。哼，不过算了，有人帮我转移余家视线，何乐而不为呢？哦，那便有劳道友了。师傅，我都看见了，打得真好。小燕子，你做得很好，非常好，不用担心，为师一定会治好你，不会耽误你跟慕容嫣然约战的。这孩子的骨骼多处碎裂，难怪动弹不得。师傅可要说话算话，要不然徒弟我到时候丢的可不只是自己的脸，还有师傅你的呢。痛！师傅你轻着点。大师兄，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我便要尽我所能护你们周全。就像师傅说过的，寻常百姓家哥哥尚且要保护弟弟妹妹，何况我们？谢谢大师兄。哟，你就是师傅新收的弟子？汪林见过师兄。好了，回去再认识也不迟。现在当务之急是治疗你们大师兄的伤势。是，师傅。老夫要是也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我要是也有这样的师傅就好了。师傅，大师兄到底怎么样了？小燕子这次伤势有些严重，如果不好好调理，肉身怕是会废掉。都是因为我们，大师兄才……唉，行了，小燕子的伤我会想办法的，你们别自责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是，师傅。我记得以前在惠苦那里得到了一张雷音大还丹的丹方，也许能治好小燕子的伤势。大师兄根本不会炼丹啊，这个连丹炉都没有啊！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不愧是我，小燕子有救了。好丑呀！能带人飞行，能短途空间穿梭，还有独立的空间，海云奇真是个居家旅行的好宝贝呀！
你想将贫僧怎样？你也是冲着本座弟子来的？听本座几个徒儿说，你认出了慧苦的惊雷禅，而且在找他。贫僧是在找他，他忤逆亵渎师门，残忍杀害师门长辈。贫僧要追回他手里的佛骨舍利。你法号叫什么？贫僧法号慧空。本座若是告诉你慧苦的下落，你找到他之后会怎么做？啊！借废他的修为，压他在佛前诵经终生，赎其罪过。唉，小和尚，很可惜，你办不到了。前辈的意思是，你要杀了贫僧，因此贫僧无法找慧苦师弟追回舍利，还是说，慧苦师弟已经死在前辈手上，所以贫僧无法压他在佛前诵经赎罪？慧苦确实死了，不过并非死在本座手上，而是与朱洪武手下的修士同归于尽了。玄机豪，你是指统帅灭佛运动的朱洪武吗？没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朱洪武手下的二管家和于氏家族的月老都被本座拍成渣子，于家嫡系子弟敢踩本座徒弟，本座就要他一条腿。你以为本座为什么留下你不杀，而是生擒？是因为贫僧并未真的冒犯尊师徒，只是想查明舍利子的下落吗？错，当然是因为司空男的神魂烧完了，不得找个新的燃料喽。这只是其一，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你的师弟慧苦。慧苦圆寂时，本座就在他面前。这只惊雷禅，便是他临终前交给本座的，但那24枚舍利，却毁在黑云地宫下的幽冥血河之中。慧苦在临终前说，知道自己欺师灭祖，一定是要下地狱的，只恨看不到大周覆灭，师门血海深仇得报的那天。你师弟虽然为人偏激，但为了师门血仇，直道而行。本座欣赏他这样的人。师弟，你走错路了，你糊涂啊你！所以，你今日之所以能从本座手下逃生，有一半功劳要记在那个被你一直追捕的师弟身上。日后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吧。这只惊雷禅是慧苦师弟送给前辈的，贫僧自然不会讨要。那本座放了你，你待如何？贫僧欲往那地宫一行，拜祭过慧苦师弟后，再试试能否侥幸寻回几颗舍利。既然如此，本座先带你出去。之前得罪尊师徒，承蒙前辈宽怀大量，贫僧感激不尽。日后若有什么贫僧能做的，前辈尽管吩咐。地宫身处凶险，还望多加小心。没想到还真让我给圆上了，这大和尚还挺好忽悠的啊！阿弥陀佛，贫僧告辞。去吧去吧。大雷音寺金丹期修士的储物袋，总该有雷音大还丹吧？大雷音寺金丹期修士的储物袋，总该有雷音大还丹吧？腿麻，慢着，我扶你。还好我眼疾手快，方才扶那个大和尚起身的时候顺走了这储物袋。不过这上面的封禁，凭我现在的修为是打不开的。啊，对了，可以找汪林拿点黄泉真水浇在上面，不就打开了？叮咚，什么东西？这是好吵！主线任务：创建宗门根基道法。任务说明：一个宗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其他传承的道法神通固然是好，但必须要做到继往开来，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道法神通，方可领袖群伦，传承万古，奠定第一宗门的地位。任务时限1年，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首先任务又杀，有完没完啊？啊，系统有 C 班的，而且时间才1年，最起码先让我中个鸡呀！我才是个炼气大圆满的小可怜呀！根基道法创建系统启动，是否立即进入？
温馨小贴士：铸就道基，万载修道长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根基。宿主必须以宗门自创根基道法筑基。宿主冥想一幅影像，系统根据影像自动创建道法。什么画面都可以吗？皮卡丘和变形金刚啊！不行，脑洞一时爽，事后当场啊！要是因为这个影响后面任务被系统抹杀咋办啊？道法根基，太极。宿主念头确定，开始创建。天道得经，创建成功。这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请宿主选择基础参考道法，创建《天道得经》第1篇章八卦篇。这是要我弄上8种这个世界已有的道法，然后融合起来，得到一种全新道法作为我的自创吗？代表八卦的8种物象，应该就是道法原有的属性。用9霄天雷正法试试看。猜对了，不愧是我。这个黄泉涅槃诀，亮了。然后苍冥长河诀，没反应啊。看来每个空位只能对应1部相同属性的道法。接下来就是无动冥王诀和地藏真经。还剩下天风山泽。有了。太岳书，上面刻着那老头的本门道法道诀，真是天助我也！好，还剩下天、风和泽。我已经攒了不少兑换点数，收亡灵为徒还奖励了一次抽奖机会，黑云地宫的支线任务，再加上收朱毅和亡灵为徒的奖励点数，我应该也算是个小款爷了吧？星罗妙法兑换点数800。天风道典兑换点数800，逐浪诀兑换点数800。这3样倒是符合天风泽的要求，但是这么贵，就算卖了我也凑不出来呀！先买一个，然后试试抽奖，实在不行，想方设法也要弄个支线任务赚他一笔。星罗妙法兑换成功。恭喜宿主参悟完成。这门道法的利益极佳，但创立道法的人层次不够，只能浅尝辄止，似懂非懂。幸好这星罗妙法符合要求，现在还差2个就可以融合了。接下来验证血统的时候到了。此道法不符合抽奖要求。转盘系统抽的道法都不符合要求啊。看看骰子系统吧。好家伙，居然有雷音大还丹，还有一个天风道典，这让我怎么选啊？奸商啊！雷音大还丹的序号是1，3个骰子怎么摇出来啊？那我只能一心冲天风道典了。13点。去你买了个表啊！你这系统你才是13点，你全家都是13点。退了。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风雷符印。物品名称：流风符印。作用：风雷化生符阵，风雷激荡，相互助长。修真者在风雷化生符阵中修炼，可享受源源不断的风雷灵气滋养，修炼速度远超常人。随机支线任务风雷符印。任务目标：宿主前往雷源符印所在的大横断山脉风雷海，凭流风符印与其之间的感应找到雷源符印。任务时限3个月，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不知道大师兄现在如何了，都怪我们贪玩要去集市。真希望大师兄能早点醒来。放心，有师傅在，他一定没事的。王林，为师有事找你。
师傅，可以了，这样乾坤袋上的禁制就消除掉了。辛苦了。这和尚走的苦修的路子嘛，真是一穷二白。不过幸亏还有一些培元丹和制成雷音大还丹的药材。这是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修补乾坤镜。又一个支线任务，我人品大爆发了。随机支线任务，修补乾坤镜。任务目标：宿主前往出产星河沙的古玉大泽，采集足够星河沙，修补乾坤镜。任务时限3个月，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时限3个月，古玉大泽。大横断山脉和古玉大泽一东一西，相距何止百10万里。就算有黑云旗，也来不及3个月跑完这2个地方啊！不，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为了医治萧燕，得想法子弄一个丹炉，炼出雷音大还丹。为了炼制雷音大还丹，一定要一个上好的丹炉。只是这上好的丹炉要去哪里找呢？师傅，发生什么了？为师在想怎样医治你们大师兄。难道说师傅也没有办法吗？朱毅，有了！为师当然有办法啊！朱毅，你跟为师去一个地方。师傅，您带我来这里是？当然是让你这个气运之子逃出个丹炉来呀！来访时帮为师挑选一顶给小燕子炼丹的丹炉，总比坐在客栈里整日愧疚不安好些吧？你可要好好为你大师兄挑选哦。多谢师傅体恤，我一定用心寻找。那是什么？看中什么了？师傅，这个丹炉虽然看似平凡，但弟子总觉得它有古怪，还请师傅定夺。好徒弟，你觉得有古怪就好。这位道友想买什么呀？接下来就看为师表演。这东西瞧着不错，道友可真是好眼光啊！这风元匣可是由一整块品质非凡的风元石雕成的，珍稀药材放入其中啊，可以完美保存其灵气和药性。怎么卖？不知道道友是准备拿东西交换呢，还是用丹药交换？培元丹你收吗？30个培元丹，这个风元匣就是道友您的了。培元丹炼制不易，会空的储物袋里不过也就5、60个，真是狮子大张嘴啊！贵了。这等宝贝怎会贵呢？本座肯用丹药跟你换东西，你出价就靠谱一些。25个培元丹，真不能再低了。5个。怎么可能啊？你诚心来捣乱的吧？哼，既然你刚才说这匣子是一整块风元石雕成的，那你告诉本座，这道接缝是怎么回事？在这座坊室里弄虚作假，你以为会是什么后果呀？15个，真不能再低了，否则我就要亏本了。10个，你答应的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不然咱们就去坊室管理那边好好谈谈。15个培元丹，我再搭送这个丹炉给你，令高徒方才可是看上了的。搞定也行，谁让我徒弟喜欢呢？你是不是觉得为师为了区几颗培元丹，跟那小辈讨价还价很奇怪？弟子冒犯，确实觉得为了一点小利斤斤计较，有些难以理解，还请师父指点。说到底就是个钱字，但你千万不要小看钱。所谓钱，包含了一种坚不可摧、贵身必异的意境。每天求钱的人，远比求仙拜佛的人要多得多。亿万人共同的意志、诉求汇聚在一起，你可曾想过，那是多么庞大的愿力？钱之一字，贯穿了整个人道，而天地间处处有道理，大有大道，小有小道。谨遵师父教诲，这前世弟子浅薄了。走吧，该回去炼丹药了。没反应，果然古怪，还是在系统里查一下吧。天外星火炉，简介：以天外陨铁烧制，炼丹时自生星火，平添一股强劲火力，故可以大大提升炼丹成功率。备注：唯有7大真火，方可使天外星火炉的功用发挥到极致。所需兑换点数3000。
哈哈，赚翻了呀！朱毅的眼光果然没错。不过这丹炉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所有经手人都没发现呢？这丹炉怎么运转啊？哦，看到了，还有备注呢。原来要7大真火呀！唉，7大真火哪是那么好弄的？哎，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比7大真火层次稍低的灵火也可以发挥作用，只是效果不如7大真火。越高级的灵火作用越明显，但灵火层次过低就无法驱动这丹炉。有了！诸天罗汉降！不动明王怒火就是公认仅次于7大真火的高级灵火。那朵赤红火焰，应该就是所谓的心火了。焚烧之力比起不动明王怒火也差不了太多嘛。虽说有了法力丹火，但是我没练过丹啊。哎呀，不管了，碰碰运气吧。炼丹这种事果然不能靠运气啊！是火力太猛了吗？还是药材配的不对？等等，善于炼丹的修真者往往修炼火系道法，因为要以自身真火化为丹火炼制丹药。那不就有了？啊！小燕子，你终于醒了，感觉如何？谢师傅关心，弟子还好。师傅来找我们有何事吩咐？都看见眼前这丹炉了吧？这就是之前在坊市买的那个丹炉。对，此炉名为天外心火炉，为师重新激活了它，让它露出了本来面目。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要用这丹炉考考你们。还请师傅指示。为师今日本来是要炼丹给小燕子治伤的，但想着丹炉和药材俱在，不如就顺带教你们些丹药之道。为师故意在这雷音大还丹的丹方中留了些错漏，这次就来考考你们是否能找出来。你们相互之间可以商量，为师就在一旁听着，看看谁能提出正确的见解。这个嘛，应该先这样，然后那样，然后那样。我是不是太无耻了？只能算一般无耻吧。避火灵草要怎么处理啊？碾成碎末试试。有道理。然后呢？啊，天蛊草可以整个放下去吗？应该不行吧？不得不说，系统的判断真的很准。萧燕对于炼丹一道理解最深，对我布置的错漏之处也找得最多最快。好，时间到了，你们谁来告诉为师，这丹方都错在哪里了？弟子觉得天蛊草不能整个放入丹炉炼制，要先碾成碎末。寒霜露和避火灵草则必须混合在一起，才能投入丹炉炼制。另外，弟子斗胆猜测，开炉时间应该提前半个时辰。你们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好，为师以你们的方法炼一炉丹，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臭小子，你可千万要给力啊！时辰已到。好奇异的香味啊！感觉伤口都没这么痛了。不错，你们成功找出了为师留下的全部错漏，炼制出了雷音大还丹。小燕子，服下此丹，调息一阵，你的伤就无大碍了。你大师兄得来的那柄黑铁巨剑呢？拿来给为师看看。什么材料制成的？竟然这么重，还让我一身法力运转变得滞涩，果然有点门道。进入一探吧。这里是剑内的世界吗？蓝紫色的火焰，邪皇霸剑。名称：幽冥邪皇，类别7大真火之一。详情：燃自幽冥炼狱的邪皇真火，霸道无边，其破坏力在7大真火中排行前列，堪称万火之王。
因幽冥邪皇毁天灭地的破坏性，所以被镇压在9幽冥域最底层，极少现世。好家伙，这恐怕是萧燕的本命宝物吧？所以我才说，我也想被上门退婚啊！小燕子，这把巨剑你从何得来？弟子是在坊市上偶然买的。这把剑怎么了吗？此剑名为邪皇霸剑，剑中蕴含了7大真火之一的幽冥邪皇。幽冥邪皇，7大真火，嘿嘿，这下发达了！大师兄，买剑石花的丹药，我和二师兄都有凑份子，东西也有我们一份。你的丹药我明天就还你啊！大师兄耍赖，真好，羡慕。看来这小子当真与火有缘，火中帝王或许就是他的天命之路。若是这样，其他6种真火岂不是？小燕子，你使用过这把剑吗？使用过。当时情况危急，弟子冒险一搏，就将心神注入到了此剑当中。弟子记得，当时脑海中涌现如同火海一般的紫色火焰。那就是幽冥邪皇吗？不错，幽冥邪皇不仅霸道无边，甚至算是一种拥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我记得当时还是那把剑带着大师兄冲了出去。我也记得，那时候大师兄全身都是火，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小燕子的修为不够，强行驾驭真火，反而被火给压制了。小燕子，现在的你莫要盲目驾驭它，不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变成失去自我意识的火奴。弟子明白了。不过也是你该有这番造化，此剑你便继续带在身边，全当做防身之用，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动用。谨遵师父教诲。观萧燕现在的气色，一身伤势赫然已经痊愈，看来再休养几日就会恢复如初了。接下来就是2个支线任务，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呢？任务提示：记得弟子系统好像有个说明，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弟子系统，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宿主的弟子可以代替宿主本人完成系统布置的支线任务，任务时限和条件不变。任务成功完成，宿主正常获得任务奖励。这下有办法喽！虽然吃了点苦头，但这次你们3人表现得不错，已经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但仍需锻炼。为师这里正好有一件事让你们去做，全当是一次磨练好了。师父说的磨练是？这是流风符印，为师最近探得风雷海中有一个与它成双成对的雷元符印，你们的磨练就是去风雷海取回它。师父，那风雷海在哪里啊？自此向西万里有个大横山脉，山脉东路的湖泊就是风雷海了。流风符印能御风而行，你们不用受舟车劳顿之苦了。平日你把邪皇霸剑放在乾坤袋里，若想要锻炼自己，也可以拿出来背着。好，就这些，都听明白了吗？弟子明白。为师眼下要去古玉大泽寻找星河沙，你刚入门，就跟着为师边学习道法边历练吧。师傅，我们怎么寻找星河沙啊？我也想知道，但系统只提到古玉大泽出产星河沙，没告诉我具体方位啊。寻找星河沙不过是小事，此行更重要的是要好好磨练你，你应该也知道吧？你的根骨天赋并不出众，但为师觉得你是一块璞玉，只有付出比常人更多的魔力，你才能焕发惊人的光彩。或许这些魔力会让你觉得很苦，
不过为师相信你，你一定会成功。弟子一定努力，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这古玉大泽就是你的第一处历练场所，寻找星河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从中得到锻炼。如若有危险，为师会出手的，但其余的需要你自行应付。是，师父，弟子会好好锻炼自己的。好，那为师跟在你后面，为你护法。好。我虽然没有出众的天赋，但论坚持，我是不会输的。虽说寻找星河沙主要看我自己，不过这小子8的复原，最起码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吧？这股法力波动，筑基期修士吗？不值一考，除了一个筑基期修士，还有几个炼气期的。小林子，是师父的声音。再往前行几百米，会遇到一行人，为师不会现身，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处理。记住，与人交流相处，同样也是一种磨练。是，师父，我一定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他们来了。早知这古玉大泽这般无趣，本公子便不进来了。嘿，公子，咱们这次进来主要还是为了赚到功勋。本公子知道，这还用你说？3000神武军的精锐都进来擒拿叛逆抢功勋，叛逆就那么几个，本公子能分到多少啊？3000神武军擒拿叛逆，看来是有人反抗大周皇朝的统治，失败后逃入此处，还想借助大泽的天险躲避追兵。薛公子，古玉大泽地形险恶，能有收获的还是少数人。况且叛逆不是还有家属吗？他们极易擒拿，几乎就是白得的功勋。麻先生所言极是。你是谁？在下汪离，见过各位前辈。才炼气2层，区炼气2层就敢进古玉大泽，你胆子不小啊！在下奉师命来此历练，寻找一种名为星河沙的东西，不知几位前辈可有耳闻？你要找星河沙？不错，把此人拿下！嘿，小子，识相点，就束手就擒吧！莫非这些人也在寻找星河沙？师父没有动静，是想要考验我吗？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打又是另一回事。本来你乖乖不动，就不用吃苦头的。可现在呢，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强的压迫感！受死吧！就是现在！黄泉指！不要！我真的要杀了他吗？糟了！虽然注定会成为杀伐果断的真命天子，但毕竟第一次同人动手，终归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冷血。这小子有点意思。小兔崽子，接招吧！都怪我一时犹豫，现在打蛇不死，还被反咬一口。动手不容情，容情不动手。斗法搏杀，可容不得我心慈手软。怎么会？马先生，这件宝物本公子要了，还请你出手，事后自有厚报。我不想以大欺小，但会帮你制住这件宝物。薛公子可以自行出手擒下这小子，正好可以显一显手段。有先生这句话，本公子就放心了。去。起！这藤蔓生长速度远远快过枯萎的速度。如此宝物在你手上不过是暴殄天物，给我拿来！不妙，我的法力不多了。不过
过是炼气2层的小杂碎，还真以为自己能翻天了？这宝物是本公子的了。啊！什么？谁人多管闲事？本公子出来！师傅，做得不错，剩下的交给为师吧。你们知道星河沙的下落？这帮人反应怎么这么奇怪？我穿错衣服了？没错呀，是这一身行头啊，很有世外高人的样子。不过是个炼气大圆满的修士，居然敢在本公子面前装模作样，真是笑掉大牙。你是有掩饰自己修为的宝物吧？不动手我还看不出来，你刚才那记法术彻底漏了你的底细。看你一身道人装扮，用的却是佛门法术，如此驳杂不纯，想必是个散修吧？不知天高地厚，是谁给你的胆子？我师父的修为高深莫测，岂是你们这些小喽啰可以窥探的？切，没见识的小杂种！你以为炼气大圆满的散修师傅就能护住你了？也不看看你惹到的是谁？我们薛公子那是大周皇朝薛氏家族的嫡子，你这山里的野鸡道人，怕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本座只听说过大秦皇朝有4大家族，大周近些年来皇权空前集中，所谓的世家大多都烟消云散了。薛氏家族没听说过，是新起来的暴发户吗？就凭你这句话，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儿。炼气期的小虫子本不值得我出手，但此人如此狂妄，可能有后手。薛公子无需担心，他有什么手段，我帮你接下就是。哼，有后手又如何？我大周3000神武军强者都在这古玉大泽中，邪将军还在附近，他还能翻到天上不成？此人虽故作道人打扮，但法术却是佛门一路，很有可能是大雷音寺余孽。擒下这等逆贼余孽，正好是一份功勋。我大周律例，凡叛逆拒捕者，立杀无赦。立刻跪下投降，献上那颗宝珠，本公子可以只废你修为，饶你不死。公子还是心软了，对付这么一个狂徒，一剑劈了便是。嘿，若是筑基期的马先生出手啊，踩他不跟踩死只虫子一样。就算没有马先生，公子也还有杀手锏没出。有杀手锏又如何？在本座面前动剑，知道是什么下场吗？本座不愿以大欺小，你是炼气期，所以本座先前动手也只用炼气期的修为，没想到竟被你们这些小辈看低了。你这道人是失心疯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哼，筑基期，你便是你们这里最高的修为了。参了一点野狐禅便不知天高地厚啊！这种时候还在这里说疯话？既然你是不知死活的废物，本公子便送你去死好了。虽然本座不愿做以大欺小的事情，但金丹期的力量，都算本座欺负你们了。这怎么可能？这位道友，不是这位前辈，还请收了神通，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误会？你们为难本座弟子，更是在本座面前妄动刀剑。事实俱在，本座一点儿也没误会。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前辈。晚辈是长青山碧罗观弟子马武，家世是花藤老祖，恳请前辈卖个面子，原谅晚辈方才的冒犯。邪将军和大军就在附近，你怕什么？这道人，受死吧！
金丹符箓。杀出去，到时候引来大军，就算他是金丹元婴老怪，也必死无疑。是，公子。这位道友，若肯就此退去，之前的事情我们便不追究，你看如何？哼，想得美！我看这道人只是仗着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法阵装腔作势，待破了这个法阵，本公子要他好看。这位道友，若是再不退去，薛公子可是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到时候你悔之晚矣。到底是谁悔之晚矣？那是什么？我佛慈悲。这就是师父的力量。差点都烧干净了，我还要问他们星河沙的事情呢。火熄灭了，幸好我还残余一缕神魂。趁现在，看来就剩你了，居然还能残留一缕神魂，不愧是筑基期修士，就是比炼气期的耐烧啊。你要做什么？既然你还残留一缕神魂，不如就帮本座一个忙吧。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本座知道，你那元婴期的师父在你神魂内刻下一道符咒，只要你魂飞魄散，他立刻就会察觉。但要是本座不杀你，他还能知道你现在的遭遇吗？现在说说吧，为何本座弟子一问你们星河沙的消息，你们就立刻翻脸动手？是因为要捉拿逃入此地的烈风会叛逆。烈风会？星河沙和烈风会又有什么关系？凡是烈风会的修士，身上都会带有星河沙。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不知星河沙的具体下落。难不成我要抓个烈风会修士来问？练习法术最好有个具体的施术目标。接下来的日子，你就在黑云起的独立空间里练习黄泉指吧。不过切记别弄死他，为师留着他还有用。好的，师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现在已经算是鬼了啊。这都过去半个月了，不仅星河沙找不到，烈风会的人也找不到，好像都在跟我玩躲猫猫。烈风会的人不会轻易暴露行踪，但如果被大周追兵追上发生战斗的话，法力波动就会传出来才对啊！那是……这就是大周皇朝的神武军。势力名称：神武军。详情：神武军是一支以大周境内数万修真者精英组成的军队，军队配合默契，严明纪律。神武军配备了统一且强大的法器，更有神武诛仙阵作为王牌杀器。神武诛仙阵，这又是个什么阵法？阵法名称：神武诛仙。又有神兵利器，又有霸道阵法，那三个人对上这些神武军，实在不妙啊！周狗们，尝尝这个！
这红衣女子应该只是筑基前期开辟气海的修为，但是这战斗力着实强悍啊！岳红颜，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是你唯一的活路。烈风会叛逆，团拒搏者当场击毙。我先毙了你！大灭神枪！新来之，原来你迟迟不动手，是在准备这个。杀！杀！撤！是。你们快走，周口的大部队很快就到了。此人好重的心机，冒险诈败，就为了找到烈风会在古玉大泽的老巢。刚才稍有闪失，他就真的死在岳红颜的枪下了。我也跟着去吧，说不定岳红颜那3人能带我找到星河沙的所在呢。他不肯赞美我，你呢？现在赞美我。赞美我，否则我杀了他。这个恶魔带着大军追杀我雪峰国的同胞，还在我眼前杀死了我的丈夫，现在却要我赞美他，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将军，您英明神武，神通广大，求您放过我的儿子。继续，不许停！一停我就杀了他！你无人匹敌，天下无双，英明神武。没有了吗？我生平最讨厌就是你这群小崽子，哭得人心烦，又不赞。留你何用？孩子，孩子！杀了这3个人，法力又增强了1分，不错不错。这就是那个不肯赞美我的男人的剑吗？嘿，烈风会叛贼就是用这种法器在古鱼大泽中定位的嘛。开拔启程，目标叛贼在大泽中的老巢，一个都不许放过。是。好重的血腥气和杀气啊！是我的错觉吗？走。原来如此，岳红颜和烈风会的修士就是借助这件法器，在古鱼大泽中辨明方向吗？遍地沼泽的古鱼大泽里，竟然还有这样一片干燥的沙地，简直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哎，沙地，沙地，莫非同星河沙有关系？此处已无瘴气，还是用潜行术隐藏一下自己的气息比较保险。这地方果真隐蔽啊，怪不得这么多神武军都没找到他们。是红颜回来了吗？嗯，大家都回来了。太好了！轮岗期间提高警惕，别轻易暴露自己的位置。
嘿嘿，看见是你们我才出生的，若是周狗，直接就一剑斩下去了。这法器可比我的潜行术要高端多了。若不是我关注你的法力波动，怕也要被这假象所骗。哼，不过这隐藏行踪的法器嘛，我也有。这里是村庄。你们几个臭小子又来偷鸡，老娘今天非给你们点教训不可！能植干戈，以为社稷，非欲误伤也，不亦可乎？这些人应该都是昔年雪峰国的移民，那些裂缝会修士的亲属家眷。谢将军杀性滔天，若是被他寻到这里，就算是凡人也一样会被斩尽杀绝。到底……大家听好，周狗这次来的人不少，最危急的情况下，你们也要上阵杀敌。若不努力修炼提升实力，是没办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你们要时刻牢记在心。是。罢了，传音晶石。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既然碰上了，总不能视而不见吧。你是谁？唉，虽然我坑人无数，但我还是一个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心地善良的好人。实在不忍这桃花源里的人遭殃啊！吾乃一介散修，金丹期的空间类法器。看来就算捏碎传音石，也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了。其实这样也好。你叫什么名字？刀志强，大周神武军前军左营一旅校尉。这次领军的神武将领是谁？除了你的名字，任何军情，本座都别想再从你嘴里得到。你是这个意思吗？道长是明白人，可惜你不是。本座若真想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审问你的魂魄。你以为你能瞒得住？那就要看道长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哼，尽忠职守。本座观察你许久，看得出来，你其实并不想将这里的情报回传给你的上级。何去何从，你自己想吧，本座就不奉陪了。看来这次神武军的领军将领杀性很重，连他自己的手下都担心他屠戮平民凡人。这个刀志强有军无纪律的意识，但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周帝和玄机侯虽然可以把修真者聚集、操练成军，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罢了，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吧。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应该就藏在身上吧？哪儿呢？哪儿呢？哎，找到了，他们的法器。这是星河沙。虽然这剑上只有一粒星河沙，但倘若每个裂缝会修士都有个小木剑，说明这里星河沙的数量非常可观。这些短剑法器帮助裂缝会的人在古域大泽中分辨路途，但自始至终都指向一个方向，所以这短剑很有可能并不是用来分辨方向的。或许是惊涛人祭炼过的星河沙，用来感应矿脉方向的。我得赶紧试试。这里是岳红岩传授道法的大宅后院。
这坑洞内的灵气极为纯净，在古玉大泽晃悠半个月，我都有点不适应了。本该驳杂的灵气突然纯净起来，说明是某个修真大能出手所为。或许有人在这里布下了强力的阵法，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潜行术进入吧。金色沙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这几道水流看似杂乱无章，但却隐隐组成一个巨大的符咒。有个人。这人与金色沙丘与水流符阵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完全看不透此人的修为深浅，那就说明他的修为境界远在我之上。大周修士吗？竟被你潜入到我面前，岳红颜他们越发懈怠了。啊！答应了，这个金色沙地有极强的探测能力，还云气。好险，撑住了。金丹系法器，如果破损了，挡不住我的。凡是和大周皇朝有关的人，都是狡黠残忍之徒，不得心软。不好，这些沙粒每一粒都经过沉重凝练，重达千百斤。就算我避开，水流也会改变方向，让那些沙粒追击过来。这样的话，天网咒印，见！这都什么鬼东西啊！当然是好吃的喽！可恶！有的吃就不错了，至少我还想着经常给你换花样呢。混蛋！早晚有一天我吞了你！闭嘴吧你！竟然被化解了！你可是有伤在身。不劳阁下担心，有什么能耐，放马过来，康南华接着便是。本座从不占人便宜。更别说欺负你一个有伤在身的小辈。小辈，本座与大周皇朝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摩擦，你无需戒备。愿闻其详。本座的一个弟子是大周皇朝玄机侯朱洪武的儿子。感情阁下是在消遣我？如果本座说我那徒儿险些死在自己父亲手下呢？之前，小黑试图劫走朱洪武的一个数子时失败了，然后被黄三救回。可不久，又传出那个数子和黄三一起失踪。我记得那个数子名叫朱毅，难道这人的徒儿便是他？1个月以前，本座灭了朱洪武的二管事，似乎是叫陶二吧？那阁下来此，所谓何事？本座来此是为了寻一种矿产，名为星河沙。阁下需要多少？这里果然有星河沙，我真是机智他爸给机智开门，机智到家了。至于要多少，先试探一番。1立方你可有？没法给你那么多。没法给那么多，也就是说他手上其实有超过1立方的星河沙，只是不愿意给我。但我跟此人无仇无怨的，实在犯不上生死相搏。若能采取交易的方式得到星河沙，那就最好不过了。是那只石笛。往日毫无动静的石笛，今日他怎会？这股法力波动，难道这石笛可以治疗他的伤势吗？现在我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此人就算身受重伤也如此强大，若是让他伤势痊愈，岂不更难对付？你也是雪峰国移民？不，并非如此。如果真要说的话，我其实可以算作大周治下的子民。我父母都是大周治下的百姓，我未学到前，也曾苦读诗书，甚至还考中过大周的秀才。
那你现在为何同周军为敌？莫非你家人死在周人手上？我父母都是寿终正寝。哦，那就是这烈风会里有你的恋人。那妹子虽然脾气烈了点儿，但绝对是祸水级别的美人呢。阁下见过红颜了。我虽不排斥男女之情，但修道至今，尚未遇到令我心动的异性，红颜也算在内。贵在信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帮助烈风会啊？烈风会创始人之一的岳洪峰，同我是生死之交。他临终前托我照应保护他的同胞，我答应了他。这个人被伤痛折磨，还能保持从容平静。不说周帝和朱洪武，就算是侯府上下跟他同一级别的管事，对抗这样的势力，随时可能生死道消。但他仿佛对这些危险都视而不见似的，即使伤痛缠身，也不放弃对固有的承诺。承认一诺，必守一生。你的伤势，本座或许有办法，但不敢保证一定痊愈。这是阁下这样做，可是为了星河沙？可是这星河沙与我有大用，实在分不出一粒方给阁下。这康南华为何如此看重星河沙？星河沙的事情无需着急，这东西本座想给你便给你了，无需那么多理由，你也不用想得太复杂。但只有一点，本座今天以这石笛为你疗伤的事情不得外传，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那就无妨了。此人如此轻易就将石笛给我，看来是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多谢阁下。那里莫非是某位仙人大佬的洞府？是和虚空战场类似的域外空间？这石笛似乎是开启洞府的关键，恐怕这就是燕明月和太虚观看中他的原因了。这通天阶梯，感觉似曾相识。10年前，我无意中在一处山峰里发现了这通天阶梯，以为自己得遇仙缘，便想着登上阶梯。谁曾想，刚踏上台阶一步，便如遭雷击，重伤当场。若非我立刻后退，只怕当时就死在那里了。康南华这等金丹级修士，只登上台阶一步就被打成重伤，那这处洞府的禁制该是何等强大？开辟这处洞府，设立如此恐怖禁制的人，又是何等的逆天？石笛或许与洞府有关，但仅凭那石笛，也不能完全确保能在通天阶梯上行走。自那之后，我体内就始终残留一股神秘力量，不仅折磨我的肉身，更损伤神魂。虽然侥幸保住一条命，但却重伤缠身，直到今天。这座山峰在哪里？我曾重回原地寻找治疗之法，但那阶梯已经消失不见了。尽管重复去找多次，都是一无所获。那阶梯似乎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飘忽于空间乱流中，不定时的出现。确实，刚才那影像中的洞府若隐若现，好似隐匿于虚空，原来是随着空间乱流移动的。总而言之，感谢阁下出手相助。我原本以为此物只能缓解或压制我的伤势，现在看来，我却有了痊愈的希望。既如此，我便用不到这些星河沙了。莫说一立方，便是更多的，也能提供给阁下。这竟然全是星河沙！之前有伤在身，只能依靠祭炼过的星河沙，来操纵布在此地的恒河流沙阵。现在得阁下帮助，有了痊愈的希望，这里的星河沙便是全送给阁下也无妨了。听他话中之意，若非石笛可以彻底治愈他的伤势，他是宁肯继续受辱，也不愿同我交易的。在他眼中，保持实力，保护众人，
信守自己对固有的承诺，远比缓解折磨他10年的伤痛更加重要，知道吗？无所谓值不值得，也无关高尚，我只是遵从本心。若计较利益得失，趋吉避凶，违背本心，反而会产生心魔，这样于修行不利，也得不偿失。某种角度来说，我也可以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了。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属于我的道路，我便会一直走下去。好了，此地星河沙都归道友了，在下先疗伤了，道友请便。这么多应该够了吧？这镜子在吞噬我的法力，试着用法力与这铜镜建立联系。喂，有人吗？喂，有人在里面吗？快点回应我！这镜子没有自我意识，只是出于修复的需求在吸收法力，我还以为有人捣鬼呢。不过这镜子要消耗的法力也太大了吧，我都要被吸干了，我的归元丹呐！这个秀。虽然有个说法叫做神物自会，但你这看起来未免太普通了吧？你再开个美颜滤镜也改变不了你普通的事实啊！宿主成功修复乾坤镜，完成修补乾坤镜随机支线任务，奖励500兑换点数。500点，加上之前剩余的700点，现在就有1200点啦！天风到点，拿来吧你！进入兑换系统，天风到点，兑换点数800。简介：天风观秘传道法，参悟风云流转之奥秘，修炼可得天卷裂风之神通。就差最后一个了。多亏了阁下，我才能治愈伤势，此物该当送还。无需客气，倒是这里早已不安全。本座既然可以找到这里，周军迟早有一天也会找到。若你真想信守对固有的承诺，还是尽快寻思退路，带着这里的雪风族移民尽快离开吧。现在我实力尽复，虽不敢说护他们周全这种大话，但至少回旋余地大了许多，不用死守这一个地方了。既然你已有安排，本座便不多废话，你我就此别过，望他日有缘，共同坐而论道。承阁下吉言，我很期待那天。任务完成了，是时候喊黑云旗里的小林子一起回去了。黑云旗里似乎有动静。这传音晶石，去你的！你想清楚了？本座没记错的话，你刚才的举动形同叛出的神武军。不错，但正如那康南华所说，这是我的天性本心，违背不得。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于是我便做了。不过，若非这次带队的将领是邪将军，我绝不会这样做。但如果被他找到这里，所有人，不管是修真者还是凡人，都难逃一死。这是我不愿见到的。如何决定是你的事情，日后别后悔便是。这镜子方才有些异样，注入法力看看究竟。这坨黄点是什么？这又是什么？这么看有点眼熟啊。如果说黄点代表我现在的位置，那这些数以千计的红点则代表……不好！汉朝皇朝，神武军，原来如此。那乾坤镜上的红点就是反映这些人的位置，光点的大小则代表了修为强弱。看这阵势，神武军已经发现了烈方会众人藏身的孤山，
正赶过来围剿。你为何？看周围，这明明没有。本座知道你们通风报信，你在黑云旗里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本座叫你出来是要问你，这支神武军的战力如何，领军之人是谁？这是神武军前军左营，他们每战先登，是神武军里最强悍的尖刀队伍。前军是神武军的心肺，而风营又是前军的心腹。所有风营将军都是斗法搏杀经验最丰富的修士，平均修为不知要高出其他营多少，但那是过去了。就在不久前，原左营统领将军获罪被贬，上面将原来的风营统领将军调到了我们左营。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邪将军，他姓邪，名字师承呢？不是姓邪，而是他的全名就只有一个字，便是邪。他投身神武军之前，原本是个散修，据说是上古已经湮灭的杀神门的隔代传人。传闻邪将军以杀入道，嗜杀成性，无论是修真者还是寻常凡人，只要他看不顺眼的，都会被他所杀。杀神门，昔年攻伐他国，被邪将军屠杀的凡人成尺数以百计。他眼下修为虽然还只是金丹期，但凶名早已远扬，被誉为神武军第一屠夫。所以趁他还没发现，我们快点逃吧。你做什么？先进去，我会会他。仗着一件残破的金丹期法器，窥探我军战阵，藏头露尾的鼠辈，死吧！不好，黑云旗动不了了，他们竟合力将这附近的天地空间完全锁死了。这是邪，是在诸天罗汉阵。不动冥王怒火，舍利子，大雷音寺贼徒，哼，那也要死！消失了。我佛慈悲，也化愤怒相，发无穷怒火，诛灭万魔，燃尽一切。这次抓到你了。原来是个练气期的小蚂蚁，侥幸得到佛门舍利子，便继承法器而已。现在赞美我吧，不然我就杀了你。赞美你？你脑子没病吧？我修上古杀道，唯有杀戮方可增加修为，所以我不停地杀人，杀到我自己都麻木了、迷茫了、厌倦了。唯有杀人后得到旁人赞美，才会觉得杀人又重新有了意义。所以现在赞美我啊！原来你脑子真的有病。唉，跟你太计较是我的不对。不愿意，那你可以死了。绝杀之道，只攻不守，逆天而行才是逆天绝技。不好，他的剑更快。地藏真经，发动！除了不动冥王怒火，还有缔造金身吗？这个杀人疯子绝不会这么轻易退走，是在谋算什么吗？这是不好，神武诛仙阵！这疯子单挑奈何不了个，就搞群殴。
求就求吧，你一下子带3000人群哦，你敢再不要脸一点吗？黑灵气的空间挪移用不了，只能逆空飞行了。一个都跑不掉，都要死！阁下为什么又回来了？哇，差点忘了，刚才一战我隔绝了黑云气空间对外界的感知，当然是跑来躲着呀，不然在那儿干站着，等着被3000人一人一拳把我打成纸片人吗？你之前为何不将这里的情报回传给邪？这次为了追捕烈风会，整个前军左营3000人全到了。若由邪将军掌控，摆下神武诛仙阵，就是面对元婴期修士都可以战。是呀是呀，所以说我这个练气期的小虾米挡不住也很正常嘛。果然，这位高深莫测。主啊，就算24颗舍利全喂给战神魔，恐怕也不行啊。对了，记得康南华说过，他在这里布下过一个什么恒河流沙阵保护烈风会，或许他能扛住这神武军。哟，都是老熟人啊。外面的人在搞什么鬼？你又是谁？别说废话，先拿下他再说。红颜、小黑，都住手！康先生，这家伙……这位道长并无歹意，我的伤势也多亏了他才得以痊愈。什么？他不是周狗的人吗？他治好了康先生的伤？可是外面的神武军……可能有短剑落入周军手上了。他若要对你们不利，何必助我疗伤？更何况他的实力比我只高不低，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果不用战神魔偶的话，我可没那个自信。外面的情况你都清楚了？金丹期修士带队，足3000人，已经摆下神武诛仙阵了。神武诛仙阵封锁了附近的界域空间，出是出不去了，只能一战。待击退敌人后，我们再做撤离此地的打算。你们快去安排村子里的人避难，再叫所有有战斗力的人做好作战准备。是。阁下何故去而复返？莫非也奈何不了外面的神武军？要托庇于康先生的恒河流沙阵？你是对的，但哥是不会承认的。这家伙笑什么？一切自有康先生处置。所在一城的蚂蚁，出来受死吧！要来了，胜败的关键是要看谁先支撑不住。在此地布下了大型法阵吗？那便是赵子。被动的防御永远也无法获得胜利。这一战是你输了。虽然恒河流沙可以不停冲刷漆黑巨剑，消磨其中的力量，但对于眼前的畏惧来说，速度太慢，完全是杯水车薪。我的流沙秘藏只是万国恒河流沙咒的残篇，若是能得到全篇，就可破得眼前的神武诛仙阵。他脸色似乎不妙啊！恒河流沙阵借助天地之力，神武诛仙阵则借用人力，人力总有尽头，不及天地之力无穷无尽。长时间拖延下去，胜利的必然是康南华。可是3000人一起在瞬间爆发的所有力量，很有可能在历劫之前先一步攻破恒河流沙阵。这样下去，明显是康南华会先支撑不住，该如何是好啊？宿主弟子朱毅获得雷元符印，
宿主成功完成风雷符印随机支线任务，奖励抽奖机会1次。臭小子们争气呀！哎，卓浪诀，我要卓浪诀。没有，还是没有。不是吧？这么小的光头企图你就这么啦？哦，糟了，恒河流沙阵又支撑不住了。现在怎么办？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到底……等等，这康南华的道法秘藏应该也符合泽的标准吧？平时要谋取这么一个金丹级修士的道法，无疑非常困难。但眼下的危局给我创造了最后的条件，可千万不能出错呀！康道友，你修炼的道法似乎并不完整，是来捣乱的吗？阁下看出来了。你这门流沙秘藏，本座依稀在哪里见过全本，不过尚不敢确定。不知道友的道法可否借本座一观，让本座对比参照一下？你这厮，来趁火打劫的吗？若阁下真见过全本，摸出来给康先生，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千万要管用啊！千万要管用啊！基础参考道法的种类数量符合要求，现在开始融合。道法融合成功，开始创建《天道德经》第1章八卦篇，创建成功。这一刻，林峰感觉自己体内的法力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修炼的诸多道法在这一刻都消失不见，所有法力都转换为一种全新的状态，仿佛精神世界被前所未有的打开了。八卦诸天大道藏，这就是造化的真意。恭喜宿主自创宗门根基道法成功，恭喜宿主完成第2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发布。第1个主线任务奖励的战神魔偶已经如此强悍，你第2个任务的奖励总不会寒酸吧？两仪生灭阵阵图，两仪生灭阵，阐述混沌初开，两仪造化，万物创生毁灭的天地大道，共6种变化。这6种变化的其中一变，似乎正可以对付那神武诛仙阵。红颜，我要出去准备了。就算恒河流沙阵被攻破，怎么也要多杀他几条周狗。勇气可嘉。你都不得无礼。康先生，他……红颜，稍安勿躁。康某无能，敌不过对方的神武诛仙阵。此次大周领军的将领是个屠夫，所过之处，从不留活口。我不怕死，但我昔日答应洪峰的承诺，却做不到了。康先生，若不是你，我们早在多年前就死在周狗的屠刀下了。是我们拖累了你，大哥泉下有知，绝不会怪你，他只会怪自己害了你。我观阁下始终镇定如初，似乎并不将外面3000周军和他们的神武诛仙阵放在眼里。康先生，阁下若有大神通，还请救这里人一救。康南华感激不尽。你信任本座？是，我信。那这个忙，本座帮了。凡是信任本座的人，本座总不叫他失望。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没感觉啊？只会耍些小聪明吗？那你们还是等死吧！障眼法司的小把戏，这就是你的手段吗？康先生当真是看错你了。你既然无此本事，又何必装腔作势？现在说那些有什么用？我们走吧，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就是现在！
生灭阵，开！生灭六道，生死之变，起！这是什么？神迹，神迹呀！这本来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情，本座不欲出手多造杀孽。对烈风会修士而言，山里众人是他们的亲人，但山外的3000神武军又何尝没有亲人？邪，你穷凶极恶，赶尽杀绝，做事不留余地，你是在逼本座出手。装神弄鬼的小子，之前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现在竟然还敢露面！我必要将你碎尸万段！你还敢不敢受伤？自己寻死，本座就成全你。这阵法，莫非是在吸收绝剑的力量？生灭六道，天地之变，起！快跑！快跑！狗屁阵法，都给我破！出来送死！杀人者，人恒杀之。生灭六道，生死之变，传！你猜猜，这把剑是哪儿来的？妈妈，快看，太阳出来了，地上有花。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安全了。收。前辈神通广大，挽狂澜于击倒，元首之恩，岳红颜没齿难忘。之前对前辈无礼，愿凭前辈处置。之前无礼，还望前辈恕罪。想不到前辈有这般神通，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前辈，望您恕罪。这便是两仪生灭阵的力量，才不过冰山一角。借助天地之力，虽然布置繁琐无法移动，但阵法的力量绝对是同级法术中的最强者。这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坑爹是坑爹，哼！但这特别奖励当真是一个赛一个给力啊，堪称高风险高回报了。这样一来，我甚至都有些期待新的主线任务了。新的主线任务已发布，请宿主查看。主线任务 1.2， 找到一处合适的福地洞天，正式建立山门。任务时限3年，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任何一个宗门都会有守卫自己山门的护山大阵。太虚观有太上虚空阴阳大阵，大雷音寺有大日如来阵，蜀山剑宗有大先天万象剑阵。护山大阵就是宗门的立身根本。同级修士间的对决，能够相互对抗的，永远只有同威力的阵法。所以系统结合了我自创宗门的道法根基后，就奖励给我两仪生灭阵作为护山大阵。但今天使出的生死之变和天地之变，远远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威力。若是日后我修为上去，备其布阵材料，这两仪生灭大阵该爆发出多么惊人的力量！怕是真的可以开一方造化，执掌万物创生毁灭了吧？当务之急还是要正式找个地方安家落户。不过，好的洞府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哎，对了，之前龙叶提供了一个洞府的情报，说是尚未被占据，不如就去那里探下虚实。感谢阁下出手相救，康南华感激不尽。自强者天助也，你无需放在心上。何况本座出手，并非为了成人之危，负恩图报。我曾答应洪峰照顾你们，
奈何我修为不够，难以护你们周全。这次若不是这位道友相救，恐怕连我都自身难保。这些年来，承蒙您的照顾，红颜带所有人谢过康先生。您本就不是我烈风会中人，只是为了佟大哥的一句承诺，便保护我们至今。我们所有人对此敏感五内，是我们太自私，仗着有您的庇护，肆意在大周皇朝境内活动。莫要这样说。可不是嘛，你在大周地盘这么招摇，这次就差点要把你们一锅端了。若是退入其他皇朝境内，哪能这么方便围剿？红颜，你难道……我决定了，我们暂时先退出大周领土范围，积蓄力量，增强修为，日后有了足够实力，再卷土重来。进入其他皇朝境内，你们很容易丧失自主性。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是否努力了。而且，雪峰国人从无孬种。很好，洪峰泉下有知，看见你今天的模样，一定会很高兴。阁下今日之恩，形同再造。只可惜，我身上已背负一个承诺，前一个承诺未做到前，实在不敢再轻许诺言，只能说，他日再相逢时，阁下但有所命，康南华莫敢不从。追随差遣什么的，休要再提。本座还是那句话，他日若有缘再见，愿与道友坐而论道。你们也好自珍重吧。谨遵前辈教诲。我调息一会儿，你先安排撤离吧。好，通知下去，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样，我们被那道人救了。这次确实很危险，你们先撤出大周国境也好。宗门内最近会派弟子去你们那里，增强你们的实力，同时也作为弟子的历练。如此一来，他们对我们的渗透就更严重了。我们这边会做好准备的。上次命你们伺机抓捕的朱毅，可有消息了？只听说他曾在大秦皇朝南疆的楚州城附近出现过，但现在的行踪无法确定。好，我知道了，你们尽快撤离吧。羽衣星冠打扮的白袍青年道人，最近此人好活跃呀，为什么以前从没听过这号人物？天下第一圣地太虚观，他们的人要来了吗？看看那家伙怎么样啊！好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神武军我是回不去了，同袍全军覆没，我一人独活，回去下场必然凄惨。本座会放你离开。感谢道长信得过我，我打算往大秦皇朝一行碰碰运气，看能否拜入一个大宗门修行，增长实力。我投身神武军，本也是为了神武军中有大量修炼资源与道法神通，可以提升我的实力。我需要力量，强大的力量。既然如此，那祝你好运了。谢道长不杀之恩。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哼，不过和我无关了，现在就和小林子一起回去吧，也是时候和小不点他们会合了。师傅！徒儿见过师傅。臭小子，没给你两个师兄惹麻烦吧？当然没有啦。少来，把你干的好事儿都给师傅说清楚。师傅，弟子3人幸不辱命，成功带回雷元符印。我当然知道你们完成任务了。师傅，给。这东西看着不起眼，但绝对是一件宝物。在分开之前，小不点是炼气10层的修为，萧燕炼气9层，朱毅刚刚炼气7层。现在就，你们的修炼速度能尊重一下我这个师傅吗？
这就是主角开挂的样子吗？不过现在有了自创道法，哥一定要闭关修成筑基期才行。你失落个什么劲儿啊？你这种后程发力的选手才是最可怕的了。注意，此行看来收获不浅啊。正要向师父禀报，此物名为破坏神之蛇，是一件法器，可做法放出金光，攻入对手体内，从内部破坏对手的神魂肉身，令人无法有效防御。弟子3人返程之时，偶遇一名修士渡劫，对方渡劫失败陨落，弟子因此得到了他部分法力精华，修为才突飞猛进。除此之外，便是这一门名为黑暗曼陀罗阵的法术。它奇怪得很，不管是祭炼法器还是修习法术，弟子都很顺利，但让大师兄和小师弟他们试试，却都不得要领。10的福缘，8的悟性，真不是吹的。无需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法。此外，弟子3人可能惹了些麻烦。那修士渡劫失败后，还有别人觊觎他的遗产，我们跟他们起了冲突，冲突中击杀了对方2人。要不是这小子手贱，我们拿了东西直接就跑了。我哪知道对方藏在那么个鬼地方，随手一雷居然都能炸到他们。果然，一离开新手村，就会有无数大怪小怪哭着喊着扑向这几个小子求虐求教育。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对方自报家门是封神宗。无需在意，你们几个记住，咱们不主动惹事，但若有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就给为师放开了他。请遵师父谕令。师父啊，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途经一处山谷，在那里啊有一条天际雷蛇，就快要蜕皮了。您看咱们是不是做了它？臭小子，惦记自己的洗礼呢吧？那个师父啊，我马上就5岁了。过些时日咱们就去，放心吧，你的洗礼为师没忘。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抓紧时间闭关，成就筑基呀。还是不行，并不是法力不够的问题，是我还没有彻底明白八卦诸天大道藏所蕴含的意境与道理吗？努力近1个月了，始终无法开辟气海，铸就道基。看来这道法虽是我自创，但仍需我细细揣摩呀。哎，算了，不能强行冲关，先去散散步，放松一下吧。那是蜉蝣，最多只有几天的寿命，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人活100年，蜉蝣活几天，都有生老病死，并无区别。生老病死吗？又熬死一只蜉蝣，我终于明白了。蜉蝣、人，还有天地间的所有万物生灵，乃至于这整个天地世界，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创生、衰老、崩坏、灭亡、重归虚无的过程，然后自虚无混沌中再一次被创造，天地初开，洪荒出现，然后是万物创生，经历时间的流逝，成长衰老，最终腐朽，直至彻底灭亡，不复存在。生老病死，这就是生命。成妄坏空，这就是造化。恭喜宿主晋升筑基期，恭喜宿主领悟《天道德经》第1章八卦诸天大道藏真意，条件已满足，系统开始升级，进入第2阶段。系统升级完毕。终于晋级筑基了，希望这次升级奖励够给力。物品名称：33天造化仙丹，作用：元神期以下修士服用，直接提升1个小境界，并增加大境界突破几率。1人1生只能服用1次，第2次服用无效。兑换点数
9000。好家伙，居然有这些增加修为的丹药！全部家当加一起都不够一个零头。不过根据经验，兑换系统中存在的东西，抽奖系统就一定有几率开出来。我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呢。抽奖系统也更新了，多了一个签筒。抽签抽奖系统说明：宿主从自己现有物品中选出一样东西交给系统，作为筹码进行抽签。注意，凡是来自系统的物品无法充当筹码。这抽奖还需要物品当筹码？筹码价值越高，红签与长白签数量越多，反之，白签和短白签出现几率越高。也就是说，我拿价格高的物品当筹码，抽到好签的几率才大。不能用来自系统的东西当筹码，那有什么好呢？黑云旗，不行，全靠这东西赶路呢。大面大面，风雷符印，它可以奠定宗门的根基，有点舍不得呀。乾坤镜，这玩意儿能起雷达的作用，情报探查很重要，也不合适。对了，黑石神山，虽然受了损伤，但说到底也是一件金丹级法器，应该也有点价值吧。丹药虽好，但只要元神期以下服用都有效，那还是等元婴期让它价值最大化。现在还是先选别的吧。纯阳真火，7大真火之一。那就这个了，或许能从中摸索出纯阳真火的奥秘也说不定。好，就选纯阳剑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可千万要给力啊！签筒出现了，30根签子里，3根红签，9根长白签，12根白签，6根短白签。第一次压住抽签，没有对比参照，很难准确估算出系统的规律啊。算了，高风险高回报，说不定可以搏到。开始摇签，停！外表观察不出任何差异，那就只能碰运气了。我去，白的！长白签，还好，没有倒霉到家。虽然没浪费机会，也没血本无归，但是谁知道会换个什么鬼东西出来？要是换个垃圾，还不如退还呢。这是……什么玩意儿？物品名称：宗门正宫大殿建设令牌。详情：可凭借宗门建设令牌，在确定的山门处建设宗门内各项建筑设施。大殿建成，宿主有1次命名机会。这东西虽说是宗门的根基和门面，但是现在起不到什么提升实力的实际作用啊。先收着吧。不过这次闭关收获着实不小。都1个月了，是时候出关让徒弟们见识一下我这个全新版本的师傅了。师傅，你终于出关了！弟子恭迎师傅出关。怎么不见朱毅？二师弟在前几日试图冲击炼气12层的境界，遇到了一些瓶颈，眼下也处于闭关状态。看来不止朱毅，连你也有不少改变啊！1个月不见，就已经成功晋级炼气12层了。掐指一算，距离当初收他为徒刚好1年时间。这个曾登上高峰却又衰入谷底的少年，时隔4年，用1年时间重新回到炼气12层，厚积薄发，不外入世。不止修为，他的性格也更加成熟，不再愤世嫉俗、怨天不公，取而代之的是高昂的斗志和经历起伏后锻炼出的几分沉稳。从此之后，小燕子的修道之路就会又快又稳了。师傅，走，带为师去找那条天金雷蛇，取了蛇血为你洗礼。对了，这次由天昊带为师前去即可，你们2人留下为朱毅护法。是，师傅。朱毅若成功晋级炼气大圆满，告诉他不要着急尝试筑基。你们也是一样，
等为师回来，自有安排。弟子明白。我们走。应该距离此处不远了，怎么突然无法定位了？是被空间系法器遮蔽起来了吗？哼，那你们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不过3个小杂种，敢杀我封神宗的人，就算你们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师傅，就在那里了。这山谷中一股雷霆般狂暴的气息，隔这么远都能清楚地感觉到。看来这天上跳动的雷电才是重头戏啊，比山谷还要浓郁1000倍。哦，还好，那天津雷蛇还没有开始蜕皮。师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啊？急什么？这么快就把为师告诉你的全忘了？没忘。天津雷蛇是一种凶兽，实力相当于人类修士的筑基期。若是吸收头顶雷云中的雷电之力，完成蜕皮，就可以进化为天津雷蛟，傲笑9天。还有呢？进化后的天津雷蛟实力相当于人类修士的金丹期，不过刚结束进化的时候，天津雷蛟会极为虚弱，这时候就能……不错，为师本想用上次经过惊雷禅温养的大蟒精血给你洗礼，但那与天津雷蛟怎么也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这天津雷蛇进化靠自身的雷电之力还不足以完成，必须要借助磅礴的天地之力，大自然的雷霆神威才可以。所以呢，就跟为师在这里好好等着吧，看样子也不会等很久了。走，去看看。这次进化很勉强啊，这天雷远不止1道，也不知这天津雷蛇能不能连续承受天雷的打击。果不其然，是个筑基期修士，看来想捡便宜的不止我一个呀。这种感觉，此人在此地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阵法，风系法力，似乎要引动飓风，威力还不小，面积更覆盖了整座山谷。好徒儿，这流风符衣你拿着，等会儿照为师说的做。师傅放心，看我的！这回威力更大了。成功，还是失败了？虽然留在你身上的记号若隐若现，但本少爷知道，就在这座山谷中，正好把你和这条天津雷蛟一起解决。飓风碎魔阵，开！哼，本来想着先收这条雷蛟，再去找你算账，没想到居然来这里自投罗网。哼，这次正好就将你们一勺烩了。师傅说的没错，流风符印法力有限，无法真正避风。眼下我只能像这样缓慢行走，以免行走速度过快导致风墙崩溃。感应到的方向是那里，看来越靠近这阵法中的要害，越影响流风符印的作用。继续向前，流风符印怕是要撑不住了。感觉风力好像变小了，是因为那条雷蛟和阵法斗起来了吗？好哎，这下我就能安全爬上去了。
终于上来了。这是……这与你上次破24诸天罗汉阵不同，流风符印只能用来指引方位，却无法帮你拔出对方的布阵法器。想要破阵，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风雷相辅相成，能迸发出无穷力量。风雷化生，无穷无尽。就是这样。给我！我的琴子！小子，找死！哼，你这小杂种倒是耐打，本少爷今天就看看你能受我几下法术。哼，你再猖狂，我师傅待会儿就过来收拾你。你师傅在附近，那又如何？最多不过是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罢了，你还不知道吧？我在你身上种的符咒，只有金丹期修士才可以发现，你们师徒却对此毫无察觉。由此可见，你师傅顶天也就是一个筑基期修士，而本少爷有飞莲和飓风碎魔阵在手，金丹以下全无敌手。就让你那狗屁师傅出来，本少爷教教他，别老在自己徒弟面前充大瓣蒜，他还差得远呢。不过在那之前，我先宰了你这个小畜生！小矮子，你要遭殃了！消失了？不，没有消失，我还有感应，在那边。有人将我发出的龙卷风挪移到了那里。师傅！啊！做得很好。师傅，那个小矮子欺负我。小矮子？臭小子，你个头也不大吧？他是筑基期修士，你眼下不是他对手很正常。不过等你筑基以后，直接可以吊打他，轻松又愉快。你们好啊，本少爷就看你如何轻松又愉快。区区法力印记，本座又怎么可能没有发现？不过是不放在心上罢了。你们来多少，本座收多少。两界虚空妙术。是啊。看来你还是不懂啊！相对于你操纵的风，本座的力量才是真正的无形无相。九天无相罡风毕竟是长辈炼制，我尚无法控制自如，我不是此人对手。飞莲，走！哼，就算打不过你，你也拿本少爷没招。等本少爷回去招来宗门内的高手，将你这道人死无葬身之地。你还是不懂两界虚空妙术。你怎么回事？头好晕！啊，九天无相，我怎么又回来了？其实，比起九天之上的罡风雷霆，底下涌动的地火岩浆、空间之力，才是真正的最强武技。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空间断裂的武技，根本无法防御。什么情况？我为何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啊！等等，那是……我要死了吗？我不甘心。这幅画面有点少儿不宜啊！这招好厉害啊！看来是我想多了。
这飞廉兽虽是杂血的，但毕竟是上古真种后裔，你小子有福了，不仅有天津雷蛟的真血，还有人送货上门的飞廉真血。我可以骑它吗？这是一条腰带，还想跑？天龙咒印。哦，还有他也得收了。天龙咒印，收。师傅，走，这次收获颇丰，你小子的洗礼是不愁了。师傅，他那条腰带也给我好不好？你这对眼珠子倒是够毒，不过这东西为师还有用，不能给你。但回去后有好东西等着你呢。哦，不仅是你，你们师兄弟4人，人人有份儿。是什么呀，师傅？回去后为师就告诉你。走吧。弟子燕明月参见师尊。恢复的怎么样了？有劳师尊为弟子重塑肉身，现在已无大碍，但想恢复往日修为，还需要一些时间与功夫。如此最好，为师也可以放心了。明月，你此次虽遭此大劫，但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只是观中已选出新的天下行走，你回归宗门，还需等待时机。弟子明白，若想回去做一个普通弟子，那我随时可以回归宗门，但我并不甘心于此，而且弟子觉得这个时机已经要来了。你所言的时机，莫非和你之前提到的那名幻灵道人的散修有关？你所言的时机，莫非和你之前提到的那名幻灵道人的散修有关？没错，他或许能带来一些惊喜。那为师便拭目以待了。你之前同我说过的选择，你已经做最终决定了？是的，弟子准备选择大周皇朝，梁盘和朱洪武君臣配合相得益彰，又以扫清国内其他掣肘势力，应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皇朝。如此，你便去做吧。弟子恭送师尊。去，把消息放出去吧，让风声传到我那位继任天下行走的师弟耳中。若是您的师弟听说遗失的师弟在那林道人手上，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那个林道人能对您的师弟造成威胁吗？让他去试试我那位师弟的底细也好。明白了。或许我那位师弟会试出你的底细，不知为何，总觉得你日后会成为我太虚观的大敌，莫名其妙对你充满信心了。我那师弟搞不好会吃亏呢。龙叶拜见师尊。若非那一枚与你同源的狼环玉树叶，你恐怕无法这么快重塑肉身。这还要谢谢那个古怪的人类呢。你将太虚观追踪的那枚石笛给了他？不止呢，弟子还把消息放给了燕明月。做得好。不过，你为何把那处洞府所在也告诉了他？弟子有一种感觉，此人志不在小。他若真能成气候，势必对太虚观等人族大势力造成冲击。这么有信心？弟子也只是凭感觉，不过就算错了也没什么损失。那处洞府不在我们势力可及的地方，让他占据又如何？而且那头老金乌的子孙正在那洞府附近活动，是吧？金乌大圣近年来不是一直在给您老人家捣乱吗？弟子便也给他找点事情做，让那老骨头活动活动。师傅，小师弟，你们回来了。注意周身法力充盈，流转自如，看来已经成功晋级炼气12层大圆满的境界了。都过来，
为师有话要说。啊！为师之前传你们的道法各不相同，其中有佛门道法，也有你们自身机缘宝物中的传承道法。你们是否会奇怪，怀疑咱们宗门是不是没有自己的道法，以至于只能识人牙慧？偶尔没事瞎想的时候，确实有些奇怪。不过倒不至于质疑师傅您，因为我觉得您总会有您的考虑。虽然我们学的道法有不同，显得驳杂，但师傅您因材施教，教授的道法都是最适合我们的。师傅教什么，我便学什么。师傅，您传授的道法超厉害，当然，您要是有更厉害的道法，千万别忘了我呀。就你贼滑。之前传你们的道法都只是为你们打根基而已，待你们根基打牢之后，为师便传你们本门真正的大道神通。你们筑基自然要以本门正统嫡传大道筑基，接下来要传授给你们的八卦诸天大道藏，才是为师修炼正道的无上妙法。为师已将诸天大道藏传授给你们了，但此道法深奥，你们回去之后还要多多揣摩。弟子谨遵师傅教诲。你不是一直惦记着你的洗礼吗？今日就一起完成吧。哎，谢谢师傅。最后，放入灵药。这个颜色，我感觉很不妙啊！而且这本是炼丹的炉子，现在用来炼人，其实味道也……我才不怕。熬得差不多了，该你了。乖，天昊，下去。我早准备好了，师傅。抱元守一，用道法引导药汁，打通你的全身。是，师傅。师傅，都1天1夜了，火力会不会太猛了？不会，而且你们小师弟马上就要出来了。火呀！师傅，快开炉啊！小师弟，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力量。那把巨剑重达5000斤，而且还是单手举起。若是等到他成年，那他的肉身力量该有多恐怖！小不点不仅天生至尊道基，就连肉身力量也如此逆天，真不愧是根骨满枝。洗礼完毕，你们3个就按照为师教的道法尝试筑基去吧。是，师傅。为师知道你羡慕你的师兄弟们，来日方长，只要你好好努力，很快就会赶上他们的。是，师傅。哦，对了，刚才听您传授他们3人道法时，我有些想法和感悟，是改良黄泉指这门法术的，请您帮我参详一下。哦，你改良了黄泉指？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师傅指点。时的悟性啊，时的悟性，我门下果然是一窝子妖孽。好，悟出了什么，且和为师说说，为师指点一番，你再去修炼。是，师傅。既然要在这里给小燕子他们把关，不如顺带把这些东西搞了。终于祭炼成功了，这18颗舍利子都是佛门大能遗骸所化，若非慧苦之前祭炼过一次，不知还要花费多少功夫。唉，不过其他的6位大师就只能委屈一下了。人死如灯灭，身是臭皮囊，想来你们也不会介意吧？不知小林子改造后的黄泉指练得如何了？小燕子他们也闭关3个月了。这感觉，他们要出关了。恭喜宿主亲传弟子石天昊晋级筑基期，恭喜宿主亲传弟子萧燕晋级筑基期，
不错，不错呀。由于宿主半数亲传弟子成功筑基，特给予宿主系统奖励。当前道法修为提升1个小境界。等等，我也有奖励？好像感觉有股浩渺清气从头顶落入丹田气海之中，而且气海里面的法力旋转起来了。虽然立了灵台就是筑基中期了，但这灵台看着有点普通啊。等等，1品灵台啊！哎，罢了罢了，太虚观那样的天才集中营，筑基期立1品灵台的弟子也是凤毛麟角。谁让自己的弟子曾经有过至尊灵台呢？不，系统是根据八卦诸天大道藏为我铸就的灵台，由此可见，此道法玄妙无方啊！嗨，知足吧，哪有便宜都让我占尽的道理啊？其实想想，亿万修真者中才能出1个1品灵台，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妖孽中的妖孽。哼，我已经很不错了。恭喜宿主亲传弟子朱毅晋级筑基期。由于宿主超过半数亲传弟子在入门3年以内成功筑基，特给予宿主系统奖励，提升现有灵台1重品级。提升现有品级，也就是说，10层至尊灵台。哎呀，你个坑爹的系统，终于给力了一回啊！等到他日灵台上立至尊丹顶，至高大道就得向我招手了。之前虽然法力雄厚，但没有灵台，力量终究是有些分散。筑成灵台后，不仅法力更加凝聚，不会轻易被人击散，还能随自身心意而动，瞬间调集全身法力，施展的法术威力更加强劲。哦，汪林也醒了，他们几个也差不多了吧？师傅，很好，你们都没有懈怠偷懒，才会有今天的结果。恭喜大师兄、二师兄，小师弟成功筑基。全部师傅新教诲。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了心中的目标，就要拼尽全力，贯彻始终。你们日后也要牢记今日这样的奋发向上、一以贯之的心境。谨遵师傅教诲。师傅，弟子也会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贯彻始终的。爹娘，你们现在身处何方？孩儿马上就有办法寻找你们了。慕容嫣然，还不到2年的时间，当日耻辱一定加倍奉还。一定要让父亲在母亲坟前认错，让母亲在天之灵得到安慰。师傅，弟子这次筑基的过程中，对八卦诸天大道藏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哦，小师弟也有收获。应该说，弟子从中参悟了一门法术。这要禀明师傅，我也是从中参悟了一门法术，弟子也有一些收获，请师傅指点。年轻人就是喜欢争强好胜啊。不过，我最喜欢给人当头浇冷水了。当初为师传授你们道藏，小林子旁听后也有几分感悟，改良了他自己原先掌握的一门法术。你们4个便相互切磋切磋，印证一下对于道法的理解。你们入门也有些时日了，对于本门道藏也有了各自的理解。今天，咱们便内部切磋一番，好让你们印证一下。那就按照师傅所说，3位师弟，咱们一起来玩2手。师傅，我先算了吧，他们可都已经筑基了。不过同门切磋而已。而且现在我给你灌注法力后，你就可以完成改良后的黄泉指了。那咱们就只切磋2下，不真的动手，好不好？三师兄，你也太谨慎小心了吧？虽然小林子看起来小心谨慎，但必要的时候，他的胆气会比任何人都足。好了，你们谁来跟小林子搭搭手，过过招？我才不傻呢，跟三师兄过招，其实就是给他当靶子演示招式，让他尽情施展所学罢了。3师弟悟性惊人，但终究修为太低，与他一战，胜之不武。既然他们2个都不打算上，
那便由我来打头阵吧。哼，老三，记得给我留几分颜面啊！该我请大师兄手下留情才是。你们虽然没参战，但也要给为师睁大眼睛看。走吧，去山峰那里。是，师父。大师兄，请。还是你先出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诸天黄泉指，寂灭。身体好虚弱，感觉像葬身黄泉明域一样。汪林满直的悟性当真不同凡响，不仅练气息就能领悟道法改良黄泉指，经过我指点后，又完美将两界虚空妙术结合在黄泉指中。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空间断裂的攻击根本无法防御。两界虚空妙术是对施法范围内两处一定大小的空间进行控制，以对调它们的位置而形成割裂空间一样的杀伤力。而刚才那招是汪林将凝练的极致死气直接穿越空间，无视距离，没有轨迹，只要在汪林施法范围内，就能瞬间将敌人困在死于空间。如果没有定住空间的神通或法器法宝，毫无准备对上空间法术，大多数人都会遭殃。小燕子，你会如何化解这招？不错呀，三师弟，就是不知你能出几指。八卦崩解！诸天黄泉指，轮回。有意思。我就这3板斧了，再比下去就要出丑了，还请大师兄手下留情。所以，真可惜。八卦崩解和诸天黄泉指，两人法术都结合了自身的特点。看来八卦诸天大道藏当真包罗万象，不同的人修炼都有不同的领悟。这还只是天道德经的第1篇章，以后还会有更高深的道法。我一定要将这门自创道法吃全吃透，否则也未免太丢人了。三师弟这门法术着实不同凡响，只是修为境界不足罢了。是啊，若三师兄修为再高一点，这场打斗一定很精彩。士别3日，刮目相看。焉知他日小林子修为不会突飞猛进？你们3个先行一步，更要警醒。日后被小林子超了过去，可别来为师跟前哭哦。是弟子自满了，多亏师父点醒。如何？感觉不尽兴？不尽兴的话，那就自己上。第2场就你们2个了，请师父指点。如何？可有收获？受益匪浅。你三师弟这一套诸天黄泉指，其实还有第3指的。哦，好小子，还藏了一手啊！我冤枉啊！师父，您可要把话说完整啊，要不然大师兄非跟我没完。皮猴一个，别那么急性子，听为师把话说完。嘿嘿嘿，小林子这第3指另有妙用，不是跟人斗法用的，现在还不完善，需要继续参详。你们快看，比试开始了。二师兄，我先动手了哟，想来你也不会介意的。尽管来吧。不应该啊，小师弟难道就这2下子？或许还有别的变化。好好看下去吧，你们小师弟不简单的。小家伙，你真的如我所猜测那样，有如此无力吗？小师弟，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本事，那我只能说你最近懈怠。这是我领悟自本门道藏的剑诀，请小师弟指正。一剑道，这一式名为雷锋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随风巽，君子以生命行事；存雷震，君子以恐惧而修行。雷锋横，君子以力不一方。喂！啊，哈哈，不愧是二师兄，好精妙的剑术啊！哼，那些道理我是不懂，但是我之前那一刀力量还不够大。接下
现在力量要更大，越来越大，直到二师兄你接不住为止。我不像二师兄那样有一套意剑道，就将八卦变化全部包括其中，只有风雷两种力量，但是不停增长至无限大的力量。二师兄，你接不接得住？借我一试，无限风雷！这是两个人的力量竟交融为一体，组成风与雷的太极吗？好强，真让人想不到啊！果然如此，小不点你没让我失望。八卦诸天大道藏，荒灵参悟其诸天流转之真意，与自身黄泉指相结合。萧燕则法如其人，勇猛迈进，破灭诸天八卦万象，势不可挡。小不点只将风雷两种变化领悟到了极致，越过八卦四象，摸索出了两仪的玄妙。而朱毅最为渊博，对于八卦之道领悟也最深，竟欲以一门易剑道将整个八卦造化推演。虽然还只是摸到一点门槛儿，但已经难能可贵了。不错，不错呀。嘿嘿，怎么样，二师兄？这法术可还能入眼？小师弟，你这一手法术着实厉害，单论风雷之道，是我也要甘拜下风。但这场比赛要分胜负，还太早了。天下有山，只遁卦。真的？问题不大。风雷两仪，回！二师兄，你这一招遁法比云龙遁还要诡异莫测，鸡吃肉搏，师兄你就不行了。又逃！战局千变万化，一点小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最终胜负。不过二师弟这次是失算了，跟小师弟打贴身战，完全是以己之短攻敌之所长啊！不对，虽然我说不好，但总感觉哪里不对。是吗？二师弟太从容淡定了。胜负已分，但决定胜负的不是修为高下和法术强弱。师傅的意思是，继续看吧，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可恶，躲个没完没了。小师弟，刚不可久，月满则亏。你的气势在方才这一下移动就已经达到巅峰，接下来要走下坡路了。你的风雷确实可以无限提升威力，但将法术用作在自己身上是大忌。你的肉身强度虽然异于常人，但承受力却是有限的，而我积蓄多时的力量，现在才刚要爆发。地下有火之卦，凝仪。不妙！二师兄太狡猾了。论狡猾，师傅座下谁能比得上你？我今天帮你长长经验，以后碰见真正的敌人，你就不会再上当了。今天是我输了一次，下次不会再这样心急了。诚如师傅所言，论修为高下、法术强弱，小师弟都不吃亏，但在心境上却略输一筹。5岁的小娃再早熟，比耐性也比不过16岁的人呢。小不点儿，先回来休息，总结一下不足。你们谁有兴趣跟朱毅再切磋切磋？弟子不是二师兄的对手。我来，让我来试试二师弟的易剑道。二师弟，我和小师弟一样，都是要争取和你打近身战的。尽管放马过来吧，大师兄。那可就不要怪我先动手了。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来得好，八卦崩解，雷行天下，勿往，没用的。我懂了，大师兄这一世的核心意见是摧毁或灭，是连造化万物、天地乾坤都摧毁的霸道力量。不管怎样，还是先拉开距离。对。二师兄。
兄这是要以对付小师弟时同样的方法来消磨大师兄的耐心和锐气吗？某些时候，大师兄脾气比我还急呢。静静看下去。想用对付小师弟的方法对付我吗？不过你别说，我这人不信邪，还真就吃你这套。机会我给你，决胜负吧！泽中有虎，君子以智力，一世好强大的能量波动！这时正是你70组下坡路的时候。大师兄，输了。何剑，好，但还不够。八卦崩解，切外魔。这是我威力最大，也是最耗费法力的一剑了。连续2场大战，我的法力近乎枯竭，再无作战之力了。小叶，先上来。天昊，有没有兴趣跟你大师兄过过招？好啊好啊，那我就去请大师兄指点了。怎么又是你小子呀？大师兄，咱俩还没过招呢。怎么？是输了不服气，心里不痛快？弟子虽是崇尚君子之风，但我也是个热血刚勇的少年人，怎会甘心败给他人？哪怕这个人是我的师兄。年轻人争强好胜的本性啊。然后呢？你打算怎么做？决胜负吧！弟子想再与大师兄比一场，否则心里就像塞了块石头一样，心中满是快乐，无法消解，念头无法通达。何为念头通达？佛经上曾言，念念无智，是为功德；认识本性为功，依照本性而为是德。这便是念头通达。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依自己的本性为所欲为，有很大可能让其他人违背自己的本性，让其念头不通达。你信奉君子之道，当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活于世，但求心之所向，无往不利，活得快活自在，这本没有错。但只讲自己通达，却要委屈旁人，这叫做自我中心。不顾其他人感受，要求其他人都依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规矩行事，以自己的好恶为对错，擅自替别人做出决定，却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更认为对方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生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就是父亲吗？不得不说，遗传的力量还是强大。就算父子不和，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还是相似的。弟子险些走上歧路，多亏师父点醒，弟子惭愧。这么快就醒悟，足见你对于自己本心还是有清楚认知的。幸好拉回来了，要是你越变越像你老子，以后不仅要和你老爹针尖对麦芒，和我这个师父也会产生局域分歧，最后陌路成仇啊！好了，定定神，认真观看小燕子和天昊的比试，马上就要分胜负了。小师弟，咱都是直性子，要不然就直接点，一招定胜负，如何？可以呀！大师兄，接好了！臭小子，话还没说完就施法，至于占这点便宜吗？我不停制造飓风雷霆，大师兄则不断将之破解毁灭，这就变成了消耗战了。我和小不点在法术上完全是平手，如果不发生改变，比试的就是谁的法力更加雄厚。小师弟，这个人就是不信邪。诸意好胜，萧燕友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信念中，就是要做一个名副其实、堪称师弟表率的大师兄。大师兄，有时候不信邪是不行的。
这就要分出胜负了。看来确实不能不信邪。你小子到底吃了什么长大的呀？这身板简直绝了！大师兄承让了。师傅，以己之短，攻敌所长的感觉如何？感觉糟糕透了。同门切磋不比与外敌搏杀，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获得收获。天昊，你没有让为师失望，专精于风雷之道，甚至超越了八卦诸天大道藏，接触到了两仪的玄妙，这非常好。谢谢师傅夸奖。话还没说完，你的无限风雷之力虽强，但发动的速度慢。你的两个师兄有意无意间都让你准备了好久才动手，真正的对手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不说别的，你三师兄的寂灭意志瞬间发动，你的风雷之力尚未成型，便会被他创造的死域空间笼罩。当然，你可以像小燕子一样，以自身力量强行冲破死域空间。但小林子若是跟你们一样是筑基前期，你们便轻松不了了。师傅，我明白了。小林子，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提升自己境界修为，并完善你诸天黄泉指的第三指。弟子会努力修炼的。那你们两个可知道自己要改进的地方？已经知道了。多谢师傅教诲。好了，你们这次表现都不错，回去后再好好参悟总结，改进自身法术。是，弟子告退。八卦崩解，寂灭意志，无限风雷，隔剑。毕竟是我自创的道法，这些领悟自道藏的神通，果然看一遍就可以明白其中真意了。这样的神通牛是牛，但和不动明王地藏金身一样，终究不是我自己的。虽然自身道法法术才是根本，不过其他的法术也可以使用，与人斗法时能获胜就成。似乎又悟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两界虚空妙术的法术，以后再慢慢感悟吧。现在最要紧的是任务。说起来，龙焰的妖女说那处福地洞天在昆仑山北麓西方的山脉中，也没个具体地点，怎么找啊？从接受第3个主线任务开始，我自己闭关筑基，再加上3个徒弟闭关的时间，已经过去快半年的时间了。时间这东西总是转瞬即逝，得马上去昆仑山了。为了找那什么玉京山，我在这儿晃荡了半年，连4个机缘逆天的徒弟都被我打发出去找了。那妖女说的不会有假吧？大横断山脉西北方的昆仑山脉有座玉京山，你可有兴趣？其实也不完全在昆仑山脉，它浮于9天之上，终年笼罩着云雾罡风，而且它时常融入异域空间中，若隐若现，难寻踪迹。那我要如何寻找？玉京山平时都隐藏于空间缝隙中，每隔1个甲子的时间才真正现世一次。那时，整座山便会从异域空间脱离，距离玉京山上一次现世已经58年了。再有2年时间，便是玉京山重新现世之时。到时可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了。那妖女提供的情报实在太笼统了，我找的实在费劲。昆仑山虽然灵气充沛，但最适用于修炼的福天动地都被顶尖大势力占据了，以我目前的实力，肯定是抢不来的。又不能随便找个差点的福天动地凑合，别说我不甘心，我那几个妖孽徒弟不得失望的要命啊！难搞啊！那是火鸦吗？我都熄灭了，得救了！是那个仙人救了我们，谢仙人救命之恩！我那道人休要多管闲事，
否则定将你炼成火奴。我家少主和大皮同族都在附近，你别自寻死路啊！少主，同类，这些火鸦如此大规模行动，不可能毫无目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会不会也是郁金山？你的同类在哪里？带本座去找他们。不知死活的人类！这些精魄全都是由这头火鸦杀死的人炼制而成的。杀了这么多人做这些火鸦精魄，离死不远。两界虚无妙术！怎么回事？我的火都消失不见了！想逃？天笼咒印，放开我！好了，现在告诉本座，你那些同类都在哪里？你们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出现在这里？人类，你休想从我这里知道一切！你一定会死，会葬身漫天烈火中！你再不说的话，就是你葬身烈火中了。别吵了！我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次深入昆仑山北落，正是为了寻找郁金山而来。果不其然，昆仑山虽然群妖横行，但一只火鸦也没胆子深入到人族的地方。你知道郁金山在哪里吗？当然，我们的首领火鸦少君就是知道了郁金山县市的确切位置才前来的。看样子还是扑了个空，火鸦群已经飞走了。这都第几个地方了？不是扑空就是烧焦的废墟。盘问了许久，也没从那火鸦嘴里撬出他们首领的具体下落。要去郁金山的话，必须得抓住几只火鸦头头问个清楚。谁？阁下是什么人？原来是个小孩啊！这些天杀的畜生又毁了一个村子。话说，阁下是为了剿灭火鸦而来的吗？啊，不错，本座正是为那群火鸦而来。这孩子有点脱线啊！这群火鸦突然出现在附近一带，为祸山林，祸害了不少人。我们几个宗门的年轻弟子联合起来也没剿灭他们。我师兄手头有一奇宝，可以大致定位火鸦群的位置。我们正在追踪他们，道友要不要一起来？可以啊，只是你就如此信任我？我们不过是第一次见面。至少我们都是人类，即便道友穷凶极恶、作恶多端，那些屠杀人类的妖族，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吗？更何况，我观道友高洁傲岸，风神俊朗，不似穷凶极恶之徒。既然如此，我们便同行吧。还未问道友的姓名宗派，不知如何称呼？啊，叫我杨青就好了。我是云水洞弟子。观道友样貌应该年纪不大，却已经到了炼气大圆满的境界，算得上是修炼天才了。啊，糟了，我说错话了。我就只是道法境界提升得快，实际跟人斗法很弱的。不管是法术还是武道，我都很不在行。其他师兄弟很快就能学会的东西，我怎么都练不好，于是只能拼命修习道法，提升境界了。云水洞不过一个不入流的小宗门，他如此资质，简直是明珠蒙尘了。他本人居然还这样自卑苦恼，看样子这是一个性格温和、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很容易相信他人的单纯少年。如果有好的师傅稍加引导就好了。是杨师弟回来了吗？啊，是高师兄的声音，我们快上去吧。杨师弟，我们等你许久了，可寻到火鸦踪迹？没有，怎敢劳烦高师兄在此等候？这人的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装啊？道友，这位就是高师兄，风神宗的高凡。此次联合剿灭火鸦的行动，就是高师兄倡议组织的。风神宗的？昆仑山南路的风神宗弟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北部山脉？杨青，你太慢了，居然让高师兄等你这么久，你也太傲慢了点。就是。我对不起。好了，晨曦，
别说杨青了，杨师弟辛苦出去侦查，我赢一赢他也是应该的。若有危险，还能接应救援，不是？高师兄好帅！还是高师兄善解人意，我对杨青也没有恶意。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不把杨青当回事啊，即便他的修为在这群人当中并不算低。难道是因为他不善斗法的事情人尽皆知？哼，那个傻小子，跟我初时就自暴其短，想必就是这样才让这些修为比他低的人轻看了。希望以后能吸取教训吧。啊，封神宗嘛，我倒是结识过一位封神宗修士，名叫高龙，不知他跟阁下是什么关系？啊，高龙是我堂弟，也是我同门师弟。他脾气急躁，经常在外面闯祸。若无意中得罪了道友，我代他向道友赔个不是。哪里，我与令弟一见如故，只不过上次一别已是1、2年未见，甚是遗憾。不过今天能见到他的堂兄，也算是有缘了。不知道友怎么称呼？叫我林道人便可。哦，林道友也是为了诛除火鸦而来。这种伤天害理的妖孽，人人得而诛之。说得好啊！我听杨青说，阁下有办法寻到火鸦的踪迹。切，杨青可真是个大嘴巴。对不起，晨曦师妹，无妨的。啊，是高师兄。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以前曾无意中得到一根火鸦妖帅的羽毛，凭这根羽毛能勉强感应到一定范围内的火鸦。高师兄，此人来历不明。剿灭火鸦之人便是同路中人，还请林道友同行，也好多一份力量驱除火鸦之害。那就劳烦了。高凡，名门大派封神宗的年轻一辈第一人，2匹灵台筑基期修士，还拥有一手炉火纯青的封神宗招牌法术龙卷风斩。这样一位天之骄子，却为人谦和平易近人。这一招的要点其实是，还经常替天行道，对他人毫不摆架不说，更经常慷慨指点道法，资助别人灵丹妙药。这不妥妥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人缘、有正义感、宅心仁厚、平易近人的高品质高富帅吗？高凡在那里指点道法，你看了这么久，怎么不过去请教一下？我的难题大家都知道，师门长辈也解决不了，还是不麻烦高师兄了。孩子呀，你的难题不在于天赋，而在心智。心智的脆弱，别人不能帮，只能靠自己。罢了，初次见面还是不宜交浅言深。那好吧，好好休息，一会儿又该启程了。师兄，那就是火鸦妖帅的羽毛。就在附近，正在朝我们靠近。火鸦群数量众多，单靠我们怕是不好对付啊。是啊，我们的修为又不怎么高。火鸦口吐旭日真火，羽翼还会生烟，烟火夹杂在一起就会产生火毒，专破我们人族修士的护身法力。这是我师门长辈炼制的避火丹，服用后可防止火毒侵袭。大家每人1粒，速速服下，要准备战斗了。不愧是高师兄，考虑的真周到。吃药。快看那边！少君阁下！这就是火鸦少君。你火鸦一族向来盘踞在昆仑山以南，为何突然进入昆仑山脉，大开杀戒，屠杀平民？那是。本少君还说怎有人类越追越近，原来是得了我族同类的灵羽。你们急赶着来送死，本少君就成全你们。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高师兄好厉害，好样的！如果我也能像高师兄一样厉害就好了。诸位，降妖伏魔，就在今日！上！高师兄上！消灭火鸦！上！我能去吗？你们2个还愣着做什么？斩妖伏魔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好，这就来。
我就不进攻了，在这里给你们压阵。真是个胆小鬼！好了，现在我只需静观其变，哼，看看你究竟有何目的。那是什么？人类，尝尝本少君的火王真言咒。哦，这便是妖族本字了。你竟然能学到几分神韵，当真难得。可惜，文字是人类演化提制的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文明。你们妖族的文字在我们人族面前，不过是个笑话罢了。立马躲开！高师兄最拿手的龙卷风斩果然厉害。鸟妖，看你这次还死不死？高师兄好厉害！现在尽管犯花痴吧，等会儿指不定有什么好戏看呢。有了一件金丹期法器就敢这么嚣张？今天本少君就让你们这些人类长长见识！这是太阳真火火种。能见识到太阳真火，也算你们的造化了。这是，救命啊！这高凡也是时候开始行动了吧？高师兄的流风法袍破了啊！连高师兄都抵挡不住了，难道我们今日要葬身于此？你这鸟妖，大概没听过一句话。叫做水火不相容。什么？太阴真水，这里居然有一道太阴真水的水脉潜藏在地下。太阴真水至阴至柔，正好克你至阳至刚的太阳真火。难道这厮早知道这附近隐藏着一道太阴真水的水脉？狡猾的人类！太阴真水是我们火系妖禽最大的克星，要是没了太阳真火保护，就算只是靠近，也会失去抵抗能力。只能汇集我们所有的力量拼一把了。必须先下手为强。这水流，即使被炸散，也能再度融合，并且还在不断从地底涌出。支撑不住了，只能撤退。费尽心机，就是为了跟本少君拼个同归于尽。太阴真水现世，不会轻易退回，你们也会被他吞没的。高师兄，这妖鸟说的是真的吗？闭嘴！高师兄肯定已经有了安排，慌什么？啊！那太阴真水真的朝我们飞来了，怎么办呀，高师兄？别慌，我早有准备，有办法制服这太阴真水。高师兄果然深谋远虑，成竹在胸，活该这些鸟妖在高师兄手上。是啊，这次剿灭火鸦群，全赖高师兄运筹帷幄。我早就说过，高师兄出手，必然马到成功。你们言重了。其实，这次能马到成功，多亏了你们大家呀。高师兄，你总是这么谦虚。我一点都没有谦虚，没有你们，我还真得不到这太阴真水。高师兄，你，真的要谢谢你们大家了。去，怎么回事？老爷，
根本使不上力气。啊，这是什么？好远，根本无法操纵法力施展法术。这是什么？感觉体内精气都被抽走了！救命啊！这苍生红炉诀果然有用。成功了！这苍生红炉诀实在神妙。等我日后寻到了地方闭关，彻底炼化太阴真水，这6大真水之一的强大力量就会彻底为我所有了。高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能是怎么一回事？所有人都被他耍了呗。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太阴真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了此地有太阴真水的存在。这水脉隐藏在地下，他难以寻找，也难以挖掘。于是他利用火鸦群做诱饵，以火鸦的太阳真火引出藏在地下的太阴真水，然后又以同行的众人做燃料，帮助他施展一种秘法来炼化收复太阴真水，打着剿灭火鸦的幌子，让你们一众人族修士成为他收取太阴真水计划中的棋子罢了。啊！怎么可能？避火丹，是那些避火丹？不错，那些避火丹正是我以苍生红炉诀炼制的生灵血种。只有这样，你们的精血生命才能作为苍生红炉的燃料，助我控制太阴真水。那是邪法呀！高师兄，你到底要做什么？当然是为了天地间6大真水之一的太阴真水啊！这样的力量，我一定要拿到手。有了这太阴真水，我必可以成就一番传奇，成为真正的一代天骄，一方巨擘。我知道你们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能接受，但若你们泉下有知，就会明白，你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们见证了一段传说的开始。杨青，你能发现生灵血种就是避火丹，着实不错。所以我一直都说你其实不笨，就是太懦弱了。至于这位林道友，高龙是死在你手里了吧？至少他的死也跟你有关。你要给他报仇吗？当然不会呀。那个莽撞骄横的蠢货，仗着他师父宠爱，除了闯祸以外什么都不会，次次都是我给他善后，我还要感谢你杀了他呢，省去了我很多麻烦。好了，你们的疑问我都解答了，各位就安心上路吧。放心，我不会让大家感到痛苦的。你要做什么？我其实还是会一种法术的，是我师门禁法山洪咒。山洪咒会瞬间释放出自己全部法力，对身体也有很大伤害。现在我中了高帆的妖法，这还能否？这种爆发潜能的法术，往往都是先伤己再伤敌。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只怕还没施展出法术，自己就先被反噬死了。放心吧，无需如此。不得不说，你的计划环环相扣，天衣无缝。若是没点什么意外，还真就让你成功了。哦，不过可惜，我在这里。天龙咒印。是谁？到底是谁干的？不好，失去了精血供养，我要压制不住太阴真水了。快呀，快炼化！新法术还是不够完善了，竟然才断去了1/4的红线。等等，这家伙怎么一副便秘的模样啊？不要，快回去！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着都觉得疼。我向苍天大地发誓，我真的只想破掉高凡的苍生红炉而已，并没有其他意思。好恶心啊！不见了。虽然太阴真水冲破了苍生红炉，但高凡还是将其凝结成了体积较小的精华。只是真水进入了休眠，需要进入人体休养生息。这么多绿光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真水精华，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啊？是谁？太阴真水在谁身上？甭想了，这太阴真水一旦进入休眠，就算是太阳真火在跟前也不会起床了。太好了，高帆被自己的妖法反噬了，还敢如此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老子挖了你那对眼珠子，打死这个魔头！大家，一群无知的人，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呢。什么？来了。高凡，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好这口啊？我的好师兄，你怎么落到这份田地了啊？李想、秦涛、刘旭东。高凡，同辈师兄弟中，我最服你。练成了上古秘法不说，更差点收服太阴真水，当真是好心机、好手段啊！你们想要什么？别装傻了，高凡，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你要是疼得神志模糊了，我可以帮你清醒清醒。别！鲲鹏秘藏的地点我告诉你们，但那里至少要几年后才会开放，否则外围的禁制，元婴期老祖也打不开。鲲鹏，那可是传说中的太古神兽啊！哪怕不是纯血鲲鹏，只是杂血后裔，鲲鹏留下的秘藏，那也是相当不得了了。这个我们早已知道，否则你还会等到现在。光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换你的命。那我告诉你们，那太阴真水还在这里，没有返回地下。真水精华就藏于这些人身上，暗中休养生息。人是谁，要你们自己去找。这个简单，都宰了便是。他们要把我们全杀了。他们都是筑基系修士，我们打不过呀。那就跟他们拼了！冲啊！冲啊！跟他拼了！我的腿动了。这种时候，拼不一定死，但不拼就死定了，还怕什么呢？我两个大小鬼在那里等死吗？你要撞上喽！这是封神宗的秘术。哼，就给你们这个攻击的机会。那别看你有多少斤两。李想，你这手千仞风灵臂的法术越发纯熟了。这千仞风灵臂的威力强大，我不是他的对手。哎，咱们也动手吧，否则可要让李想比下去了。正有此意。是封神宗的流风飞沙术，看我来破你！怎么还没穿过这个沙漠？我这流风飞沙术本来就不是以攻击力见长，但只要进了我的沙暴，就别想再活着出去。你别太得意了，只要我不进你的沙暴，你就奈何不了我。哼，就这回该我了。我的螺旋贯地风没有李想和刘旭东那么多弯弯绕，就直接给你个痛快。竟然连这两位师兄都打不过，完了，今天怕是要死在这儿了。
只好用这个了。去！是霹雳雷！传！啊！快跑！啊！你们封神宗的人到这里大开杀戒，以为我们北路众多宗门没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吗？公道？你以为你们这里有人能活着把消息送出去吗？法力神通便是公道的话，那你这公道分量远远不够。啊？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分量才算够？比方说，本座这样的。你这厮，这时候跑来逞什么英雄？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你还好意思坐下？刚才战虎鸦的时候，他就躲在最后面，现在突然冒出来逞什么英雄？嘘，让他装，有他吸引注意力，说不定那3个凶徒一疏忽，我们就有机会逃出去了。口气真不小，老子就来试试你的斤两，看你有什么资本在这里装神弄鬼。他这是闭上眼睛等死吗？真倒霉，白白让我心中生出几分希望。还以为他有什么本事，原来只是放2句狠话，死前图个痛快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放宽心，看着就好了。哎呦，居然敢说我的法力神通分量不够！我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让谁好好见识呀？师父说了，我们无需客气。我们1人1个如何？3师兄给我们压阵。那我就静观你们马到功成。啊，飞廉！如此小的年纪，竟然是筑基期修士。胖子，你很嚣张啊！3个筑基初期的小崽子，也敢在老子面前造次！一个胡吹大气的疯子还不够，还带来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全都是来送死的！螺旋贯地风！大师兄，这个胖子给我了！就凭你！嘿，你小子！二师弟，我们也动手。好，这些凶恶，该当毙命于此！小畜生，不知死活！是个迷惑心智、使人迷失方向、立其而死的幻阵。可惜你这幻阵，只是雕虫小技罢了。萤火之光，如何与日月争辉？黑暗曼陀罗阵，开！不好，感知不到外面了。这什么招式？流风飞沙，回！一是则见道，一是风见道。风在泽上，装伏卦，巨鸟出笼。一招就结束了。小鬼，别不自量力！无限风雷！什么？我的螺旋贯地风居然……去！等等！怎么可能？这下该咱们了！八卦崩解，天刃风领力，攻不破的，霹雳雷都做不到的事情，他怎么可能？这是筑基初期修士的力量吗？这才叫做公道。小心！威廉，和我一起动手！威廉，还愣着干嘛？快回来啊！孽畜！龙卷风斩！剑锋
始作的孽畜，你们一起死吧！来，该你表现的时候了。你的表现，师傅可全都看在眼里哦。你这背主的畜生，总有一天，我要将你抽筋扒皮，连带着你背上的废土。诸天黄泉指，寂灭。什么？不，已经没有余力破开这空间了。一招，这是炼气期吗？霸气，这才叫霸气！那么强大的千仞风灵臂，看都不看就是一拳轰碎，牛啊！一拳之力竟比霹雳雷都强，真的好强！太潇洒了，轻描淡写间就破掉了对方的流凤飞沙术，而且不带一分一毫的烟火气息，好帅！5、6岁大就有筑基期的实力，这是人吗？别是什么上古凶兽的幼崽吧？嘘，别乱喊，让人家听见了。你想死吗？哎，他们以师兄弟相称，难道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错不了，他们的法力气息极为相似，应该是修炼同一种道法，就是不知师承何方高人。别看他们现在修为还低，最高也只是筑基期初期，但以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各个前程都不可限量啊！就是，那可不，一个个都是真命天子，好吧？你笑什么？没一点本事，偏偏爱胡吹大气。哼，要不是这4位师兄相救，你早就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可未必。哼，还在这里死鸭子嘴硬呢，就该让你吃点苦头才是。难道这位林道长就是？走过来了，好帅！感谢4位师兄救命之恩，还不曾问4位高姓大名，师生何处？弟子参见师尊。什么？表现得不错，你们让为师看了一场好戏，都起来吧。弟子，师尊，这是幻觉吧？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对吧？你不是前辈，我真没想到啊。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修行法术吃力，而在于心态。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你会发现面前的道路其实很宽广。谢谢前辈的教诲，我会努力的。师傅，有奖励没有啊？奖励嘛，我看看啊。你看那个火鸭算不算？居然还记着我？当然记得，我可是专门来找你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走。杨青小友，来日有缘再见。杨青期待与前辈再见的一日。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前辈座下4个弟子那样翻云覆雨，轻松战胜强敌呢？那骑着飞莲兽的少年，才炼气5层的修为啊！杨师兄，你和那位前辈看起来很投缘嘛。还是杨师弟你有眼力啊，早就看出那位前辈的不凡。哎，他们也是咱们昆仑山中的修士吗？哎，我也不知道那位前辈仙乡何处，是何根底啊。杨师弟，可是还在记恨我之前的无礼？那我在这里给你赔礼了。哼，一点小事情，你也不用一直记在心里吧？啊，人家是得了善缘，不想便宜我们呢。就是，软蛋一个，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哎，罢了，说不定是真的呢。他拿人家当靠山，人家说不定转眼就忘了他了。那是什么？这是金刚戟。我族少君在哪里？可是你们这些人类伤了我家少君。不，是一个羽翼星冠的白袍道人生擒了火焰少君。什么？说，
他在哪里？那道人已经走了，此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你只要带上此人，便可以找到那白袍道人。此事与我们无关。好，你这人类带我去。至于你们其他没有用处的人，都去死吧！勇敢，再勇敢一点！山洪咒，山洪咒，一个炼气期修士而已。这是太阴真水！哇！算你运气好，不管是谁敢抓走我族守军，你死定了！不用往上出手，终有一天我会把你烧成灰烬。该去看看那火鸦少君了。你是何人？知不知道本少君是谁？本座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本座知道你老子是火鸦王，而且现在有资格提问的是我。为何这次火鸦一族会大规模来昆仑山北路？没什么，外出游玩，族人们陪我一起出来罢了。你不说我也知道，玉京山。他怎么知道？本座从何得知？告诉你也无妨。本座曾遇到一狼环玉树妖，名龙叶。玉京山的消息便是他告诉本座的。你认识龙叶妖王？妖王？看来龙叶全盛时期是元婴期的修为，那与他两败俱伤的燕明月岂不也是？近年来，老祖宗金乌大圣同龙叶的师尊天魅大圣闹得很不愉快，那龙叶定是想对我们一族不利，我得尽快通知父王。我告诉你玉京山的确切位置，你放我走，如何？你唯一的选择便是将你知道的全说出来，如何处置你，本座自有安排。总之不会害你。自这里西行4000里，昆仑山北路有一处高峰，名为凌云峰。玉京山乃是悬浮于天空云海之上的仙山，就位于凌云峰的上方。但玉京山周围被一层紫色阴晕所笼罩，我试了好久都进不去。你要是进不去，可别怪我啊。到了再看吧。还有一件事，你那颗太阳真火种子交出来。你休想！太阴真水的滋味你尝过了，感觉不错吧？本座虽然没有太阴真水，但同为6大真水的黄泉真水还是有的，可以请你尝尝味道哦。你吓唬谁呢？哎呦，我可是为你提前准备好了这黄泉珠，你觉得呢？给你，快把黄泉真水收了！哼，到手了。接下来去看看封神宗的那帮人。求你做个人吧。这4个难兄难弟看着够惨的。林前辈，您和晚辈曾共同对抗火鸦，相逢即是缘分。之前的些许误会，还请林前辈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厮脸皮真厚啊，脸换得这么快。你们3个，这位前辈，你们是封神宗的弟子吧？本座想想，之前似乎杀过一只封神宗的小虫子，记得名字是叫高龙。这个人根本就没把封神宗看在眼里，看来想要活命，必须把有价值的东西奉上。启禀前辈，此人知道一处秘藏，乃是上古大妖鲲鹏遗留之物。此物正该前辈这样的大能才配拥有。没错。你们这帮混蛋，把我卖得一干二净，
高帆不仅知道秘藏的地点，身上更有一件灵物可以用来开启秘藏，还请前辈明鉴。我虽知道鲲鹏秘藏隐于北极滨海，也有灵物可以开启秘藏，但宝藏常年被万载玄冰冻封，无法破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破开玄冰的。哦，每过几年，玄冰都会被阳气侵蚀，变得薄弱。但即便是削弱后的玄冰，也不是那么好打开的。要么凭借7大真火这样至强的火力强行突破，要么得到可以驾驭天地冰水的太阴真水，迂回解开玄冰阻碍。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引火鸦和太阴真水相斗。等到两败俱伤之时，你正好渔翁得利。哼，如此说来，你手里开启秘藏的宝物呢？就是这个鲲鹏之鳞。这鱼鳞中居然暗藏着空间之力，怪不得能将鲲鹏的鱼鳞缩小至此。真实大小怕有1平方公里左右。小燕子，跟着为师的黑云旗往西走4000里，去凌云峰。啊，知道了，师傅。至于你们，就乖乖在这里等着吧。虽然没搞到太阴真水，但萧燕的幽冥邪皇同样可破万载玄冰。不过还是要探一下这颗真火种子。用八卦诸天大道藏的法力，在神识里组成虚拟的小世界，稳妥得很。太阳真火神芒果然厉害啊，竟有此等力量。什么人竟敢觊觎本尊的太阳真火种子？这声音是金乌大圣。原来是金乌大圣留在真火种子中的一道神念，一个残存的思维意识而已。但仅仅是这股念头，镇压的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看来金乌大圣留下这缕神念，是为了防止外人得到真火种子。如果外人企图炼化，这神念就直接将这颗真火种子炼成分身，抹杀敌人。虽然一颗种子里的太阳真火并不多，但金乌大圣神通广大，他能靠意念将其炼化成自己的分身。只要炼成，那分身就非我线下所能抗衡。不过我已经弄清楚原理了，正好让我试验下新法术，也正好给我炼化太阳真火种子做个参考指导。不管你是谁，敢动本尊传给子孙后裔的真火种子，都只有死路一条。断。你到底是谁？竟可以斩断本尊和火种间的联系？问的问题真笨，我可能告诉你吗？你……唉，终于送走了，我也出去吧。这个法术怎么说呢，仍然需要完善呢。可惜神通分析器不能用在我自创的法术上，那就来分析分析这太阳真火种子吧。神通分析器启动。太阳真火神芒神通已解析完毕，是否现在学习？恭喜宿主，太阳真火神芒神通已掌握。通过神通分析器解析过的神通，掌握的就是快啊。若是能以此推出太阳真火法就好了。可从道法参悟神通容易，要从神通逆推道法，简直难于登天啊！这是太阳真火啊！真的是太阳真火！我之前感觉都没错。给我，快给我！你又搞什么鬼？之前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太阳真火的气息，但不敢确定。现在离得近了，我肯定那就是太阳真火。是又如何？就算是太阳真火，那也是我的呀。给我吧，求求你，这个太阳真火的种子就给我吧。这家伙虽然一向贪吃，但生冷不忌，从不挑食。这还是他头一次这么迫切渴求某一样东西吧？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太阳真火？我要报仇。要报仇。是要向那个把你打得只剩一缕残魂的对头报仇？不完全是，更为一选我父母的耻辱。我爹可是妖族饕餮大圣，我娘亲也是饕餮一族的紫峰饕餮妖王。他在种族里虽然是幼崽，但实力仍不可小觑。那他父母
会是何等怪物？那个能害他仅剩一缕残魂的家伙，来头肯定也不小吧？父母的压力，敌人的强大，一人的无助，这个小家伙原来背负这么多吗？太阳真火的种子，给我吧！只要你把它给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这么低声下气，不像你啊！莫非你面对的敌人很强？一个太阳真火好像不够吧？强个屁！你天狐一族的胡分，只不过会些魅惑的手段。切，要说法力修为，也就妖将水平。一个人类筑基水平的妖，能打得你只剩一缕残魂？要杀他，你爹娘不就是一根小手指的事情吗？你小妮子，很得他族里老祖宗的宠爱，又成天躲在青丘山里不出来，想杀他很难。他族里老祖宗是哪位？九尾大圣，虽不以斗法洗礼闻名，但也有许多神通手段，我老爹也没办法轻易奈何他。若一定要分生死，我老爹胜算更大，但是这样很容易被其他敌人捡了便宜。这个其他敌人又是谁？当然是妖族十圣。十圣？妖族中的顶尖大妖，被尊称为大圣，都是太古年间的大妖。目前寿命最响的10名大妖，被合称为妖族十圣。其中天魅大圣在十圣中最为神秘，没人清楚他的根底，但他的实力无人敢质疑，连我爹都说看不透他的深浅。他修炼的混沌妖典是妖族圣典《天道妖经10卷》中排行第2的妖法，第1卷已经失传了，所以是目前还流传的《天道妖经》中最为高深的妖法。哦，原来如此啊！你的仇人是胡分，他的靠山是九尾大圣，但这跟太阳真火有什么关系啊？天狐一族怕火？当然不是啦，天狐火虽入不了7大真火行列，但也是有名的灵火。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太阳真火？只有太阳真火才能对抗那至冷至寒的玄冥真水。那该死的家伙竟然宁愿要胡分那个狐妹子，也不和我成亲，还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太可恶了！啊，等等，成亲？对啊，我当初也是妖王级别的，抢雄星居然抢不过一个妖将，简直是笑话。而且这事闹得整个天花广路都知道了，我爹娘丢脸丢到家了，这还不是奇耻大辱？所以你们这些公的都不是好东西。我去，闹了半天是抢男人抢输了。那黑水玄冥把你打成这样，你爹娘不管吗？这人问题咋这么多？他也被我毁了肉身，神魂大损，估计只剩一缕残魂了。不过我敢肯定他还活着。至于我爹后来有没有去找玄冥一族的麻烦，我就不清楚了。唉，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戒指栖身，一睡就是10多年。若有了太阳真火对抗玄冥真水，再加上我自身的吞噬神通，必然可以击败他。玄冥真水是天下至冷至寒之水，连火焰都可以冻结。若要克制7大真火中的太阳真火，效果最好，难怪他这么想要。哎，吞吞啊，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什么话？你说。那个黑水玄冥为了胡分，肯愿和你拼到两败俱伤，他们俩的关系必定深厚，你怕是抢不过那个胡分啊？你在说什么呀？他跟胡分也就是玩玩的。啊！哎呀，你就把真火种子给我吧。所以说你要太阳真火，就是为了打败黑水玄冥，踢开胡分，最后跟他强行那个啥。这画面太美了。说好的奇耻大辱呢？说好的血海深仇呢？说好的不共戴天呢？可恶！还是那么郑重，甚至连父母都牵扯进来，还以为是什么妖王血泪史，现在越听越不对劲。教主都这么个德行了。你怎么走了？喂，别走啊！哎，把真火种子留给我呀！哎，喂！师傅，我们已经到凌云峰了。玉京山应该就在此处，你们4个随为师向上。是。
么回事啊？这凌云峰的上空完全空无一物啊！去黑云旗内问问那火焰少君好了。哦，要放我回去了？怎么没有玉京山？看是看不见的，只有接触到了才会显形，否则玉京山从虚空乱流出来，早就被人发现了。好，那本座就亲自去探上一探。这是拒绝我进入。师傅，刚才那是什么？玉京山。师傅，这就是您要带我们来的地方。不错，此山名为玉京山，便是我们师徒的山门洞府。怎么样，都喜欢吗？天上白玉京，12楼5城，这里才可称得上真正的人间仙境。嘿，没得说，1级棒！哦吼，好哎！飞廉，飞廉，我们快去呀！真是猴急。师傅，你知道那前方有紫气阻挡吗？怎么了？一点小小的困难就哭丧着脸？天笼咒印，就连天笼咒印也无法困住这阴云紫气。幸好我手快，让神通分析器解析了这紫气。名称：周天紫气，大周天万物母气。详情：天地初开，造化诞生时，伴随天地而生的一缕清灵气息，本身没有攻击性，但却可以化生万物，也可以排斥万物。哦，原来是因为它在与天笼咒印接触时，化身为与天笼咒印同源的形态，所以他借此骗过了天笼咒印。之前叫你们寻找死山是第一种考验，不过是预热罢了。现在才是真正的考验。你们前面的阴云紫气名为周天紫气，又名周天万物母气。此气可化生万物，但也会排斥万物，绝非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去吧，方法不限，谁能第一个破开周天紫气的阻隔，登上玉京山，为师有特别奖励哦。是，师傅。嘿嘿，我先来。飞廉，助我一臂之力。去吧！无效。强攻恐怕不行。风在泽上，俊鸟出笼，轻易脱困。连遁剑道也排斥，让我化解了这紫气，说不定就能进去了。八卦崩解，啊，还是无效。糟了！看来你们还是没搞清楚这紫气的特质。有人知道刚刚是怎么回事吗？周天紫气既然号称万物之母，想来会隐含造化创生之意。大师兄的八卦崩解是破灭乾坤造化，双方可以说是死敌啊。哦，原来如此，好在师傅及时将师弟移走，要不然就糟了。看来得另寻方法了。嘿嘿，好玩。不要心急，慢慢来。为师的奖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弟子等人一定尽力。哎，这周天紫气真是难顶啊！是啊，我们的招数全都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先观察一下吧。好，那我让飞廉绕着紫气云海飞一圈。好，我也要尽快努力了，破除周天紫气的阻隔，才能到达玉京山啊！这片紫气云海将内部空间完全封住了，不能用黑云旗，也不能用2阶虚空妙术。无论是法术还是人，都会被这紫气排斥。这特性倒是和我那未完成的法术类似。天地初开，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周天紫气就是天地初开造化时上升到天穹的清气之一，充满了造化创生的玄妙意境。此次对道法的理解更进一步，更是适合修炼的时候。此前灵台筑起，却迟迟不能凝练丹鼎，丹鼎的品质对日后结丹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有巨大的影响，切不可大意啊！先感受天地灵气，试着将身体与这天地融为一体。
识海，想象出丹顶的外形。丹顶出境已有，接下来就是锤炼法力了。过了这么久，总算是到筑基后期了。不知现在能否破开这周天子气？哦，乾坤镜，乾坤镜为何会自己？哦，这乾坤镜的光芒竟然让这紫气退散了。看来之前小看你了。这光芒是地面之下的浊气，乾为天，坤为地，苍穹之上为阳，生清气。大地之下为阴，生浊气，清浊中和，紫气消散。哼，看来借助乾坤镜便能进到玉京山。人间仙境！不好，乾坤镜的光芒越来越弱，紫气都涌进来了。阳界虚空妙术！这紫气云海太庞大了。好在有惊无险，乾坤镜的能力有限，看来是到不了玉京山了，得加强这乾坤镜才行。不过发出这浊气的应该是土象精气，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种物质啊。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中央雾土神光。任务名称中央雾土神光。任务背景：周天子气激活了宿主所拥有宝物乾坤镜中的中央雾土神光。眼下乾坤镜中的中央雾土神光较为衰弱，想要增强神光，需寻得土系灵物，利用其中土象精气滋养。任务目标：宿主获得足够高品质的土系灵物，培养中央雾土神光达到一定强度。任务时限10天，超时未完成，任务作废。达到一定强度。中央雾土果然同大地有关，但是10天期限能去哪儿找呢？这红光不断的跳，是指引我去找某样东西的意思吗？哼，怎么有一种找七某猪的感觉？地点好像是黑云地宫附近。不管了，先去看看吧。呸！真晦气，守着这么个破地方，一点油水都没有。是啊，还要担心地下的幽冥血河爆发。有人来了！卑职参见将军。陈将军，您今天不当值，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这底下的幽冥血河，所以再下去看一趟。李将军刚才探查完血河才离开，陈将军有来，二位没遇上吗？这不是你该过问的。卑职知错。陈将军，前几天送给你的青梅酒，还合您口味吧？费心了，那几坛子酒还在家里摆着呢。果然。哼，陈将军，您是不是糊涂了？怎么？我记得您最讨厌的就是青梅酒，您忘了吗？你不是陈将军，你究竟是谁？哎呀，失算。不过，就凭你们，还不够格。怎么动不了了？所以说你们还不够格呀。好了，该去地宫了。这里就是幽冥血河呀。好香的血腥味，见到我应该很高兴吧，刘洋。血河真水的味道还可以吧？但是，唐泽，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取笑我吗？我哪有那么无聊？来这里当然是来救你的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除了我，还有谁会关心你？啊，你会这么好心？当然没那么好心，得用你身上的情报交换。情报？
最近有个白色长袍、羽衣新冠打扮的林道人很是活跃，有人觉得他有些碍眼，想要除掉他。想必那个人你不陌生吧？看你的表情，这笔交易比想象中的容易吗？放我出去！别说情报，杀了他也未尝不可。说，急。交易达成。虽然我修炼的不是正统血河之术，但这里也不过是幽冥血河的一条小支流罢了。可惜了，为了代替你定住幽冥血河，这9只血河帆带不走了。啊？你也会管血河是否作乱，冲出地面？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但这里离大周国都的天京城太近了。可怜你那被污染的仙剑了，这下就算你回蜀山去，也很难清洗干净了。要不是被他救了，我一定把他的头拿来当球踢。应该是这儿，根据乾坤镜显示，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哎呀，有够暗的。这种洞穴应该都有守宝物的妖兽吧？筑基期的妖将作为守宝妖兽有些弱。哼，这石铠倒是挺结实的，救了你一命。还来？看来这洞穴深处有我要找的东西。这么轻易就杀死了雾土石原，那这些小东西应该没人要了。风铃，你呀，就是无利不道，一丝不留啊！你懂什么？好东西到手时的满足感可是非常美妙的。你看这颜色，回去打磨一下做个耳坠正合适。小姑娘，这可不是做耳坠的东西。确切的说，这东西已经不是你的了。封神宗弟子？怎么，你这是认出了我们的身份，准备到处宣扬一番？没，不是说贵宗丢了一只飞莲吗？我就多留意了一下。哦，留意？难道飞莲是你偷的？不是，但我知道是谁。偷东西那人刚从那边进去了。哦，这巨人也是他杀的，我亲眼看着他骑着一只绿色灵宠从那边进去了。筑基期的妖兽确实不是一个练气期的小姑娘能杀死的。不过要真如这小姑娘所说，我只是刚好路过，不小心捡了2位的宝物。再说我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坏心思？看在我提供消息的份上，放了我吧。烈风长老说，最近在附近感应到了飞莲，刚好现在有人目击，不会是巧合吧？要不我们先禀报烈风长老？不，这是我们的机会。若能找到飞莲和高龙的踪迹，投身烈风长老门下，就能进入内门。听哥哥你的。不过，要杀了他，算了，杀了他指不定会引来什么人呢。留着他，以后说不定还能救自己一命。走吧，我们先去会会那位。风铃，这下有好戏看了。通往地下的洞穴，怎么会有亮光？好刺眼的光芒，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这是，好浓郁的土象精气，增强乾坤镜所需的，应该就是这个吧。这才是宝物真正的守护妖兽。接近金丹级的妖兽，好快！阳气虚空妙术，好机会，得离他远点儿。
山神玉，先天之灵，10万大山才能孕育出的山石精华。原来是先天之灵，难怪可以滋养中央雾土神光。这之前没感觉到，拿起山神玉就有了。莫非这山神玉镇压了什么东西？把东西放下！这浓烟中的法力可以将其他东西石化吗？法术不错，你倒是给我提了个醒，以后面对此类法术该怎么办？该死的人类！拿我宝物，杀我同伴，拿命来！哼，正好拿你试试我新揣摩的法术。第2个自创法术雏形有了，该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啊，这法力流动式，2个筑基后期的修士，好快的速度。这2个人也是冲着这山神玉而来。若真的为了宝物而来，那我就成了众矢之的。本来还想完善一下法术，看来得另找机会了。那丫头说的没错，人就在前面。先让你们3位好好玩玩。又来2个！偷飞廉的家伙呢？又来2个姓山神玉的人类。找飞廉，这更得让你们打起来。喂，臭猴子，偷飞廉的家伙呢？是被你杀了？什么飞廉地廉？识相的就离开！若也想盗宝，那俺只能活吞了你们！哦，看来你这猴子还守着一件了不起的宝物嘛。而且听你这口气，刚才与你打斗那人是被活吞了。是又如何？果然都不用诱导，这些封神宗的家伙自己就会搞事。不过这2个家伙怎么知道飞廉在我这儿？什么时候暴露的？那人我们找了许久，现在被你吞了。他还欠我们东西，那只好将你剖开了。一热一寒2种风息法力，2个猪气气的小儿，就凭你们！阳刚烈！看来不能小瞧这2个人的手镯。阴风化！喂，弟弟，你这种打法，恐怕连被吞到肚子里的那人都一起轰碎了。看这猴子那么嚣张，一下子没忍住。不过好歹还是有所收获。哼，收获？你们说的收获，不会是我扔在地上的这块山神玉吧？你扔的？也就是说，刚才和那猴子打斗的人是你？那想来偷飞廉的贼也是你吧？飞廉？2位不会是认错人了吧？是不是可由不得你说？跟我们去一趟封神宗，自然就清楚了。哼，正愁没机会补全封神无相诀，2位就送上门来了。看2位的做事方式，恐怕手中血债不少吧？不然我还不好下手。不知死活的东西，等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哼，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弟弟，刚才我可是都看了，你们这副手镯危险得很，我看还是不要用了吧。手，我的手！弟弟，的胳膊，我的胳膊呢？好，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镯子太危险了，还是交给我保管吧。快跑！怎么样，2位？作恶的时候，也曾想过有这一刻。大挪移遁符，想逃？大挪移遁符已经生效，我们得救了。下次见面，这断臂之仇，
必须让他加倍奉还。送你个礼物，这个礼物名叫诸天戒杖。这感觉不对劲，我怎么又回来了？两位，我们又见面了。大罗伊顿服，逃不出去，为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只是一个小法术罢了。诸天戒杖于虚空中分界，为诸天设立屏障，隔断目标范围内灵气法力的流通与运动。凡入了这3丈方圆，便如同那笼中之鸟，无处可逃。好了，二位，既然知晓了我的行踪，那就随我走吧。震感又来了，这山神域真的镇压了什么？用神念探究一番吧。那是无间钢砂，无尽轮回，永远无法解脱，地狱中的地狱。这地下镇压的，竟然是4大神方之一的无间钢砂。无间钢砂，凡触碰的生灵，都将立刻被夺取神魂，化为厉鬼。被吞噬者，将永世不得轮回。这无间钢砂力量诡异霸道，又没了山神域镇压，还是早点离开此地为好。果然是你比较厉害啊！要是能知道你的行踪就好了，这样本姑娘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引人去找你麻烦，等你反杀他们之后，就跟在后面捡现成的。可是他好像什么都没给你留。不对，他好像把这个留给你了。那个穿白袍的道人，本姑娘记住你了，别让本姑娘再碰到你。不会是感冒了吧？哼，山神玉已备好，是时候破开这周天紫气了。乾坤镜，中央雾土神光。中央雾土神光强化完成，宿主完成强化任务，获得1次抽奖机会。玉京山，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何模样。快到尽头了吧？这就是仙山白玉京。这就是仙山白玉京。沿着这里就能到山顶吗？这玉京山竟然蕴含了时间的道理。那便是玄天宝树吗？树干将整片天空都遮蔽了，这也大得太离谱了，感觉一片树叶都要压死人了。不过这么大一棵树，竟然连4大奇树都不算。天地间有4大奇树，分别是梧桐神木、狼环玉树、人参果树、沙罗铁树。不过一见这玄天宝树，就忍不住觉得4大神树加一起都比不过这一株，是我的错觉吗？这玄天宝树的顶端竟然不知去向，全部消失在紫气之中。这株玄天宝树居然自行开辟了一个洞天。这是，这都是些什么啊？这女孩走路的时候地都在震。会哭的泥塑娃娃，还在喊饿。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这边的杂草这么茂盛。喂，没看见人吗？你走路的时候安静点啊！你就只会绕着树走吗？不用说，你也不会理人，对吧？至于下棋嘛，按照套路，都是下在最不可能下的地方就对了吧？啊！
这棋盘竟然不是一子一子落下，而是局势在不停的变换。让我试一下。算了，我也不懂，还是不作死了。希望他们不会干扰我掌控玄天宝术和玉京山洞府就好。果然是一处福地啊！我先来探一下这玄天宝术。空间之力，这宝术蕴含的竟然是空间之力，流入体内了。我明白了，这仙山原来自成一个世界，周天子气是生命，玉京山同时展现永恒和刹那两种时间之力，而这玄天宝术便是空间、时间、空间、生命，这三者变成了一个世界。似乎还缺少什么。生命并不单纯，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是造化，山川河流岩石江海亦是造化。两种造化的区别在于生命具有精神，时间、空间、生命、精神四位一体才是世界，而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精神。快看，子期被吸走了！这就是玉京山。为师已为你们拨开云海，上山来吧。啊，是师父的声音！看来我们花的时间太久，师父都不耐烦了。师父这个考验肯定准备了很久，被我们浪费，真是罪过。下次一定不能让师父失望了。不能气馁，下次我们定会完成任务的。现在，我们先上山看看吧。好。小燕子他们都上来了，以防万一，还是把周天子气重新催动起来，保护我们这个家吧。恭喜宿主寻找到符合条件、适合开山立派的福地洞天。恭喜宿主完成第3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特别奖励8部。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了。任务终于完成了，这就是任务奖励。物品名称：昼光藤灵根，作用：根植于洞天福地独立空间后，可随宿主心意改变独立空间内的时间流速，最快可加速100倍，最慢可减速100倍。日后渐渐壮大，加速倍数仍会提升。也就是修炼时间加速100倍。我这个100倍时间好像比那个100倍重力更厉害呀！洞外1年，洞内100年，并且倍数加速，还有提升空间。天元大世界的大宗们基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加速修炼洞府，但加速时间在100倍之上的屈指可数。有了这个洞天，小燕子的3年之约也不用太担心了。新主线任务已发布，请宿主尽快查看。那任务又来了，就不能让我多享受一下清闲的时光吗？主线任务 2.0 开山立派，广收门徒。任务声明：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准备工作，可以正式开山立派了。即日起，宿主需正式建立山门基业，并招收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30人，为宗门打下第2阶段的根基。任务时限10年，超时未完成，直接抹杀宿主。招收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30人。这4项数据组成潜力数值，每项达到10才算满分。小不点他们4个都在33以上。现在看来，系统制定的亲传衣钵弟子标准，潜力数值总和多半要达到30，而25以上的，明显是内门弟子一类的群体。这样的弟子完全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只有找到猴年马月呀，果然是坑爹的系统。罢了，先努力提升修为，然后打响知名度，吸引优秀人才主动来拜山门才是正道理。总之，先把昼光藤给种下。长得真快啊！这样就有山门修炼场所了。时间与空间2种力量产生了完美的共鸣，感觉好舒服啊！这个小洞天，从此便称作玄天照光洞天。从此刻起，
我同玄天宝树、玉京山以及周天紫气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紧密了。这四方联合组成一个逐渐稳固的小世界，但要真正达到小成，还需要我结成金丹才行。开始加速，倍数100。可惜咒光藤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只有身为主人的我才能享受加速，不然把小不点他们叫进来一起修炼，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呢。罢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提升修为，驾驭玉京山小世界，不然这样持续暴露在昆仑山上空，很容易引人觊觎。以防万一，闭关修炼之前得做些准备。去。那个是……你们莫要惊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护山法阵，为师要闭关一段时间，你们自己留在玉京山里修炼，不要离山。除了玄天宝树上方的小洞天以外，其他地方都可以自由活动。是，师傅。师傅真是选了个好地方，我们也不能懈怠。一会儿上山后，马上开始修炼吧。好啊，我听大师兄的安排。附着的气息在这儿消失了。要清洗这血河真水，唯有天一真水了。血污已经清洗干净，你手上的情报也该交给我了吧？雇佣唐泽找我的，竟然是你们太虚观的人，就连太虚观也想除掉那白衣道人。那人太碍事了，干扰了庞师兄通盘计划中的一些布局。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那小子1年前在地宫是炼气10层，如今撑死也不过刚刚筑基，杀他还要那么多人？烈火剑宗金丹长老，于氏家族金丹供奉，玄机侯府二管事陶二，大雷阴寺弟子慧空，这4名金丹期修士都败于他的手上。你说这样的人只有筑基？哼，耍了诡计而已，就如同他骗我落入血河一样。若是硬碰硬，他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众目睽睽之下，正面交战3位金丹，打死2位，生擒1位，也叫诡计。一人鏖战3位金丹，不可能！你把当时的经过好好说一遍。当时他召唤了一个傀儡战士，是那个傀儡，明显是那个傀儡拥有极强的力量。这小杂种不知怎么炼化了那傀儡，才有一战之力。解决那傀儡不难，不过他用的阵法你可知晓？他在古玉大泽中突然亮出一张阵图，以一个从未见过的法阵，葬送了由金丹期修士领军的3000神武军和他们的神武诛仙阵。阵法？看来你也不清楚他的底细呀。我这天一真水花的可真不值啊！明明都是想杀林道人，怎么你们倒是先内讧起来了？你太虚观不是有能破天下阵法的太上破灭谷吗？为何不让你那庞师兄出来一叙？说的也是。师弟有一事相告。此人就是太虚观现任的天下行走庞杰。天下行走是各大宗门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负责维护自己宗门与各派之间的关系。太虚观之前3代天下行走都是女性，当时蜀山里众师兄弟还笑话太虚观阴盛阳衰。这次终于出了一个男性的天下行走吗？哼，天地人3才之术，阴阳循环，逢3而变，正合天道至理，有何奇怪？此人竟有如此深通修为，竟可得知我心中所想，那岂不是说，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抹杀我的神魂，占据我的肉身？师弟既然要破阵，这太上破阵谷就交由你，你自行处置便是。如此，我便可以轻松处理那林道人，不劳庞师兄费心。既如此，那便去吧。若东西真在他身上，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带回来。是。对了，他人座下1名弟子，似乎是昔年石家的人，现今只有5、6岁大。是。灭了那林道人后，将此子带回观中，此等人才不应流落在外，明珠蒙尘。谨遵庞师兄谕令。
听你们刚才话里的意思，你是要去寻那个姓林的小杂碎？你知道他在哪儿？具体位置不确定，但我收到消息，他不久之前在昆仑山北路一带出现过。哼，好，终于能斩下他的狗头了。堂兄呢？我最近修炼到一个关键时期，恐怕很快就要闭关了。行，有事情我再联系你。今天的修炼终于结束了，待会儿我们去山下转转吧。好啊好啊，一直坐着闷死了。登高望远，开阔心胸，古人诚不我欺。流泉飞瀑，仙气缭绕，师傅的这处道场，当真是个好地方。三师弟的这门法术，好重的杀意。站起来了，这是要天皇全指，湮灭吧！看来一击诛杀筑基期的修士还做不到，还得继续修炼才行。三师弟，同敌人有仇怨，报了仇也就是了。实在可恨之人，直接灭杀便是，也不用如此折辱他吧。二师兄不喜欢，我不练便是了。我敢肯定，我前脚一走，他后脚肯定会故技重施。有什么东西来了？啊！这妖力是金丹期。好一座仙山！少君昔日曾提过，在昆仑山北路发现过一处奇妙洞府，莫非是这里？有人捷足先登，已经先一步上山，还布下了护山法阵。这样就想拦住我？竟将我的旭日真火化成了细雨，这是什么神通？谁？张灵手镯的气息就是在这里彻底消失的，藏的倒是隐秘。烈风，原来是你！你这妖怪竟敢深入到昆仑山北路来，不怕再也回不去吗？你这老杂毛，有能力留下我？哼，今天我不是来与你斗嘴的。张灵他们的气息再次断绝，应与这凭空出现的仙山脱不了关系。我倒要看看这洞府的主人是何面目。变火为水，化风成雷，当真好手段。此间主人不简单呐。看来老杂毛也没了手段。你竟将六色羽扇祭炼出了第7道光圈。这老杂毛的7色方专破仙家法力，着实阴毒。我可要小心，别不知不觉中了他的道。妖孽，本真人今日有正事要忙，暂不与你计较。识相的，赶紧离开昆仑山脉，再叫本真人碰上，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老杂毛摔了个狗吃屎！妖孽看打！老杂毛，你还不赶快忙你的正事！那么小的威风，法阵早就将其化解了。雷声太小，这人硬是没听见。真是难看啊！尊驾可是太虚观嫡传陈刚陈道友？你是封神宗的烈风真人吧？我记得你。啊，陈道友昔日曾到我封神宗一游，今日重逢，风采更胜往昔呀。太
虚关的人竟然也来了，看来这宝地与我封神宗无缘了。我来此有事，办完事再同你说。果然。你确定这便是那姓林的小畜生布下的法阵？错不了。其他都好说，待会儿那小畜生的命是我的。这座仙山，我蜀山必然也要分一杯羹，不是我说让就能让给你们的。哼！我乃太虚观入世弟子陈刚，奉当代道门天下行走之命，有谕令给散人林峰。林峰，速速出来听令！林峰，速速出来听令！林峰，速速出来听令！他们居然敢命令师傅，我们冷静，对方都是金丹期修士，不是我们能对付的。有法阵在，我们静观其变便是，不然会打扰师傅闭关。你不出来，那我便进去了，看我破了你的法阵！怎么可能？竟是法阵克星，太上破阵蛊。不对，这不是真正的太上破阵蛊，否则法宝一出，我们皆死。我太虚观统御诸天，如此好的法阵，你该乖乖献上才是。现在却反而用于阻拦我进入，真的是螳臂挡车。今天我便搅了你的阵图，再与你理论。师傅的大阵破了！哼，不过如此。逃吧，终究都会是我的。姓林的小畜生，给我滚出来！若再不出来，就别怪我揪你出来，让你在徒弟面前丢脸。对方法器厉害如斯，师傅人在闭关，法阵无人主持，敌人又攻上山来，这下不妙了。外界已过1月，林峰却在虚空之中度过了8年多。此时已是金丹将成之时。这便是金丹期的雏形吗？为何穿越前的记忆不断的在脑中涌现？是在提醒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吗？还是说，让我摒弃对那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留念？原来这一切都是参悟生死之间的走马灯。此刻的我，已经踏入生死之门，寂灭与复苏交替出现，生死之间有大恐怖，有何办法破解这大恐怖？生老病死是为生命，成妄坏空是为造化，造化湮灭之后，生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唯有坚定的意志才是永恒的真谛，此乃结成金丹的关键。一颗金丹吞入腹，踏破生死无望门。有大无畏、大勇气、大恒心，便可踏破生死无望之门。我来了！外面的不速之客，也该闹腾够了吧？准备好受死了吗？师傅人在闭关，这下被敌人攻上山来，情况糟糕至极。那株玄天宝树看上去很厉害，我们引对方去攻击宝树，让玄天宝树收拾他们如何？玄天宝树究竟有何为能？我们不知道，一切都只是猜测。万一不成，反而伤了宝树。我们靠自己。师傅在树顶洞天内闭关，最好不要打扰他老人家。这一战，4人一起面对。
我最心爱的弟子高龙就死在他们师徒手中，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两位不要插手，我只要那姓林的小畜生的命，其他人一概不管。那个小孩和那个青山书生，不要伤着了。剩下2个，随你处置。随你处置。瞧不起谁呢？不知死活的小辈！巨光碎魔阵，八卦崩解。大师兄扛住了第1波攻势，这次我们必须配合迎敌，否则胜算为零。小师弟，准备无限风雷，尽可能提升威力。我们要靠你反击。你们为我争取时间。交给我，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剑道。猪鸡小儿，滚开！就是现在！纪念一绝。切，真是好险呐！要是这法术再熟练一些，说不定我就躺下了。你们错失了杀我的唯一机会，到我了。唯一机会。老鬼，你先在我这招活下来再说吧。九天无相罡风，哼，这就是你们的杀招。师傅说过，虚虚实实出其不意。我们真正的攻击意图，你是不会明白。这才是我们最后的杀招。一击击杀金丹期，果然还是太难了。金丹修士能被几个小鬼欺负的，也就老杂毛你啦！可恶，诡计多端的小鬼！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那可别怪我们了。3个筑基期加1个炼气期，居然能让一个金丹期修士差点翻船。老实说，真有些出乎意料。现在玩闹结束了，快让姓林的小畜生出来！他这缩头乌龟要当到什么时候？得放干净点。跟我师父这么大仇怨，看来没少在我师父手上吃苦头啊！你那狗屁师傅，就是个炼气期的小杂碎，若非是诡计害我，早被我砍下狗头了。炼气期，你们所谓的师傅，其实修为最多跟你们一样，只不过他比较会装神弄鬼而已。你们年轻识浅，被他蒙骗也不稀奇。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你们还有挽救的机会。这小小年纪就筑基成功，正应该投入我太虚观门下，日后必定大道可期，前途不可限量。还有你，不到2年时间就筑基成功，不愧是冰云师姐的儿子。朱洪武果然是看走眼了。游子归乡，你也该回归太虚观了，那里是你母亲的师门，也理应是你的师门。至于你们2个，一个勇猛坚毅，一个冷静沉着，心智上也都过得去。如果愿意，也可以随我回山。若能通过考验，还是有机会拜入我太虚观门墙哦。我说你呀，在那不停自言自语的，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少在那唱白脸黑脸的，我们不吃这套。我只问一句，我娘亲过世时，你们在哪里？执迷不悟，那就没办法了。天龙咒印，天龙咒印，乖乖跟我走吧。你做梦！休想带走我的师弟！这火焰是7大真火之一的幽冥邪皇。就算有幽冥邪皇，凭你这筑基小儿还拦不住我！9楼回天宝术，1、3、1，飞龙大阵！硬扛金丹修士，居然连1刻钟都撑不住吗？师兄，还有我们呢！大家有力在战，却选择退缩，这才不是男人所为。大家一起
将敌人赶出去吧。是。区区筑基小儿，不比我更真是可笑。止水旗，剑。此土名为息壤，乃上古大能遏制滔天洪水左右，可自行增长，永不减少。对付你这点火焰，已经绰绰有余了。师兄，撑住啊！到了现在，你们总该相信你们那师傅是徒有其表的骗子了吧？他确实得了些宝物，但也无法掩盖他是跳梁小丑的本质。闭嘴！什么闭关？那只是他的遮羞布罢了。我破了他的阵法，现在他害怕我能破他的傀儡，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底牌了。本座的手段又岂是你能揣测的？这法力流动是……辛苦你们了，接下来就交给为师吧。师傅，姓林的小畜生，你还敢出来？我要一刀一刀刮了你！竟敢在我玉京山放肆！好在我徒儿无恙，则定让你们尸骨无存。哼，没有幽冥血河帮你，还敢口出狂言？今天就由我来揭开你这跳梁小丑的真正面目！万气自生，剑冲废血，石上寒，死！师傅，两界虚空妙术，消失了。你再次找来，想必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那就成全你。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到2年时间，你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强？一定用了某种异宝，这绝不可能是你本身的力量，绝不可能！这就是你的遗言？啊！等等，等等！怎么突然那么痛？我的身体呢？残杀蜀山修士，林道友有想过后果？擅闯山门，意图杀害他人弟子，几位所为放在任何宗门都是死罪。这种辱没山门的逆贼，蜀山太虚观想必也不会承认吧？再加上几位出不了我这玉京山，就更不会有人知道了。诸天戒障，封神宗之人可不能离开，之后我们肯定免不了一场大战，但不是现在，所以永远留下吧。我封神宗之人绝不会饶了你的。少主没找到，没想到还要搭上自己，这次怕是难逃一死了。柳阳说你只有筑基，现在看来远远不止。好在我有两手准备。现身！居然是龙族！传闻太虚观圈养龙族，竟然是真的！龙族，传闻太古之时，万妖并存，龙族是最顶端的。没想到一个金丹期弟子竟有如此法宝。陈刚，这就是你说的好对手。就是他，切不可大意。看上去不是修炼肉身神通的呀。你个二货，还挑对手？好，本座成全你。这就是那魔偶傀儡？不，这是身外化身。这下你满意了吧？嘿，求之不得。比龙族还强悍的肉身，我好像惹了不该惹的人了。没想到这次外出遇到的对手会那么强，被陈刚这小子骗了。不过，比起我家里那位，你可差远了。还来？这就是龙族？
龙族，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龙族。就你个子大！昆仑山被要塌了，我的魔偶已经被你成功拖住了，你还不出手？想逃呢？太虚幻之，只有死的，没有逃的。死战者，你们的宗族我会厚待；逃跑者，勿怪我庞杰不留情面。太虚幻何时出现过借战之人？就是这面古仙剑破了我的2仪生灭阵，果然不凡。那时我闭关不在，无法主持法阵，现在还怕斗不过？我太虚幻太上破阵谷，既然名为破阵，就是天下法阵的克星。你不信邪，偏要以法阵抵御，就是自取其辱。哦，是吗？那这个呢？天地之变，变苍穹。你说除了法阵和魔偶，我就没有其他本事了。现在又如何？是我失算了，反正都是死，何不死的壮哉？你也感受一下被太虚幻支配的恐惧！陈师弟辛苦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太虚幻天象行走，庞杰，堂堂道门圣地，竟然通过献祭弟子生命让自己神魂来到此处。若没有猜错的话，接下来你便要将他炼成身外化身，然后夺舍操控他的身体。没想到道门圣地也会有这么胆毒的手段。这是太虚幻弟子必须有的觉悟。为了清除你这种妖邪，所有太虚幻弟子皆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哼，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夺舍其他人？我从天道罢了，非是天道不仁，而是天道同仁。他日需我顺应天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去这肉身。不尊者就是违逆天道。你以为太虚观为天下第一圣地，便可当为人间主宰吗？你要如何理解是你的事情。我来此，只是为了收回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座仙山，龙叶那妖女的石笛，以及你的4位弟子。玉京山、石笛，这些虽说都是不是宝物，但这些对我而言也只是身外之物。即便扔掉，我眉头也不会长一下。但你那脏手，要是敢指向我的徒儿，哼！献祭仪式结束后，就是我现身之时。到那时，你还能拦我？拦不拦得住，可不是你说了算。诸天戒障，隔绝法力流转，这是什么法术？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别急，我们终有一天会再见，而那天不会太远。赢了！哦，赢了！没错，赢了！太牛了！我们守住了我们的家！唉，没想到固定山门会引来这么大的麻烦，眼下更是暴露了踪迹，寻仇之人必不会少。当务之急是隐秘踪迹。心神、紫气、仙山、宝树、银河。若我修为更进一步，结成元婴，参悟更多空间奥秘，再与玄天宝树合作，应该就可以让玉京山随意出入虚空，想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出现。可惜现在从虚空遁出后，玉京山只能现身在昆仑山北麓凌云峰上方。师父，我最近有些过于严肃了，其实一切都在变好啊。我们现在都
后有了自己的山门，有家了。师傅，为师出关稍微晚了些，倒让你们受了一番磨难。师傅哪里话？与其说是磨难，倒不如说是锻炼才对。只可惜我们学艺不精，无法击退敌人，最终还要师傅亲自出手。知耻而后勇，这是好事。对了，还有一事，玄天咒光洞天已经可以使用了，如此不易，你们可别浪费了。唉，只剩1年多时间了，还要收纳30名潜力数值总和25以上的弟子，任重道远啊！现在还要应付太虚观和蜀山两派，这次好在周天紫气灌注在法阵内，否则谁胜谁负真的很难说。生灭6道一共6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需要合适的布阵材料。周天紫气为天，要完成天地之变，还需要地对应的材料。中央雾土神光可中和周天紫气，可当为地。可是乾坤境能发出的中央雾土神光与玉京山上的周天紫气相比，数量太少了。哎，对了，就用这次缴获的战利品——止水旗、息壤、乾坤镜。哇哈哈！果然如我所想，这息壤蕴含的土象精气更深过山神玉。可是这点数量完全不能与几10万亩的周天紫气相比啊！要是能找到这息壤的发源地就好了。发源地？你炼制止水旗的息壤来自何处？果然不会轻易说出口啊！你出身太虚观，见多识广，想必听过这一门法术，名为幽冥操偶。你竟然用如此恶毒的手段！这就叫恶毒？和庞杰的献计夺舍比可是差得远呢。本座可不会对自己人下毒手。你根本不懂庞师兄的抱负，庞师兄会为我报仇的。他最好不要来招惹本座，否则本座便将他献计夺舍同门师弟的事情大白于天下。我倒要看看，那时太虚观还能留下几分脸面。没人会相信你的。不，所有人都会信的，因为本座有一个最好的证人。我绝不会。你会的，不过那是以后了。现在你先告诉我，你从哪里得来的息壤？息壤在长春山一带吗？长春山有一个通往妖界天荒广路的通道，那里群妖环伺，唯有百草药宗贪图山中灵药，才在那设立宗门。看来要找这息壤，不仅要除去沿途的群妖，还要与这百草药宗打交道了。好了，接下来你就把太虚观的事情告诉我吧。太虚观贵为天下第一圣地，从千万年前便致力于联合人族势力，共同对抗妖族，而如今却花在内耗之上。太虚观观主平常只负责日常事务，决策均由长老会把持。在这种制度之下，长老会出现了2种声音。一是主张成为天下宗门之首，成为人道至高主宰的激进派；二则是主张各宗门势力平衡的保守派。当代道门天下行走庞杰是激进派入世后的代表，也是派系中的后起之秀，更是重点栽培的对象和继承人。与之相抗衡的保守派天下行走便是燕明月，他是保守派中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果然，最坚固的堡垒总是先从内部被攻破。既然太虚观内部存在争端，那我便有了挪腾迂回的空间。更何况我还有这么一张牌呢。唉，也不知道那几个小家伙怎么样了。他怎么不吃我的呀？你换个东西喂喂看。怎么样了？这东西好玩吗？师傅。既有丹药，也有食物。这还为了一名短剑啊！只有这个混世小魔王才能干出这么不着调的事情。他好像只会对吃的有反应，但是吃进去马上就会吐出来。师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啊？神怪志异的书我没少看，可是这种东西一点也没记载过呀。往日就你话最多，今天怎么没动静了？
我也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们4个中，他跟大师兄比较亲近。我？他对大家都不怎么理会，唯独大师兄你做动作时似乎有点反应，当然反应也不太强烈了。对小燕子有反应？奇怪，好像唯有这东西被咬过了。这丹药是炎阳丹，炎阳丹富含火象精气，有助于修士修炼火系道法。看来胖娃娃对于火系的灵气比较有好感，所以刚才小不点才说这胖娃娃好像对小燕子有反应。可小燕子虽然之前修炼火系道法，现在都转为八卦诸天大道藏的法力，应该不具有火系灵气了呀。莫非他感受到了萧燕身上的邪皇霸剑？小燕子，把你的邪皇霸剑亮出来，或许就能破解这小东西身上的秘密了。哦，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他对你身上的真火很感兴趣。没猜错的话，这小家伙应该是一种稀有的精怪，自身完全由灵气凝结，没有什么智慧，只有贪吃的本能，但又挑食得很，唯独爱吃火焰。火力越强，他便越喜爱。问题是，幽冥邪皇的破坏力这么霸道，他真的能吃得下去吗？少量催发的话就没有关系。好。小家伙，可别伤到了哟。好吃不好消化呀。他跑了，大家追出去看看。这田地好像充斥着很强的生命力，让我看看你的效能。这些药材都已经被采摘下来晒干了，早已失去了生命气息的药材，竟然枯木逢春。那人参，不过短短片刻，长得足足有人手臂粗细，在土中如婴儿一般。这声音是在进行蜕变吗？成精了，这人参成精了。药材多则千年，少则100年才能成精。这风干的药材随意一撒就成精了，这速度也太恐怖了。五行相生相克，其中火生土，难怪。想来火力越强，这天机灵壤的灵力也会越强。幽冥邪皇为天地间7大真火，对他来说算是最顶级的食物了。哦，这岂不是一块上好的药田？有这样的药田种植灵草灵药，那速度质量谁可媲美？现在知道它是什么了吧？大师兄，以后就靠你养活这个小家伙了。这小家伙变化出的土壤叫天机灵壤，能加速草木生长。至于他化成的人形，就叫天机娃娃吧。看来他是喜欢上你了。我看就如天昊所说，由你来照顾他吧。师傅，这天机娃娃这么好，那洞天里剩下的那2个怪人，是不是也是某种精气的化身啊？那2个怪人，为师自有处置，你们切勿招惹他们。眼下有了这玉京山做我山门道场，开山在即，你们得抓紧提升实力。师傅，您开山门道场，立下宗派，我们4个是不是就是您在此方世界的开门弟子了？不错，不过为师记得某人曾说过，自愿给所有人当小师弟。那师傅，我们的门派到底叫什么呢？这个完了，这个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该叫什么呢？史上第一祖师爷第2季，敬请期待。好啊！太好了，好的，师傅。师傅说的，这一定是真的。我决定了，我们宗门就叫真命天宗。真命天宗，入我天宗者都是真命天子。这个完美的名字，大家肯定会赞叹不已吧？第1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第2季再见，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1大宗门。我决定了，我们宗门就叫真命天宗。真命天宗，入我天宗者都是真命天子。这个完美的名字，大家肯定会赞叹不已吧？
刚才只是随口说说，其实本宗的名字早就定好了。本宗名为玄门天宗，意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于9天之上，以万世基业。这也不行吗？太好了，以后出去自报家门也有底气了。玄门天宗掌门3弟子，感觉非常不错啊！啊，名字的寓意也非常好呢。玄门天宗太好听了，以后我就是玄门天宗掌门座下的小弟子了。哇，好险好险，大家都挺满意的，不然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行了，抓紧时间去修炼吧，日后你们还得指导新入门的弟子呢。是，师傅。以后说不定我是最年轻的老师呢。总算把他们送走了。不过都这么久了，宗门还只有1棵树，怎么说也得来个藏书阁、药园，还有炼丹的、炼器的吧？这么一想，我手上才1块大殿的建设令牌，也太磕碜了吧！哦，对了，我还有一次抽奖机会呢。没什么好东西啊。5爪金狮可吞吐雷火，腹下5爪能腾云驾雾，飞行如风。藏书阁建设令牌，我记得上次轮盘转完3周半后又转了4个，也就是说一共转了3周零13个。趁这次摸清楚轮盘系统的规律，从1号开始转，给我出货哦。看样子轮盘静止的区间是从3圈09格到3圈013格，这次运气还是不佳呀。不过这倒是个奇妙的小东西，只是不知能起什么作用。先放入储物袋吧，这玩意儿还要和太阳真火种子分开放置，以免擦枪走火哟。准备一下，派战神分身出发去长春山寻找息壤吧，顺便看看能不能收到新的徒弟。从陈刚身上搜到的那瓶天一真水，刚好能清洗被幽冥血河污染的黑云旗，现在总算能发挥它的所有效能了。虽然用战神分身施展法术没自己本体方便，但肉体力量足以弥补法术上的不足，还能代替我出任务。金丹期的好处也太多了吧！之前参悟八卦诸天大道藏，隐约对于肉体神通和武道拳术有些模糊的想法，却无法付诸实际。这次正好借助战神分身强大的气血力量，将这门武道创造出来。南边应该就是长春山了。师父、师叔，你们赶紧突围吧，不要被我们拖累。小美人儿，你师父才是明白人，你到现在还没看清形势吗？乖乖和道爷我回去吧，不会亏待你的。铁木道人，你恶贯满盈，我向来英就算是死，也绝不会从容你这个恶道人。那怕是由不得你。上，别伤了小美人，我要活的。蓝英，你快跑！百草药宗就在附近，让他们来支援。可是，快去！不然都得死在这儿！想逃？想去哪儿呀，美人？无耻之徒！这种时候不是该出来一位少年英杰，一巴掌拍死反派，英雄救美吗？然后少女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如此对待女人，真是让人反胃。谁？我去，言出法随啊！是何贼子？敢来打扰你道爷我的好事！早听闻铁木道人手上血债累累，但今天还请放了那位小娘子，否则莫怪我无情。这登场这么老饕，不对，这么拉风的形象，节奏有点不对啊！我还以为是哪位大能，原来就是个筑基后期的小子。你想找死，道爷我成全你。小四小六，把他给我拿下！是，师傅。你们穿黑衣，我很不喜欢。侮辱了这个颜色。你是何人？
你问我是谁？啊！青雷战车，红枫叶，竟然是红叶公子，叶飘雪。哼，真是太年轻了，这种程度也就只能迷惑迷惑你们这些小角色了。相公，快收拾了那贼道人，别浪费了我们的大好光阴。小叶子好帅！我去，这么多妹子！你们这群妹子，放开那个男人，有什么招数都冲我来呀！就说出口啊！老子诅咒你，你这厮竟然霸占这么多美人，该遭天诛啊！不对，这小子的阵仗妥妥的真命天子模板，完全可以收了当徒弟啊！倒是没有老师，跟古物性心智都还可以。服务员很低啊，看得起出问题了，不应该啊！果真是红叶公子，我们有救了！传闻红叶公子在深山中5年踏入仙途，而后仅用3年就到了筑基，这是真的吗？都是真的。红叶公子福缘深厚，前段日子还斩杀了金丹期的妖兽，真是少年英才。铁木老鬼，这下要吃瘪了！滚，或者死！无知小辈，仗着一辆青雷战车就敢如此猖狂！青雷战车，打你还要青雷战车？这么酷炫帅气的吗？主角要不换人吧？打你，何须我全力？步行剑回！想要回你的飞剑？现在我将它赐还给你。快让公子我看看，你还有何手段？这人我要受不了了！夫君好棒，小叶子好帅，老道还不是手到擒来？贱婢！嘲讽拉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想给反派加油了。待道爷我杀了那小子，就轮到你们了。什么法宝，竟能压制我的法力？修为被压制到了筑基期。你成功的激怒了我，你犯了2个错误。第一，你不该在我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耍剑；第二，你不该骂我的女人。谁骂我的女人，我灭他满门。七煞斩龙剑，剑！此剑好重的力气。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剑。阴风诀，五行合一。破万满营，还想走？你想赶尽杀绝，道爷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好臭！除了幽冥水河外，没有比这更臭的东西了。公子小心，是绝阴毒蜂！哼，算你小子走运！奸贼，莫跑！公子，别去，小心有诈！姑娘，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傻呀？能为公子挡下这一招，是我的荣幸。你没事就好了。姑娘，看，戴上公子的玉佩后，毒素已经停止蔓延了，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莱茵姑娘的毒素已经抑制住了，但要根除还得去百草药宗一趟。我和他们有些交情，若几位不嫌弃，就由我带她上山吧。这恐怕不太好吧？这位姑娘因我而身中剧毒，我救治她责无旁贷。她脱险后，我自会送她回你们师门。道长，别犹豫了，性命攸关啊！好吧，有劳叶公子了。看来我们又要添个姐妹了，人多也热闹些嘛。不知郎君此去百药宗寻访的人员灵丹，能否治好这位姐姐？小柔，慎言，这些话不要当着外人说。对不起，大姐。傻丫头，
我当然知道你是无心的。我真的假的？妹子们相处这么和谐的吗？可恶！这家伙怎么做到的呀？我竟然产生了想拜师的冲动。看来他们是去百草药宗了。奇怪了，探测器显示着红叶公子福缘只有5，可是怎么看这小子都比福缘满值的注意高啊？难道探测器出问题了？奇怪，这些人怎么朝着铁木道人逃跑的方向去了？过去看看。这些人怎么聚在一起了？道长，如何啊？事情进行的可还顺利？蓝鹰虽然出众，但那红叶公子身边尽是绝色，要想成功，殊为不易。蓝鹰已经被他带走，应该没有引起怀疑，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总要尽力而为。我去，这几个根本就是一伙的，合伙演戏坑那个红叶公子仙人跳了。你们下去吧。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总要成功才是。百草药宗的人员灵丹，我势在必得。问，你们所说的人员灵丹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何人？本座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图谋的人员灵丹究竟是什么东西？想知道？我的秘密只有死人能知道。现在能告诉我人员灵丹是什么了吗？小花子哥哥，我们是不是会死在这里啊？不会的，红颜姐姐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可是大家都……放心，就是红颜姐姐没来，哥哥也会保护你的。人员灵丹紧缺，轮到你们了。按你所说，百草药宗最近研制了一种叫人源灵丹的新药，筑基修士服用能快速突破到金丹期，金丹期服用能提高自身品质。如此灵丹让百草药宗掌握了，那他们岂不是能批量生产金丹期修士？外加上元婴期的老祖，那还了得！大横断山脉一带最强的宗门应该是大荒剑宗。这种事他们会放任不管？人源灵丹很让人在意啊！先找熙攘，再去看看那丹药什么情况。你倒是放了我呀！陈刚说熙攘就在这个溶洞内，这里确实隐蔽。怎么找遍了整个溶洞，就这么一点熙攘？这是怎么回事？本座记得你说过，你取走的熙攘只占9牛1毛。我确实只拿了一部分，或许是其他人找到，全取走了。什么人？百草药宗的修士。听闻这里有一种奇怪土壤，名为熙壤，可以自生，永不减少，所以特来见识一下。只是似乎并没有啊。阁下来这里是为了获得熙壤？并非如此，纯属好奇，只是想见识一下。在下修行的是水系道法，土能克水，我可不会给自己找麻烦。请看，道友来的不巧，这洞内熙壤已经被我百草药宗的老祖收走了。又是百草老祖，这么巧，得另找其他方法了。实在遗憾，我还想见识一下可自行生长的奇异土壤呢。剑道也未必是好，正如阁下所言，熙壤可以说是水系道法的克星。对了，听闻贵宗门炼制的人源灵丹即将出炉，不知目前进展如何？我百草药宗未曾有过人源灵丹，阁下此话从何听来？或许是我弄错了，神情不似作伪，莫非修为太低，碰不到这方面的信息？不对，若真是百草药宗的人透出的风声，定先在自己宗门内传播，此二人却半点不知情，这事儿还真有趣啊！既然此处无熙壤，贫道就此告别了。道友慢走。这样看来，是有人故意放出人源灵丹的消息，
不管真假，这百草药宗肯定要有大难，或许我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哇，百草药宗不愧是以炼丹制药闻名，单单主峰周围的云雾，就全是山间灵草灵药的药气所化。最好能进去一探究竟，只是这护山大阵该如何闯过去啊？是金丹级剑修，而且这剑光是大荒剑宗。大荒无剑典，大荒剑宗的镇门之宝，自荒古传承至今，历史悠久，有其独到之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大荒剑宗是大横断山脉南部最大的势力，门中金丹级修士造访百草药宗，性质就跟上级单位下来检查下级部门一样。护山大阵关闭了，倒是我的机会来了。护山大阵关闭了，我们行动。九曲天枝可制作绝大多数恢复法力的丹药，玄金血参雷音大还丹的主材料，治疗血肉伤势有奇效。三色幽兰炼成了三阳拓海丹，可拓宽筑基初级修士的气海，提升法力总量。还有融灵果，炼成融灵丹可以加速修士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从而提升修炼的效率。好家伙，全是好药材啊！你们先去偏殿等候，我一人前去见百草前辈，莫坏了规矩。是。大荒剑宗肯定是听闻了人猿灵丹之事来问责的，跟着进去太危险了，还是先去周围找找那息壤藏在哪儿吧。晚辈屈斌，见过百草前辈。屈斌，无需这么客气，我同你师父是近1000年的交情了。看来前辈又要炼出一炉好丹了。你来的正是时候，这炉都是些疗伤丹药，带一半回去给你师父。那倒不必，先说正事吧。我奉家师之命，特来询问人猿灵丹之事。现在外面可传得火热。乾坤竟能找到山神玉，找息壤应该也没问题吧？就是在这附近。荒帝啊，息壤应该才被取走不久，必然是为了某种用途，该不会是为了人猿灵丹吧？如若真有此丹，而百草药宗弟子又不知道，说明百草老祖是为了隐瞒他们，隐秘炼制。如果我是百草老祖，我会将秘密丹药安置在哪里呢？秘密丹室？本门弟子都不知情的话，说明是寻常人等接触不到的地方。寻常人等接触不到，老祖子能自由进出。这地若在长春峰里挖一个洞窟，不留通道，旁人便接触不到了。而身为元婴期修士，有穿梭空间、无视地形的能力，自己进出这个洞窟极为方便。只要能准确定位，锁定洞窟位置应该不难。我虽然不是元婴修士，但也能进出你老人家的小金库哟。这里被布下了禁制，看来我想的没错。哼，这百草老祖手段还真不少，但你这可架不住挪移空间的我。好冷啊！这地底之下怎么这么冷？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放心，炼丹的地方无人能找到，人猿灵丹的真相不会有人知道。可现在外面谣言四起，家师虽然尽力遮掩，但也引起了众多人的注意。家师认为，要等风头过去。无需担心，这第2批人猿灵丹即将成熟，你先住下，之后待6成回去便是。可是老祖我说的话你还不信？我炼丹之处，非元婴不可达。此外，我还布下了层层禁制，有一丝风吹草动都能察觉。再说，这丹室最外围是一座1000年冰山，
只有瞬间融化才能破除禁制，何人有此神通啊？这么厚的冰层，用太阳真火恐怕会惊动主人呢。而且还不知道空间禁制，不能转移到墙对面。或许可以试试这东西。这东西遇热变冷，遇冷变热，应该能化开这冰墙。果然，化寒冰为赤焰，冰越冷它就越热。这小东西倒是包含了几分两仪颠倒逆转的玄妙。说，嘿嘿，如此多的禁制，我倒要看看你藏了多少宝贝。嘿嘿，哎，空的，怎么有股淡淡的药香？每个大缸都有息壤，是熬药吗？我去，老子抗议！仙侠世界也玩生化危机啊！这丧心病狂的百草老贼，竟然用孩童炼药！这些孩童体内怎么好似有金丹期修士的金丹？这么小的年纪结金丹，怎么可能？连气海都没有开辟，也没有立灵台，体内灵气虽然无比充裕，但都是外界强行灌进去的，根本连修真者都算不上。可体内却存在一只丹鼎，丹鼎里还有一枚正在凝结中的金丹，当真怪异。我明白了，人元灵丹并非是丹药，而是这个孩子的整体。这个孩子就是那见鬼的人元灵丹，它既是孕育灵丹的炉鼎，也是灵丹本身。这顶多是虚鼎，原理有些像小不点族兄谋夺的至尊灵台。不过这的确能让筑基期修士提高结丹的几率。这里有起码30个孩童体内的虚鼎破碎了，他们会如何处置这些孩子呢？这些大瓮必定同百草老祖的心神紧密相连，不管是救人还是取息壤，都必然会惊动百草老祖。百草老祖，你好样的！现在我是救不走这些孩子，但我也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有人靠近！康南华、岳红颜，这两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史上第一祖师爷！他俩这副表情，是裂缝会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百草妖宗这群狗贼，竟然真的做出这种事情！此前，我们被冰墙阻拦，没敢贸然进入。这次冰墙上出现一个大洞，显然是人为的。百草老祖对此毫无反应。破开冰墙者，手段非常高明，他极有可能还在这里。康先生，小孩子没事。好，看来我们抓的那个长春峰修士没说谎。不过，现在救他出去仍然很难。这些大瓮必然和百草老祖的心神紧密相连，稍有异动，他立刻会感应到。好不容易进来找到小欢子了，时机不成熟，我们不能大草惊蛇。我明白的，康先生。我们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等外面的人闻风而至，总会有机会的。原来是他们把消息传出去的。好了，我们先离开这儿，免得被发现了。起！此地不宜久留，我先将这里恢复原样，之后再想办法救你们。要怎样才能将那老鬼的密室捣毁，救出那些孩子，拿到息壤呢？有妖气，一头虎妖。哼哼，看来百草老祖炼出的人元灵丹吸引了不少势力的注意呀。庚金虎妖一族乃上古大妖白虎血脉的后裔，铜皮铁骨，金牙钢爪，法术难伤，是战斗力极为强横的妖族。族主庚金虎王更是金刚不坏，百毒不侵，百草不侵。等等，
百草老祖的手段全是与草木有关，五行之中金克木，那庚金虎王岂不正是他的克星？人元灵丹，莫非真有那么强大的功效？人元灵丹效用无穷。什么人？已有百草药宗修士服下人元灵丹后，将金丹的品质从黄丹级别提升到碧丹的先例了。我居然看不出这个人的道行。这人元灵丹若是如此厉害，大宗门会允许丹药被掌握在百草药宗手里？更何况若真有奇效，百草药宗也早该崛起了。有2点局限了人元灵丹的价值：第一，是它的作用有其极限；第二，是炼制成功率太低。我恰好知晓其中门道，不妨说给你听。哦，若此人所讲属实，人元灵丹可真是大大的宝物，得快点回去告知虎王才是。哼，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本座是什么人，你无需知道。这只小猫不会是想抓我回去吧？敢动手的话，我就把你做成虎皮褥子送给小不点儿。又是这厮，可不要坏了我的事啊！没有丝毫修为，却有勇气直面一头金虎妖帅，哼，不错，你很好啊！你虽无修为在身，但看你身形健壮，天赋异禀，不如跟着我，帮我驾车，我将道法传授于你。你若真有根骨悟性，修成了道法，我自会保你一个前程。小朋友，你爹妈难道没教过你，王霸之气不能乱放吗？郎君，那只大猫好漂亮啊！小蛮喜欢，喜欢的话，我抓给你。就知道你最好了。有什么奖励没有？哼，大坏蛋，这下满意了吧？臭细皮，敢拿老子斗去！处死！小猫咪这么凶，我娘子可不喜欢。这只蠢猫被嘲讽一下就出手了，我还要你回去给虎王报信儿呢。你在百草老祖的地盘暴露妖气，万一引他过来，面对元婴修士，你要怎么跑啊？原来是庚金虎族的妖孽，敢在我百草药宗门前撒野！糟了，是百草老祖！来了，就别想跑！这就是元婴老祖穿梭空间的手段。不错，不过也没什么出奇，我只要结丹成功，就有办法修行这门秘法。穿梭空间也非难事。父君好厉害！为夫还有许多手段，你日后自会一一知晓。真是麻烦，计划全被打乱了，只能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出手了。是谁出手救我？不管了，先离开这儿再说。这附近竟有通往妖界的通道，真是越来越猖狂了。史上第一。究竟是什么人，突然斩断了我的法术？莫非附近有元婴期修士暗中窥探，出手干扰前辈的法术？不知道，但此人绝不简单，法力流动一闪即逝，连我也无法确定他的位置。现在关键的是，那虎头妖到底知不知道人元灵丹的事情？若是他回报给庚金虎族那头老妖，可就麻烦了。家师正在闭关，实在无法在短时间内来这边。若是通报给宗门里其他长老，人元灵丹的消息便捂不住了。无妨，我记得你师父有一件法器，名为荒原九炼神雷网。若有此宝相助，
我便能收拾那头恶虎。你速速回山，向你师父借去此宝，赶来送与我。好，我立刻出发。那丹药可不容有失。大荒剑宗的修士，去搬救兵的吗？如果之前是百草老祖隐瞒了真相，那他现在主动求援，无疑就是露馅了。庚金虎王虽然带给他巨大的压力，但事后大荒剑宗在追责，百草老祖未必就能好过。最有可能的是大荒剑宗内有人和他串通，上次来人探查，便是串通之人被他瞒天过海。看来这其中牵扯的事儿不少啊。希望那头老虎不会让我失望。没想到这老鬼又精进了不少，我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那紫衣道人还说人元灵丹功效有限，我看元婴系也受益无穷。不能让人族无限的成长下去了，必须说服虎王躬身。护阵的弟子每人携带5瓶恢复药剂，随时补充法力。内门弟子10人一队，守住中央隘口，其余人分布各院落，随时待命。狐妖不日就要来袭，众同门师弟定要协力抗敌。弟子一起协力护住关门。这么大动静，看来大战真的要来了。那么危险，相公留下来是要他们欠你人情？到时再讨要人元灵丹，他们就不好拒绝了。相公真聪明。当然。来了。庚金虎妖，人族一起攻山！这是虎妖的生活之一，快一起发力抵抗！放肆！老祖法力无边呐！百草老儿，你还是这般无用啊！王，静候多时了，100年未见，那时你还未能闯过我长春回天阵，今日你也不能。啊，听不见虎妖的笑声了。有元婴期修士主持的护山大阵，果然不同凡响。长春回天大阵吧！谢虎王，百草老儿倒是乖曲，本王刚一到，便把护山大阵彻底打开。不过再多努力也是徒劳。今日我便要将这长春峰拔除。大荒剑宗的援兵未到，把昌贵放出来，去试试百草老儿的长春回天阵。怎么有长鬼？为虎作伥，虎妖一族的天赋神通，能将所杀生灵化为自己的伥鬼，忠心跟随。这些伥鬼也保留了自身神魂和法力修为，与司空南那老怪的百鬼夜行之术相似，但伥鬼神智丧失，没有自主思维，这点却不如幽冥操傲。要开始了。大家撑住！千钧法阵术法力，他们冲不过两个禁制的。这伥鬼还会吸取死去的伥鬼壮大自身，看来大阵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了。百草老祖想要渡过此劫，要看大荒剑宗的救兵了。不过，就冲你炼制的那人元灵丹，我会让你称心如意。
此处是大荒剑宗必经之路，稳妥起见，本体也需要过来。2界虚空妙术，别想从这儿过去1个元君。啊，来了！可恶，长春回天阵就快被攻破，百草药宗还等着我去营救呢。此人什么道行，我竟察觉不出。我有急事在身，这位道友何故拦我？看阁下的法力气息，荒芜苍凉，悠久绵长。可是大荒剑宗门下？是又如何？不如何。既然你是大荒剑宗门下，那本座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有急事，救人如救火。阁下有什么话，稍后再说。本座要说的事情也很紧急，同样人命关天。百草药宗炼制人元灵丹，炼制方法丧尽天良，大荒剑宗为何不管？身体居然动不了，那不过是谣言罢了。我大荒剑宗早就得到消息，曾专门派人到百草药宗去探查询问过，不过是子虚乌有。哦，阁下如此肯定，莫非当日来此探寻此事的便是阁下？不错，长春峰上上下下我都查探过，并无什么人元灵丹存在。可是本座不久之前才在长春峰山腹内发现一个完全封闭的秘密丹室，亲眼在里面见到了所谓的灵丹。竟有此事！去了长春峰，破开山腹，立刻真相大白。亏我还以为他是被人污蔑，我跟你一起去长春峰。若真有什么人元灵丹，我绝不会置之不理。有此担当，大荒剑宗不愧是大横断山脉第1宗门，如此甚好。我们走吧。你上当了！演技不错，可惜没我好。演技不错，可惜没我好。什么？本座一开始还想着，万一错杀了无辜，未免不美。现在却可以确定，你实有取死之道。竟然可以挪移空间，元婴气，还是说有空间挪移的神通或法器？哼，管你是何境界，看你如何逃过我这招！这是元婴气法器，这就是百草老祖等待的帮手，是要以雷电克制浑身金刚的庚金虎王。只要被雷网罩住，一时3刻就要被电成焦炭。哼，有意思，元婴气法器果然不同凡响。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这法器中应该融入了元婴期老怪对于空间奥秘的领悟和对于力量掌握的意境。2界虚空妙术，果然是这样。哈哈哈哈哈！我大荒剑宗的事情不是你能管的，多管闲事就是这个下场。看样子你也知道人元灵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知道又如何？和人元灵丹的价值比起来，那点损失不过微乎其微。你可知道一批人元灵丹能发挥多大作用？你无需此刻说给本座听，等一会儿，就算你不想说，本座也会把你脑袋里装的东西全倒出来。准备好受死了吗？别小看人小子！大荒剑宗岂是你们这些野鸡修士能敌的？大荒无剑典第1式，无风之训，剑化万物。你砍了那么多剑，该我了吧？好好为那些被抓的孩童赎罪吧！不！有点松动了。好，是要飞回真正的主人身边去吗？元婴期法器已经有如此灵性了，不错不错。但我怎么可能让你走呢？还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头老虎们。居然敢杀老夫弟子，
夺老夫法器，你好大的胆子！法宝上居然还留有一道神石！废话真多！诸天剑照！好，等老夫出关后，晋级到元婴中期，定要将你这厮碎尸万段！收。还需自己再仔细祭炼，彻底抹除那老头的印记，此宝才真正归我所有。不过眼下应该足够用了。长春回天阵破了，是时候赶过去了。那头夯货已经彻底服帖了，正可以拿来当坐骑。太慢了，曲变怎么还不到？再不到，长春峰要亡了！誓死守住长春峰！都给我停手！在场的各位，都给我一个面子，立刻离开长春峰，否则勿怪刀剑无影。红叶公子来助阵了！你谁呀？问我是谁？长春峰以北最帅，昆仑山以南最强，红叶公子是矣。受不了了！兄弟们一起上，砍了他的狗头！了我一个，还有我！没本事逞什么能？为了法宝，你什么都不是。龙游浅水遭虾戏，日后我要是不绝了你钢筋虎足，誓不为人。今天你就不用做人了，做我的长鬼吧！就凭你，这是什么东西？直接让空间扭曲，操纵空间之力，是谁？这天象，这声音。你们看，那龙背上站着个人，这也太拉风了吧！比我的战车还……虽然是血统纯正的炼甲黑龙，但也不过妖帅层次，嚣张什么？给我废了他！我的身体。这谁啊？好强啊！轻易秒杀妖帅级虎妖，还能御龙而行。该不会是元婴期的老祖吧？实在太强了，杀妖帅跟碾死蚂蚁一样，红叶公子完全没得比啊！怎么比呀？人家杀的妖帅，红叶公子只杀了妖将，让几个妖帅一围，顿时就只能挨打，没有还手之力了。郎君，真是当初你想收为御者的那个人啊！哎呀，笑死老虎了！真是脸都不要了，还想收人家当御者？他这脸皮啊，说不定比城墙拐角都厚呢。笑，从来没人能羞辱我。喜欢笑，那就都给我去死！这种波动，这法器在金丹期之上，全都杀了！一招就杀了妖帅，不过土鸡瓦犬罢了。平日里我都用虚空鼎守护自身，不轻易外放，却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小看了。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这虚空鼎的神威。那小子的表情现在一定很有趣吧？这表情，你算什么东西？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我！靠！终于等到你将虚空鼎外放离体的一天了。
为何你要？你们到底为什么？你从不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居然不是因为他的魅力吗？你那尊虚空小鼎，我很有兴趣，想拿到手。那你们呢？世人皆说你独自于山中悟道，踏上修行之路。你自己说，这是真的吗？当日你在山中闲逛，遇上一个走火入魔、生命垂危的修真者。其实你只要依他所言，即使将他身体泡在一旁的冰池水里，他很快便可以没事。可你捡了他的道法典籍，留他一个人在那里受尽折磨，最终不治身亡。你可知，那人便是我的父亲。我仅仅晚到一步，再想救他，却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好郎君，你说我该不该杀你？哎呀，你可真够衰的，闹了半天，原来是来取你性命的。你们也……我与公子确实无仇，也并非真的爱慕公子，其实是为了人猿灵丹而来。小柔脸嫩，我替她说。小柔在家本有青梅竹马的爱人，却因与你相遇，被你看中后上门提亲。他爹巴结你的权势，他又畏惧你的力量，怕会伤害自己的爱人，这才不得不委身于你。所以你最好别自作多情。至于我，当日有人追杀，我不过是借你避祸罢了。本还想向你道谢，谁知你竟然想强占了我。真疼啊！看来这下是没救了。这两个法宝果然不简单，主人死了，还愈发强大了。既然冲我来了，那我只好全部收下了。看来这几个女子都想要红叶公子的法宝，不好意思，我全都要了。百草老鬼和那红妖应该都在云层之上，带我上去。那上面有个妖王，还是根据虎王那种妖王中的佼佼者，我不要上去送死。有本座在，你完全无需担心。那我也不上去。个子看着挺大，胆子这么小，你今天是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黑龙解鱼。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名？陈刚的神魂早就告诉我了，太虚观用真名御龙诀驱使龙族，普通小龙只要知道真名，再加以秘法，便可轻松驾驭。黑龙解鱼，速速随我上长春峰顶！苟延残喘，好几株小草就想守住你这大阵，休想！长春回天阵最后的禁制，开！可笑至极！这风的凛冽锋利，差不多可以媲美9天无相罡风了。不过，看起来这百草老鬼还没认输。看我断了你这几株小草！数字不足与谋，曲斌到底在搞什么？按路上计算，他早该回来了。老鬼，100年了，终于有机会灭了你这长春峰！妖孽，休得猖狂！妖孽，断我长春藤不算本事，你敢接我这一朵轮回花吗？凡被轮回花吞噬者，将被直接拖入轮回，不得超生，受死吧！史上第。凡被轮回花吞噬者，将被直接拖入轮回，不得超生，
受死吧！千百年来还在摆弄花木，金克木的道理还不明白？进万元禅！我的轮回画，我培育了100年的轮回画呀！百草，还有什么招式？一会儿使出来呀！看你的孬样，你不上，那我就先补一补，然后再陪你玩好了。看来那修士没说谎，这山中果然藏有秘密。哼，就让我尝尝这人元灵丹是何滋味。谁？死瓮之中皆是活人，你不能吃。果然，康南华他们还在。哪儿来的鼠辈？报上名来！我辈无名无姓，只是途经于此，行仗义之事罢了。还请两位放过这些孩子。区区金丹也敢坏我好事，受死！什么？金丹修士怎么可能扛下我这符咒？康南华绝对是找到完整版的万古恒河流沙咒，要破这恒河流沙阵，怕是2个元婴也要耗上一段时间。可是，终有破阵之时，之后会怎么做？莫言，趁现在快救人！好。小环子，姐姐来救你了。救人？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这百草老鬼放手一搏了，跑！看看你们能跑多远！待我先收拾了那百草老鬼。那彩色云雾似乎可以隔绝外界的人对其内部的感知，正好遮人耳目，方便我行事。林道友也在这儿，莫非也是为了这人元灵丹而来？确实为人元灵丹而来，不过是为了让他永远都不再出现。道友护送这些孩子下山便是，剩下的事自然由本座处理。准备好受死了！开天国，耗费几百年的修为来杀我，值得吗？能了解你我1000年的恩怨，有何不值？好，快逃！可别让我失望！竟然连开天果都奈何不了此妖！快逃！今日你的元婴我收下了。该死，躲不开！百草药宗玉子诀。看来今日之仇，只有日后再报了。道友请留步。道友莫慌，本座来助你一臂之力，降服此妖。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这雷王你认识吧？荒原九炼神雷王，你究竟是？还有，祛斌他人呢？怎么是你一人前来？祛斌他正在下方清理虎妖，其余的问题还是等解决了他再说吧。这一件法器就想克制本王？哦，是吗？荒原九炼神雷王，散！哼，你的修为还不能完全驱使这法器，你困不住我的。你还不出手？想看这百草药宗1000年基业被毁吗？既然道友相助，那今日我竭力也要斩杀此妖孽。雷网牵制着龙妖，这老东西也放弃逃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考虑怎么杀了这2位了。若是大荒剑宗黄雷老儿使用这件法器，本王绝不会轻易脱身。哈哈哈！看来你的修为不过如此。废话真多，你不会以为你脱身了吧？
什么？小老虎，战斗要注意身后啊！老板，我怕你不成。八卦崩天锤。还不出手？好，让我了结了这狐妖。去！杀我！把大家都别活！妖鹰出鞘，他要拼命了！白虎星落！不妙，得躲开这招。啊！道友，借你身体用用。诸天借杖，诸天大擒拿。不许！你小子果然不怀好意，滚开！牵制住一会儿也够了，好好承受那虎王的威能吧。用孩童炼药，这便是你的下场。你以为灭了我的肉身就结束了？你以为灭了我的肉身就结束了？你到底是何人？你无需知晓，本座杀你，自然有理由。不过，本座不打算告诉你，你便就此安心的去吧。老祖，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一起去死吧！想同归于尽？哼！我最不怕的就是人因自爆，两界虚空妙术。停不下来了！还好喷离了妖鹰，总算活下来了。是吗？活下来了吗？你别得意！自爆，你可没那个机会。你这身妖鹰最纯粹的本源能量，我帮你保管了。只要能吞了这更近武王的妖鹰精华和肉身残骸，我分分钟可以晋升妖王。本座记得某人之前说过，他要跟本座讨回公道。本座就奇怪了，他想讨回什么公道？那厮肯定是脑子不正常了，胡言乱语呢。相信您的话就是公道。那以后本座如果有什么事让你干，水里来火里去，上天入地，只要您一个眼神即可。上仙，您看这头虎妖的尸身和妖鹰精华能不能赏？那要看你表现了，表现得好，本座自然不会亏待你。都给本座住手！妖王已死。怎么可能？虎王怎么会死了？我们赢了！我要死了！宿主击杀一方妖王，于大横断山脉南部一带人族世界中，潜在声望达到70，成功激活声望转化。当有人传播宿主事迹，可将潜在声望转化为当前声望。当前声望达到70时，潜力天赋总值20以上的普通人才主动慕名来拜师。当前声望达到80时，潜力天赋总值24以上的优秀人才主动慕名来拜师。看来只要当前声望达到80，系统的主线任务就完成有望。天才主动慕名来拜师。我在昆仑山北路一带最高声望也才20，80声望不知需要多久啊！实在不行，我就来大横断山脉挖大黄剑宗的墙角根基。大家快跑！那家伙脸色不对劲。这些虎妖是怎么了？本座又不吃虎啊！虎妖已退，尔等莫要惊慌。前辈是？本座是百草老祖的挚友，听闻百草药宗要遭此劫难，于是赶来救援。唉，千年之交，
谁曾想，这竟是最后一面。老祖陨落了。好了，莫要悲伤，百草药宗还有你们。哼，百草药宗没了支柱，很快就会被吞没。这些草药可不能浪费了。唉，不知以后该何去何从。道友，别来无恙。不提那些了。对于这些孩子，林道友有何安排？本座本是为了这些熙攘而来，却见那百草老祖以孩子的性命为要顶，炼制人元灵丹。于是本座便出手除了他。关于这些孩子，如果他们记得归家的路，还是送他们与家人团聚吧。我也是如此打算，但现在看来，恐怕行不通。哦，为什么？前辈，这些孩子年纪都还太小，心智未开，神志迷糊，根本说不清自己家住何方。罢了，带他们跟我回去吧。等神志清醒后，想要回家的，便送他们回家。你们今后如何打算？先寻个合适的地方闭关，如果能突破，便可以成功晋级元婴期。若本座没有看错，你的瓶颈应该是水土不平衡。道友慧眼如炬，这次闭关若能修成混元真水，便可以挨过雷劫，结成元婴。若是如此，不妨到本座的玉京山去吧，相信会对你突破瓶颈有很大帮助。康先生无需顾虑我，红叶能照顾好自己。总之3世的千里天赋，虽然不如萧燕他们4个，但也是妖孽级别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起来。我也能去吗？无妨，本座也很久没有客人了。之前便承蒙道友出手相救，如今又对我伸出援手，我已承道友太多恩情，唯有终生追随，听候差遣。恭喜宿主触发宗门护法支线任务，是否收纳散修康南华成为宗门护法？哦，这样也行。追随差遣休要再提，若道友不弃，便在本座宗门中挂个供奉护法之职。本座有些不成器的弟子，到时候道友也帮我管教一二。康南华正式名师出高徒，宗门护法，指点宗主你的弟子，宗门护法我压力很大。奖励抽奖机会1次。说笑了，事不宜迟，出发吧。这算是买1送1吗？满载而归，满载而归呀！真想一辈子在这里修炼，境界提升，必然一日千里。宗主，这处洞天福地当真是我生平仅见，在这里修炼，我有99%的把握度过天降雷劫，成功结得元婴。你们满意便好。来，本座为你们介绍几个不成器的弟子。天后、小燕子，快出来，有客人来了。怎么无人回应？小易，能听到吗？怎么无人回应？师父，小师弟去撩拨在宝树下独自下棋的老头，结果被吸到棋盘里去了。大师兄想去救他，也被吸了进去。我和三师弟实在不敢再轻举妄动。为师马上就到，你们不要慌，什么都不用做，留在原地等为师来就行。小孩子心性不成熟，爱胡闹，出了点意外，本座去处理一下，让你们见笑了。那宗主先去忙吧。这2个小家伙，整天就会给我惹事。已经1个时辰了，他们不会出事吧？别急，师父肯定有办法。师父，天昊做了什么，以至于被吸到棋盘里去？小师弟取走了棋盘上1颗棋子，整个人就被吸入到棋盘里了。大师兄想要拉住他，谁知刚接触到小师弟的手，自己也被拖向棋盘消失不见了。弟子试图与他们联系，但也一无所获。师父小心！放心，你们在此等候，我马上就回。不出所料，棋盘内是一个独立的异度空间。那2个臭小子跑哪里去了？黑白边界在消失，变灰色了，而且感觉有点困。不行，没用，法力也挡不住。
好古怪的世界。还好使用了诸天戒障，只有领悟了空间奥秘的元婴期修士进入这里，不停隔断空间，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催眠。只怕这还是空间无意识作用下的力量，若是真正起了敌意，这股力量恐怕元婴期修士也抵挡不住。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俩变化还真大呀！这小混蛋居然立起了5座灵台，而且还想再立第6座，还有萧燕的丹鼎也异于常人，竟然隐隐有后天进化的可能性。打他！什么东西冒出来了？大师兄，打他！小燕子在你心中就这么个形象啊？师兄，好烦呐！哦，原来如此。这光影中的画面，代表了他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潜意识，是他对身边每个人的看法。哎，等等，在这臭小子心中，我又是个什么形象？我这就来好好看看。这里除了小不点儿，哪还有第2个活物啊？师傅，难道我就是那座山峰？臭小子，让我看看小燕子的。不要乱丢啊！哎，你们哥俩可真是一对活宝啊！一个惹事，一个平事。哎，又切换了，没有其他师兄弟啊，也就是说，是他对我的感觉。所以在他心中，我是这大海吗？这个空间中的力量非常邪门，在人入梦之后，似乎可以探寻沟通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若是在这里沉睡过去，有人进来后，是不是也能看清我的内心世界？哎，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先把这2个小子带出去。开，2界虚空妙术，转。师傅，您回来了。师傅，哼，真会惹事。不过来客人了，都给为师精神点。知道了。见客人之前，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穿着才是。这是要换新衣服了吗？亏你们换衣服时顺便用神识看了一下，你们都挺能给我惊喜啊！小不点立了6座灵台，小燕子的丹鼎可以吸取7大真火进化，朱毅也已经达到了丹鼎境界，凝练出自己的丹鼎，而且这丹鼎有些与众不同，居然是2族丹鼎，这应该是道法不完整导致的。这小子是在参悟光暗2极中的黑暗之道。光暗2极是最原始也是最玄奥的2极之道，光明黑暗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是顶尖的天地智理，无穷大道包含其中。但眼下只有部分黑暗之道的法力，却缺少光明之道的力量。也就是说，朱毅还需要光明之道的力量才能补全鼎足。荒林现在才炼气巅峰，不过你小子日后筑起灵台，凝练丹鼎，是不是也要给我出件幺蛾子？走吧，别让人久等了。天昊，你气海内的灵台准备立几座？自己心里有数吗？啊，师傅已经知道了，我感觉会有9座。9座？兑换系统中记得有个东西，名为天华九心莲蓬，乃中天地之灵秀于一体，是普天之下用来融合一种力量效果最好的东西。也不知道对小不点的情况是否有用。都是数字9，不知冥冥之中是否有些关联。兑换系统中记得有个东西，名为天华九心莲蓬，乃中天地之灵秀于一体，
是普天之下用来融合一种力量效果最好的东西，也不知道对小不点的情况是否有用。都是数字9，不知冥冥之中是否有些关联。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萧燕的真火和朱毅的光明之道完全没有着落。天华9星莲蓬价格也贵，我现在倾家荡产都不够换一颗莲子的。唉，这些问题得尽快解决，不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修行之旅的。严重点儿，可能会让他们一直卡在现在的境界，再也无法提升。再加上系统的收徒任务期限将至，会被抹杀的。谢广少先生。我受宗主指导良多，形同半个弟子，比不得你们是亲传。今日一见，有如此栋梁，宗门便已经成就一番气象了。不瞒你说，本座正头疼呢。不知是何事困扰宗主？其实我正苦于寻找天华9星莲蓬，这几个小家伙修炼都需要用到。我手头虽没有这东西，不过有个地方说不定会有。据我所知，天华9星莲蓬曾经在那儿出现过。哦，是什么地方？昆仑山以北是一片无尽荒漠，荒漠同昆仑山交接的地方有片平原地带，属于大秦皇朝最西端的领土，名为沙洲。沙洲是大秦皇朝领土，但实际上掌控这里的是一个名为天茂阁的势力。此势力极为神秘低调，从不涉足神州浩土各大势力之间的争端，但主导连通大陆东西的修真资源贸易。每年10月初9，天茂阁都会在沙洲举办瀚海法会，参加法会的修士可以任意交易各种修炼资源，各地修士大都会前往参加。在最近3年的法会上，天华9星莲蓬出现过2次，而且都是同一个人拿出来进行交易。可知那人的来历？不知道，但据说那人一直在寻找某样东西，始终没有收获，所以这次的法会他应该仍会参加。按照系统的划分，沙洲也属于昆仑山北陆地区的一部分，若是能造起声势来，必然有助于提升声望。处理得好的话，不需要跟人拼死拼活，也能积累起大量的声望。尤其沙洲可以说是昆仑山北陆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也便于招收弟子。不过此事有利有弊，在沙洲收徒，也便于庞杰等人来捣乱。不过瀚海法会是肯定要去参加的，把声望刷上去的同时，也解决这几个臭小子的修炼问题。而且我也得进一步提升修为了，现在的实力除了玉京山单挑元婴期，还是有些不太稳当。百草药宗带回来的孩童由朱毅教导着，其余人都在各自修炼。正好无事，我也开始突破吧。法力起，烟火之劫，晋升金丹中期必烟火焚身，成功则晋级，失败则烧成灰烬。烟火之劫并非全是苦难，烟火过丹时可以将金丹杂质剔除，让金丹完美无瑕。金丹中期，知者通天，成！现在除了2界虚空妙术、诸天界障和八卦崩天锤外，我的第4门法术也终于真正完善了。这个气息，这就要突破到筑基中期灵台境界，筑起灵台了吗？法力积蓄已经足够，但仍差临门一脚。你修的是火系道法，可你身为女性，体质属阴，不能跟男人一样的路子。你需要勾动自己元婴中隐藏的一点真阳，以它接引道法所生的阳刚法力，才可以成功。罢了，我助你一臂之力，就当是预先投资好了。这是玄天宝树叶，与你冲关有帮助，但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自己。1品9层灵台成了，他这灵台很不凡啊。多谢前辈出手相助。本座不过因势利导罢了，若非自己有此天赋才情，一切皆是枉然。你的眼神里全是仇恨与愤怒，你心中的火焰若不毁灭敌人，就注定会焚烧你自己。
你我相遇即是有缘，不妨把心中所想和本座讲一讲。烈风会是雪峰国移民建立的反抗大周皇朝的组织，其中一个创建者是我兄长岳洪峰，他已经牺牲了，而另一个创建者是张烈，他和我兄长是至交好友，我修习的大灭真火法也是张烈所传授。而古于大泽一战时，张烈正在别的地方闭关。出关后的张烈达到了元婴中期，但性格却变得极端扭曲，仿佛走火入魔一般。在得知烈风会退出大周国境后，他非常愤怒。他说：“我们是软弱妥协的懦夫和废物。”说完，他活击了我烈风会所有的同胞。只有他，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烈风会同胞报仇雪恨。他太强大了，连康先生都不是他的对手。我拼命让自己变强，想要亲手斩杀他。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甚至不敢多想。每想一次，就感觉信心又弱了一分。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可悲的笑话。让前辈见笑了。其实，你不用小看自己，对于你来说，元婴还不是你的终点，你会很快追上他，超越他，质问他，然后为你心中的仇恨画上一个终点。是，前辈。师傅，见过康先生。上次见面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给你们当见面礼，这次正好补上。此物名为恒河会元盾，算是我送给4位的见面礼，粗陋得很，让你们见笑了。感觉好坚固。自然坚固，此盾的防御力，连元婴期修士的攻击都可以硬扛一下。有了这4个龟壳，你们几个小家伙遇到强敌打不过，也不用怕了。多谢康先生。康先生，还有什么好东西，也一次都给我们吧。你这厮脸皮忒厚了。做人要知足，实在想要的话也可以，因为为师早给你们准备好了东西。我就知道康先生能如此大方，师傅又怎么可能小气嘛？本座稍后会带他们往瀚海法会一行，离山期间，这里便拜托你了。我正好需要时间温养法力，调和水土。待宗主回山之后，我再度雷剑。师傅，我想留在山上修炼，希望能铸就道基。如此也好，传你的那件宝物，便等你筑基之后为你庆贺。康先生，接下来还请您多关照。琐事交给我便好，你可以安心修炼。你可愿随本座一行？我也可以。你性如烈火，不让须眉，枯坐苦修其实并不适合你，多多入世历练，才有助于你提升道法境界。多谢前辈关照，红叶感激不尽。师傅，宝物呢？我还能少得了你们的？拿了宝物可得随为师一起出趟远门，可得想清楚喽。我们都想清楚了，随师傅一起去。您准备了什么宝物啊？别吊我们胃口了。一点耐心也没有的皮猴。小燕子，这只黑云旗给你。多谢师傅。比起攻击，你现在更需要的是灵动迅捷。为师便把黑云旗赐予你，你自己要细细揣摩其中妙用。是，师傅。小一，此剑是给你的。好一柄凶剑。这柄剑杀性利器极重，单以攻击力算，在金丹期法器里算数1数2的。是否觉得此剑凶煞之气太过，有些不合你的心思？师傅明鉴，此剑确实同弟子心目中的剑道不太相符。此剑凶厉，怕是有弑主的可能。没错，此剑戾气杀性实在太重，过于霸道，而王道之气不足。为师门下众弟子中，你心性最为沉稳，同时自制力也是最强的，因此你是最适合驾驭掌控此剑的人。同时，这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弟子必不叫师傅失望。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对于这种顺毛驴，不停激励他，
让他知道你对他寄予厚望，才是最合适的方法。这个就是我的了。为师斩杀庚金虎王后，用他的一部分妖鹰精华炼制成了妖虎精魄，拥有金丹巅峰的战斗力。这金蝶在手，便能自由控制妖虎精魄。谢谢师傅。好，宝物都拿到了，那就回去休息吧。明日我们就出发去沙洲。是。那位小哥，来看看这个。哎，客官您几位啊？哎，里边请。哦，这是什么？喂，别乱跑！这位姑娘，你可是要去参加这瀚海法会？哼，曾几何时，哥的理想就是能当一个欺负良家妇女的公子哥啊！这些人都是筑基期，还有2个筑基后期。看他天赋不错，待我收入房中，日后生出子嗣，想来爹娘也会满意。姑娘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想来很多事情多有不便，不妨由本公子为你引路。我红蓝宗在这沙洲地面上，就算是天茂阁也要卖几分面子。谢谢，我不需要。还是朵带刺儿的玫瑰，我喜欢。快跑啊！这厮又来祸害女子了，老天怎么不收了他呀？人家宗主的妹妹是大秦皇朝4大家族之一于家家主的妾室啊！于家呀，难怪连天茂阁也要卖面子了，造孽呀！于家吗？3人蝼蚁一个，看什么看？滚一边去！啊！我可以动手吗？请便。姑娘，不是本公子说，旁边那个凡人，同你我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你不配！大师兄、二师兄，我以前没得罪过红颜姐吧？谁管你？我现在正在努力回忆，我有没有得罪过她？好大的胆子！离火神丹，尸骨红尘。这红雾带有一定的侵蚀性，会腐蚀对手的法力与法器，也极为粘稠，身处其中，就仿佛陷入流沙井里一样。那么，现在你会怎么做呢？尸骨红尘居然没用！别急，我们来助你。土属性和冰属性了。火球防御最低，其次是冰手臂，最后是土手臂。不过，这种法术在战场上太坏了不少。大灭神枪！好可怕的攻击！都学到了点东西吧？学到了。给前辈添麻烦了，红颜惭愧。无妨，这点小事本座不会放在心上。这里也算大秦皇朝的地界，不知道于氏家族有没有人参加瀚海法会？如果有的话，既然来了，那都自己去转转吧。看见什么合心意的，买回来便是。走了，买宝贝去喽！带你们出来，就是要讨宝贝的呀，尤其是小易，10日的服务员，这可是个出门捡宝的家伙呀。最近太忙，还真是埋没你的才华了。欢迎光临。沙漠一族吗？这枚宝珠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水象精气，可助女性修饰长保青春。哼，没点实际用处的破烂。看来只有有利于战斗的东西，在你眼里才是有用的。还需要逛逛吗？不必了。师傅，师傅，师傅，弟子觉得这东西很怪，看着它，我既觉得亲切，又觉得反感，感觉非常诡异，所以擅自做主买了下来。
只是价钱比较贵。不贵，看见什么喜欢的尽管买，一切有为师付账的。原来如此，难怪朱毅会觉得既亲切又反感。这制成香囊的布料，竟是昔日大雷音寺中大能高僧身着的袈裟残片，难怪蕴含着几分无量光如来经的力量意境。这无量光如来经刚好属于光明之道，刚好可以补全这小子的道法。而且这玩意儿才是重头戏。这草籽是西河草的草籽，而这西河草是唯一可以作为太阳真火燃料的灵草。有了大量的西河草，就可以将我那颗太阳真火种子培育成真正的太阳真火。虽然这草籽已经枯萎失去生命力，但有天机娃娃在，应该可以成功使之复苏。回山后立刻试验一下，不信邪确实不行啊，当真是朱毅认证，必属精品呐！师傅，嘿嘿。不错，你们收获都不小啊！嘿嘿，给我一个，我也想要。不愧都是8的福源，不过都不是什么立刻就能用上的东西，先放再说吧。找到了，给本座联系卖家，这件宝物本座要了。这位客人，在下会立刻帮你传线，但镜花真君行踪飘忽不定，他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到，在下实在不敢保证，还请您见谅。镜花真君，照人族修真界约定俗成的规矩，金丹期可称真人，元婴期则称真君或老祖。看来是个元婴期修士了。这天华九星莲炮便是镜花真君苗世豪苗真君留在本店寄卖的。听起来怎么这么怪异呢？一个挺豪迈爷们儿的名字，偏偏尊号叫镜花，只感觉就像看着莽大汉玩绣花针一样。这股力量一强，是元婴期境界。哟，我感觉到有人用法力探查我那天华九星莲蓬的画卷了，于是便赶过来看看是谁看上了我那件宝贝。这人从哪里蹦出来的？苗真君，您来了，便是这位先生看中了您的天华九星莲蓬，我正准备设法通知您呢。不是吧？这就是那镜花真君苗世豪。看着还算顺眼。来吧，咱们谈谈。先说好，想要天华九星莲蓬，需要拿我指定的东西来换，否则一律免谈。那么，来我的净室吧，咱们详细的、慢慢的谈。跟我来。怎么了？不，没事，真君前面带路。怎么了，师傅？臭小子，师傅为了你真是付出了太多呀！没心没肺，师傅我为你操心那9个灵鼎，现在都陷入危机了。师傅为什么打我呀？手有点痒而已。快跟上来，要看不见苗真君了。拜托，这是美女专属的动作好不好？我承认你也很美，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好不好？世豪哥，我想要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哟。道友要找什么东西？世豪哥我呀，想要天地间6大真水之一，不知阁下有吗？不巧得很，本座手头还真有黄泉真水，你可满意？黄泉真水啊，确实是天地间6大真水之一呢。可惜，不行。道友这是在消遣本座。别恼别恼，是我刚才没把话说完整。我确实想要6大真水，但我只要天一真水，或者太阴真水。血河真水太脏，玄冥真水太寒，混元真水太重，黄泉真水太干。这些都不是我的心头好，我喜欢清灵，
温暖的东西。你这厮这么挑剔，养鱼啊，太阴真水不好说，但就本座所知，天一真水的泉眼就在太虚观的山门。别在我面前提太虚观这3个字，恶心，反胃。若是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要做的头件事就是踹了太虚观的山门。要是豪哥我去找太虚观求天一真水，别说这辈子了，下辈子也休想。天一真水被那群爱在衣服上绣白云的糙货据为己有，太阴真水又始终没有下落消息。若非如此，我也不会这么愁啊。这家伙和太虚观有仇啊？要不是这么难找，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将心爱的天华9星莲蓬挂牌出售，还一挂3年，始终一无所获？道友心乱了，这可不是谈事该有的态度。怎么，你该不会除了黄泉真水外，还真有天一真水或者太阴真水吧？我看不透你的修为深浅，你该不会是太虚观的吧？你身后4人是你同门或者弟子，看他们的法力波动，倒不像是修习太虚观道法的。只是不知道这一点天一真水是否够道友使用，多的话，本座可是再也没有了。还真是天一真水，1小瓶就足够了。不过阁下这天一真水是如何得来的？我没别的意思，只想知道你与太虚观是敌是友。哼，告诉你也无妨。有个太虚观的晚辈在本座面前放肆，本座便灭了他。这天一真水便是得自此人身上。哦，那人可是名叫陈刚？这本座就不知道了，本座出手前没有问人名字的习惯。阁下莫要误会，几个月前，太虚观一个名叫陈刚的入世行走弟子突然断了音讯。虽然太虚观把消息捂得很严，但却瞒不过我。当时我还在想，除了天荒广陆的妖族、蜀山剑宗和大周皇朝之外，是谁还敢杀太虚观的人？却没想到是阁下。杀得好啊！这就是天华9星莲蓬。就为阁下杀了陈刚的糙货，这天华9星莲蓬，我便送与阁下了。道友这是何意？莫非不想要天一真水了？你这人，真水我当然是要的，不过我会拿别的东西跟你交换。如果你想要符钱的话，也仅可以开个价。大师兄，符钱是什么？符钱是修士撰写的符箓，是此地修真者们公认的流通货币。根据威力分为8个等级，从最低到最高分别是气符、海符、台符、鼎符、黄符、地符，还有朱符和元符。每个等级之间汇率为10，即1海符等于10气符，1台符等于10海符，等于100气符。以此类推，唯一例外是元符，因为威力大，数量又极为稀少，所以1元符等于100朱符。了解了，谢谢真君解惑。真是有礼貌的小家伙。世豪哥我这些年也算是有些积蓄，只要开价别太离谱，我都可以满足。道友对于太虚观似乎极为了解。那群糙货啊，世豪哥我不说了若指掌，但也差不多了。阁下莫非……并非你想的那样，本座只是好奇。啊，罢了罢了，我把消息渠道给你，换取天一真水，如何？接着。你这人倒是信得过我。道友是爽快人，本座却也不小气。我越来越喜欢你这人了。这样吧，瀚海法会正式召开时，我做担保，带你入场吧。拍卖会倒是个机遇，说不定之前小不点买的东西还能派上用场。为师在这里和苗道友聊聊，
你们自己出去转转吧，注意安全。嘿，师傅您就放心吧。前辈，无妨，他们身上有本座的法力印记，万一真有危险，本座也能随时赶到援救。他们是你的弟子，都很不凡呢。几个不成器的小子，让道友见笑了。世豪哥我呀，可不会恭维别人。阁下这几名弟子，比我昔年筑基期都强。他们日后结丹结阴，想来都应该是同修为境界中的佼佼者。道友过奖了。话说回来，这瀚海法会就只是用于交易宝物的吗？瀚海法会不仅仅是交易宝物，法会正式开始后，会有许多道法和法术流传出来。不过，法会中大家私下交流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残篇，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天茂阁官方举办的拍卖会上才有。那参加拍卖会需要什么条件？最低金丹期修为，并且还要有一位担保人，而且受邀之人最多带2位同伴。哦，如此说来，确实需要道友为本座做个担保。哎，小事一桩而已。明明刚才还在这儿，说是去哪儿了？阵法？难道刚才那只小猫咪跑进阵法了？这下糟了，小猫咪有危险！这个阵法是攻击型阵法。这种感觉，小不点他钻到别人布置好的法阵里去了。本座一个弟子似乎惹了点小麻烦，本座去看一看。阁下那几位弟子我也很喜欢呀，便想看看他们能给我什么惊喜。我跟去，阁下不会介意吧？道友是一定要看本座的笑话呀。看你这话说的，我哪舍得呀？这里1步，2步，那边3步，那也算不出来，不算了。这法阵中的剑意，沟通9天清明，天地一体，应该是通天剑宗的剑道。动脑太麻烦了，还是动手好。难怪那么容易冲阵，原来这布阵之人不在阵中啊。嘿嘿，金丹期修饰不成的法阵好强啊！不过还是我更厉害。嘿嘿，出阵喽！这似乎是一个密室。这是什么？9阶通天草，这东西可不常见啊！只在通天剑宗的山门福地通天山才有的灵草。哦，是那通天剑宗秘制灵药通天丹最重要的一味主药啊。哦，看着挺好吃的，带回去给师傅吧。拿回去吧。前辈，天昊他就这么抢了？开膛！哎呦，笑死我了！这小子有意思啊，我喜欢，合适豪哥的胃口。让道友见笑了。9阶通天草被我移植到了密室中，还需要些时日才能彻底成熟。4位前辈，还请在蜗居暂住几日。不必多礼，法会结束，这灵草也该彻底长成了。傅说道友，辛苦你了。我要投身蜀山，总不能一点准备也没有，空手上山。只是到时还请白真长老为我美言几句。通天剑宗这些年来实力飞涨，行事越发放肆，竟试图挑衅本门剑道第一圣地的地位，是时候给他们一点教训了。没了9阶通天草和通天丹的优势，通天剑宗便翻不起什么大风了。你大可以放心，只要有灵草，我自会在老祖面前美言。那就有劳长老了。4位长老请，我现在带你们。傅说道友，怎么了？没事，我们现在就去看通天草吧。我的住处里除了通天草，还有别的符箓、灵药等一应宝物，长老们要看看吗？赶紧带我们去看灵草吧。看来是宅院的主人回来了。
没了，灵草真的没了。副说道友，这是怎么回事？灵草呢？有个天杀的混蛋趁我离开时，将灵草连根挖走了。不要让我逮到你！土壤中的灵气还未散尽，那盗药之人一定没有走远，追，还有机会追回来。傅说已经自绝于通天剑宗，若是再敢戏耍蜀山，那天下之大，没人能保住他了。看来真是被人钻了空子，偷走灵药。九阶通天草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把灵药找回来。走。这灵草一共8节，我要不要先吃掉1节呢？不能吃，回去给师傅吃。吃吧，你还在长身体呢。小杂种，把灵药放下！别！可恶，怎么跑得这么快？杂种，必然用这招通天剑盾！休想跑！灵草就是种来吃的，你也太小气了吧！蛮不讲理的人就该受到教训。到底谁蛮不讲理呀？傅说怎么成这样了？是那小娃娃干的。娃娃，可是你偷了9阶通天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人上来就攻击我，我就给了他点教训。好个奸猾的小子！看来要先让你吃点苦头了。攻击碎灭妖骨！剑呢？怎么消失了？拦住！少则剑气，杀伤力不够吗？估计通天剑宗已经发现9阶通天草被盗走了。我们一起出手布下剑阵，速速解决。那就连他们一起废了。布阵，少则剑气，少伤剑气，太阴剑气，少阳剑气。大老虎，还请助我一臂之力。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修为，只要你交出9阶通天草，让你拜入我蜀山门下学道，你可愿意？得了吧，有什么招数放马过来！我玄门天宗弟子从没怕过。这好歹的小子，人神共愤。玄门天宗也配在我面前提？谁知道是哪个犄角旮旯里不入流的小门派？我蜀山剑阵，你是何人？本座玄门之主林峰，今后本座与玄门天宗的名字，一定比蜀山剑宗更加让你印象深刻。阁下未免太过大言不惭了，便是太虚观，也没胆子在我蜀山面前夸次海口。有人来了。玄冥诀，余家果然在。六叔祖，就是这2人，在我报了余家名号后，仍不停手，反而打得更狠了。红蓝宗也算我余家下属，敢惹我余家，你们便要付出代价。送上门来了，正好可以拿你试试元婴期修士的成色。当着我的面动我的朋友，哪有那么简单？得了你的天一真水，我还没点回报呢，这一阵便由我替你接下来了。复制不对，是映射，或者说是反射才对。回光镜，镜花真君，苗世豪，苗世豪，老夫敬你一身修为得来不易，现在你转身离开，老夫便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否则你也不过一元婴初期的修为，当真以为能承受我余家的怒火吗？别到时候落个身死道消的下场。啊，好可怕，真是吓死我了。你倒是上啊。好，既然如此，老夫现在就送你去轮回。诸位，停手！
又来一位。此事事关通天剑宗立派根本，还请几位先收手，让我先处理了家事。哼，踏天真君杨同辉，来的倒是及时。师尊，九阶通天草呢？师尊，我……令高祖倒了灵药出来，准备献给蜀山剑宗。本座弟子偶然得知，便将灵药劫了出来。如今正是物归原主的时候，拿出来吧。好的，师傅。早知道就先给一劫再说了。感谢这位道友，不知道友怎么称呼？本座玄门之主，林峰。稍晚一些，再与林道友见礼。踏天真君还请明察，我们也是刚刚得知此事。你我两家皆是九天剑盟一员，我蜀山又怎么可能容留盟友叛门而出的弟子呢？那便最好。此事权且忍下，待我禀告老祖，定要讨回公道。我们走。想走？欺负了本座弟子，你们这就想走？你还想留下我们不成？我蜀山千万剑修，一人一剑你都要变成残渣。哦，是吗？我倒想看看你们如何将我砍成渣。好大的胆子！出手！有点意思，让你们好好玩玩。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鬼地方？自成天地，生化万物，此人究竟是何人？竟然可以施展如此神通！玄门之主林峰，看来是一个散修大能，之前一直隐世不出，最近静极思动，准备开山立派，留下香火传承。看来诸天小世界要等我晋升金丹中后期才能创造完善，届时元神之下都无法逃脱这门法术，全都任我拿捏。怎么回事？我的法力被压制到筑基境界。是你！本座自己出手对付你们，有些以大欺小，那便让你以筑基期和我这弟子斗一场，看是你蜀山剑宗犀利，还是我玄门道法奥妙。你竟敢如此辱我蜀山！海冬花，你的注意力放在哪儿呢？不好，这小子有一头金丹巅峰的妖虎精魄，你让我怎么打呀？放心，我不会动用琥珀金蝶的。你要是还是害怕，我可以让你先出手。同等修为又如何？我蜀山乃天下第一剑道圣地，老夫半生练剑，远远胜过你的旁门左道。急！看我的！看我的！有没有搞错？筑基中期居然能制造危及金丹修士的攻击，这也太欺负人了！怎么可能？少商剑气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少商剑气作为蜀山招牌神通六脉剑气之一，以刚猛霸道著称。哪怕是我在同境界遇到此神通，也不得不暂避锋芒。作为那小子的师傅，他该有多强啊！要不是你小子，我们怎么会惹上对方？误会一场，我等就不打扰了。请便。很好，等到了拍卖会，又多了一个演员。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哭着喊着也要上我这出大戏的。他差不多也该开口了。林宗主，他们不知轻重冒犯了令高族，理当受到惩罚。不过，我想他们也应该受到教训了，还望手下留情。这7枚通天丹，全当是给令徒压惊之物。就知道你会出来做这个好人，正等着你呢。便是你不开口，我也还舍不得这些好演员呢。也罢。便给道友这个面子，只是这蜀山如此纵容门下弟子，有失九天剑盟盟主的身份。若非我不是你的对手，冲你这句话，我就要杀了你。枝叶繁茂，难免有枯枝败叶存在。我相信他们蜀山自己的前辈，也容不得有人横行无忌，破坏其门风的。既然此事已了结，本座便告辞了。林宗主也是来这里参加瀚海法会？没错。3日后天茂阁举办的拍卖会，林宗主也会参加。相信经过今天之事，蜀山和余家肯定对我有所不满，应该会在拍卖会上为难我。我何不让杨同辉做我的引荐人，分身随藐视侯进去？
本座是第一次参加，不知道参加拍卖会可有什么要求限制？最低金丹期修为，自身最少要有1件宝物参加拍卖，同时有一个之前参加过法会的人做担保，满足这3个条件便可以接到邀请。啊，需要介绍人啊，这可就难办了。踏天真君不用看我之前已经答应另一位朋友做介绍人了。既然如此，若是林宗主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今日之事，他也算帮了我个大忙，索性就帮他一把。道友肯出手相助，是帮了本座大忙，本座又怎么可能嫌弃呢？如此，本座先谢过道友，咱们拍卖会再见。好。客官，里边请。让踏天真君做你的介绍人，是要搞什么名堂？我……等等，不要说，说穿了就没意思了。让我自己想，跟着你真是没跟错，太有意思了。对了，明日拍卖会，你顺便带我那2个徒儿去见见世面吧。方才我已经传讯给他们，让他们来此会合了。小事一桩。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好，林宗主也早点休息哦。师傅，那9节通天草好可惜啊！傻小子，那就当是预先投资了，咱们日后能赚回来更大的。更何况，亏不了你小子，这玩意儿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师傅，我的灵台……灵台出问题了，我用神识帮你查看一下。天昊的第6座灵台正在快速浇筑，天昊，集中精神，不要分心。不对，还在变化。这个形状正好是天华9仙莲王上9颗莲子的排列方式。灵台筑起，要凝练丹鼎了，一次凝练9个丹鼎，让为师助你。至尊丹鼎成了。师傅，我到筑基后期了。不错不错。天昊，你刚突破，现在先回去巩固修炼。是。去问一下吞吞，我得到的太阳种子是不是真的？太阳火种你还想要不？啊，你这人太坏了。那太阳真火你还想不想要呢？再坏也比你强。你肯给我了吗？当然了，不仅仅是太阳真火，我还有办法帮你重塑肉身，恢复实力呢。你想干什么？哎呀，没什么，我从来没有说过不给你太阳真火吧？你是没说过，但你是一声不吭就跑了。我之前那颗太阳真火种子，火力提升有限，给你也发挥不了多少。现在我找到增强火力的方法了，等我培育出真正的太阳真火，就可以分给你一些。你有西河草？这东西在天花广路都近乎绝迹了。你看看。还真是西河草的种子。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啦？我一直都对你很好的呀。看看这是什么？更进虎族的肉身残骸。等我将这半截妖王级的残骸吞噬，我就可以重塑肉身，达到阳闪巅峰了。喜欢不？喜欢，喜欢。喜欢就好。你逗我玩呢？东西会给你，不过不是现在，再等等，到时候我会把这死老虎和太阳真火都给你的。可恶，又耍我！史上第一祖师爷。林宗主可已经准备好了，有劳道友了。既然人齐了，那我们便出发吧。师傅，等等我！几天不见，就是筑基后期，莫非之前早就达到瓶颈期，借助那一战突破了？竟然将天茂阁的拍卖场隐于虚空，好大的手笔！林宗主慧眼如炬，天茂阁其实是一处小洞天，平时隐于虚空，只有举办瀚海法会时才会对外开放。宋先生，好久不见了。杨真君，别来无恙啊！林宗主，这位是天茂阁3大主管之一的宋福宋先生。哦，可是玄门林宗主当面。宋先生，本座叨扰了。哪里哪里，两位里面请。有劳。看来应该是折如蜀山派的事情传出去了，无法窥探，是被法力遮蔽住了吗？
看来在这里竞拍，身份似乎不会暴露。见过踏天真君和林宗主，二位的席位已经准备妥当，走吧，二位随我来。环境粗陋，还请林宗主见谅。无妨，本座来此是为了领教瀚海法会的盛况。林宗主，咱们先落座。离正式拍卖会还有段时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进神识空间交流或交易，你可以去看看。神识空间？当许多人的神念聚合一起，便会化作一个神识空间，而且因为神识的缘故，样貌无法被发现，安全性也高。多谢。果真有无数道神念在交流，那我便随便挑个人多的地方看看。那里怎么会有尊佛像？我得去看看。这是无量光如来。这是昔年大雷音寺中流传出来的佛像，可惜老夫与佛无缘，无法参悟其中奥妙。今日拿出来也不用竞价，就作价80个黄符钱，有看上的便拿走。这佛像确实具有纯正的香火佛性，可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应该不会留有神通道法。这佛像就仅有一点佛性，佛法佛力都没，80个黄符，蒙谁呢？80个黄符不还价，若没人要，老夫继续自己收着便是。80个黄符，按理算便宜了，可我刚刚剑派，囊中羞涩呀。这佛像让我如此心绪不宁，要不出手买下它？没有人想要吗？那我便收起。等等，东西是你的了。为什么我总感觉错过了什么？罢了，还是先联系一下战神分身，算算时间，他们应该也快到了，可以让他们留意一下。留意一下，有没有人离开拍卖会？稍微等一等。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现在还不好说能有什么收获，等等看。苗真君怎么还不进去？我在等一位好友，他刚刚传讯说让我等一下他。应该就是他。既然东西拿到了，这个就没用了。师傅，这块岩石中间这个空洞似乎有些古怪。这些纹路看着有些古怪，恐怕真有些蹊跷。我们先去参加拍卖会再说。小易那10的复原不是吹的，出门捡到一颗石头，那石头都必然大有文章。诸位，今天是我天茂阁1年1度最为盛大的拍卖大会，感谢诸位道友前来捧场。赤铜碧海蛟，这是一头达到妖帅巅峰的赤铜碧海蛟，而这妖丹极难获取，其中水系灵气浓郁纯粹，最重要的是品相完整。底价80币符，每次提价要2枚币符。我出90枚，我出92枚。接下来要拍卖的是一件金丹期法器，此塔名为赤眼雷皇塔，蕴含大量的赤眼雷火。众所周知，赤眼雷火是天地间除7大真火以外最强的几种灵火之一，不可多得呀。底价50朱符，每次加价最少1朱符。51朱符，60朱符。我出75张朱符。这小子不按套路来，直接把价格提到那么高。那林峰生怕我们跟他抬价，和杨同辉一起进场来掩人耳目。其实苗世豪身旁的那个席位，应该也是他或者他弟子的。这个席位才是他真正用来参与竞价的。给他个教训，让他知道他那没什么底蕴的3流小宗门，在我蜀山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1张紫符。哇，蜀山还真是有钱呐，上来就提到这么高的价格。师傅，随你的心意来。110张朱符，150张朱符。想跟我蜀山拼财力，小子你还差得远呢。哟，蜀山这是要跟那玄门之主斗财力啊？那可不嘛，谁让那玄门之主打了蜀山的脸面？就为了跟人斗气便付出大量财力，这不太合适吧？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无需担心，这赤眼雷皇塔我们确实需要。四师叔祖最近修炼一门自创的雷火飞剑之术陷入瓶颈，
正好需要一种高品质的灵火辅助。这赤焰雷火正合4师叔组的心意。那就好。林峰，你可是相当钟爱这赤焰雷皇塔，若不是的话，别跟蜀山剑宗硬拼。便是我支援你，财力上也不一定是对手。接下来应该还有更好的东西。这赤焰雷皇塔，你估计最高能叫到多少价格？不超过5张子符，再高就纯属斗气了。燕儿，继续。是。2张子符。该死，居然还敢跟我们竞价！继续出价，砸也砸死他们。3张子符。那我宣布，这小塔属于。再卖50张朱符。这2家怕是斗出火气了吧？我们还出价吗？直接拍死他。是，5张子符。还有没有人要报价的？师傅，你说我要是叫价501张朱符，蜀山那边会是什么反应？小赚一笔已经可以了。恭喜蜀山的道友以5张子符的价格拍下赤焰雷皇塔。接下来啊，要拍卖的是一枚传功玉简。仅仅从这玉简流露的气息，便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大地之感，这殊不简单。这枚玉简内记载着一部土系道法宝典，名为《设计书》，虽有残缺，但品级极高，底价30朱符，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朱符。怎么这么多神念交流？难道这书有什么来历不成？我去看一下。设计书，全名应该是《乾坤设计书》，记载了大地真意，是土系顶级道法，更在大雷音寺的地藏经之上，可惜是残卷。1张子符，乾坤设计书，这书我得拿下来。既然他亲自开口报价，那就说明这本道法应该对他有用，咱们不能便宜了他。是这个道理。2张子符，210朱符。哼，果然还是在狙击我，那就别怪我接下来不客气了。240朱符。哇，还有人加入？是谁有这么大的财力啊？刚刚开口的方向是于氏家族的席位。让你嚣张，今天我就要给你个教训。260朱符。570枚朱符。哼，不让你出点血，我可过意不去。6张子符。6张子符第1次，6张子符第2次，6张子符第3次，成交！恭喜这位道友以6张子符价格拍下这部传功玉简。老夫和蜀山剑宗一起哄抬围剿你，你今天别想好过了。云宗主稍后若有看上的东西，我通天剑宗可以借贷你一些符钱。暂时不需要。前辈，6张子符买这么一部道法，未免……无妨，反正不用本座出钱。接下来是本次拍卖的压轴之物——金虎分身。自我意识完全被抹除，任何人都可以将之祭炼后化为自己的身外化身。天元世界拥有身外化身，等于多了一个本体，多了一次夺舍重生的机会。天哪，这种无上的宝物竟然都有人祭拍！身外化身，我找了那么多年，竟然在这儿遇到了。在场诸位道友都是识货的人，我就不多废话了。底价10张子符。11张子符，15张子符。我出20张子符，25张子符。此物我蜀山志在必得。我出30张子符。30？那可是一个元婴修士的全部家当。天哪，于家真是疯了！可恶啊，被于家摆了一道。30张子符，于万芳这个小瘪三要不命了。再加下去，要超过我们的预算了。无需顾虑，买下。空手座，蜀山看上的东西，谁也带不走。谨遵空座手号令。尽管报价就是40张子符。蜀山可真是有钱呐！对呀，这家家跟闹着玩一样。40张子符，还有加价？眼看就到手了，去拿东西吧。本座出60张子符。那里便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玄门天宗？回空手座的话，是的。
孔真君是要在这里动手吗？那便给你这个面子，继续报价，我就不信了。65张子符，70张子符。宋福，我要求检查此人的竞拍资格，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蜀山这是拼价格拼不过人家了，想要以势压人了吗？这玄门之主的名号，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不是真有那么丰厚的家底啊？谁知道呢？现在就看天茂阁如何处理了。这位林宗主的资金充足，我天茂阁可以证明。蜀山的道友可是不够钱，不够可以找我来借，利息低得很。真想一剑杀了你！100张子符。孔首座，100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你的行使范围了？闭嘴！玄门之主，轮到你出价了。蜀山的道友，你赢了。哼，和我斗，那这分身就归蜀山所有了。总算结束了。等我把这具分身祭炼提升到元婴期。我怎么看这分身像庚金虎妖一族的？庚金虎妖？听说这庚金虎妖的王者前些日子在长春峰被一个叫林峰的人给斩杀了。林峰好像是那玄门之主的名字，该不会是他将这金虎分身拿来拍卖的？林峰！林宗主好手段啊！让宋先生见笑了。这是先生此次拍卖所得，扣去拍卖费用以及本阁佣金，共90张子符。90张？难不成那赤焰雷皇塔也是你卖的？是。你这人可真是让人惊喜意外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事后哥用这种奇奇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恭喜宿主声望达到85。我只要稍微放出口风，很快就可以完成收徒的主线任务。到时候等小燕子他们都晋升金丹后，便来沙洲收徒。宋先生，或许本座很快就有再与你们合作的机会，到时还要麻烦你了。求之不得。杨兄，他日有空可来我昆仑山做客。一定一定。苗道友，本座是要带弟子返回山门，你这是？当然是跟你们一起回山啊。你该不会是想……总算你还不太笨啊！不知你宗门里缺不缺长老护法？恭喜宿主触发宗门护法支线任务，是否收纳散修苗世豪成为宗门护法？你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跟着你会很有趣。若是收了苗世豪，可以增强宗门的实力，以后弟子外出历练的时候也能多一个人保护。就是那性子让人受不了。加入宗门后，不能再有这副轻浮模样。日后你若是想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见过宗主。宗主，我似乎办不到啊，你要不要换个要求？天哪！散修苗世豪正式成为宿主宗门护法，宿主完成宗门护法支线任务，奖励抽奖机会1次。罢了罢了，一起走吧。该死，晚了一步。哼，我是要杀了你。是谁？给本座出来！居然是你们2位，能让青矮老祖亲自到来，你那徒孙还真受你看重。李兄真君说笑了，老夫来此只为探究那玄门之主的来历。要是我流光剑宗的弟子成为他人的女婢，那丢人可就丢大发了。飞火，你可是因为乌州城的事而来？这里吃了那么大的亏，我自然得替他找回。还请天茂阁将那林峰的情况示下，我蜀山必有重谢。孔真君，莫怪老朽多言，还是化干戈为玉帛吧。我怎么会怪罪阁下？只是我观那林峰的言行所谋非小，恐怕
会扰乱神州的局面。生意永远只是生意，谭老，私下交情同样是为生意服务。这玄门之主神秘莫测，去向成谜。老朽能告诉孔真君的消息，也只是他的门人在沙洲城中与人交易时，曾出示过产自昆仑山脉的一些灵石。已经足够了。我蜀山曾有一金丹期弟子刘洋与之交恶，后来在昆仑山中失踪，看来也与此人有关。昆仑山茫茫千万里，没个具体目标，这要如何寻找？先去找找当地的地头蛇。封神宗嘛。走了。此行一定要找出林峰那小子的踪迹。这才是人该住的地方啊！你这话放出去，可是会得罪不少人。恭迎师祖回山。这都是你教他们的？闲来无事，便教导他们一些礼仪，可以担负迎宾的工作。好家伙，你金丹期的法力比我还要雄浑，莫非你练的是混元真水，让道友见笑了？这位是镜花真君苗世豪，即将成为我们宗门的护法长老。这位是康南华，也是我们宗门的护法长老。哎呀，这名字，这风姿，不错啊。好了，你自己去找个凉快的洞歇着去吧。哼，走了。总觉得他这个人并非表面那般轻浮。但愿吧。小林子的情况如何？3日前，他便进入洞天闭关，打算一举铸就道迹。希望小林子一帆风顺。对了，一儿，这无量光如来经，你须得细心体会其中玄妙。谢谢师父。你们几个也不能偷懒，除小燕子外，都给我修炼去。是。师父，我们要去哪儿？随我去药田。上次给你留的考题，想出答案了吗？啊，想明白了。这药田什么都好，就是还缺饱含灵气的水。周天子气化生流水，虽然也富含灵气，但总感觉差了点意思。等日后找到更好的水源，再来替换。现在还是先将西河草籽种下再说。西河草有了，接着是培育出真正的太阳真火了。先割一部分试试效果。希望这西河草真的能够培育出真正的太阳真火。啊，真的有效！我得趁这个机会，从太阳真火中领悟其道法真谛，争取彻底控制太阳真火。封神宗的神峰山果然名不虚传。张大先生过奖了。飓风真君过谦。不知张某是否有幸能见到贵宗宗主？实在不巧得很，掌门师兄眼下正在闭关，恐怕无法接见张大先生。贵宗宗主闭关，岂不是叫那玄门林峰有机可乘？只要他不越界，怎么折腾都行。否则，便是宗主闭关，我也会教教他规矩。当日老夫一时没有察觉，竟让杀害我侄孙的贼子逃脱。我已将消息传回家中，我五哥近日便会抵达，找那林峰讨回公道。可是于千山道友，那被杀之人，正是我五哥的亲孙儿。想不到这小崽子还活着，这次必要斩草除根。我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此料。此人不仅拐走侯府的一个公子，还杀了我侯府管事。岂有此理！世上竟有如此恶人！我封神宗忝为昆仑山修真领袖，愿意同诸位一同铲除此等祸害。此前曾有人与那林峰有过交集，我已吩咐门下弟子把人带来神峰山，想来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太阳真火果然玄妙，蕴含生与灭两种力量意境，既可灭绝阴邪，又可孕育万物。在太阳真火法之外，再开一门控制太阳真火的道法，可名之曰大日天皇道典。成了，
金乌大王的禁制终于破除了，太阳真火总算为我所用了。小燕子，这是大日天皇道法，你细心体悟。师傅，可以了。小燕子，接好了，你结丹成败，全在此一举。以我为主，以火为辅。如若让真火反客为主，那就是走上错路。以小燕子的悟性，只需大致指明方向，她便能走上正确道路。小林子出关了。小林子，为师曾说过，等你筑基后，送你个礼物作为庆贺。师傅，这东西是？此乃2级元磁圈，可化作结界，抵御外敌，攻防一体，妙用无穷。谢谢师傅赏赐，日后对敌，我便不用担心与敌人近身缠斗了。小林子体内的法力怎么有些古怪？居然领悟出生灭两仪之力，将来的成就必定比小不点等人还要高。凌云峰怎么会有太阴真水的气息？还有封神宗修士施法的痕迹？小林子，做下准备吧，待会儿去实战，熟悉你新得的2级元磁圈。是，师傅。跑！站住！哎，往哪跑？既然逃不了，我就跟你们拼了！这是太阴真水，9天无相罡风。自讨苦吃，你可真是给了我极大的惊喜。本来只想问你那玄门之主的消息，没想到你居然身怀太阴真水。休想从我口中知道任何消息！不知好歹！给我起！冥顽不灵！就算有太阴真水，也保不住。太阴真水保不住他，本座可以。什么人？你们是谁？为什么会有我封神宗的飞莲兽？你抓杨青，不就是想为了知道我的消息？现在我就在你面前，说说吧，你们封神宗想干什么？我得赶紧禀报长老，玄门天宗的下落，回头再跟他们算账。不好，他们是想把我困住。给我开！怎么可能？就拿你们来试验我的新招式。小小的筑基期，居然敢口出狂言！你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惊人的法术？眼下那凌风尚未出手，似乎是想拿我给他徒弟喂招，得趁此机会将那小子擒下，换条生路。果然，这招面对金丹期修士是不行的。我过来！顶尖的金丹期法器，给我破！怎么样，臭小子？徒弟已经如此凶残，师傅又将是怎样可怕的人物？金丹修士果然不是那么好杀的。若是我立即灵台，胜算应该会大一些。但眼下这种情况，除非我冒些险才能办到。这是要拼命！哼，这小子还真是傻，直接将自己暴露出来，待会儿我就可以离开了。怎么还能施展这样的法术？我的法器！我要你碎了！眼下，我直接和这小子生死相搏，那玄门之主定会出手。我得赶紧离开。无胆匪类！小林子在实战方面还是很不错的，能够考虑影响胜负的多方面因素。我跟你拼了！这么快就把对手逼得生死相搏了？来得正好。什么？我可真是聪明，假意生死搏斗，分散那玄门之主的注意，得到机会逃走。怎么回事？这周遭的紫气开始凝结实体。想逃得问过我才行。史上师傅，徒儿一时疏忽，险些让对方逃走。无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即可。小林子，扶他启程回玉京山。是。
那我便以灵气滋润。此番多谢林前辈搭救，晚辈偶有所感，想请前辈替我护法。破而后立，此刻正是你的造化，切记把握机会。这太阴真水与太阳真火似乎有些关联，我可以借助大日天皇道典对太阴真水进行了解。自太阴真水感悟出的道法，此法可称太阴真解。这是要筑起高台，也罢，我便助你一臂之力。比红焰立灵台还要轻松，它是什么天赋？根骨指数9，悟性指数9，心智指数5，福缘指数8。目标天赋极高，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必为宗门栋梁。怎么回事？我居然可以看到杨青的天赋？难道杨青的师门出问题了？杨青师门的问题，只能等他醒来问他了。前辈连番相助，晚辈感激不尽。客气了。你为何会惹上封神宗的人？晚辈从火压妖帅手中逃脱后，便返回师门禀告，谁料消息走漏，引来封神宗的人。是本座连累了你。难道你的师门就任由封神宗的人擒拿你？云水洞已经毁了。可是那封神宗干的？并非如此，我的师门是被一道青色火焰给毁了。青色火焰，莫非是地藏真皇？我正在收敛同门骸骨，封神宗便上门来捕拿我，想知道前辈的消息。我一路逃出来，有些同门的尸骨甚至都还没有收敛入葬。唉，真是可怜人。我得让苗师好过来，让他护送杨青返回云水洞安葬同门。宗主，这就是你说的那小子啊？不错，劳烦你陪他走一趟。无妨，不过宗主，有件事你得知道，封神宗的掌门是元神修士，常年闭关，一旦出事，必定破关而出。我明白。这位是镜花长老，他会带你走一趟云水洞，安葬同门。多谢两位前辈。真是个重情义的好男儿。走吧，世豪哥送你一趟。是。恭喜宿主亲传弟子石天浩晋级金丹期，恭喜宿主亲传弟子朱毅晋级金丹期，恭喜宿主亲传弟子萧燕晋级金丹期。徒儿拜见师傅。起来吧。师傅，我是第一个结丹的，之前说的奖励是什么啊？你这家伙，不急，让为师先看一下你们的金丹。很好，在子丹基础上，金丹有异象，这是更胜子丹一筹的表现。小易对于光与暗的道理和意境，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了。好小子，不愧是九鼎合一，果然不同凡响，居然能够自主将体内的杂质排出。这青铜虚空鼎便是奖励。好哎！自己抽时间炼化了它，细心揣摩其中力量意境。嘿嘿，知道了，师傅。臭小子，故意气我们！好久没有抬你额头了，今天是你自找的。两位师兄，我不敢了。这两个小家伙，都成金丹了，还是这么不定性。由于宿主半数亲传弟子成功结丹，特给予宿主系统奖励：破魔珠灵、古壁玉甲、玄鸟玉雕。当前道法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阴风劫终于来了。金丹后期成了。林宗主，本座请宋先生传个消息，本座的玄门天宗将于半年后在沙洲城广开山门，
招纳门徒。这个消息扩散的费用，本座会照单全付。林宗主，离凶真君、飞火老祖、青霭老祖这3位元婴修士，正在寻找你山门所在地。这时候扩散无妨，能有同道前来观礼，我玄门上下蓬荜生辉。既然这样，这桩生意我天茂阁接下了，定不会让林宗主失望。有劳。被3位元婴修士盯上，得赶紧提升实力了。这2者蕴含的能量相似，或许炼制乾坤镜的主人是某位修炼乾坤设计书的大能，境界刚刚突破，那只能从法术上着手了。我且尝试看看。虽然身处虚空，却仿佛与大地相连。乾坤设计书果然不凡。请宿主选择基础参考道法，创建《天道德经》第2篇章四象篇。只有重定地水火风4种元素，世界的运行才会回归正轨。那我便以风神无相诀代替风，大日天皇道典代替火，太阴真经代替水，乾坤设计书代替地。基础参考道法的种类数量符合要求，现在开始融合。道法融合开始，道法融合成功，开始创建《天道德经》第2章四象篇。《天道德经》第2章四象开天书创建成功。混沌破碎，这是地水风火线，重定地水风火，开辟天地。清浊分离，这是要开始形成世界。清气上升，化作天空，继而演化星辰日月，浊气下沉，凝实成大地，继而演化山川河流，开天辟地，造就世界。这便是四象开天书的真意吗？这个气息神，康南华这是要突破元婴？这就是康南华的元婴。修真本就逆天而行，与天争命，只有始终保持自我独立，才有可能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天地注视，我也快要渡雷劫了吗？杨青他们回来了，那正好，明日开个会。本门将于今年5月初8，在沙洲城广开山门招贤纳徒。从即日起，你们便随本座一同前往沙洲。这元婴符箓你们收下吧，此符箓相当于元婴初期修士一击的力量，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的底牌。前辈，这无妨，尽管收下。这次沙洲之行或许并不太平，多谢前辈赏赐。前辈对我如此恩重，我一定尽全力完成前辈交代我的事情。你们几个听着，这次开山纳徒，绝大多数弟子都是要入你们门下，如何使用符箓，就看你们自己了。是。本座还有些事要处理，就让这具分身随你们前往。我们走吧。小燕子，你们待会儿先去附近收徒，然后在城东的院子集合。是。徒弟们已经打发出去招收弟子，我倒落得个清闲。宗主，方才天外山宗主乌云良派来请帖，稍后会携师弟蒙超然前来拜访。既然如此，那便做下准备。哎呀，恭喜林宗主，在下略备薄礼，以示庆贺。乌宗主真是太客气了，里面请。早前听闻林宗主样貌堂堂，法力通天，今日一见，才知传闻非虚啊。乌宗主说笑了。不知林宗主对昆仑山日后趋势有何看法？无端提起此事，只怕别有所求。林宗主叨扰了。杨宗主里面请。林宗主，刚才我在路上看到封神宗的飓风真君和余万峰带人将贵宗大弟子包围了。我不找你封神宗的麻烦，你却来找上我。劳烦杨宗主带路，随我来。小燕子他们被封神宗的人包围了，我得过去一趟。你通知下义儿他们，小心防范。是。
开山大典之前，请诸位道友看出好戏啊！客随主便。诸位在此阻拦，是何用意？我乃封神宗内堂长老舒贤石，尔等可愿入我封神宗门下？哼，当着我们的面发强抢，他们都有选择的权利，难道你们还想强掳他们入你们门下？好，那就看看他们会加入哪个宗门。我封神宗立门1000万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帮小子肯定很快就要求我收他们为徒。我们是要加入玄门天宗还是封神宗？是准备磕头拜师了吗？你搞错了，我是要选择玄门天宗。我们跟柳下风一起。就这种不入流的门派，你们居然还想加入？我劝你们再好好想想。你封神宗牛得过蜀山剑宗？放肆！好大的胆子！他们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便是我玄门天宗的弟子，不许有人动他们一下！给我滚回你的昆仑山南路！上钩了！可笑！怎么可能？他只有金丹期，怎么可能做到让空间出现坍塌？我不能死，我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想走？哪有这么简单？你敢？有什么不敢？年轻人，别太嚣张了。随手一击，便破开了我的八卦绷紧。老小子，别太嚣张的是你才对。太阳真火，九天无相罡风。去，来得正好。乾坤镜，师傅来了。你是何人？敢跟我封神宗作对？师傅。阁下就是玄门之主林峰，去把他们带回城。是。居然敢无视我，把人留下！脾气太暴了。姚世豪，你真要同这个三流宗门走到黑不成？这狗屁玄门天宗还真是百无禁忌呀，什么样的东西都往里收，连男不男女不女的镜花真君都照样笑纳。可恶！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谁能保证自己看见的东西，便一定是真实？镜花真君，你的修为又更进一步了，看你模样，应该很快就要晋升元婴中期了。承蒙谬赞，我能有寸进，还要多谢我家宗主呢。本座刚才仿佛听到有人说我玄门天宗是三流宗门，不值一提。是又如何？有不服者可以站出来。我玄门天宗的弟子同境界斗法，就是无敌。金丹期修士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的威压？哼，好大的口气，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我看这玄门天宗最厉害的不是什么道法，而是说大话。那边的几个小子，听见了没有？这玄门宗主如此狂妄，你们还要拜入他们门下？赶快滚过来，别平白丢了性命！哼，堂堂元婴期修士，连我一个金丹期都拿不下，你封神宗趁早解散才是真的，省得继续丢人。放肆！好一个狂妄的小子！今日老夫便来教教你规矩。是周长老，这小子死定了！哼，周长老可是金丹后期，即将突破元婴的强者。师傅，既然师傅同意，那我便同你这老家伙好好玩玩。大言不惭！修炼肉身武道的，最讨厌这种打游击的方式。这件可以挪移空间的法器，比太阳真火更棘手。散！真当我怕了你不成？啊！
为有了太阳真火，便可以横行无忌。在我的神火琉璃罩下，你那太阳真火来多少，我压多少。神火琉璃罩能压制太阳真火，相传乃是由人族大能为对付金乌一族的太阳真火专门炼制。镇压太阳真火。等将这小子擒下，好好审问一番，看看是不是有人勾结金乌一族。天地间7大真火，乃天地造就，有大神通者，自然可以参悟天地治理，领悟其中奥秘。说得轻巧，若真如你所言，你再拿一种真火出来，那我便拿出来给你。怎么可能？即将突破元婴期的修士就这么没了？蓝紫色的火焰，莫非是传说中7大真火里破坏力最强的幽冥邪皇？居然真的有第2道真火！徒弟如此，师父又将何等恐怖？现在他已经有了威胁天意的实力，若是任由他继续成长，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得赶紧除掉他。怎么，于氏家族也想试试看？于家敢不敢答应？我看他们是不敢。既然于家不敢，那就算了。小子，你敢不敢以1敌2？你脸皮再厚一点，你干嘛不20个打人家1个？以多欺少，这也配称大秦皇朝4大家族？于家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干净了。你还有你们4个一起上吧。人家2个群殴他还嫌不够，要1个单挑4个。哎，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啊。既然人家提出来，那咱们也别让人家失望了，一起上！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金丹初期想要挑战4名金丹期的修士，怕是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对这小子不能留手！这小帆发出的寒气怎会如此霸道？这是元婴法器，于家的玄冥幡。于家可真不要脸！去！走！别白费功夫了，我这玄冥幡可以封锁一方空间。你居然拥有元婴法器！哼，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给我下去！同境界下，我玄门天宗弟子就是无敌。怎么可能？4名金丹修士就这么败了？这旗子不错，我要了！小畜生找死！哼，这东西便作为此番斗法的彩头了。嘿嘿，输了是我的，那就是我的。放肆！姓于的，咱们是老相好，该多亲近亲近。不男不女的东西，给老夫滚开！该滚的是你！该死！五哥，4名元婴修士，那麻袍青年便是蜀山的离兄真君孔畅，而那老者是流光剑宗的青矮老祖，辈分也极高。那中年汉子，则是烈火剑宗的飞火老祖。不妙啊！玄门天宗的对头出现的越来越多。听闻你玄门天宗同境界无敌，可敢与本座一战？孔道兄，马上就是玄门天宗开山门的大日子了，你选这个时候挑战，未免太过失礼了。童辉，许久未见，你我不如找个地方叙叙旧如何？你如何？可敢与本座一战？放肆！居然小瞧本座！
你是何人？玄门天宗长老康南华。小小的长老也配同本座交手？本座今天便废了你！混元真水，给我破！一名长老就让我难以应付，这玄门之主该是何等水平？去。易少爷，出来这么久，该回去了。侯爷很挂念你呢。当日陶二先生也说过此话，现在我依旧是那个回答。日后学有所成，自然会回去。易少爷还是放不下吗？届时，我会查清我母亲的死因，这一天不会太久。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师父，我想自己来。也罢。不愧是侯爷的子嗣，有如此天赋。只可惜他对侯爷的恨意太深了，就算日后要被侯爷责怪，也得除掉他。易少爷天赋异禀，在下不得不认真对待了。除天则理，君子坦荡荡。刚健之君，有理更要有理。大先生不教而诛，出师无名，便是无礼，是立身不正。这就是易少爷这2年来学的歪理，荒天下之大谬。以力破强，大先生词穷矣。定。螳臂当车。无量光，无量暗，2极出世，造化诸天。这怎么可能是金丹期施展的法术？玄门天宗的弟子还是人吗？一个个都这么厉害，金丹期硬扛元婴修士，玄门天宗也太逆天了吧！能够加入玄门天宗，真是我最正确的选择。是啊，等我们练成后，也会成为那样厉害的大修士。易少爷必须承认，你让我吃惊了，但这也愈发坚定我的信念，一定要带你回侯府。小易，你便放开手脚，跟你家这位大总管好好过2招。是，师父。老六，这里有我，你去对付那个小子。是，把东西还给我！给我死！想杀我，老东西，你还差得远呢！施我一拳！不好！怎么可能？不过是金丹期，居然能爆发如此恐怖的威能！我得赶紧处理掉他，以绝后患。正好，我也想赶紧打完你，去帮大师兄呢。哎，不给你们点教训是不行了。小师弟他们还真没夸张，这么凶悍的女子，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能够控制瑜伽的玄冥真水，这等宝贝，给我交出来！元婴符箓，打不过就用符箓砸，别整着。是。你玄门天宗如此不知进退，今日该遭此劫！老东西，那破风对我无效，可笑！和你也接我一剑，我死！玄门天宗的崛起势不可挡。老师兄，你决定了？富贵险中求，此刻结下的交情可比锦上添花要重得多。如此强大的威压从何而来？是庞杰，怎么回事？他也只是元婴修士，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压？法宝，定是元神修士炼制的法宝，才有如此威能。这次你可逃不了。居然把他惹来了！太虚观乃天元大世界2大圣地之一，道法玄妙，
每次有弟子入室修行，必将掀起巨大波澜。在2大圣地中，法宝法器无数，有的法宝会诞生气灵，出现思想，乃至能吸取天地灵气自行修炼。而每件拥有气灵的法宝，都具备逆乱阴阳、山海倒卷、翻天覆地之能。林峰，我们又见面了。我太虚观弟子被你杀害，你该给个交代了吧？太虚观天下行走，怎会突然来此，还带着一件元神级法宝？这下难办了。连太虚观都下场了，我看这玄门天宗是没救喽。只是可惜了门下这么多俊杰奇才。我早知道这玄门天宗活不长了。玄门天宗横行霸道，我云象宗天为昆仑山宗门，愿负继位。老祖我愿为庞阁下打头阵，拿下这贼子。想卖太虚观一个人情？云象宗愿与太虚观交好，这玄门邪宗我必将其拿下。想杀我，你还不够格。啊！诸位，还请出手对付此了。我等也愿意为太虚观出一份力。若是你肯束手就擒，本座还能留你全尸。哦，是吗？终于来了吗？元婴之劫，真是大言不惭！区区皮肤，给我退！为何凭空出现一座仙山？这到底是何法术？元婴之境，果然奥妙无穷。林峰，杀我6弟，于家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聒噪！你于氏家族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因为他们今天不是折损1个元婴期修士，而是2个，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不好！怎么可能？太可怕了！连杀3名元婴大能，我得赶紧溜，这人太凶狠了。哼，这会儿想走，迟了。哦，一人太甚！八卦封天锤，混沌锤！饶命啊！易少爷到底从哪里寻来这么一个猛人当师傅的？我不是对手，还是先走为妙。跑？一个都别想跑！不好，身体动不了了。既然不让我走，那我便跟你拼了！这天地间最为锋利的东西，不是刀剑，而是笔锋。最为强大的力量，不是神佛，而是人心。可笑！所谓人心，是天下人之心，不是某个人一句话就能代表，一支笔就能写就的。怎么可能？我是侯爷的人，你不能杀我！我辈剑秀，射箭之外再无他物，一生向前，宁折不弯。玄门之主，接我这最强一剑！诸天解障，这哼，搞定！居然能破开我的周天子气，这庞姐好生厉害！今日我要让你替我死去的师弟偿命。要我命，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本座便让你见识下何谓法术。天地法相，好强的力量，一击就能让太阳真火熄灭。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否则怕是没有命了。好快！我就要这么输了吗？我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2个字。我得找到天地法相的原理，这样我才能扭转败局。我得沟通天地。这是要认输了，可惜晚了。不好，师父有危险！大师兄，要相信师父，师父肯定是有把握才这么做的。要是师父有什么事，我定要灭太虚观满门。我明白了，
只有了解了时间、空间、生命、精神这4方元素，才能掌握天地法相的力量。怎么可能？哼，打了那么久，也该我反击了。成功了吗？能逼我使用法宝，你也算死得其所了。怎么回事？这些法器在害怕。想杀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怎么可能？这就是法宝吗？我真厉害。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这些攻击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六星前辈，这应该就是那人的山门大阵。哼，徒有其形罢了，困不住我。化龙飞舟，消灭6道，天地之变，起！这个法阵有点门道，六星前辈，请助我一臂之力。若是只有周天子气的天地之变，恐怕真要被你破了。让你见识下天地之变的真正威力！可恶！转眼功夫就拿下了太虚观的天下行走。玄门天宗这也太厉害了吧！还有谁？现在该处置你们了。手下留情。是大周皇朝司礼监大太监梅无浪梅公公。不知梅公公来此有何贵干？咱家梅无浪奉陛下之命，备些薄礼，恭贺玄门之主开山大典。两盘好大的手笔，一下给这么多天才地宝。陛下知道张大先生同玄门之主生出了间隙，深表不安，特命咱家送来这支玉简，全当作赔礼。连元婴期法器都送上，大周皇朝怕是想和玄门天宗结盟。师兄，你是说大周想对大秦动手？有可能，这是我们天外山的机会。师兄，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这是想拉拢我吧？林宗主，杨同辉，孔畅的元婴受损，此生无缘元神大道。我看孔真君已经得到教训了，不如就放了他。林宗主，别来无恙。是上代道门天下行走燕明月，他不是失踪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恭喜燕道友重获新生，修为更上一层。先是梅无浪，现在又是燕明月，莫非他们有什么联系？还要多谢林宗主昔年相助之情，明月感激不尽。法宝胚胎，此宝名为朱燕妖童，可以作为法宝的胚胎祭炼，此物当做庞师弟的赔罪礼。燕道友说的哪里话？我同庞道友不过是一番切磋罢了。燕师姐，庞师弟，六星前辈，好久不见了。师姐有没有回白云山？宗主和长老们都很记挂你。这次贺完林宗主的开山大典，便打算回去看看。欢迎庞道友随时来玉京山做客。林峰，你想做什么？就有劳杨道友送孔真君回蜀山了。林宗主，诸位，不如同本座一同登山。虽然有些小波澜，但本座这次开山大典还是如期举行了。感谢各位赏光，这便随本座一起前去吧。我们一起走吧。想来这玄门天宗是不欢迎我了，还是不要去讨不快了。哇，这昆仑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处福地，好充裕的灵气啊！如此仙山洞府，我看只有昔年的大灵音寺的极乐净土
和蜀山，方可与之相提并论。龙叶，你要是知道这玉金山的宝贵，会不会肠子都会青呢？5月出发到了，欢迎各位同道来我玉金山，参加我玄门天宗的开山大典。果然不凡呐！还不止这些，看前面那是。恭迎祖师回山，欢迎贵客光临，招呼不周之处，还望海涵。林宗主教导有方，便是门下弟子也如此出众。道友过奖了。哼，光秃秃的山头也好意思开宗立派？居然还有人不服，看来得拿出点真东西了。我玄门草创粗陋之处，让各位见笑了。我怎么感觉咱们天外山的正殿和人家这座宫殿比起来，简直就是一间茅草屋啊！而且还是随时会被一阵风刮倒的那种茅草屋。虚空造物吗？有如此神通，他的真实修为只怕比我预想的还要更高。有点雕虫小技，让各位见笑了。嘿嘿嘿，这不把你们吓傻？别急。现在吃惊还早得很呢！哇！这精舍灵气也太高了吧！在这里居住修炼，就是一头猪养在里面，养几年也要成精了。不过丹房还差个好的丹炉。林宗主，这丹炉是？此炉名为天外心火炉，是本座无意间得到的，觉得还不错。天外心火炉，此炉失踪了近1000年，一直下落不明，想不到却在林宗主手上。不过也是一场机缘罢了。嘿嘿嘿嘿，打脸成功。小燕子，丹房交由你执掌，从今以后，你便是丹房之主。弟子谨遵师父谕令。小林子，努力修炼，你结丹之日，便是你接掌这座金楼之时。小易，从即日起，为玄门天宗初入门弟子的总教习。我等必不负师父所望。那么，开山大典现在开始。弟子参见祖师。我的宗门终于有雏形了。各位道友，今日大典已经结束，宗主还有要事，就不留各位了。我等会儿自行下山，就不劳烦康护法相送了。当初果然没有选错，现在加入宗门，真的就像大梦一场。可不是嘛！宗门一下子又多了50多位弟子，又热闹了几分。你们接下来先跟着我，去安置好住处吧。有劳师兄。分配好住处之后，在周围转转熟悉一下，明日开始正式讲习。是。有徒弟就是好。说他们一句，他们就能帮我做好了，舒坦。招收潜力值25的弟子超过30位，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2.0，系统正在升级，抽奖暂时禁用，任务延迟发布。暂时没有新任务，舒坦。怎么这丫头还没走？林宗主，明月就要下山去了，特来告辞。燕道友倒是懂礼。只是，因为朱燕妖童作为开山贺礼分量可远远不够。我明白，明月保证，还有厚报。但愿燕道友的厚报，本座承受得起。那是当然，要不然林宗主的报复，明月可承受不起。哎，我在你们心中就是这种形象吗？啊，对了，还有一事。宗主，还有燕仙子。久违了。原来你现在追随了林宗主。本座唤他出来，正是想问他，是否有兴趣随你一同返回太虚观。我觉得某条龙是不会愿意回去的。哦，在我这什么好处没捞到，还时不时被恐吓，也不愿回去。当日留你在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如今你若想返回太虚观，本座绝不留难。不，宗主，我不要回去，我在这里待得很好，你千万别赶我走。
我去，你怎么画风都变了？林宗主，是这样的，谢瑜在我们太虚关龙池里和一条雌性太古天龙结成了夫妻，那条雌龙是妖王级别。嗨，闹了半天是夫纲不正，怕老婆呀。妖族都这个德行，丢男人啊，不对，丢男妖的脸呢。哎，那好吧，你不愿走就算了。我死也要死在玉京山。既然谢瑜愿意留在玉京山，那明月先行告辞。去吧，本座还有要事，就不送了。看来林宗主不愿我们打扰啊。整座山门洞府引入虚空乱流，行踪不定。这种情况下，便是想找他的麻烦也难。除非我太虚观中元神大能们倾巢而出，合力搜进虚空，才有可能堵住他。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是，我知道，他不是妖族，更何况还有其他人在一旁觊觎。我太虚观若是倾巢而出，露了破绽，想必很多人乐见其成。对了，庞师弟，你是何时练成了这样一具元婴后期的分身？我看你本人还不是元神境吧？各有各的机缘罢了。燕师姐，你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说了，我要回白云山去了。这次若能有所收获，一半功劳记在玄门之主身上，另一半就要多谢师姐你了。感谢你们联手给我上了一课。燕仙子，你这位师弟不简单呐。若说不简单，这玄门之主更不简单呢。只是不知能不能扛住接下来的挑战。萧燕，3年之约就在眼前，为何我这一剑却刺不下去？萧燕，若你还是那日的天才，怎么会有这3年之约？还在想着和平解决这一战，你想留守，他可不会。师父，师尊从玄门天宗带消息回来了，那萧燕的实力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你全力以赴，恐怕也……他难道已经到筑基后期了？他已经结丹了。不仅如此，他还掌握了太阳真火和幽冥邪皇2大真火，寻常金丹期，连近他身都难啊！慕容家与我萧家世代交好，今日你们有此婚约，更是好上加好啊！嫣然，嫣然，你要去哪？别追了，让他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可是师尊，现在该如何是好？总不能看着嫣然输吧？放心，本座不会让比斗顺利进行的。这炼丹多是一件美事啊，真的能炼成，成功率不足1成的丹药也能炼。这丹房加上这天外星火炉，能给炼丹成功率提高将近6成，太神奇了！师傅真牛啊！这丹房研究的怎么样了？师傅，已经有些心得了，在丹房和炉鼎的辅佐下，成功率稳定在9成，药材利用率也有5成。完全自学能达到这种程度，为师已经很满意了。可惜之前没有生擒那百草老祖，否则得到他炼药炼丹的心得，小燕子提升应该能更快。不过这丹房奥妙之处，可远不止提高成功率。难道还有其他妙用？看着，这是通天剑宗的通天丹，试着用意念与丹药沟通。师傅，这是通天丹的丹方。师傅，咱们的丹房竟然还可以由现有丹药逆推丹方。没错，正是如此。好在我之前查阅了系统，不然怎么能顺利撞成功呢？若是有丹药落到我的手里，凭借回天金阁，便可使那些失传的丹方
重现于世。那岂不是无敌？所以为师将这丹房交由你，就是希望你能物尽其用，壮大宗门。弟子定不辜负师父厚望。往后你就多留意那些珍贵的丹药，但也不要荒废了修炼，毕竟3年之约就要到了。3年之约。小燕子，控制住你的情绪。不好，弟子知错，一时间好像失去了理智，还请师父责罚。就罚你在这丹房反思，直到你能控制住你的情绪为止。你现在已经是金丹期，真火一出，便要杀人于一瞬，切不可被仇恨冲昏了头，否则定要铸成大错。师父，控制住情绪吗？看师父的样子，好像话还没说完。3年之约，这2个人的感情纠葛会善了吗？系统升级完毕，新任务即将发布。新任务。主线任务2.1，扬名立万，扩大影响。任务说明：从即日起，宿主需完善宗门各项基础设施，并在整个天元大世界扩大自身宗门影响力，世界范围声望超过80，时间限制10年，超时将抹杀宿主。全世界声望超过80，高啊！这个世界有大周、大秦2大皇朝，宗门无数，山脉、城镇、河流数不胜数。不使劲坑我吧！2.1的任务比2.0难的不止1点呢。还好我在昆仑山北路声望达到了95，这边应该是不用管了。提醒宿主，个人声望不等于宗门声望。宿主在昆仑山北路的个人声望为95，宗门声望仅为75，请继续加油。升级之后连阴阳怪气都会了是吧？此次系统升级至第3级，宿主每月月初将会自动获得1次抽奖机会，请不要消极怠工，否则我会抹杀宿主啊。原来升级就是变得更加会恶心人了，够行的呀！对付你这玩意儿就得抽奖，把好东西都抽了，亏死你们！对对对，我们亏的都上市了。哼，抽就抽！哇，天灵补缺丹，永久提升服用者的根骨，不错。配合丹房的丹方推导，可以无限续杯，就这个了。给我中！恭喜宿主获得不想要的东西龙金锁1根，此乃天元世界最坚硬的物质之一，可以用于法宝的炼化。你就坑吧！再来一次，换骰子系统。提醒宿主，骰子系统可没有天灵补缺丹哦。这里没有，那我直接兑换8000，行，就是说死也不给我，给我换超前系统。抵押张海的春秋笔，元婴法器我都不要了，看你怎么搞我！抵押成功，抽中红签、长白签的概率提升到70%。开始抽签。恭喜宿主获得长白签，将获得1次随机物品。我就想要个红签，指定一个物品，我容易吗？恶心人是吧？恭喜宿主获得天灵补缺丹，额外获赠2000兑换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行，你给我记住了，喜欢玩我是吧？是的，今后好好相处哦。啾咪。啊，对了，任务2.0奖励发放，请宿主接收。啊，一个大任务，就发一把破伞，真是死抠。有了这坑爹的系统，宗门声望要在这天元世界达到85，大秦皇朝那边小燕子那一战应该能提升不少，而大周皇朝与之有纠葛的，应该就是小易那边了。朱毅成金丹了，玄门天宗林峰，真是好生扎眼呀！进来。皇上召太师前往正殿议事。臣遵旨。侯爷又突破了。玄机侯到。
爱卿也坐吧。谢主隆恩。洪武，你同孟仙子的儿子朱毅，真的让朕吃惊了呢。承蒙陛下夸赞，臣愧不敢当。哎，绝不是过誉。燕仙子和吴浪已经向朕详细说明了情况。果然，如同燕仙子当日所说，你儿子朱毅的那位师傅，却非等闲之辈。吴浪，你再把情况给洪武说说吧。谨遵圣命。我所见之事就是这样了。玄门天宗确实不简单。如此说来，这玄门天宗的实力更在封神宗、流光剑宗等势力之上，确实不易铲除。与我的眼线调查的情况差不多，但这林峰到底是何许人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洪武，看你的样子，想必心里已经有些看法了吧？为何不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刚才臣听完，也觉得这玄门天宗战力超群，完全不似初见山门的宗门，好似有非常深厚的底蕴。这一点就不用说了，诸位都想听听不一样的。其实在臣看来，他们虽然有超乎寻常的优势，但也有其致命缺陷。致命缺陷？玄门道法神通虽强，弟子门人能以金丹气修为抗衡元婴气修士，但这并非绝无仅有。林峰座下弟子全都有元婴期法器，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实战斗法力量。因此，玄门道法神通不应低估，但也同样无需高估。依靠法器，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缺陷。而第二，林峰处事不顾及其他宗门的面子。刚才听梅公公所言，我想诸位都清楚，这林峰一战就得罪了太虚观、蜀山，想必之前得罪的宗门更是数不胜数。大雷音寺是如何消失的，想必诸位都清楚吧？得罪其他宗门的下场，最惨也不过如此了吧？仅凭梅无浪的一席话，就剖析出玄门天宗的2大缺陷。大周国师果然厉害。至于玄门之主林峰，粉碎乾坤，虚空造物，确实强大。就是一些元神出城的修士，也未必有这种神通法力。但这些能力，很多修为高深的元神修士都能做到。容臣无礼，陛下您就可以做到。确实如此啊。洪武自己不也能做到吗？臣不敢与陛下并列。好了，听洪武一番高见，寡人已有所获，但寡人觉得这未必就是他的全部实力。陛下英明，臣深有同感。这些虽然都是玄门天宗的出众之处，但并不是其立身根本。玄门天宗最大的倚仗，便是他们的山门，那座传闻中的玉京山。此山着实神妙，竟然可以整座洞府遁入虚空乱流中，行踪难定。这才是玄门天宗真正难对付的地方。想要破玄门天宗，除非玄门之主自己驾驭玉京山，主动上门攻打白云山、蜀山，又或者天津城3者中任意一个地方，而且死战不退，这才有几分把握能使之覆灭。但要付出的代价也难以估量。不过此人绝非安于平淡之辈，只要他有所求，要设计也不难。这就要牵扯到玄门天宗的第3个缺陷了。玄门天宗刚建立，根基不稳，玄门中除了玄门之主本人外，再无元神修士。只要玄门之主陨落，玄门天宗必然瓦解。他再强，也是一人。要是遇上3、5个元神修士围攻，他也只能乖乖服输。甚好，在这个大方针下，玄门天宗的强大，对我大周来说是一件好事。最初的策略先不变，远交近攻，结好玄门天宗，共图蜀山剑宗和大秦皇朝。谨遵陛下之意。林峰，看来你是遇到对手了。这次你会下哪一步棋呢？什么事情比较有利于提升声望呢？要么是做前人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伟业，平地一声惊雷；要么就是借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了，我还有那2个小东西。之前你们冒犯本座，
所以本座关你们一段时间，略施惩戒。我族少主年幼，还请前辈多多包涵。族主现在只有这么一根独苗，如今骨肉分离，还请前辈见怜。之前是晚辈不懂事，前辈大人有大量，饶晚辈这一回。看来你们已经接受了教训，本座并非嗜杀之人，今日便可以放你们离开。不过，需要你们替本座带个话。前辈可是有事情要跟我父王谈？本座跟他没什么好谈的。本座要你们带话，是带给金乌大圣。带给老祖宗？前辈请说，我等一定把话带到。把这个带回去后，交给金乌大圣即可。好的，那麻烦前辈送我们离开。去吧。太好了，少主，我们终于出来了。活着真好。少主，我们真的要把那东西交给老祖？我怕。我也怕这林峰不怀好意。但若要说在意一小团紫气能伤老祖，简直就是笑话。确实，若要藏凶惹怒老祖，林峰何必大费周章？但是我实在看不出这林峰在想什么。不用想了，就交由老祖自己定夺吧。我们还是先回去，免得又被人盯上了。遵命。谢过林宗主，我们先走了。怕我反悔，故意说给我听的。看来关几天变聪明了。不过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还能这么老实，可一定要将那东西交给金乌大圣了。这可是我想的最远的一步棋啊！可别让我失望了。小燕子道心不稳啊，就这样赴3年之约，怕是要出事。若是在此之前能让小燕子有机会发泄一下就好了。发泄的话，得需要一场大战呢。对了，那只小饕餮，你可算是来了！你之前说交虎妖叔手给我的，你莫要骗我！我何时骗过你？别急啊，这就给你天龙咒印散。就这么给我啦？该不会下毒了吧？不要的话我拿回去喽。我是饕餮，根本不怕剧毒，想拿回去没门！真是为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呀！我终于又有肉身了！把太阳真火交出来！之前你囚禁我的事情就算了，否则，你这憨货，怎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我能将你放出来，当然也能关起来。你作弊！人家还没准备好，快放我出来！哼，你可真多借口。人家知道错了，饶过人家这一次吧。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彻底灭了你比较好，省得某些人总是恩将仇报，给我添乱。切，关了我这么长时间，还不准我抱怨2声。行吧，放你出来。坏人林峰，你还说要给我太阳真火呢，快拿来吧！我既然说了会给你太阳真火，便不会食言。但你最好乖乖听话。都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这点觉悟，你总应该有吧？肯定有，肯定有。好，黑水玄冥，我终于掌握了太阳真火。这一次你可不是我的对手了。这回，除非你躲在玄冥一族老巢里不出来，否则我一定……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坏人林峰，你可不可以放我回天花广路？我很久没有见过爹娘了，很想他们。少来这套！你是惦记那个什么黑水玄冥，准备去抢掳了来要挟人家吧？玩耍是玩耍。先不急着走，那黑水玄冥若是躲在玄冥一族老巢里，你总要恢复到你昔日妖王的实力，才好再动身吧？万一让虎芬的狐妹子抢先了就糟了。哦，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我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
给你留着呢。比方说太阴真水、幽冥邪黄、9天无相罡风，还有1/3庚金虎王的妖鹰精华。我留下！我听话，能放我出去？别慌，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饕餮，4大太古凶兽之一，与混沌、穷奇、桃物并称的凶兽之王。性情贪婪，吞吃万物，极盛之时，甚至可以吞天噬地，灭亡众生。传言每一次饕餮出世，都要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在此时的玉京山，我终于自由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要通通吃光！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多好吃的，还是不要吃了，否则那个家伙多半要跟我急眼。其他的我就不客气啦。是吧？能吃多少算你的本事。不过这不是免费的哦，好好帮我训练一下他们。本座有只灵宠，是一只未成年的饕餮，现在正在山上活动。南华和世豪不要插手，小燕子你们几个负责把它生擒活捉，这算是为师布置给你们的一项作业。啊，是。也让你们几个小子知道一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强者有很多，容不得你们有半点松懈。吞现在是妖帅巅峰，融合了庚金虎王的肉身和太阳真火，再加上本命神通，可得打起12分精神哦。好快，那是师傅的药材，不能吃。果真没有骗我，真有太阴真水啊！那我就开动了。糟了，完全不是对手，该如何是好？才这么点呀？哎，还有没有啊？有的话都交出来。已经没有了，刚才那些已经是全部了。怎么才这么点啊？刚刚漱口而已。是，招待不周，还请多见谅。居然真是一头纯血饕餮，宗主真弄了一头饕餮当灵宠啊！谁是他的灵宠啊？不知道别乱说，小心我打你啊！哎呦，性子还挺野。作为前辈，我告诉你，小性子可以耍，不过要注意时间和地点。宗主已经明确放话要抓你回去，还是乖乖跟老龙我走吧。宗主只说了2个护法长老不得出手，却没有禁止我参与。我要是成功把这头饕餮抓回去，想来宗主不会亏待我吧？哼，人不能吃，吃个灵宠总没问题吧？别人怕你饕餮，偏偏我炼甲黑龙一族正好不怕你。治不了他们，我还治不了你。饕餮一族也就只能吞噬法术了，这拳头你可吃不消。哼，我可不是普通饕餮，庚金虎王的躯体已经重塑了我的肉身。你这软趴趴的拳头，我看只能给我挠痒痒了。生的炼甲黑龙已经吃过，不知道熟的好不好吃。炼法飞鳞，开！完了，师傅刚教给我的药田，全完了。哇，看看，我都闻到烤肉的味道了，这龙肉肯定很好吃。连太阳真火都给了他，为什么对我就这么抠啊？再这样下去，我真要变烤龙了。原以为炼甲黑龙一族只是肉身强悍，没想到还能在黑甲上布上符文，仿防也不错嘛。很好，这样一来，之前计划的事情就变得真正可行了。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有什么坏事要发生。继续拖下去也是没劲儿，一决胜负吧！把我的肉身力量先击倒你，
还是你的太阳真火先攻破我的炼法飞林？好，这可是你送上门的。连附魔的法力都能吞，那还打个屁！溜了！还没烤熟呢，给我回来！讨厌，没龙肉吃了。吃是窝囊废，南阳果然都是窝囊废。这只饕餮不好对付啊。得找个好吃的才行。高奖级别的飞莲。抱歉，这可不能给你吃。这是什么东西啊？太难吃了，好难受，我的肚子都不舒服了。我中这一招，肉体都得毁灭，全都没了。师傅，交给我的药草，别人的心血就这样被你糟蹋了，给我赔！五师弟，太阴真水的量已经超出师弟的控制范围了，但是我来助你。明明还有这么多的，刚才还骗我说没有，你这人太不诚实了！给我好好道歉！既然僵持不下，看来得出杀招了。黄泉之水，太难吃了，好讨厌！这珠子倒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骚！黄泉珠被饕餮的神通射住，我竟然收不回来。想吞我师弟的宝物，那我这东西，你想不想要？这珠子我不要了，你这个真货，我今天一定要吃完。黄泉珠差一点就被吃掉了，好险！我不客气啦！味道好重啊！别急呀，我来让你吃个够。对了，可以在他身上试试内招。真火融合。大师兄，这小子疯了！不会错了，火中帝王就是小燕子的天命之路。燕人，吃我这一招！住手！小燕子，你这个法术还有待完善，不要在玉京山上释放。师父，我的情绪又失控了。不怪你，为师应该多疏导你的。这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来一口？算了，这东西一看就会吃坏肚子。不过你等着，等我结出妖婴晋级妖王后，一定回来尝一尝。师父，雀头饕餮很强，我们师兄弟几个一起出手的话，倒是可以围杀了他。但想要生擒他，难度着实不小。但想要生擒他，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凡事多尝试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好好想想他有什么弱点。关键是在弱点上。弟子明白了。这样应该就行了。好明显的陷阱和诱饵啊！是把我墩墩大人当笨蛋吗？我才不会上当呢！但是啊，一眼就看出来的陷阱，那就不一定是陷阱了。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我又上当了。真是笨蛋，要在一个地方摔倒几次才满意啊？可以和我去复命了吧？飞皮。怎么越跑越远？不是要把它交给我吗？可恶的林峰，连弟子都这么狡猾，竟然诱骗我这么蠢酷的饕餮。这样的话，二师兄应该就找不到了。你能不能温柔点儿？嘘，小声点儿，别让他们发现了。我就不！真是麻烦死了。
不过这下应该就没有人会来了。干嘛要救我？谁说我要救你了？嘿嘿，你想做什么？人家只跟黑手玄冥玩的。谁要跟你玩啊？求我都不要啊！那你将我带来这里做什么？好眼熟啊！对了，我的族人看见好吃的东西时就是这样的目光。难道他要吃了我？等等！你不会是想吃了我吧？那当然了，要不然我抓你做什么呀？昆仑山的灵兽我都吃遍了，今天想换换口味。太古四兄那么大的名头，肉的味道应该不错吧？不好吃的，一点都不好吃的。从来都是我们饕餮吃别人，怎么还有人要吃饕餮的？爹啊娘啊，你们在哪儿啊？都说好饲料能养出好的肉食，吃了那么多天地异宝，照理说肉的味道应该不错吧？我原先的肉身被毁了，我现在这个肉身是吞噬庚金虎王残躯后自己重塑的。庚金虎族，哼，那也不错呀。这庚金虎妖的肉我也没有吃过呢。哎呀，可是很难吃啊！你想啊，全是金像精气，硬邦邦的，瞧着都嫌硌得慌。真的？我可是饕餮，我们那么贪吃，都不会想着主动去吃庚金妖虎，就是因为太难吃了。唉，这样啊，那可真是可惜了。你说你怎么让人把肉身都给毁了？太好了，爹娘，我活下来了。哦，对了，肉不能吃，还有能吃的呀。你又要干什么？那啥，有个事告诉了你，你可别跟其他人说啊。其实吧，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不是肉，而是什么？瘦奶。这么大了还喝奶？你和我一起去找瘦奶吧。为啥要我和你去？我才不要！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吃你了。不要吃我！这是不是也算恶人自有恶人磨了？看来吃货还得吃货来治啊！哎，还是救救这萝莉吧，不然后面没法看了。师傅！山上太危险了，还是在你身边比较安全。看你还敢不敢到处乱跑？这个小家伙吃过的美食数不胜数，完全是移动的美食指南。你还不赶快哄好他？你以后肚子的幸福就依托在他身上了。哎，对啊，以后出去了，有什么好吃的，咱们一起去吃。看来之后这两个欢喜冤家有的闹了。哎呀，别哭了，咱们去吃好吃的，走。真的？玉京山所有人听好了，本座灵宠饕餮已经收回，各自去忙吧。另外，谢宇马上来山顶找我。又找我？宗主，您找我？你是不是羡慕小饕餮得了不少好东西，自己却没有？不敢。真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羡慕，不过宗主，您肯定有您的安排。羡慕就说出来，看你扭扭捏捏的样子，你喜欢我还能不给你？庚金虎王的妖鹰精华，给我，还不收下？谢宗主。这就突破了，要渡雷劫了。终于晋升到妖王了，全赖宗主成全，谢宇方才能有今天。日后上九天下黄泉，谢宇愿鞍前马后追随宗主。上九天下黄泉倒不必，不过眼下本座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出力。宗主请吩咐，老龙绝没有二话。你之前同那饕餮交手时，曾经使用了一种防御式的神通，
哦，那是我炼甲黑龙一族的天赋神通，名为必咒炼甲，是以妖力凝结成特殊的咒文，灌注到自身鳞片上，能抵挡大多数法术咒术的伤害。如今晋升妖王，防御力就更加强横。饕餮的太阳真火可奈何不了我啦！那要是他也晋升妖王呢？不好说，打过才知道。确实是一门不错的神通，如今本座正需要你的鳞片来发挥作用。宗主您尽管吩咐，老龙我……等等，宗主，您刚才说要我的鳞片来发挥作用？没错，本座要你的鳞片。准确说，需要你提供炼法黑鳞。宗主，老龙我，您别！相信本座没事的，来，别怕，一点都不疼。这是谁啊？叫的这么吓人，是被人扔进油锅里了吗？还是吃可不健康。偏要我自己动手，这是何必呢？让我好好感受一下这必咒炼甲。原来所谓必咒炼甲，甲其实在其次，重点在于这个咒。似乎这咒是龙族某种秘传大道神通的变种。手头这点炼法黑鳞应该够用了吧？不够用也没关系，到时候再重新采集就是了。还要？这就晕过去了。看来你是没法看到这惊世法宝炼成的那一刻了。结阴后第一次祭炼法宝会是什么样子呢？记住，不仅仅是法宝胚胎，品相也相当出众。真正炼制成法宝，威力在法宝中也是佼佼者。可惜现在还没有成就元神。不过，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人也有穷人的活法。起！结！合！师傅的方向。什么力量，竟然恐怖如斯！宗主，这是在祭炼法宝，能让你我二人产生本能的恐惧，确实是法宝无疑。我怎么晕倒了？那是炎龙一族的大威祥云，难道是叶仙子的朱焰妖瞳被炼制成了法宝？哼，这妖童还想抵抗？靠！这法宝看来已经超乎我的预想了，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要孕育出气灵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你先沉睡着，待到时机成熟，我会助你成灵的。现在这些好材料，仅仅是组合拼凑，就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等我真正晋级元神后，将之彻底祭炼，那威力就真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恭喜宗主炼制法宝成功。以宗主的习惯，也不知这件法宝最终会便宜哪个小家伙。世豪哥我呀，比较看好小燕子哟。威猛霸气，勇猛精进，是我看好的男儿汉呢。那我赌年二弟子朱毅将最先结营。啊？那理由呢？天昊金丹有些特殊，先天九窍，要使整颗金丹圆满无漏，这个过程反而要比其他人多了许多爱难。萧燕掌控两大真火，实战斗法能力数一数二，但其为人性格过于刚毅，刚极易折，恐怕今后会吃点小亏，影响修炼。而您的二弟子朱毅，看似中庸，但其实冷静自制，每一步路都规划完善，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极稳，最不容易出现意外。所以
我最看好他。有些道理，不过嘛，宗主别说我们了，您又看好谁呢？你问我看好谁？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回答，因为这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变数。这个变数就是小林子。未结丹的亡灵会是最大的变数。如果在小燕子3人还没有晋级金丹后期之前，小林子能成功结丹，那么本座就最看好小林子第一个结婴，而且还有另一个小变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更要用心修炼，自怨自艾不足取。我感觉我不管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大师兄他们。你抱定这种心思，就真的一辈子也追不上了。哎呀，打起精神来！那个毁掉云水洞的仇人，只怕比那饕餮还要凶残。我这个样子，如何能为大家报仇？虽然性子柔弱了一些，但也是个知道好歹的人呢。宗主，杨青的性格内向温和，长此以往，恐怕不太好啊。性格虽有缺陷，但杨青的潜力其实还远远没有见底，这便是另一个小变数。说起来，萧真儿的根骨和杨青一样都是9，萧真儿身世不凡，才能有那么高的数据。怎么看杨青都应该更强才对啊。杨青的心性意志要是能更加坚强一些，前途应该不可限量。希望吧。杨青若要提高，必须经受一场惨痛的巨变。希望到时他能承受住压力才好。小林子连在飞莲身上的这点时间都在打坐，难怪宗主这么看好。倒是我们疏忽了。有样东西有劳2位帮我交给小林子，这里面是通天剑宗的7枚通天丹。宗主，这是准备出远门了？小燕子的3年之约就在几日后，我们得动身了。之后宗门还得有劳2位了。宗主放心。差点就忘了，当初藏在戒指里，把我一身法力都吸干的那只饕餮，就是你吧？没说呢，那么一丁点法力，质量还很差，都不够塞牙缝的。切！嘴还挺挑啊！现在我倒是可以一次性让你吃个够，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胆子。先骗着，等我结成个妖婴就来吃。大师兄，冷静啊！我还等着他带着我去找好吃的呢，而且宰了他也没用，肉不好吃啊！这对师兄弟都不是什么好鸟。哼，你家伙教的徒弟真是不行。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来的？给你机会再说一次，这时候应该说什么？好饕餮不吃眼前亏，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好，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还有呢？以后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说，我会补偿昔日犯下的错误。哼，免了，你别再来给我添乱子，我就谢天谢地了。准备好了吗？启禀师父，弟子准备好了。3年之约就在眼前，嫣然，你如此消沉下去也不是办法。师父，既然结果无法改变，那至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想想怎么接受这结果。如果还有办法呢？师父，什么办法？只是这办法，或许还不如直面来的痛快。你能接受？师父，你就直说吧。还有什么能比为奴为婢更痛苦？若要将你嫁给一个陌生人，嫁给大秦皇朝的太子，整日面对冰冷的宫墙，你也愿意？大秦皇朝宠云太子近日要纳选侧妃，这是你的一个机会。师父，将嫣然嫁给宠云太子，这是现在唯一的方法了。林峰再不识相，也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强掳皇妃为奴是何罪过？想必不用我说了。师尊已经答应了大秦皇朝，你好好准备吧。一切全凭师父做主。你能想通便好。师父，对不起。一路飞去流光剑宗，
让这群小家伙们领略一下山川之美，顺便还能提升一下宗门威望，两全其美。你们两个这次可得老实点儿。嘿嘿，吞吞说流光剑宗附近有一种妖蛇，味道很好呢。我就找条蛇而已，不会闹事的，师傅。带两个吃货出门，总感觉有些不妥。还有，自从出来，小燕子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不像她呀。3年了呀，终究还是要见到那个人。嫣然呢？还在洞府？让他出来吧，有些消息也该告诉他了。师尊，最近事情太多，让他一个人好好静静吧，就不要让他出来了。此事重大，让他尽早知晓，对他也不是坏事。让他来见我。怎么今天你好像有些不自在？还有什么心事？师尊多虑了，徒儿只是在担心嫣然憋坏了身子，毕竟她还有重命在身，可别坏了事儿。确实，得将他完完整整的交给重云太子，我们才能松一口气呀。师姐，慕容师姐，师尊有请。啊，门怎么没关？师姐，没人。糟了，嫣然师姐。什么？他跑了？去找！一定要把这个孽徒找回来！星云峰就是绝地3尺，各个角落都要找一遍。好啊，就为了一点男女私情，就弃宗门大义而不顾。重云太子已经在来星云峰的路上，我看到底怎么收场。师傅，我记得碧云角蛇就在这里附近啦。师傅，你们倒是轻松，想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把我当成什么了？喂，收起你的气息，否则肯定把碧云角蛇吓跑了。臭丫头，别让老龙我找到机会，否则非生死了你不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要的东西在东边200里处。嘿嘿，谢谢啦。师傅，我跟去看看吧，小心出什么意外。难得路上第一次开口，竟然是害怕天昊处理不了一个妖帅。师傅，我是担心他们碰到的人出事儿，不是担心那个皮猴自身。罢了，想去就去吧。奇怪，小燕子怎么忽然变得那么积极？有什么猫腻？来的可是青矮道友。原来是玄门之主当面，老朽失礼了。道友客气了，莫非是专程来迎本座的？应该的，应该的。妖王级别的龙族当座驾，是想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你来了我这儿。流光剑尊的大名，本座也是久仰了，只是始终缘欠一面，这次要好好拜会一番。老朽出门前，碧宗宗主也提到过欲与玄门之主一晤。这老头子是丢了什么东西，正急着寻找吗？碧宗弟子慕容嫣然，昔日与令高徒之间似乎存在一些误会，年轻人斗气，老朽以为实在当不得真。您看呢？想毁约？这老头子又在玩什么骚操作？当不当真，本座说了不算，要看他们当事人自己的想法。看来那慕容嫣然实力有限，必然不是小燕子的对手了。不过就目前来看，本座的弟子可是一直记着这3年之约的。萧燕是本座掌门大弟子，他欲往行云峰一行，本座自然会支持他。当然，本座肯定是不会介入比试的，本座只是来拜访一下贵宗的。那自然是欢迎。不过怎么不见林宗主的大弟子？他此刻应该正在忙了吧？快看，他来了！这碧云角蛇有3宝，全身上下最美味的地方就在他头上那个独角。
它那根角是中空的，在那里存着一些琥珀色的液体，是碧云角蛇一身精华所在，极为美味。它身上第二美味的东西，是它鳞片开合间放出的绿色胀气。别看是气体，吞服后味道可是一级棒。哼哼，与之相比，蛇肉就只能排到第3位了。哦，独角里的汁液还好说，气体有什么好吃的？也就只有你们饕餮能吃出这种花样了。是你不懂得品尝。待会儿试试不就知道了。这家伙好像也在捕食啊。那红色云雾好像是某人的宝物，他在炼化。里面好像有个人。嘿，吞吞，看来得出手了。那人如果被消化了，我可吃不下了。哎，先活着再吃，否则那碧绿云气就浪费了。想吃老子？这是什么妖魔鬼怪？得赶紧炼化这红雾逃跑才行。逃？想的倒是挺美。哼，好妖怪，你这天赋神通倒与我的八卦崩解有几分相似。我的法力也被瓦解了，怎么办？拖下去，里面的人就危险了。小燕子，不管是你的金丹法力，还是修炼的诸般神通，你的优点都在于爆发力。打持久战并非你所长，平时修炼要尽量弥补短处，但实战跟人动手时，要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平时不管遇上什么对手，都要记得扬长避短，死了的敌人才是好敌人。别呀！完了！大师兄，你快收了神通吧，蛇肉都快烧没了。都跟你说了要抓活的呀，这也太浪费了。不下手快一些，被他吞了的那人就要有危险了。人命重要还是吃东西重要？还是吃东西重要。好了，那条碧云角蛇已经威胁不到你了，可以出来了。谢谢少侠相助，此等救命之恩，小女弟。不容嫣然，你认错人了。哼。哦，大师兄，你们认识啊？不认识。骗谁呢？刚刚大师兄叫你名字了，你就是慕容嫣然，就是你甩了我大师兄。真有个性。以为金丹期的修为就可以随便侵入我，这便是玄门天宗弟子的素质吗？你甩我大师兄的时候，素质又高到哪儿去了？辱人者人恒辱之，你以为你有什么特权？慕容小姐，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之间的赌约？以你现在的修为，连我师兄一招都难以招架吧？我没有忘，今日既然相见了，那我们索性就完成当日的赌约好了。唉，筑基中期，你没法跟大师兄打的。那我也会全力一战。流光剑宗弟子慕容嫣然，请赐教。有情况，小燕子先不忙着动手。切，没好戏看了。此女有可能是从流光剑宗私逃出来的。流光剑宗在搞什么鬼？好像更好玩了。你们就当没有见过此女，先回谢鱼这儿会合。星云峰我们依然要去，到了那里以后，看看流光剑宗在玩什么把戏好了。阁下是？哼，看来他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了。敢问前辈是？本座乃玄门之主林峰，你便是与本座弟子萧燕定下赌约的流光剑宗弟子慕容嫣然吧？晚辈慕容嫣然，拜见玄门之主。你已经同萧燕见过面了，有何感想？晚辈昔日年少轻狂，没有意识到我登门退婚，给萧燕和她的家族造成莫大羞辱，对此我深表歉意。但退婚之事，我并不后悔。尽管萧燕今日修为远胜于我，那也是她的造化和成就。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别这么说啊，丫头，他今天的成就就有你一半的功劳的。昔年有约，我若败于萧燕之手，自愿为奴为婢。但这个赌约我却无法践行，我的家族，我的师门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昔日的错误，我愿以自己的生命偿还。流光剑宗的青矮道友是你的师祖吧？他眼下就在此地向南300里外。他说是来迎接本座一行人，但现在看来，他似乎是来找你的。啊！弟子不知师祖为何来此，弟子只是自己外出游历，正准备返回流光剑宗。那正好，本座这就唤青矮道友过来，你跟他一起回去好了。他愿意以一命偿还赌约，看得出她是个要强的女子。既然并非是为了逃避与萧燕一战，那么为什么？说说吧，你为何要从流光剑宗逃走？这慕容嫣然如此在意婚约，是为了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吗？3年之约在即，流光剑宗恐怕正急于找个后台以对抗玄门天宗。流光剑宗准备派你与谁联姻？蜀山剑宗还是大秦皇朝？晚辈不知道前辈在说什么。你无法接受做本座弟子的奴婢，怕让你的家族与师门蒙羞。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抗婚私逃，会将流光剑宗与慕容家置于何种境地？若是蜀山剑宗，倒还好说；若是大秦皇朝，你慕容家的根据地就在大秦皇朝的都城。重云太子乃大秦王朝储君，我逃婚极有可能牵连家族，这就是我的宿命吧。既然无论如何都逃不开，请前辈指点晚辈师祖亲爱老祖的方向。看来他联姻的对象确实是那重云太子。不过现在还不能让你离开，要先委屈你了。最近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那自然是林宗主乘龙飞跃大半个大秦皇朝，亲自陪弟子赴约啊。你知道本座问的是什么？大秦皇朝储君重云太子最近离开了皇朝都城，行踪不明。有消息称他前往大秦皇朝东南一带疆域。大秦皇朝东南地带，不就是流光剑宗的地盘行云峰所在的地区吗？他要亲自过来。本座听说大秦皇朝出了个奇人。林宗主指的是他们的新丞相吧？传闻新丞相没有丝毫道法修为，却折服了大清皇朝朝野上下。不是修真者，却能闹出大动静来，看来此人必有过人之处了。多谢燕道友了。林宗主客气，祝林宗主此次行云峰之行一切顺利。得想个办法让你那师祖自己找到你，不过还得先去那个地方验验我的猜想。先去找小燕子他们会合吧。去行云峰之前，本座打算先顺路去一个地方，青矮道友可愿同行？好，林宗主有此雅兴，老朽自然乐意同行。既然如此，这就上路吧。师父，算起来，你也快3年没有回过乌州了。俗话说得好，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如今正是萧燕衣锦还乡的时候了。12岁一场大变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些人的笑脸。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今时不同往日，你早已不再是当初的你，旁人的目光自然会发生改变。莫要因为旁人的目光而影响你自身的情绪。多谢师父教诲，是弟子着相了。爷爷，我回来了。好孩子，好孩子。爷爷，这是我师父。小老儿拜见玄门之主，感谢玄门之主对燕儿的再造之恩。无需多礼。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小燕子若非可造之才，本座也无法让朽木变成璞玉。爷爷，真儿不在吗？哎，你也知道，
真儿其实并非我萧家子弟，他真正的家人已接他离开了，这是他留给你的，看得出来他很舍不得你，你莫要怪他。萧族长，你们翻新老宅的材料似乎颇不寻常。这些稀贵材料都是我大秦皇朝储君重云太子所赐，萧家实在不敢推让。这重云太子有点意思。重云太子所赐，正是。萧家近日来多亏了重云太子特意关照，才能压过乌州另外几大家族，还赐了小老儿通天丹和破障丹，让我突破瓶颈结丹。重云太子既然已经知道本宗以嫣然结亲的意图，但却似乎并不想与玄门天宗撕破脸。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嫣然。哼，看来大秦皇朝没有和我强行翻脸的打算，只是这竟然不是那新丞相的主意，而是重云太子的命令。心高气傲、霸道、偏执、占有欲强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多年来都是如此，想来并不是演戏伪装。重云太子之后，必然还有幕后之人，会是谁呢？难道是大秦皇朝那位新丞相吗？有意思，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大家走着瞧吧。我也与林峰他们前往行云峰的路上，可至今未找到嫣然，这可如何是好啊？啊！这是嫣然！趁着林峰不注意，赶紧将嫣然带走。还不醒来！弟子参见师祖。你若不愿嫁入皇室，跟统领或者跟老祖我直说就可，总不会强迫于你。之前是弟子鬼迷心窍，现在已经想通了，我会听从宗门的安排。此前犯下的错误，甘愿领受一切责罚。责罚日后再说，你先把你离开行云峰后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你是说那玄门之主已经猜出了重云太子有可能纳你为侧妃，但还是主动放了你？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话语中看，显然是已经猜到了此事。我先前一直担忧林峰暗中扣下嫣然，在贼喊捉贼，倒是无人应允，又放了重云太子的鸽子，我流光剑宗可就大祸临头了。可林峰知道了联姻一事，却主动将人放回来，他到底想干什么？林峰此人真是难以看透。罢了，先回山。那里便是行云峰了吧？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送他回来吧？就让你们想破脑袋猜去吧。这边是碧宗门所在，行云峰，林宗主请。7名元婴老祖亲自迎门，这是礼遇，还是威慑？这份威压是流光剑尊，看来此行并不简单，恐怕要在龙潭虎穴里闯一闯了。玄门之主大驾光临，碧宗上下蓬荜生辉。碧宗宗主正在行云峰上等候，请吧。玄门天宗弟子石天浩见过7位前辈，替师尊谢过流光剑宗诸位前辈，并向流光剑尊问安。此次失礼果然得天独厚，若有法器辅助，可与元婴期修士一战。不过再怎么天才，你也不过区金丹初期，而那黑龙虽是龙族，却刚成妖婴。诸位，我们也别让人小瞧了。接引9天清气入体，元婴中期修士嘛，比起法力，确实比谢宇更胜一筹。但实战搏杀，可就未必了。原来是客，林宗主何不进来一见？哼，流光宗主客气了。
他必然就是流光剑宗当代宗主流光剑尊。他的气息隐隐与天地相合，竟难以捕捉。我竟看不穿他的修为深浅。林宗主此次来我行云峰，便是为了门下弟子的赌约。不知流光宗主有何见教？见教说不上，只是你我2个弟子因一句戏言而起了恩怨。林宗主真要他们斗得你死我活？戏言？流光宗主如此说话，不会是想插手小孩的比试吧？既然这样，你我2人门下弟子便各凭本事吧。本该如此。不过双方的赌约内容还会牵扯到别的人，林宗主想清楚了。你说的人，这不就来了吗？大秦石重云特来拜访，看来来的正是时候，人很齐嘛。见过流光剑尊。重云太子客气。小燕子，这就是你的情敌了。他和真儿，和萧真儿没关系，这是流光剑尊给慕容嫣然准备的夫婿。你呀，还真是脑子里只有萧真儿。师父怎么看大秦皇朝与流光剑宗？小燕子，你记住，我们玄门天宗的人从来不贪心，但是别人欠我们的，一定要还。乌州城那边，我倒认为那未必是重云太子的手笔，更像是别人借他的名义。有师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皇族赐下的法宝吗？这重云太子霸道贪婪，却用如此隐晦低调的法宝吗？看来这里面还有许多门道啊！全是金丹期的侍从阵容，好大的手笔！元神修士，这重云太子竟然有一个元神修士随行给他当保镖。原来是星斗道友，你不是一直在西陵城安养纳福吗？这次怎么晋级私洞了？有些日子没见流光道友了，这次重云太子要过来，老朽便主动请缨同行。那真是荣幸之至。林宗主，我来为你介绍，这位是大秦皇朝储君重云太子，这位是星斗道尊，这位便是玄门天宗林宗主，久仰大名了。星斗道尊，幸会了。玄门之主的大名，近些日子以来，当真如雷贯耳。习惯就好。一点礼数都不懂，这就是玄门天宗的弟子？哼，我玄门天宗向来礼数周全，但那只对懂礼数的人，我们才讲礼数；对于无礼之人，自然是不讲的。礼貌没有那么廉价。林宗主，这个弟子太聒噪了，孤只好杀掉他了。就凭你？原来你就是萧燕呐！太阳真火，幽冥邪皇，同时拥有2大真火，你也算是不凡了。不过仅仅金丹期的修为，差得还远呢。看来乌州城里萧家得到的特殊关照，并非出自此人的命令。不仅如此，他似乎根本就不知情。哼，越来越有意思了。想动手？太子殿下速度太快了，让在下一阵好感呐！晚辈谭英杰见过几位。谭英杰，你来做什么？太子莫急，丞相托我来，只是有礼相赠而已。丞相？又是大秦那位丞相？我来此处是受武相所托，来给流光剑尊送一些东西。哦，武丞相让你带什么东西给我？我也不知是什么，武相只说流光剑尊一看便知。这是……他的意见我会考虑，稍晚些给他答复。我也不过是来当个信使的，流光剑尊不用客气。此次似乎正逢盛世，不知我有没有旁观的荣幸？无妨，留下一并观礼即可。流光剑尊似乎也对这武丞相言为尊敬，这武丞相究竟何许人也？宗主，此人姓谭，又与大秦王朝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是元天古界7大世家之一谭家的人，构成天元大世界最主要的2部分，
是被称为神州浩土的人族世界和被称为天荒广陆的妖族世界。以这2个世界为核心，还存在许多异度空间。这些异度空间被称为中千世界，元天古界就是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中千世界。现在元天古界中的7大世家，基本都是神州浩土的人族修真世界几大势力在元天古界的利益代表。谭英杰出身的谭家，就代表了大秦王朝在元天古界的利益。而谭英杰能够代表谭家滞留在大秦王朝，应该也是家族的代言人。这般身份，却愿意为武清柔跑腿，这位武丞相真是不简单。此外，我此次还要代表武相邀请流光剑宗和玄门天宗，在1个月后参加荒海古界的开启典礼。荒海法会，荒海法会。各大势力用以争夺前往中千世界荒海古界名额的盛会，各大势力都会出席，并借此机会互相探底。感谢大秦皇朝的邀请，这场盛会我玄门天宗定会如期参加。不清楚这武丞相想打什么主意，不过这法会是提升宗门声望的好机会。荒海法会，什么时候你谭英杰可以代表大秦皇朝发出邀请了？我只是替武丞相带话而已。武清柔最好也告诉了你如何向我解释。若太子殿下与那玄天宗发生冲突，你需当面发出邀请，切记，切记。武相，你这是当面打脸，火上浇油啊！按照以往的消息，石冲云算是很强势、话语权很强的皇太子。但现在武清柔却拿他当摆设，这说明了什么？难道秦帝要换太子了？可秦帝根本没有第2个儿子。等等，夺了小不点道基的石天翼，这些年来在大秦皇朝声名显赫。大秦4大家族，石氏家族最为特殊，因为石家是皇族分支，若是秦帝提出让石天翼过继，也不无可能。大秦皇朝的局势比我先前想的还要复杂。好了，我流光剑宗也会准时赴会。现在各位先去稍作休息，距离嫣然统领高族的约定日期还有4天，4天之后便在此地让他们履行约战。林宗主意下如何？小燕子，你觉得如何？师父，我没有问题。好，那就依流光宗主所言。那好，青霭，请林宗主师徒去住处休息吧。是宗主。林宗主请。不知弟子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嘿嘿，行云峰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当然有啦，流光剑宗的朱雨鹤可是很有名的。只会吃。小燕子看来是用心了，面对弱这么多的敌人，也丝毫不轻敌。不错，也不知红颜那边在做什么。哦，他和汪林一样，修炼起来1分1秒都不浪费。不错不错。冲云太子的侍从，鬼鬼祟祟来这里做什么？果然是在这里。这是雪梨的叫声。雪梨是我雪峰国特有的珍兽，只有我雪峰国人才会模仿它的叫声。红颜，学会了吗？哥哥，为什么我要学小雪梨叫啊？雪梨是我雪峰国特有的，在外面可见不到。以后你出门在外，若是听到雪梨的叫声，说明那一定是我们雪峰国的同胞。哥哥，我记住了。哥哥，你是谁？为什么会有我雪峰国的暗号？会是雪峰国的同伴吗？会是哥哥吗？红颜，好久不见了。王剑南，你这雪峰国的叛徒，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7年周狗入侵，你是第一批投效之人，如今怎么又转投大秦了？莫非是连周狗都容不下你这种出卖同胞的奸贼？哎呀，红颜，你误会了。当时你年纪还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我当初投靠大周，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我的内心始终都是向着雪峰国的。可惜雪峰国仍然覆灭，那我自然不可能继续为周人服务，所以才转投大秦皇朝。周人势大，想要为雪峰报仇，大秦皇朝便是最为合适的助力。红颜，现在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重云太子他日后必然继承秦地大统，有他相助。他为什么帮助我们？红颜，这就是你的福分了。重云太子今日见了你，便起了求皇之意。他虽然已经有正妃，但侧妃之位仍然空悬。红颜，你听我说，重云太子他真的……黄剑南，你主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岳红颜蒲柳之姿，当不得你们如此看重。你们弄这么一出闹剧，怕还是为了针对我师门玄门天宗和我师父吧？本以为他乡遇故知，谁知却是仇寇。红颜，你那些谎言骗鬼去吧！岳红颜，你别不知好歹！你滚吧！若不是因为这里是行云峰，我不便动手，不然我现在就想送你去向死去的雪峰国同胞道歉。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只是重云太子那边不会等你太久。哼，你喜欢当人家的狗，可我不喜欢。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动你。你说动谁？见过林宗主，晚辈告辞。师父，我想杀了他。不用心急，为师很快就会给你这个机会。如何？此事是失望更多一些，还是愤怒更多一些？失望。你攻势凶猛，但对自身保护不足，这骨披玉甲可以为你弥补一二。多谢师父。走，回去休息吧，想必明天会更热闹呢。你不是说有朱雨鹤的吗？怎么一直也见不到啊？我以前是在外面抓住的，现在到了行云峰上，我又不知道他们养在哪里。师父，您先尝尝。哟，今日怎么先想起孝敬为师了？往日不都是自己先管饱的吗？以前的东西不够好，今天这碧云角蛇，闻着就知道味道确实不错。行了，想干什么说吧。师父，您看能不能跟流光剑宗的人打听一下，他们的朱雨鹤养在哪里呀？你怎么不自己去问？我去问过了，但他们知道这家伙是饕餮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我还偷偷跟着他们，没想到这群高人也忒能沉得住气，我蹲了半天也没找到。你这个憨货，就是在吃上够执着够精明。你们都露馅了，还让师父去问？师父。无需为师去说，你也无需着急，要不了多久，流光剑宗就会主动送上门来的。你看，这不就来了？流光剑宗弟子赵岩，特来拜访玄门天宗众位师弟。师父，这人谁啊？师父，这厮是来找事儿的。流光剑尊应该不屑于做这种小动作，可能是流光剑宗里元婴期长老们的主意吧。哼，人家既然上门了，那我们便一起欢迎一下吧。全是金丹后期，看来这就是流光剑宗最精英也是最核心的一群弟子了。赵岩，这个名字我有印象，似乎是流光剑宗年轻一代弟子中最为出色的天才，100岁出头的年纪，已是金丹后期的修为。哼，他在整个神州浩土很是出名，据说可以以金丹战元婴。几位玄门天宗的师弟，流光剑宗赵岩有礼了，向玄门之主林前辈问安。我等此行前来，只是想与玄门天宗各位师弟交流一下道法，还请前辈允许。交流道法自无不可，希望最终结果不是把你们打得彻底没了信心，
不知道道友想要怎么交流啊？早先听闻玄门天宗各位师弟同境界下斗法无敌，也不知是真是假。赵岩不才，忝为流光剑宗内门大弟子，想跟萧师弟你切磋一番。嘿嘿，赵道友想验证我玄门天宗弟子是否同境界斗法无敌，那何须我大师兄出手，我来就可以了。对了，我是我师父排最末的亲传弟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就先让你知道一下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就请这位师弟指教。且慢，怎么了？光比试也没有意思，总要有些彩头才好吧？这样我也不多要，我赢了，你给我2只茱萸鹤。4只。好，但要是你输了呢？输了怎么可能啊？哼，那你先赢了我再说吧。我这就来赢你了。哼，好狂妄的小子！但必须承认，他有这个资本。但这就想胜赵岩，还远得很。赵师兄陪那位师弟玩，便由我来跟萧师弟切磋切磋吧。着什么急？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不陪你玩了。这位师弟是把我当成和你一样的金丹初期了吗？竟然引动了护山大阵，好雄浑的风雷之力！若是真用护山大阵对付他，流光剑宗的脸也彻底丢尽。把护山大阵关了。如此雄浑的风雷之力，至少在法力总量上，此子确实有同元婴期修士一战的实力。比起和万峰一战，此子似乎又强了。我现在担忧的是，若等他们结婴之后，又该是怎样的恐怖？这是他的金丹绝对有古怪，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雄浑的法力。事到如今，云霭化生，气化万仞。来！好恐怖的肉身力量，我就看你还有多强的力量。云池电掣，谁与争锋？元婴期法器，可不只是你有。莫非是青海老祖提过的可以穿梭时空的元婴期法器？可恶！这小子云遮雾罩，风雨如晦。赵岩这一招完全放弃了攻击，只能僵持，由攻转守。哼，胜负已分。我说过，很快就结束了。阁下还想看到什么时候？真是丢脸的东西！武清柔在打什么主意？或许可以通过这太子来投石问路。红颜，直接向那王剑南挑战吧，要不要留他一命，你自己决定。是，弟子遵命。王剑南，我与你一战，你可敢接受？太子殿下，莫问，一个筑基的弟子你也不敢打啊？好的，殿下，我会小心不伤到他的脸的。来，让我看看你如今道法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此女才筑基中期的修为吧，居然敢主动挑衅金丹级修士。玄门天宗的道法神通绝不寻常，拭目以待吧。本想不用全力给你留一分情面，既然如此，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风雪石，在这暴风雪覆盖的范围内，阴寒法力会附着在疾风上，向敌人发起攻击。即使你挡住了锋刃，也难挡住暗处的法力侵蚀。他上当了。难怪这丫头如此张狂，原来是有玄门之主赐下的金丹期法器。红颜，分别的日子以来，你果然没有浪费功夫，老师见了也很欣慰。这场比试，咱们就当平手好了。哼，敬酒不吃吃罚酒，这
可是你自找的。要挑战金丹，靠法器还不够。红颜，好好习武，以后才能保护好我们雪峰国啊！哥哥，哥哥你在哪儿？红颜，原来你在这儿。老师，红颜，快跑！他是叛徒！大人，他就是岳红颜，抓住他！认输吧，红颜，否则老师就不会再留手了。对战金丹修士能做到这一步，他也算是不容易了。这是，应该是大灭神枪。哼，没关系，只要我……等等，不对，不好，这是……见壁而斩，炮不够，天！剑杀！剑杀救我！剑杀！复仇血刃，我终于等到这一天，终于完成这件事了。唉，筑基中期杀金丹期，又是一个天纵之才。筑基期竟然隐隐接触了几分空间奥秘，四师妹的天赋果然不凡。赵岩，回来吧！他们连重云太子的人都说杀就杀，想必也不会看流光剑宗的面子。流光剑宗现在不能再失去赵岩这个核心弟子了，而且现在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也有人想要对付他们了。玄门天宗当真霸气啊！明知道王剑南是孤的侍从，也敢直接大杀，你们好得很呢！岳红颜是我师妹，她有任何事情，自有我师父处理。阁下若有什么不满，我替她接下。若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姑早就碾死你了。怕你没那个本事，那就试试看好了。有种你就来！别管性格上多么不靠谱，至少这身修为不愧对于他大秦储君之名。林宗主的几位高徒，性格都未免太过张扬了。须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会被风摧倒，只能说明树木本身不够坚挺。本座的弟子就不劳星斗道尊费心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老朽如今也有些手痒，还望林宗主能陪老朽玩两手。老朽这座星海大阵，还请林宗主指点一二。看来这些星辰会随着我变化，他是想把我困在阵中，不让我插手外面的战斗。林宗主好霸道的手段。哼，元神修士倒是有些实力。修士成就元神，首先就会以自己的元婴为核心，以天地法相为躯干，炼成独属于自己的元神化身。元神一成，长生不死，遨游天地。同时，元神化身也是元神大能真正强大的地方。看来他只想先拦住我，再用这大阵试探我的真实实力。哼，既然这样，我就陪你玩玩。当时完成开山门主线任务的奖励，现在用正合适。这是何物？罢了，且让我来试试。哼，狂妄！那我换一个方向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星空宇宙是我创造的独立空间，在这里，一切空间法则按理说都受我掌控。不行，我就不信破不开你这黑伞的防御。去！伞下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伞遮天，万劫不灭，直到永恒。管你外面是风吹雨打，还是天地寂灭，万劫不灭，万法不磨。此伞
名之曰遮天伞。师傅，师傅，你没事顶一把伞做什么呀？这伞不是为师自己用，而是打给别人的。这把伞，就是你回敬给我的考验吗，林宗主？但此刻，并不是死斗的时候。小燕子那边应该也到白热化了。两大真火完全融合了。他想把两大真火融合，太疯狂了！这个疯子！太阳真火神芒本来是稳定的，接触到敌人后才不断连环炸裂，在融合时就要首先控制，使之先继续保持稳定。而幽冥邪皇始终都在熊熊燃烧，又霸道无匹。不要试图压抑其特性，而是善加引导，保证其燃烧的烈度在你的控制之下。再疯狂、再强大的力量，也要你自己来操控。要做到人遇火，而非火遇人。师傅，我成功了！邪影，现来！这是什么怪物？这一招，元婴也难逃。金丹初期的修为，弟子如此，师傅若何呀？这是平手。重云太子身上的那件元婴期的法袍彻底毁了。吴新天就在这里宰了你！元婴期打金丹期，还要动用元神期法宝，我岂能任你欺负我徒弟？两人都有元神法宝，这才公平。师傅的，法宝之威果然惊天动地，不过，可不是只有你石重云才有法宝。二位且住手！见过林宗主，见过流光剑尊，见过星斗道尊，微臣参见重云太子。黄九公，你来做什么？武相收到消息，关于太子殿下的侧妃，陛下似乎已经定了人选。微臣奉武相之命，特地来给殿下露个风声。哼，不用多说。这个黄九公是丞相武清柔的人，他给这位太子打脸来了。切，武清柔究竟想要干什么？莫非石重云的太子之位真的不稳了？是谁？总之，并不是慕容嫣然。哼，武清柔啊，武清柔，萧燕是吧？姑承认你是个人物，但今天的事情只是个开始，姑就要看看。玄门之主是否能护你一辈子？走！我也期待着与你注定的一战。罢了，终将会有一战，迟来早来也不差这几天了。谢宗主宽宏大量，流光剑宗、慕容家、慕容嫣然，请萧师兄指教。师妹这是何必？不如直接认输吧。从内心来说，当年的我，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而今日，事实已经证明，我确实目光短浅。陪一个陌生人过一生，我也同样做不到。我并不认为你退婚有错，只是你的方式错了。唉，不过时至今日，争论谁对谁错，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也不需要你为奴为婢。我原本想让你当众认错服输，其实也不重要了。胜负已分，世人自有评论。3年之约结束了，慕容嫣然。执着通天，操纵天地灵气为己用，金丹中期的修为境界，他晋级了。与重云太子一战，充分压榨自身极限；与慕容嫣然一战，彻底解开心结。哼，法力和心境双双飞跃。从即日起，慕容嫣然为我亲传弟子，
由我亲自传授道法剑诀。小燕子，对你来说是结束了，但对某些人来说才刚刚开始啊。嘿嘿，某些人我能赢他一次，就能赢他一辈子。志气可嘉，小辈们的约定已了，行云峰上还有不少名胜，林宗主可要游玩一番。让小辈们去吧，本座更愿意同流光宗主交流一下道法。这边请。4只猪与鹤，别忘了是4只。然后再多加2只。现在要6只了。我们居然输给这样一个吃货！黄九公，你最好是可以给我一个解释。太子殿下，吾相会亲自和您解释。武相，这次你可把姑坑得有点苦啊。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罢了，殿下无需太过焦虑。哦，那请问武相，你这计划一共有几步？3步。武相的3步是针对姑，还是针对别人？针对不利于大秦皇朝的人。第1步是让你和姑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扫姑的面子。你要让人认为你和我大秦皇室是站在对立面的，认为你欲以相权制衡君权。哦，那殿下您觉得我想让谁这样认为？除了4大世家和大秦境内各大宗门外，姑想不到别人了。正是他们没错。一个皇朝想要强盛，中央集权，君臣一心，是必须的先决条件。大周皇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大周皇朝势力仍然在高速发展，如果大秦继续内部倾轧的现状，便只有被大周侵吞的下场。清除世家势力，集权中央，这是武相你的第2步计划。那么，第3步呢？4大世家为首，诸多家族追随其后，又哪是那么好清除的？第2步只是要抑制和削弱他们，第3步才是真正的动手。与此同时，第3步也将清除此次计划最大的障碍——石氏家族重统者。必须承认，少年一代人中，那重统者给了姑一些压力，他不夭折，姑内心难安。那玄门天宗萧燕可以算半个。之前，我以殿下的名义大力栽培了那萧燕出身的乌州萧家，这也是计划第1步中的一部分。眼下，和玄门天宗处好关系，便于第3步计划的实施。那玄门天宗的小弟子石天浩，我想太子殿下也知道他的来历。姑自然知道，那重统者能有今日的成就，至少有1半是踩在那小娃娃肩上得来的。他那一身神通也不算小，10来岁年纪的金丹期，古今千万年，也是凤毛麟角。不过现在的他，还不足以跟那重统者叫板。今日之前，太子殿下也不认为那萧燕这般难对付吧？真不知那玄门之主是如何做到的。门下弟子个个妖孽，此人当真不简单呢。还很护短，看那玄门之主这一次亲自陪萧燕来行云峰赴约，就可以知道，日后石天浩对上重统者，他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这才是武相你算定的，用来实施第3步计划的棋子吧？也不一定，说不定是4大世家给那玄门天宗一个骨头吃。哦，世家力量和玄门天宗之间，武相打算损强补弱，是这样吗？正是这样，没错。两败俱伤，才是最有利于我大秦皇朝的选择。既然武相已经成竹在胸，那姑便静候佳音了。告辞。武相国的3步，算进去的不仅仅是玄门天宗和世家的力量。星斗道尊客气了。还是太少了点儿，不够吃啊。那些小的呢？酸灵气不足，但是肉嫩。师傅说过，
大眼49，唯留一线生机，凡事不能做得那么绝。至少我们应该给流光剑宗留下一雌一雄2只幼鸟，方便他们将来配种嘛。是紫元老祖来了，赶快装绕跑！这两个小混蛋！行了，我们走吧。流光剑宗这次算是开门易道了。1个月后，希望能和林宗主在荒海古界入口处再做交流。那亦是本座所期望的。这看着就好吃，跟师傅一起吃，留点给山上的师兄们尝尝。怎么，在想你那小妻子？师傅，我想去找真儿，这是真儿留下的信，请师傅过目。他有那样的背景，之前却留下来陪着你，如今他有困难，你确实该去。你准备去寻他，为师不反对，但有3件事，你千万要留心在意。第一，你的真火融合之术不要轻易动用，你自己心中应该有数，这仍然是一个不成熟、不完整的法术。要解决它，其一为降低火焰融合的威力，其二为提升你自己的修为境界。弟子一定会努力修炼，绝不会有丝毫懈怠放松。第二，这次你去寻你的真儿，路途未必顺利，可能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当真有意外发生时，你切记不要跟萧真儿的家人发生冲突。根据萧真儿留给你的信件，她的家庭背景很特殊，稍有差池会横生许多波折。为师不是要你忍气吞声，而是要你凡事三思而后行，不要急躁。当然，真要遇到了受气的事情，记得你是谁的弟子。我玄门天宗的人什么都吃，就是不会吃亏。这是为师要跟你说的第3件事情。这枚符箓你带在身上，有事捏碎了它，为师会立即感应到。真遇到了难事，别自己硬扛，师门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去吧，傻小子，去把你的小媳妇带回来，为师还等着你们敬茶呢。师父，您就等着我的捷报吧。大师兄，你是不是要去给我带个小嫂嫂回来呀？傻小子，大嫂就大嫂，什么小嫂嫂？真儿年纪可比你要大。祝大师兄抱得美人归。承四妹吉言。师父，弟子去了。我也想要媳妇儿啊，要好多好多媳妇儿，要好多好多有大把嫁妆的媳妇儿啊。这个小家伙应该还要很久才能去给我骗嫁妆吧？在哪儿啊？小不点儿已经金丹，而那重瞳石天翼已经在金丹后期巅峰，冲击元婴了。据说算上加速时间的洞天内的时间，石天翼现在也在14、15岁的年纪，却已经要冲击元婴了。他当年挖了小不点的灵台，再加上自身天赋同样出类拔萃，两者合一，他的金丹定然是生出异象的子丹。朱毅虽然很快就要回大周皇朝参加考试，但他跟他那老子玄机侯朱洪武还有的斗呢。眼下最紧迫的，应该就是小不点这边了。小家伙还需要继续加快脚步，加强实力才行啊。谢于停下，你们在这里等为师。九霄之上的罡风层，密布着无坚不摧的9天无相罡风，若能捕获1、2，对小不点定有大用。用周天子气先捏一个小世界，嚯，直接将小世界撕碎，果然厉害啊！先用诸天界掌分割，再用2阶虚空妙术无缝传送入小世界。仅仅有风还不够。捕获劫雷，打招小世界耗损比预想中大了点儿，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傻小子，那虚空劫雷本身就有突破空间的能力，为了不让劫雷跑出来，为师在这个诸天小世界上做过特殊处理的。师傅，快放我出去啊！有青铜虚空鼎护身，你死不了的。不过为师希望你能凭自己的力量抵抗罡风劫雷的轰击。经过9天无相罡风和虚空劫雷的淬炼，等到你把风雷之躯练成和你自己的体型一样大时，
才算是练到家了。师傅，你要玩死我！为师看好你，这次荒海古界开启前的擂台赛，又将是一个提高声望的大好机会。不对，在那之前得先给小不点准备一个元神期的法宝。宿主获得每月1次抽奖机会，6月抽奖已经发布，是否立刻进行抽取？当然是现在抽取。纯阳剑以纯阳真火炼制而成，有这把纯阳剑，或许能摸索出纯阳真火的奥秘。试试看。谢谢参与，欢迎下次再来。没抽中纯阳剑，反倒是抽到这元神法宝黄天中的附属品。虽然本身也具备非凡法力神通，但终归不是法宝黄天中本身。算了，先留着，或许可以通过这玩意儿找到黄天中呢。小世界的罡风劫雷又用完了。这修炼方法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了。罡风劫雷都成了消耗品，老是需要补充。哦，效果还行。之前是3米高的巨人，现在压缩到2米出头了。别装了，有好东西给你，要还是不要？就知道师傅对我最好了。就你小子脸皮厚，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没有，手感还不错啊。师傅，别这样，这样就会把小孩子的口水包挤出来的。少来，那是婴幼儿，你现在怎么揪都不会有事的。取青铜虚空鼎来。好强大的威力！青铜虚空鼎本身虽然熔炼了大量空间法则，但也做不到如此地步。此物本来是元神法宝黄天中的中锤，青铜虚空鼎能有如此威力，正是因为它的激发，两者力量合一的结果。此物给你，日后能否得到黄天中，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谢谢师傅。哎呀，这么多徒弟，每个人都要有好东西，我要化身多宝童子才行。那里似乎是阳清昔日师门云水洞的位置。叶云，我们下去看看。每一块墓碑都是杨清所立，孤单默默安葬整个宗门，光是想想就感到难受。完全烧成灰的大地，连石块这都是地藏真皇造成的。地藏真皇，天地间7大真火之一，地火精华，火焰青色，火势浩大，近乎无穷无尽。张烈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已经修成纯正的地藏真皇了。心态放平和一些，能掌控地藏真皇的人或者妖，未必只有一个。是，师父。话虽如此，但岳红颜同张烈之间的孽缘，搞不好真的延续到了这里。不管是不是他，这家伙毁灭云水洞，目的何在呢？若无仇怨，便是受利益驱动。云水洞这种小宗门，有什么值得让一个元婴中期修士大动干戈？除了杨青身上的太阴真水外，我真想不到别的东西了。不管你是谁，最好不要惹到我头上来。时候差不多了，我们要继续。是谁在窥探这里？是他。风铃，那人的气息有些熟悉。哦，怎么个熟悉法？我察觉不到他身上有法力波动啊。哦，想起来了，1年多以前也是在这昆仑山里，那无间钢煞。原来是那个家伙，我当时好不容易才逃出升天，都是他害的。哼，终于又让你撞在本姑娘手里，这下子新仇旧恨一起报了。风铃，你想怎么弄？既然你我都看不透他的修为，那他肯定很厉害。我们引诱他去帮我收拾了那些大笨牛，我就可以趁机拿宝贝了。而且，我不认为此人真能敌过那些大笨牛，毕竟那里面可是有一个妖王的呀。风铃，可是我总觉得那人有些可怕。不管怎么说，有仇不报，本姑娘咽不下这口气。赌一把。哈哈，看来这小妮子又想故技重施啊！
趁机拿宝贝，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谁是谁的送宝童子还不一定。这么庞大的妖族群体，居然没有散发出多少妖气，差点就被瞒过去了。哦，原来如此，似乎是有一股灵气在和这妖气互相中和。这些妖兽是故意这么做的，借此掩盖这道灵气的踪迹，防止其他人发现。这就是那丫头所说的妖王了吧？上钩了！魁牛，都说这东西生活在东边大海的仙山上，怎么会在极西内陆的昆仑山脉出现了？你就是那女的靠山。本座与你说的女子无关，不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你掩藏的宝物究竟是什么？果然是一怒货色，受死吧！哦，果然是魁牛，纯血饕餮，只有一只脚，支撑那么大一个身子，站的倒是挺稳的。就是这条腿上的肉，味道最好啦！大胆！乖当食物吧，反抗是没有意义的。那是10几头妖帅级别的魁牛吧？这么轻松就被人生擒活捉了？是啊，太可怕了！范莲，咱们还是走吧。现在肯回答本座的问题了吧？要不是这2个小鬼突然冒出来，我早就把你踩扁了。睁大你的牛眼看清楚了，这是我师傅，你想踩扁谁呀？清炖还是红烧，你自己决定。我喜欢清炖，原汁原味，除了肉以外还有汤喝。我说，是沙罗铁树。沙罗铁树吗？一般情况下，公认天元大世界有4大灵珠奇树，分别是人参果树、梧桐神木、狼环玉树和沙罗铁树。正是因为4大灵树都灵异非常，拥有无穷妙用和强大的灵力，所以在人族世界神州浩土反而见不到他们的踪迹。传闻中，沙罗铁树天生金刚不坏，万法不侵，最为坚固。除了少数几种克星，无人可以损伤其分毫。据说，神州浩土最后的一棵沙罗铁树，栽种于西年佛门圣地大雷音寺，捍卫着大雷音寺的舍利塔。神宗今天，大周皇朝麾下的神武诛仙阵攻破了大雷音寺护山大阵大日如来阵，却攻不破沙罗铁树。最后，蜀山剑宗动用沙罗铁树的克星，联合神武诛仙阵，这才斩断了沙罗铁树。但沙罗铁树的最后反击，直接导致蜀山剑宗动手的那位元神大能陨落。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沙罗铁树，你们是怎么发现那株沙罗铁树树苗的？不是我们发现的，那棵树苗本来就是主人种的，后来移植到了这昆仑山来。你们是随人迁徙到这里来的？不错，我等本来生存在东海7000里外的流波山，在流波道尊座下听讲修道，奉其为主人。后来随着主人来到这里。流波道尊，他在何处？本座倒想拜会一番。以道尊为尊号，那应该是一位元神大能了，只是名声不显，想来是海外散仙。主人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你们都随我来吧。来者何人？这就是那棵沙罗铁树树苗吗？果然也是觊觎这棵奇树的贼子。好强的雷霆！这头魁牛是妖王中期的境界修为了。龙族，妖王级别的龙族，阁下是玄门之主。你们逃了吧，主人待我恩重如山。如今他老人家音信全无，这沙罗铁树是他留下的唯一东西，我不会让于他人。不妙！难道
都说。这个东西也是你主人刘波道尊留下的。不错，玄门之主知道这石符的底细。这师弟和那石符产生了共鸣，恐怕他们都和那通天阶梯秘藏有关。这是本座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物，似乎跟某个秘藏有关。至于你们的主人刘波道尊，本座并没有见过。感谢玄门之主如实相告，小王非常感激。我等愿投入玄门天宗麾下，只希望他日玄门之主探寻那秘藏时，可以带上我等一起。这些魁牛忠心耿耿，倒比一般的人类还要质朴。你等欲入我玄门天宗门下，未尝不可。只是你们要入我门下，就要守我门下规矩。愿听宗主号令。这树苗既然是念想，你们便留着吧。以后本座会帮你们移植到我玄门天宗山门中，仍由你们照料便是。主人不知去向，我等才如此紧张。如今有您伸出援手，这株树苗我们愿意献给宗门。魁牛天生有控雷神通，这下多了个妖王级别的坐骑灵宠不说，小不点修炼用的雷霆也有了来源，再加上这沙罗铁树的树苗，不错不错，这次收获颇为丰盛啊。前辈，本座记得刚才有人说乐意为本座效劳，刚好现在需要你带路去一个地方。之前凌云峰附近的山脉中爆发无间罡煞，你被卷入其中，现在看来你脱险了。你最后一次接触无间罡煞的地方在哪里？带一下路吧。我怎么，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本座向来通情达理。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没问题就好，给你们几个一项历练，跟着他去寻访无间罡煞，为期15天，能不能得到就看你们自己的机缘了。谨遵师父谕令。谨遵师父谕令。谨遵宗主谕令。是，那玩意又不好吃，要了干嘛？师傅，15天后这黄毛丫头要怎么处理啊？还要押回山吗？谁是黄毛丫头啊？你这个黄毛小子，小萝卜头，入血未干的死小孩！风铃，我们当初九死一生才逃过无间罡煞，真要回去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先忍一忍，等离了这玄门之主，我们就把他们扔到罡风眼里跑路。这小丫头鬼主意还挺多，不过要是觉得小不点好对付，那可就有她受的了。如何处置，15日后你自行决断。是。你就随本座一起回山好了。是。把这个也带上。这个感觉是小林子要晋升筑基中期，筑起灵台了。小林子这是对八卦诸天大道藏有了新的领悟，接触到创生的奥妙啊！小不点他们准备时间长，但筑起灵台只在眨眼之间。小林子速度太慢了，看样子恐怕灵台品质不高。不行，不见起色，失败的几率偏偏在小林子身上发生了吗？6品灵台，八卦诸天大道藏是顶尖的功法，但对于汪林的根骨来说，修炼难度太大。尽管靠悟性修出一条路，灵台品级却有限。大道至简，真正的至高之道，应该是适用于普天之下所有人，不管天赋高低，都能沐浴恩泽。可惜现在的功法不完整，反而难以参悟。让小林子再准备一些时候吧。弟子无能，让师父费心了。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感到压力。你的情况，为师已经有所安排，只是现在时机未到而已。你入我门下，为师自然要护你周全，为你筹谋。没有外力介入，根骨天赋最高就是5点。很好，那么老子就来做这个外力。现在有2套方案，用哪个更为合适呢？爸，先去这次荒海古界
看一看会有什么收获，再来决定用什么方法帮小林子筑一品灵台。准备参加荒海法会一事，还要和康南华商量一番。这一批弟子天赋不错，不到1个月都已经初窥炼气门径了。那是南华，他的情绪不对劲啊。南华不请本座去你的洞府坐坐？我的荣幸，宗主这边请。本座无意探寻他人隐私，但你给本座的感觉，是你需要一个倾听者。让宗主见笑了。看着那些孩子，想起了一些往事，心境有些浮动不稳。能让元婴修士心境浮动，已然是心魔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到现在已经是71年3个月零15天。那时候我修成筑基后期，凝力出2品丹鼎，正是自己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虽然凝力出2品丹鼎，但却迟迟无法结丹。金丹大道似乎离我遥遥无期。我外出游历，寻找突破的契机，到了一个小山村，村里的人热情好客，靠贩卖在山岩间采来的灵药为生。那山岩对于村民来说极为险峻，但他们为了这宝贵的经济来源，却每天都在生死间行走。他们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开始主动传授他们炼气道法，让他们在山林中多一些生存的资本，而我自己则放弃法力修为不用，跟山民们去攀爬山崖采药。有那么几次，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村中人大部分没有天资，但有一个7岁大的小女孩叫毛丫，她对道法领悟很快，根骨也不错。那时我们亦师亦友，我传授她道法，她指点我在不用法力的情况下攀爬险峻山崖。我们一直相处了1年时间。看来这个小姑娘就是康南华的心结所在了。后来的一天，我和毛丫采药回来，却见到村中一片狼藉，竟然是有盗匪劫掠，而那盗匪领头人应该是个炼气期的修真者，让村中无偿将药物献给他们，否则便屠村。我听了便要去寻那伙盗匪的巢穴。毛丫当时问我，村子会不会有事？她说她很害怕。我对她说，没事的，你们不会有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们。这就相当于他许下的承诺，大概也是他痛苦的源泉。我找到了那伙盗匪，将他们送去了该去的地方，还仔细确认了没有漏网之鱼，才一身轻松地返回山村。等我回去，村子毁了，所有人都死了，毛丫也死了。我看着他睁大的眼睛，甚至还能从里面看见希望。我知道那希望就是我，但最终我让他失望了。这应该是一场意外。屠村之人同你寻找麻烦的那伙盗匪压根不是同一路人，双方之间恐怕没有丝毫联系。是，我也这么认为。但不管有没有关系，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毛丫死了，村里的人们都死了，而我甚至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毛丫遇害和烈风会众人被张烈血祭，这可能是康南华一生中仅有的2次承诺，最终却都没能做到。难怪在百草药宗相见时，他整个人都消沉了许多。若非对张烈的仇恨让康南华有所寄托，恐怕他的修为还要倒退。他有自己的信念、底线、血海深仇，而这2次未能信守的承诺，便是他的心魔。本座不会跟你说什么一切要向前看的废话，眼睛一直盯着过去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不要因此固步自封，停下脚步，哪怕是倒退着走路，视线看着过去，脚下也要始终前进，这是为了不让过去的遗憾重演。这个简单的道理，本座相信你明白。哪怕倒退着走路，也要始终向前。我明白，多谢宗主，今日打搅宗主了。啊，今天是怎么了？一个个都出心理问题了？你们组团的吗？他的内心一股焦躁。小易，你的心乱了。师父，你心中的困惑是关于你母亲。弟子是
看来确实只有你的母亲孟冰云了。师父慧眼如炬，弟子确实在想娘亲的事情，脑子很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果然，很多时候知道的事情多了，未必是福。某些情况下，无知也是一种幸福。既然如此，我便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你母亲孟冰云孟仙子。她是太虚观上代的道门天下行走，燕明月之前的那一任太虚观圣女。她是太虚观上代的道门天下行走，燕明月之前的那一任太虚观圣女。据我了解，你母亲在太虚观是属于保守派阵营的传人。太虚观一直是保守派占主导地位，在庞杰之前，连续3任道门天下行走都是保守派传人。但因为你母亲和燕明月连续遭遇不测，太虚观出于挽回名声的考虑，激进派才有所抬头。庞杰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太虚观一直以平息人族修真界的纷争，或者说尽量减少纷争为己任。换成激进派后，他们又会如何做？世人逐利，道理沦丧。除了明面上的以势压人，私底下也还有许多博弈和平衡手段。说来，孟仙子昔日究竟为何会选择你父亲玄机侯，为师也不甚明了。其中内情，恐怕只有他们2个才清楚了。周地梁盘也许是半个知情人，毕竟太虚观一直针对大周皇朝，说不定是为了隐瞒什么。我日后回天京城，一定要查个清楚。世间自有真情在，你母亲当初若不是真的动了凡心，绝不会真正嫁给你父亲。太虚观的道门天下行走，若不想嫁，权势如周地梁盘都没能力强取。你母亲有属于她自己的骄傲，你父亲昔年也未尝不是与你母亲真心相恋。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感情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不同，自然也就会做出不同选择。多谢师父解开弟子心中一直以来的疑团。不管母亲与父亲太虚观之间有何种纠葛，她依旧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给我温暖的母亲。那么弟子这就去修炼，日后探寻真相，还望仰仗师父成全。去吧，万事有我在。孟冰云真的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吗？堂堂太虚观圣女，就算修为尽废，也不可能被一个凡夫俗子硬生生欺负死。哪怕有朱洪武在背后指使，也不可能。孟冰云可不是一心修炼、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那可是太虚观入世历练弟子中的佼佼者，被选为道门天下行走的人，代表的是太虚观的门面。莫非是他自愿的？可他会爱朱洪武，爱到心甘情愿被折磨致死吗？从孟冰云那2个后辈来看，个个都是人精。燕明月隐忍不发，处心积虑，而庞杰也有所图谋。那庞杰被燕明月坑得一步一步引到我面前，而庞杰只派了一个分身来沙洲，就察觉了燕明月的意图。孟冰云绝对不是个任人揉捏的软面团，只是不知道他的后手安排是太虚观，还是在别的地方。难不成在我这儿？有意思。以太阳真火神芒照射，太阴真水滋养根茎，这环境应该能满足你生长了吧？快要生出自我意识了，这是要成妖？哼，不过很遗憾，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给你这个机会。我挖你来，并不是想要培植出一个沙罗铁树妖。战神分身被融于炎龙天铠中，若是分离，铠甲很快就会自己生出气灵。若是铠甲生出气灵，反而不方便御使。既然战神分身分不开身，那不如再炼一具分身出来。这沙罗铁树树苗就是非常好的选择，根底足够好，潜力足够高，本钱足够厚，就算炼化出来修为不高，也可以很快提升。开始吧。这里就是沙罗铁树神殿内部了，靠近点看看。
之前接触过狼环玉树的树叶，当时修为低，体会不到。现在回想，狼环玉树似乎蕴含一股千变万化的力量意境，仿佛藏有无限可能。而这沙罗铁树却刚好相反，是一种一以贯之，直到永恒的力量意境。这样看来，四大灵树之间似乎蕴含着某种联系。传闻中，人参果树中天地之灵秀，果实可延年益寿；梧桐神木则是凤凰栖息之所，蕴含了凤凰涅槃重生、无尽生命的奥秘。虽为树木，却是先天灵火之境，也不知何日可以见到这两种奇树啊！现在，就先来解决你吧。好激烈的抵抗，这树也是个驴脾气，那就将自身同化，让他以为我是同类。这是内部演化开始了。人体穴窍与诸天星辰相对应，必须在沙罗铁树上也打开穴窍。要成了，神识融入，再将沙罗铁树的灵力和我的法力相合，分身即成。沙罗铁树一生只开花3次，分别是在生出意识、结果以及枯萎之时。如今，便是这沙罗铁树生命中的第一次盛放。哦，这可以称之为铁树分身吧？哦，小不点他们这就已经回来了。我炼化分身竟已经用了10几天时间。师傅，快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我们找到无间钢煞的时候，此物正和无间钢煞僵持不下，正好便宜了我们。我收服它花了好大功夫，无间钢煞给了40解。多亏天昊，弟子才有机会收服无间钢煞。这其实是一头已经修成不灭妖魂境界的妖族大圣所剥下的皮革，你好好参悟其中奥妙，对你大有裨益。你那头绝金鼠呢？在这儿呢。嘿嘿，师傅，他们挺有意思的，让他们留在山上吧。那就交给你处理了。看来此行小不点和他发生了什么趣事啊。嘿嘿嘿嘿。宿主获得每月1次的抽奖机会，新一轮抽奖已经发布，是否立刻进行抽取？这是将玄天咒光洞天内的时间也算进去了。看来系统计算时间是和我自身一体的。抽，现在就抽。等等，这是我看见了什么？我没眼花吧？法宝胚胎，一定要抽中啊！恭喜您获得助命封石。真的抽中了，妥了！这灵石内部能量磅礴，若是能炼化为法宝，不知道该有多强大的力量。这位师兄，你看能不能把小金先还给我？第一，别叫我师兄，我也不是你的师兄。第二，你这头小老鼠挺好玩的，先借我玩几天。这位道兄，小金跟我是血气关系，我们2个血神相连。我知道啊，我又没打算吃了它。这么大点儿，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不过这小家伙找东西倒是一把好手，先借我玩2天吧。凤鸣，咱们还是留下来吧。喂，你不会是让对方那几块肉石给收买了吧？怎么会？至于为什么，你看那林宗主。虽然有天昊帮忙，不过红颜，你是用什么东西收服的无间钢煞？这是过去的某人送我的。原来是把无间钢煞收进了手镯中，这手镯并非法宝，却可以容纳无间钢煞。四师姐这手镯本来是纯白色的，晶莹剔透，封入无间钢煞之后才变成暗红色。空灵玉的特点在于内部空空如也，有容乃大，可以容纳世间万物，被装入其中的东西都无法自己出来。多半这手镯的材质是空灵玉。空灵玉虽说对内锋利，但容易被外部力量打碎，还是加一层保护吧。空灵玉可以容纳万物，算是一件不错的宝物。
红颜，你善加利用便是。这无间钢煞，你若能好好吸收，可以助你突破筑基后期。那就请师父护法。这便是红颜的灵台了吧？好，红颜的法力已经将这部分无间钢煞彻底炼化。无间钢煞本身威力不减，但其中囚禁的无数阴魂却因此得以解脱。阴魂在超度前会将灵气反哺到红颜身上，使得红颜的法力越发强大。烽火相合，要形成丹顶了。师父，不错，做得很好。你看，这玄门之主果然和传说中一样极为护短，对门下弟子十分照顾，宝物又多。你想啊，你要是也能入这玄门天宗，跟着这么一个靠山，不就可以捡便宜了？你说的对，只要有好东西拿，当跟班又如何？林宗主，送福打扰了，在下有事要与林宗主相商，不知林宗主可有空？无妨，有什么事情？大秦皇朝有专人来到沙洲城，是作为向导，接引林宗主和门下弟子前往荒海古界入口处参加此次的荒海法会。他们无法寻到林宗主山门所在，所以请碧阁代为联络，还请林宗主原谅我们的冒昧。荒海法会吗？辛苦宋先生了，我随后到。打扰林宗主了。是他，晚辈刀志强，参见玄门之主。你眼下在哪里高就？哦，晚辈现在在武丞相府上当差。好，筑基修为能被派来接引玄门天宗，看来他还挺得武清柔信任。你是我玄门天宗的向导？此次荒海法会，贵宗的接待工作便由晚辈担任。贵宗上下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吩咐晚辈。林宗主，宋某的使命已经达成，便就此告辞，叨扰了。有劳宋先生。这次还有哪些宗门受邀参加荒海法会？这个，晚辈不太清楚。既然是有一面之缘的故人，又何必欺瞒本座？晚辈所知不多，除了玄门天宗外，只知道4家。首先便是流光剑宗，林宗主应该也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多叙述了。其二便是与流光剑宗同为当世有数的剑道宗门，也是9天剑盟的成员之一，日月剑宗。日月剑宗实力强横，门下分为日曜、月华2道，时常互为剑侣。日曜、月华双剑合璧，可以发挥出1+1远大于2的效果。接着是北戎王庭，大周和大秦2大皇朝以北的一大王朝势力，实力与通天剑宗相当，甚至更胜流光剑尊一筹。大秦此时邀请北戎王庭参加荒海法会，无疑是一种释放善意的信号。周秦之争，北戎一直都是博弈的重点之一。最后一个则是霍氏家族，大秦皇朝4大世家之一。4大世家之中，霍氏家族同大秦皇朝皇族关系最为密切，与同为4大世家的于氏家族更是死仇，连带着与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石氏家族关系也不和睦。从行云峰上的一幕来看，武清柔和石冲云的矛盾几乎公开化了，他应该偏向于世家豪门才对。但从名单上来看，世家豪门并没有占到便宜，如此出尔反尔，首鼠两端，这么愚蠢的行径，可实在不像他的手笔啊。除了霍家，其他3大家族接到邀请了吗？据我所知，没有。3个可能性：其一，前帝下武清柔施加的压力，毕竟大秦皇朝真正当家做主之人还是秦帝；其二，武清柔在别的地方给予了其他3大家族补偿；其三，我可真不希望是第3种可能。荒海法会具体的召开时间是什么时候？7天之后。你可先在我玉京山上住下，到时间本座会携门人随你一起出发。多谢林宗主，晚辈先行告退。此次荒海法会还是要带上注意，否则门下只剩下小不点1个金丹期修士，不免有些单薄。可他正担负着教导新入门弟子的重任，还是先把他叫来吧。注意，麻烦来一趟玉京山。
好的，师傅。弟子也有兴趣赴那荒海古榭一游。至于新入门的弟子，师傅可以不必担心，我会给他们留下一些功课，让他们自己先参悟。有康先生和苗先生看着，也不至于走上岔路。如此也行，但苗世豪还未出关。好，正说他就突破了。哟，宗主您回来了。哎呀，专程在这里等我出关呢。本座可没工夫专门等你，是要和你说那荒海法会一事。我准备带小易去参加。有我和南华看着，不用担心新入门的弟子。您大可以带走小易。这波动，城中有元神大闹。不知是哪路道友？可是玄门天宗的道友当面？正是。你可是霍家的道友？玄门之主好大架子呀！荒海法会也不亲自来，本门下弟子这么有信心吗？小子，胆敢嘲笑前辈！此子好坚定的心智啊！传闻中，霍家核心道法修罗诀是天下有属，以杀人入道的道法之一。霍家最顶尖的武道神通修罗灭世刀和上古杀神门的逆天绝剑，一刀一剑，差不多就是神州浩土现存杀性最重的2门神通了。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我师父他老人家就在面前呢，骗你自己眼神不好。此人身上没有丝毫法力波动，简直深不见底。我的玄煞之气没法穿透。滚回来！少在那儿给我继续丢人。可是修罗道尊霍修，本座玄门之主林峰有礼了。林宗主，初次见面，我是霍修。修罗道尊久仰大名，霍家掌舵人霍修，1000年以前修成元神之境的大牛。些许薄名，不足挂齿。之前是我族中后辈冒犯，还请林宗主不要见怪。这霍修已经彻底超越自身修罗诀的桎梏了，做到了杀意随心，进退自如。我和族人还要在城中待上几日，林宗主请自便。霍修，有意思，看来你快要突破当前境界了。荒海法会上，才会吧。这城中的霍家弟子都在被迫压抑着杀气，这霍修倒是好手段，让弟子们控制杀意，也是一种魔力。新仓别错过啊！骨折价3折。汪林，真的是汪林！汪林，那个从小就不起眼的同族兄弟，当年和我一起拜入恒岳派山门，后来因为我天资出众，被恒岳派主动收下，而汪林却连考核都不通过。他靠着跳崖才能进入恒岳派，怎么能够与我等通过考试且和各有天资的弟子为伍？恒岳派被破，我和其他师兄弟一起转投玄道宗，汪林却没有来，而如今被认为是天才的我还在炼气期打转，而当初沦为整个恒岳派内笑话的汪林，如今早已是筑基期修士了。人呢？你是汪卓？明明是一点修炼资质都没有的废柴，为什么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筑基期修士？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是，好久不见。汪卓，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汪林，是你同族兄弟？是的，17公子，他正是我的族兄汪林。霍家子弟，看来汪卓如今得到了霍家人的赏识。看你的身体状态，恐怕真是年龄已经接近中年了。汪卓说你才离开2年，看来你是进了加速时间的洞天吧？10几年甚至几10年，
不过筑基初期罢了。世人都传言，玄门之主座下弟子个个妖孽不凡，看来也不过如此吧。传言终究只是传言。筑基后期，丹鼎等级恐怕也不低。强撑，有意义吗？17，怎么回事？二哥，金丹期，而且是后期，只差一步就是元婴。霍家以实力排名，他能排到第2，看来不简单。哦，三师弟，可是故人重逢。霍家人，想比试一番。虽然我对你们不怎么感兴趣，但也可以奉陪。很好，就算是老祖宗的禁令，我也不管了。宰了你，再去老祖宗跟前领罚。或明或嗔，都给我滚回来，否则全死。荒海法会上有你们交手的机会。算你好运，你同辈师兄弟有几个已经是金丹期了吧？你却还只在筑基初期上蹉跎，修道修狗身上去了吧？你荒海法会上有的是机会。嘲讽的倒是挺到位啊，但越是这样，你死得越惨。你小子最好求神拜佛，这次荒海法会不要跟小林子抽到一起，否则肯定被揍得连你老爹老妈都认不出你来。林宗主，打扰了。倒让兰亭道尊见笑了。兰亭道尊，紫霄道3大道尊之一，1000年前就已经证得元神境界的大牛，道统传承源自上古大能雷帝。宗门的开山祖师紫霄道尊是雷帝座下大弟子，修习9天神雷大道。他们竟然也参加了这次荒海法会。这兰亭道尊突然找上门来，不知是什么目的。听闻林宗主座下有弟子练习无限风雷之术，力量颇强。毕宗有个不情之请，希望林宗主帮忙。他不会是看上了小不点的无限风雷之术吧？我和2位师弟听过旁人描述后，心中都有一些疑问。令高徒是否修炼过9霄天雷正法？9霄天雷正法？紫霄道尊虽然是雷帝的大弟子，但修习的9天神雷大道有所残缺，而9霄天雷正法就是残缺的这部分所演化出来的一个分支。紫霄道尊不愧为一方始祖，虽然缺失了一部分道法，但竟然被他摸索出了另外一种完善9天神雷大道的方法——渡雷劫。在渡劫过程中领悟9天神雷的奥秘，所以紫霄道的道法典籍名称就叫做天劫道典。渡劫艰难，紫霄道弟子不知多少死在天雷之下，因此紫霄道中人一直在努力搜罗缺失的道法。不过也正因为经历一次又一次雷劫的考验，所以紫霄道修士的实力要远胜过同境界的其他修士。这兰亭道尊态度极好，而我玄门天宗也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不错，本座曾于无意中得到9霄天雷正法全本。毕宗苦求9霄天雷正法已经1000年了，今日终于找到，还望林宗主成全一二，将这功法借老夫一观，毕宗上下感激不尽。哼，这就是送上门来的朋友了。既然如此，便赠与道尊。这是全本的道诀。兰亭代毕宗上下谢过林宗主援手之情。正如本座之前所说，希望能在你我2宗之间留下一段佳话。捏在手里的人情价值才是最大的，什么债都好还，唯独人情债最难还。我相信掌门师弟也很乐意看到这一幕。玄门天宗的林峰，出来！这股法力波动，元神期修士。这种冷热交加的感觉，是作用于神魄的法力。天池宗的曹伟，传闻中，天池宗的根基在雪山天池，冰天雪地之中，却耸立着活火山，难怪能修成这种冰火融合的奇异法力。天池宗主的绝技竟然对他没有太大影响，玄门天宗果然不凡。
听闻林峰你玄门天宗门下弟子，号称同境界斗法无敌。既然如此，你林宗主为何不敢来与我比划比划，看看你玄门天宗是不是真的同境界无敌？我与此人与天池宗无冤无仇，他这莫名其妙的，是受人教唆，还是看我不爽？这就是天池宗的招牌神通冰炎吗？林宗主是被吓得不敢出来了。这是，快躲开！我与被锁定了。他引动了混沌中的地水火风，竟然利用虚空破灭扰乱万物生灵来攻击我。风，岂有此理！或许可以在他身上试验一下我的新法术。元神境界施法速度这么慢，哦，又来一个。此次法会都是门下弟子切磋交技，二位宗主怎么先搭上手了？慢来，慢来，还请卖我大秦一个薄面，老朽这里先谢过了。原来是长乐道尊，本座有礼了。哎，林宗主客气了。曹宗主，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了。长乐道尊本是皇族子弟出身，1000年以前成就元神之境，平时酷爱在天地间逍遥自在，只有在大秦皇朝有事时才会果断出手，如无要事从不出现。如今也出动了，那大秦皇朝其他元神强者，哼，看来这次荒海法会很不简单呢。大秦皇朝所谋非小啊！曹宗主是想屠了豫州城吗？两位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别说豫州城了，大秦北疆都会被彻底打烂。日月剑宗的宗主日耀剑尊，虽然没有配对的道侣，但本身实力足以傲视群雄。老朽做个东道，还请二位宗主卖个薄面。荒海古界即将开启，法会也到了正式开始的日子，便请各位随老朽一起移驾北风海吧。自然，客随主便。可恶，这几个捣蛋鬼，本来还想试试新招的。北荣王庭和天池宗的人，这3个小祖宗又准备捅什么娄子了？哎，左贤王殿下，请约束一下你的族人吧，否则我大秦的豫州城都要被你们踏平了。长乐道尊见谅，是我的儿郎们鲁莽了。此人的肉体力量，甚至胜过了战神分身。修士达到元神境界，都是将自身元婴和天地法相合一，然后结合法则之力，练出属于自己的元神分身。大多数修士成就元神之后，便不再重视自己的肉身皮囊，但这北荣左贤王，却似乎是反其道行之，将元神化身和自己的肉身躯壳合一。人族神州浩土，修炼肉身武道神通最顶尖的，便是昔年佛门圣地大雷音寺。听说修成元神之境的佛门大佬，都会练成自己的金身，与一般元神化身截然不同。不知是否也是这样，将元神化身之力与肉体相合？哼，他们看起来是早有仇怨，不知道这一次是为何。长乐道尊还请见谅，孩儿们是有些鲁莽，但却怪不得他们。道尊也知道，我北荣人世代圈养马匹，凡人同胞养凡马，我辈踏上修行路的修士，则圈养乌云、司风兽等灵兽。但对于这些马匹的感情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我们北荣人的家人、亲人，伴我们走过风霜雨雪。现在有下作之人偷盗我们的家人亲人，试问我们如何能置之不理？你们有乌云司风兽失窃，连自家几匹马都看不住，却要来怨别人，这就是你北荣人的做法。
谁知道你们的马是不是自己跑了？什么事情都来怪到我天池宗头上。你要想找茬，我天池宗接下了，别扯那么多借口。好一个天池宗，敢做不敢认！我的儿郎们一路追你到天池宗的驻地，更在院内发现了其中一匹失窃的乌云司风兽，捉贼拿赃，由不得你不认。嗨，那两个吃货，回来吧，打不起来了。被发现了，咱们溜吧。嘿嘿，师傅，现在他们宗主没空找你麻烦了。哈哈，你倒是学会替为师分忧了。哎，贤王大人请息怒。我自有分寸。今日你我都是客人，我也不跟你多废话。待会儿荒海法会正式召开，让你我两家的儿郎比试一番，你可敢？赌什么？如果法会上你我两家抽到一起决出胜负，若是你赢了，这件事咱们就这么算了。可若是我更胜一筹，你就要公开道歉，并把我们的乌云司风兽还回来。你若是做不了主，也可以现在回去跟冰火二老商量，我等得起。简直可笑！这北荣左仙王看着5大3粗，想不到说话如此阴毒。曹伟身为天池宗宗主，在宗门内并非唯我独尊，在他头上还有2位太上长老。不过这冰火长老多年不问世事，天池宗宗门内的事务都交由曹伟处理。他在门内也称得上一言九鼎，但冰火二老若真要发话，曹伟肯定要掂量着来。只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罢了。可是现在左仙王拿这一点来挤兑他，当真是诛心之言。跟北荣之间的区区小事，还不许惊动2位师叔。诸位，荒海古界即将开启，便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动身前往北风海吧。这就是赌道尊诸葛光吗？其人好赌如命，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赌，却也在赌中得到，将人七情六欲之变化参悟到了极致，更融汇到自身道法之中。此老修为更在其他人之上，已经超越元神第一重，达到化神之境了。我大秦皇朝本次召开荒海法会，感谢各位道友捧场，老夫荣幸之至。安良王客气了。安良王石宗岳，大秦皇朝亲王，而且还是当今秦帝的皇叔，在大秦皇朝位尊权重，辈分极高，是皇族的核心成员之一。后生可畏，林宗主近来好大的身世啊！只是如今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敬老，故意倚老卖老，这是在试探我。我可不吃这一套，敢惹我，照打不误，管你是老是小。有意思，和往届荒海法会一样，此次发挥比试的擂台仍在藏龙湖内，各位可有异议？没有。藏龙湖是大秦皇朝皇室掌握的一件法宝，内藏乾坤，开辟独立洞天，是一个奥妙无穷的小千世界。历届荒海法会都是以藏龙湖作为擂台，各势力门下传人弟子进入藏龙湖中捉对厮杀，斗法较技。湖中有许多独特的法力禁制，若有人在湖中受到致命一击，藏龙湖便会自动祭出一道法力禁制，替受伤害者挡下致命伤害。起！和往年一样，为激励年轻弟子奋发向上，只有在法会上获得一定的名次，才可以进入荒海古界。分金丹期和筑基期2个级别进行比试，每个宗门或家族2个级别各出4人，抽签后2捉对比试。你日月剑宗的弟子，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参加比试吧。日月剑宗弟子双剑合璧之下，战力加强。过而往年的荒海法会，日月剑宗弟子都是单独参赛。不过今年，本座以为，今年对于日月剑宗规矩可以改一改。哦，
林宗主有何高见？允许日月剑宗以双人参赛，抽签抽到他们的人可以在自己一方选取一名同伴，进行2对2的比试。而若是进入金丹16强或筑基8强，便2人一起进入荒海古界。而在金丹16强或筑基8强内，胜过日月剑宗弟子组合的可以获得2个名额，日月剑宗弟子也仍保留名额。此举有利日月剑宗，而若是能胜过他们，也可以平白多出1个名额。那便依林宗主的提议好了。此外，让各位见笑了，我玄门天宗此次参加法会，金丹期弟子参赛2人，筑基期弟子3人。无妨，仍然是抽签决定，轮空的人也靠抽签决定。那各位可以去和门人交流了，稍后便进行抽签。如此甚好。啊，宵夜没来啊。算了，你们也不错。切，你也不错，就是不知道你的味道好不好。嘿嘿，你这饕餮，偷吃了我行云峰上那么多朱雨鹤，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哼，最好给我碰上。大师姐就是这么一个人，失礼之处几为莫怪。你不是流光剑宗的内门大弟子吗？在我之上还有一位大师姐，也就是刚才那位了，陶夭夭，流光剑宗真正意义上的内门大弟子，金丹期修为第1人，数百年前就已经成名，只是这些年来一直闭门不出。大师姐当年以金丹实力斩杀了一尊元婴老怪，确实是真的，确实是真的。不过陶夭夭也因此身受重伤，金丹破裂，休养多年才恢复实力。此次就是为了荒海古界可以修补金丹的补天藤而来。天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上次见你的时候，你才有这么点大。哦，我却不记得姐姐的模样。哼，那是自然，那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他现在也还在吃奶呢。你是皇族中人？不错，我叫石星云，算起来也算你的祖姐。啊，原来是星云公主，石天昊有礼了。陶夭夭师姐可是这次荒海法会你们的主要对手之一。说到对手，你难道不是吗？天昊，你的对手除了你旁边这位朱义道兄外，还有3个半，我只能算半个，陶夭夭算1个，那边日月剑宗有一对剑侣，2人加起来算1个，最后一个也马上就要到了。第1轮比试，玄门天宗岳红颜对战天池宗杨浩。玄门天宗岳红颜上。汪林和杨青都轮空了，3名筑基期弟子都进入了16强。杨青还是动手太少，不够自信，需要鼓励一下。为师能护你一时，同样能护你一世。但你仔细想想，那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永远生活在他人羽翼之下，不经历风雨，这固然少了许多危险，但同样也少了许多精彩。弟子明白，弟子一定会竭尽所能，绝不给师门丢脸。是不给你自己丢脸，为师的颜面想丢还没那么容易呢。想想水云洞，想想某个你思念的人。是弟子心想差了，师父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吾的心志任重而道远呐，不过只要能成功，现在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这门道法可以算是师门道法的一个分支，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了。是，多谢师父。总共3个轮空名额，2个都是玄门天宗，确实是玄门天宗的本事。你最好许愿下一轮你还有这么好的运气。第2轮比试开始，请各位来抽取自己的对手。第2轮，霍家霍琛对战流光剑尊陈明，玄门天宗汪林对战大秦皇朝石毅。心态放平和，别因他人影响自己。我想把他卡在8强之外，彻底破灭他的希望。
我家小子，你惨喽！不管是第几轮，你跟他遇上，藏龙湖的防御机制都会发挥功能，但进入荒海古界以后，就不一样了。师傅说的是，弟子现在突然希望他能顺利晋级8强了。先别忙着管别人，你小子先给为师闯进8强再说。师傅放心。这小子为了保留实力，一直不出全力，溜着别人打，也是个扮猪吃老虎的行家。小一和红颜是一路人，上手就放大招，能多快解决就多快，让对手连底牌都打不出来。小燕子则是，凡是喜欢留一手，在大多数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必要的时候突然释放出来，震惊全场。小不点打架全看心情，杨青动手太少，不过也像是后发制人的类型。我法力耗尽了，你赢了。承让吧，也不怎么样吧。听闻当初沙洲时，你表现的没这么差劲，是故意隐藏实力，还是说那时候你其实也很差劲，全靠法器、符箓这些外力支撑？衷心希望你也进入8强。哼，这你大可不必担心。原以为皇族中能出些高手，现在看来太废了呀。哦，太废了。有人现眼，我叫石少乾，等会儿还要请2位道兄多多指教。他的气息比结成妖丹的妖帅还要可怕，但他明明是筑基期修士，会有机会的。那是自然。恭喜3师兄得胜归来！你小子别挤兑我了。我原先对你挺感兴趣的，不过现在忽然没什么兴趣了。刚才那一场斗法，你有所保留，但如果你留的不够多，那我确实没什么兴趣了。我倒是对你旁边这位比较有兴趣。师姐，我来处理。你想死吗？你说话最好注意点，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以为用你师傅撑腰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在撒野前看清楚，有些人不是你惹得起的。我说过的话，我便会负责；某些人说过的话，最好也有本事承担相应责任。我现在就说一句，你再敢对我师姐说些不干不净的话，你就是个死人。不信呢，你就试试看。你再敢对我师姐说些不干不净的话，你就是个死人。不信呢，你就试试看。哦，那我可真要试试了。穆师弟，带着方师弟回来，下一轮比试马上又开始了。走。为首的那是天池宗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弟子宋庆元，最是阴险狡诈，笑面虎一个。我叫毒坤，来自北荣，天池宗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是啊，朋友，我好喜欢你们的乌云司风兽，能送我几头不啊？你倒是有眼力，我族的乌云司风兽堪称神州浩土上最耐远行的灵兽坐骑。是啊，是啊，味道也是极好啊。你这种温室中的花朵，又如何能跟我这种经历过尸山血海的相提并论？下一轮，玄门天宗杨青对阵天池宗方仲。哼，玄门天宗那帮人里，这是最没意思的一个对手了。我就先撵了他，然后再找另外2个慢慢算账。哼，连一场比试都如此紧张，这般心态能有什么实力？哼，现在这小子有了不能输的理由了。林峰，你可敢跟我打个赌？赌？赌什么？自然是赌你我2家的弟子谁人胜出。有好戏看了。曹伟，枉你也是一宗之主，修成元神的人，还要不要脸了？曹伟这是看准了杨青状态不好，想挑个软柿子捏呀。他可以选择不接我的赌局，若是林峰不敢接下我这赌局，就是摆明了连他这个当师傅的都不看好自己的徒弟。林宗主，
你要如何接招？你我以门下弟子赌斗取乐，这和将他们当成斗鸡斗犬有何分别？你我赌局最后赢的赌注，全属于胜出的弟子本人。照你这么说，你似乎是替你的弟子看上本座手里的某件东西了。不错，听闻你手头有一枚异果，名火岭冰石。若是方仲胜出，便要这东西作为彩头，如何？这厮是怎么知道我有一枚火岭冰石的？那是我结丹不久后系统抽奖抽到的呀。之前只在长春峰时，为了进入百草老祖的秘密丹室时使用过一次。火岭冰石使用过后，或许会留下特有的灵力气息残存于原地，但照理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应该消散了。难道当时曹薇也在长春峰？火岭冰石本座确实有，但你要拿出什么作为赌注？林宗主应该听说过我天池宗的风岭冰露，那可换不来这火岭冰石。本座出50，不，100滴。好吧，本座便跟你赌，跟我赌，输到当裤子。傻小子，别纠结了。为师传你的新道法，又不是要你在这次法会上就一定要施展出来。凭你现在的修为，战胜对手不是难事。记着，你很强，比你想象中更强。是，弟子绝不辱命。这算是重赏之下有勇夫吗？听见有100滴风林冰露的奖励，于是一下子有了斗志。也不对啊，这小子明显是彻底放松下来，不像是激发了斗志的样子。难道玄门之主是告诉他哪怕打输也不要紧？哼，这东西几乎等于是白送给我了。我知道你身怀太阴真水，水和冰你可以操作，那火箭呢？天池宗神通，冰炎火海。这次法会对我最有威胁的，就是那个10少前玄门天宗的岳红颜，还有眼前这个方仲了。以初级期修士来说，算是相当出色了。恭喜曹宗主门下出此杰出人才呀！哈哈哈哈！长乐道尊过誉了。去！我让你施法又如何？玄门天宗弟子就这点本事吗？同阶无敌，就这？怕了，没有别的招数了。现在轮到我了，尝尝我的冰炎火海！天池宗下一代弟子确实实力不错，林峰这徒弟大概是撑不住了。林宗主，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你的火岭冰石怕是要归了我门下弟子了。是，有些事是躲不过去的，本座深有同感。冰炎火海似乎有些不对，不可能，那小子不可能有办法破解。还想垂死挣扎，这招没用，你破不了我的冰炎火海。不对，不可能！我的火海没了。本座替门下弟子先谢谢曹宗主这100滴风岭冰露了。此战杨清胜。弟子信不辱命。就像为师之前说的，你要记住，你其实很强，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强。弟子一定加倍努力。先休息吧，你这次可还有额外收获呢。林宗主可真是好演技啊！刚才是故意示弱诱我入垢的吧？堂堂一宗之主，还要玩这种手段？本座从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的弟子必然可以胜出。某些人自己没有眼力，主动提出赌局，现在自取其辱，输了想不认账吗？愿赌服输，既然敢赌，自然就敢认。下一场，
玄门天宗岳红颜对战日月剑宗李秉清、邹玉华。师傅，我是同三师兄一起，还是同五师弟一起？都不是，你和他一起。我？师傅，您提议日月剑宗的修士可以双人参赛，就是为了让我们把诸葛风铃带进去。为什么？带上他也没什么用，找宝物还不如带上那只小老鼠。不仅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缘故。找宝物，绝金属帮得上忙，但他本人也可以发挥作用。好，那弟子这便去了。就是要物尽其用才行。他这酒的福缘可不能浪费了。此女也是灵宗主的亲传弟子？并非如此，准确来说，此女只能算是本座一个坐下听讲的记名弟子。方才曹宗主和灵宗主打了个赌，惹得我也心痒了。我也想跟灵宗主打个赌，不知灵宗主意下如何？今天大家都和赌道尊学上了呀。是你们把我也勾得心痒起来，才是真的。赌道尊莫怪，我跟灵宗主打的赌，自然也是赌门下弟子之间的胜负。我出的赌注便是这个东西，灵宗主不要嫌弃才好。日阳晶石，当今之世，日光精华最为充裕的两样奇珍，便是日阳晶石和太阳真火。这般大小的，足够元婴修士修炼数年了。日耀剑尊手笔不小啊。这日耀剑尊不同于曹本视为挑衅，日月剑宗因两人斗法而得意，想必他也只是好奇罢了。那我就不占他便宜了。这乌光玄铁是炼制飞剑的最好材料，那本座便用它来当赌注吧。仍和之前一样，本座赢到的奖励全归参加比试的弟子本人所有。理当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先躲起来好。那女子躲起来是想要搞偷袭吗？提高警惕，说不定她修炼的道法神通是走无影无形或者融于自然的路子，斗法师专门偷袭暗算的。师妹，你提防的另一人偷袭，是不是在那里？看什么呢？不行，若是被他缠住了，便是另一人偷袭的事情。师妹，后撤，警惕后方。好。他们在防备诸葛风铃。果然，划水也是要讲技术的。识敌不明啊。小剑，我连气息都停了，他们应该不会发现我吧？晋升，风铃，我们最好连心灵传音也不要有。你说的对。连最后一点感应也消失了，到底躲在哪里？这也算无心插柳了吧？可能也算是一种牵制。这两个笨蛋，让各位见笑了，本座教导无方啊。这无数金色光雨，还夹杂着白色剑光。无间钢煞，不管了，你不出来，我们就先发挥2打1的优势，把眼前这个汗牛解决掉。不能留力了，否则人家一个人就把我们收拾了。得抢在他出招之前解决他。日月相合，阴阳交泰，日月双剑合璧，果然威力强大。日月剑宗名不虚传呐！看来李师兄和邹师姐这场要拿下了。这双剑合璧的力量，已经超出行云峰上的王剑南了。不过，现在的岳红颜也远非当初可比。小剑，坏了坏了，我没憋住，怎么办？没事。此战玄门天宗岳红颜上1敌2，仍然力克日月双剑，同境界斗法，哪怕1打2也是无敌。师傅做得很好。
你干的也不赖，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全靠红颜姐。虽然诸葛风铃是去打酱油的，但也算神助攻。不过红颜确实给力，有一挑二的能力。林宗主门下高徒果然不同凡响，本座愿赌服输。平心而论，也是本座那徒弟自己的机缘。若没有无间钢煞，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就算如此，也是以1敌2，倒让我日月剑宗有些惭愧了。太阳真火，幽冥邪皇，太阴真水，还有无间钢煞，林宗主门下当真是藏龙卧虎啊！过奖了。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筑基期8强赛全部结束，8强为玄门天宗汪林、杨清、岳红颜，大秦皇朝石少乾，天池宗刀玉婷、霍家霍琛，北戎扎木泽罗、紫霄道。3人参赛，全部晋级，8个席位，玄门天宗竟然独占3席。刀玉婷这个姓氏很少见呢。这就有意思了。据说天池宗门规中有一条斩俗缘的规矩，此宗门大量搜罗天赋出众的幼童入门，孤儿还好说，但幼童若是有父母亲人，都会被该宗门暗中斩尽杀绝。若我所料不错，刀志强和那刀玉婷之间的关系恐怕不简单。可是他却躲过了天池宗的斩俗缘，此人心性隐忍坚毅，恐怕不会安于现状。此女同岳红颜一样，都还没有到双10年华，却已是筑基后期，天赋极高，胜过另一对日月剑宗弟子晋级8强，不简单。下一轮比赛第1场，天池宗刀玉婷对战北戎王庭扎木泽罗。这真是最好不过的抽签了。曹伟，别说我欺负你，这场比试我压一块北极寒铁，你可敢跟我赌？我怕你输了赖账，你想自取其辱，我成全你就是。你输了，我要你北戎王庭的血流苏，你可敢赌？你很有信心呐。既然如此，我要你天池宗的冷华幽镜。左贤王，你这一下子要的可够狠的呀！他的风岭冰露都已经输干净了，我可不耐烦等他10年慢慢攒给我。赌了。好你个左贤王，拉我躺枪，看着5大3粗，其实阴险的厉害呀！故意在曹伟伤稿上撒盐，扩大我和他之间的矛盾。我等北戎战士肉体之强，根本不惧你们这。这不是天池宗的冰华焚炎之术吗？那可是天池宗元婴7老祖才能修成的超强法术，他一个筑基期修士竟然修成了！师父，这冰华焚炎之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放出来的那白雾状的寒气，接触到对方的法力后，会转化为火焰燃烧，焚毁对方的法力，以对方法力作为燃料，故而无法扑灭。北戎王庭的5道修士都是用自身法力不断强化气血肉身，法力全部散入自身4肢百骸、血肉筋骨中，一接触到那冰雾，就等于引火烧身。这招冰华焚炎之术，几乎可以说是修炼肉身神通5道修士的一大克星，是天池宗对付北戎王庭的利器之一。总也有弱点缺陷吧？修炼难度高算一个，一般只有元婴境界修士才能练成这个法术。那冰雾飘散的速度其实很慢，有防备的情况下很好躲开。那北戎大汉之所以中招，很大原因是他没有料到对方会这冰华焚炎之术，所以一直在近身搏杀，结果直接撞上了冰雾。那还有办法对付吧？第3轮比试第2场，玄门天宗岳红颜对战玄门天宗杨清。这玄门天宗太嚣张，受到制裁了吧？师傅，不会是有人故意坑我们吧？不，这次纯属是我们自己运气问题。不过是筑基期名额，那些元神大佬还是有度量的，8人中占了3席，凑到一起的概率并不低。五师兄，你该不会想要直接弃权，保送40解禁4强吧？献丑不如藏拙，这是一个好主意。
哪有还没比就认输的道理啊？又不是真正的敌人，同门之间明知道会输，还比个什么？没有实际比过，谁知道究竟谁胜谁负？哪怕实力不够，也不应该退缩，至少要有一战的勇气。就算失败，也能有所得。师弟子想差了，请师父原谅。师姐，请多指教。请。师姐，请。哼，请。你还有这种爱好啊？哦，折着玩的，折着玩的。我师妹很喜欢我折这个东西给她。是以前我拜师在云水洞门下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斗法不行，所以很多人都笑话我，只有她不会笑话我，反而还会因为我跟其他人争论，回来再耐心指点我。她也……我不知道，云水洞被烧成了一片白地，许多同门的尸首都已经变成了焦炭。我给每个人立碑，只有他，我没有立碑，心里安慰也好，我希望他不要有事。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吴师弟，做好准备，我来了。黑焰战戟变得不顺手了，虽然能感觉到师弟的法力在作怪，却无法区分开来，被他无形瓦解了。我师弟平时不声不响，但他这手法术着实难对付。师父说的对，失败中果然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现在只能拼一波，硬碰硬。不错，有几分男儿骨气。师姐修为高深，小弟认输了。我已经尽了全力，但师姐的实力远远没有见底，再死缠烂打就是不知好歹了。师弟，承让了。此战玄门天宗月红岩上，五师弟可惜了，若他也是筑基后期的修为，至少能把四师妹的虚空破灭神枪逼出来，胜负还未可知。这个鬼钱抽的可真糟糕，不抽上我们自己人的话，我师兄肯定稳进4强的。不见得，那个石少谦不简单。虽然是败了，但这个杨青也不好对付。门下弟子个个如此妖孽，玄门天宗这个强大宗门已经初露峥嵘了。此战大秦皇朝10少全胜，同时掌握了赤龙地书和黄龙地书，大秦皇朝果然也是人才辈出啊！8强赛最后一场，霍家霍琛对战玄门天宗汪林。看了之前的比试，我必须承认，你的2个师弟师妹都很强，不过他们20岁不到就有如此修为，你呢？这么多年修炼，你的修为还比不上你的师弟师妹。来吧，让我看看你这些年是不是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听说你来自地狱，寂灭之力，刀气直接被吞噬了。寂灭之力又如何？砍刀！修罗杀法，修罗阴雷，杀杀杀！诸天黄泉指，轮回。啊！我的阴雷被附上了寂灭之力。诸天黄泉指，寂灭。想不到你竟然修成了这么恐怖的法术。若你已经立起灵台晋级筑基中期，这一招之下我必死无疑。但现在你杀不了我。修罗灭绝大雷暴杀法。霍氏家族的修士历经血战杀法，果然厉害，实力超群。死！法力竟然全部消失了！
玄门天宗汪林胜。3个弟子虽修习同一道法，但方向完全不同，可见这道法根基可以包罗万象，却又无比精深。创造出这样的法诀，这玄门之主又是怎样的人物？玄门天宗之崛起，果然有其道理，绝非偶然机遇造就。干得不错，还需师傅多多指正。这次战斗，那里似乎有一股独特的气息。来了，未免太晚了，他多半是睡过头了。不过总算还来得及。就是这个习惯不好。之前石星云说，朱毅和小不点还有一位对手，想来就是此人了。大秦皇朝新科状元吗？不错。在下焦俊臣，见过各位前辈和道兄，贪睡过头，以至于来迟，这里向大家道歉。你睡够了？其实还差一点。那边就是玄门天宗的阵营，里面穿紫色长袍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朱毅，玄门之主的2弟子，同时也是大周皇朝玄机侯朱洪武和太虚观上任道门天下行走孟冰云孟仙子的儿子。我去打个招呼。去吧，之前我和他们提起你，朱毅还说比不了道术，也要和你交流一下学问。那还要看他肚子里有几点墨水呢。晚辈焦俊臣见过玄门之主。你也是读书人？不错。你还不行呢，我还是跟你比试道术吧，跟你交流学问没多大意思。好家伙，这对朱毅可是赤裸裸的嘲讽啊！你有今日的修为是潜心苦修得来的，天赋惊人，但学问不行。真正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存神养气，明悟天地大道理，而非术法小道。虽然不修道法，但却和修士一样通晓天地治理。真正做学问的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0年寒窗，一朝悟道。上古圣贤从不修道，只是读书做学问。朝闻道，夕有所悟。朝结金丹，暮渡雷劫。一个日夜，成就元婴。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修士，但不是个做学问的读书人。跟你较量法术，我有兴趣；较量学问，却是没有。哦，不知阁下做到了哪个地步？焦道兄在去年参加我大秦科考前，没有一点练气修为，但在秋闱结束之后，文运才气冲天，一朝之间达到了金丹后期。吾辈鲁钝，跟上古圣贤是没法比的。原来是上古儒门一道的传人，本座还以为这支道统已经断绝了呢。这可真是文人相轻啊！玄门之主慧眼如炬，晚辈正是儒门传人。上古儒门，古有大儒，3岁开始启蒙读书，平日里没接触过道法，自身也没有任何法力，只有一门心思专心钻研学问。此老寿享百龄，在他103岁时，忽然心有所感，100年文华采气融于一炉，直接连破12重楼，开辟气海。紧接着筑起灵台，凝立丹顶。到了当天深夜，此老直接引动雷劫降临，就此结成元婴。他留下的道统便是上古儒门，这可是修炼难度颇高的法门。不管是从修真者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读书人的角度来看，这小子都是个天才。这位焦道兄，似乎不仅以自己为文人正统，更将你上古儒门的道法作为整个修道界的正统了。不按你上古儒门的路子走，便做不得学问，这便是你的道理。你是大秦皇朝去岁的状元郎，我现在一介白丁，我要跟你琢磨交流学问，你就算答应了，心里只怕也不痛快。不过不要紧，我今年就会返回天京城，参加大周皇朝的科举。等我考完了试，我们再好好切磋一下学问，到时候可以看看你我究竟谁的学问道理更明白。哦，那很好啊。学问可以以后再比，这次的法会上，咱们先较量一下道法神通吧。抽签抽不到一起不要紧，只要你愿意，
咱俩可以私下切磋一下。文圣人有言：“3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做学问的，知道的越多，不知的就越多。读书人养成唯我独尊的脾性，比毒夫更要不得。哼，我突然希望能跟朱道兄抽到同一组了。与此人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倒是让你心境更加通明了。现在你已经站在突破的边缘，距离金丹中期知者通天的境界只差一层膜的距离。师父明鉴。下一轮4强赛比试，玄门天宗岳红岩对战大秦皇朝石少乾，天池宗刀玉婷对战玄门天宗汪林。完了，少乾抽中的不是汪林。怎么了？难道那汪林最弱？不，仅仅因为他是男子。我那堂弟什么都好，就是碰见女子，年轻貌美的女子会。且慢。红颜姑娘，我正式向你提亲，希望可以迎娶你为妻。出了藏龙湖之后，我便去向玄门之主求亲。哎，怎么感觉天空中好像有乌鸦飞过？这可真是够有个性的，不过也算是爽直之人。如果此刻站在他对面的女子是刀玉婷，他也会是相同的举动。哈，我这孙儿人有些单纯质朴，法乎自然，还望林宗主见谅。虽然他有些莽撞孟浪，但心事一便赤诚。老夫便正式为少乾向林宗主提亲，求娶您门下弟子，还请林宗主认真考虑。当我没听见石星云说的话吗？不对，这老头是想联姻大秦皇朝和玄门天宗。哼，这我可不能随便答应，这要看红颜自己的意思。怎么？难道你刚才那些废话，不是故意迷惑扰乱我注意力的战术？当然不是战术。那个啥，本座这徒弟，人挺单纯质朴的，法乎自然，不拘所礼。冒犯之处，还请安良王多多包涵。好说好说。我倒宁愿少乾此刻面对的是那个刀玉婷，那冷女子最多就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少乾，但现在碰上这个不解风情的岳红颜，少乾只怕会错意，弄出更丢人的事情来。既然不是战术，那么多废话做什么？我懂了，你这种性格的女子，想要赢得你的芳心，必须是能胜过你的人。那么，我就来做这个人。这是大秦皇朝秘传阵法，赤龙地书和黄龙地书。起，来！好强，他甚至还没有使用无间钢煞呢。玄门天宗的道法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竟然如此强大？五行相生，中土生南火。虽然只有2种灵力属性，但已经可以演化出一定的变化，相当出色呀！去，不必和他的强剑硬碰硬。中计了！无方变幻，他竟然还留有底牌！太虚观秘传神通法术，无方变幻。分胜负了吗？成功了吗？玄门天宗的不败势头会不会在这里被终止？红颜姑娘，请相信我，我是真心。糟糕，是无间钢煞。之前他一直没有催发无间钢煞，我就应该将这计算在内。这一下功败垂成，想再找这样的好机会就难了。不过幸好躲开了虚空破面神枪。什么？你这招法术，变身虚幻躲避攻击的时候，你的位置是无法移动的。他发现了，无方变幻，化实为虚，藏身无方幻界，重回这一方世界时，还会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不，此战是玄门天宗岳红颜胜。本座不久之前亲身接触过无方变幻这个法术，先前我就发现这石少前的法力路子有几分太虚观的味道。果然如此。那石少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简直莫名其妙。他其实就是对你有爱慕之心、求凰之意，只不过这个场合挑的实在太糟了。原来是个好色之徒。下一场比试，玄门天宗汪林对战天石宗刀玉婷。曹伟，此人实在是意图古怪。他和左玄王争锋时，显然不像针对我那么无脑。此人并非表面上那么草莽，那么他的种种举动，更可能是在扰乱别人的视线，遮掩真实目的。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是火领冰石？两位这次可还要再立一个赌局？当然。赌注呢？你还惦记本座的火领冰石？你又要定什么赌注？哎呀，久闻雪原天池有火山口，火山内的地火熔岩深处产一种名为地心火莲的奇花，莲花、莲蓬、莲子一整套，本座便用这东西作为彩头。你是想挖走我天池宗的地心火莲？这么大的赌注？从原花上采取移植也可以，至于怎么才能保住你自己那颗火莲，看你本事了。可以，如果你徒弟赢了，地心火莲就是你的；如果是我门下弟子赢了，我到你玉京山上切一块山石下来带走。你可敢跟我赌？赌了。玉京山出入虚空的关键，不在于山体本身，而是在于山顶的玄天宝树，而玉京山本身的力量意境，则是与时间有关。玉京山似乎与火领冰石毫无联系，难道我的猜测错了？他的目标同南疆大横断山脉与火领冰石之间并无关系。不对，他不远万里从北极冰原跑到大横断山脉，必然是有原因的。只不过此人很能沉得住气，到现在也不敢露底，怕引起我的警觉。不过我就不信你露不出狐狸尾巴。啊！快看汪林那小子！哼，他自己看出来的，还是师门长辈点拨的？看样子是自己看出来的。他看出了汪林法术强大而肉身不足的缺点，果断选择了近身战。啊！这刀玉婷受黄泉路轮回之力影响很小，他身上恐怕还有别的秘密。此人的记忆碎片太过稀少了，他的记忆似乎残缺不全，古怪。天池宗秘法，冰华焚炎之术。他是白痴吗？明知道这样做只会加强玉婷师妹冰华焚炎之术的威力，成为燃料。好美。本座突然想再多加一份赌注，曹宗主可能接下？本座突然想再多加一份赌注，曹宗主可能接下？你要加注？加什么？常闻雪原之上盛产灵花九转冰兰，若本座徒弟此局胜出，曹宗主再多输本座一株九转冰兰，如何？可以，不过既然如此，我门下弟子此战胜出，要再多加你玉京山山顶宝树的一根枝条。成交。这种法力运转方式，好熟悉。这种运转法力的方式，和我的太阴山红咒好像啊。火山明，他竟然连火山明都练成了吗？火山明，天池宗又一顶尖神通，和山红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瞬间聚集全身法力，然后一次性爆发，造成远超寻常的破坏力，犹如火山喷发、大地轰鸣一样势不可挡。曹宗主，你门下这位弟子前途不可限量。待会儿还要麻烦你这个主人在你玉京山上为我做一次向导了。
成功，变成人，这一刀必杀。楚天皇全指，寂灭。这种气息，只能硬上。这是要同归于尽吗？不是同归于尽，在那汪林寂灭之力摧毁刀玉婷生机之前，刀玉婷的冰刀先一步割断汪林的喉管。如果这是实战分生死，那两人的结局就必然是同归于尽。但现在是藏龙湖中，法宝的禁制会将两人的性命都保下来。可是禁制的发动有先有后，这样一来就分出了胜负。这一战的胜利者是天池宗的刀玉婷，玄门天宗败了。玄门天宗终于要败了吗？楚天皇全指，重生。还要继续吗？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了。我认输。作为对手，你很不错。我们是眼花了吗？怎么可能？难道这汪林是不死之身吗？除了寂灭的力量意境，连创生的力量意境也有所领悟吗？已经不用继续比下去了。这届法会筑基期最强的弟子，必是这汪林无疑。恭喜林宗主了。流光剑尊客气了。宗主有何吩咐？将山门火山口中的地心火莲移植出来，送来大秦北风海湖派给我。同时搜寻一株九转冰兰，一起送来。谨遵法旨。老家伙，一次逼不出你的底细，没关系，很快就会有第二次。玄天宝树枝和玉京山石大概都是曹伟的障眼法，此人的目标一定另有所求。若他想要的是我猜的那样东西，他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师父，弟子对于创生和寂灭两种力量意境，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想要闭关仔细参悟。这最后同四师妹的一场比试，我想弃权。四师妹，使用重生意志后，我现在已经无法进入黄泉灭尽的状态，就算留下来跟你交手，也没什么意义。小妹这里提前预祝三师兄此次闭关能有所收获。好，那就去吧。如此看来，玄门天宗岳红颜即为本次荒海法会的筑基期头名了。法会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行动。明日将进行金丹期弟子的比试，现在让他们自由活动交流吧。各位道友，请随老夫一起前往荒海古界入口。这石少前竟然和太虚观有瓜葛，是否是太虚观的安排？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据说荒海古界的入口就在北风海湖底最深处，入口打开后，元婴以下修士便可以进入其中。荒海古界的入口一边与北风海相同，另一边则是荒海古界中无边荒海大洋的海底最深处，万米海渊之下。进入荒海古界后，同样要面对荒海大洋的水压，就算是金丹期修士的强大法力，都未必能承受住。筑基期修士进入其中，直接就会被压成肉饼。只有乘坐大秦皇朝的海龙舟才能穿过。各位道友，每人领一艘海龙舟，待弟子们从荒海古界里返回后，再归还即可。你这法宝哪里值这么多丹药啊？3颗我就换了。哎，爱换不换啊，谢绝砍价。哦，这石头不简单啊，被猪一盯上的东西，错不了。哈哈，各位朋友，一起比比运气好了。切石，谁切出内中收藏的宝物，东西便归谁。但切石可不是白切的，每个切石的人都要交纳一样物品，如果没切出宝物来，东西也是不退还的。哦，怎么个切法？万一真正宝物就米粒大小，那真不知道要切多少刀才能把东西切出来。运气不好的话，在场所有人倾家荡产都切不出来，岂不是血亏？
凡是被切下后的岩石，一旦脱离岩石本体，离开了宝物滋养，吞噬神石的特点就会消失，变成普通石块。这样就简单了，每次都从中间劈一半就行了。我来试试。哦，欢迎欢迎。切石是个博弈的过程，第一刀虽然不一定能开出东西，但第一刀切面最大，也就是机会越大。不能让对手开出第一刀，是所有人的共识。你，好，有好戏看了！打起来，打起来！结果见到。切，让你又如何？赌天命，我可没输过谁。小意思这一刀下去，直接排除了多余的一半啊！如果是他的弟弟霍琛，恐怕会直接动手，但那样的人反而不足为惧。这霍明的杀意怒意收放自如，看似杀意凛然，其实保持冷静，倒是正合了我节卦剑道万物有节的意境。此人是个劲敌，这个霍明若不早夭陨落，他日必然是霍家栋梁之才。修炼修罗诀和修罗灭世刀这种杀意狂暴至极的道法与神通，还能将自身情绪控制自如，这份心性很难得。霍家人同辈之间是按照实力来排座次，这霍明在同辈人中排第二，那第一是何等人物，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不过，小义子切了第一刀后，竟无一人再下刀。没人下刀吗？哦，再往下，每一刀都有可能切出宝物。真正在意宝物的人，恐怕心理压力要达到顶峰。又不是只有一次机会，犹豫什么？我来！嘿！我说这位道兄，你该不会是弄了块纯粹的石头在这里蒙我们大家吧？嗨，切就是了。最终要是什么都切不出来，所有的交易物品我原样奉还，再给大家赔礼道歉。哼，好，有你这句话就好，那我就再试试看。哎，喂！什么嘛，抢着下第一刀就这？是啊，心理素质太差了，一点挫折就退缩，失败就跑，心性也太差了。在我看来，霍明并不是受不起挫折，恰恰相反，他是在刚才这一轮的得失之间的判断中有了心境上的突破，突破了自己道法的瓶颈。此刻离去，是巩固道法境界去了。相较于道法心境上的突破，这里的宝物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了。正是如此。在下朱毅，敢问这位道友怎么称呼？在下紫霄道顾雷。接下了这一刀，顾道友可要出手？好啊，正好我很有兴趣。事不过三，哼，看来今天这件宝物注定与我无缘呀。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切法，从正中间一分为二的话，还需要2刀。这岩石不断被切割，那种阻断修真者法力神识探查的灵性也不断变得薄弱。小义子应该也能感应到这黑色岩石的底细了。若他的选择正好是骨崖那一侧，这一刀就可以见分晓了。住手！这东西我们要了。唉，果然越到最后竞争越强。但没问题。可恶！看招！别当缩头乌龟！不愧是能硬扛元婴老祖的猛人。看了之前的比试，以为玄门天宗的筑基期弟子已经够猛的了，现在看来，金丹期弟子更加凶残啊！东西我拿到了，你们是大秦皇朝的修士吧？怎么，你还想继续动手不成？回去转告星云公主，让她来领人吧。让顾道友久等了，
朱道友客气了，如果有空的话，随我来，我介绍同门师兄弟给你认识。居然是暗兽冥毒的牙齿，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居然是暗兽冥毒的牙齿，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之前抽奖抽到了一个叫玄武玉雕的法器，其中封印着兄长田洛的魂魄之力。田洛又名玄巫，乃是横行天地间的太古大妖，自无穷无尽的黑暗中诞生，掌握黑暗力量奥秘的凶手。但田洛却非黑暗中最强大的生灵，黑暗凶兽之王是暗兽冥毒。冥毒是力量更在田洛之上的太古大妖，有了这冥毒的牙齿，参悟黑暗力量之道，便有了一条可行之路。光明之道有大雷音寺的无量光如来经，现在如果能再领悟冥毒掌控的黑暗力量本源奥秘，光与暗这两种最顶尖的力量都掌握了，我们师徒也太厉害了吧！二师兄，我来给你介绍，这个姐姐是紫霄道的李葵英，李姐姐。无事献殷勤，你小子又在搞什么鬼？刚刚从这位紫霄道的师姐手里得了一枚雷灵果，味道挺不错的，我想再多捞一些。你喜欢人家的雷灵果，你直接拿东西跟他交易就是了，用得着这样空手套白狼？哦，对哦，忘了，李师姐，我想再跟你换几枚雷灵果，好不好啊？我可以拿我的宝物跟你换。雷灵果并不是什么珍奇玩意儿，你喜欢尽管吃就是了。奎因，平时怎么不见你对我这么大方？雷灵果你平时都当饭吃了，还用我供应？嘿，顾雷，你又吃瘪了吧？杜坤，你又皮痒欠揍了？我还是比较想看杜坤和顾道友再打一场。哼，少来，赢这头大熊一次就够了。我更想和桑罗和你交手，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北荣有神魂术士。专门修炼神魂之术，除去太虚观的神游太虚观想法，就只有北荣王庭有了。你紫霄道的雷法最为克制神魂之术，你倒是打得好主意。如果有机会，桑罗河倒是更想和两位玄门天宗的道友切磋一下。法会上抽签抽不到一起，也总有切磋的机会。我也。什么人？天池宗的，记得是叫穆继海。不用理他，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活在宋庆元阴影下的可怜虫而已。宋庆元吗？此人天赋也算出众，但是性格上缺陷很大。如无意外，他这辈子确实没有超越宋庆元的机会了。什么中二的动作呀！走着瞧。他们好像在说什么？他怎么好像很怕似的？西木寒也追出去了，这三个人是藏着什么秘密吧？咦，有意思。师兄，我也去看看热闹。有一个黑影跟着小不点儿，想干什么？我也去看看究竟。这个地方挺好的，是不是？之前没有发现，这刀玉婷的体质似乎有些特殊，原因之中隐藏着那一点真阳，要远比寻常女子旺盛。这样的情况，等她晋升金丹中期时，渡阴火之劫，恐怕会心火大盛，远比寻常女修士渡劫要危险得多呀。不过，她这属于极为罕见的阴阳相济之体，虽然不是完全阴阳调和，但用来修炼天池宗的道法神通，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天赋。难怪他筑基期的修为就可以修成冰华焚炎之术和火山明了。知道大师兄为什么惩罚你吗？首先，自然是因为你跟人比试，结果输了。输了不要紧，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输给玄门天宗的人。一株地心火莲和一株九转冰兰不算什么，但师傅因为你丢了脸面，你说你该不该受罚？其二，比试结束后，你看那个汪灵的目光很不对呀。大师兄明白，你和他之间没有男女之情。真要说起来，你更多的情绪其实是不甘与战役。充其量还有些好奇，但问题在于，你面对其他人时，从来没有这么多情绪的，都只是漠然视之罢了。唯独对他，产生了与对旁人不同的情绪。但你似乎忘了我曾经说过，不许你对其他人产生太多情绪，连憎恨和愤怒都最好不要有。男女之间，你只要记得我就足够了。从你入门的第一天起，你就应该已经知道了，你将是我的道侣。你元婴之中真阳强盛，而我恰好与你相对，你我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完美互补，达到完全的阴阳平衡。我一直在等你结丹的那天呢，以你的天赋修为，应该为期不远了吧？真是期待呀！没有刀玉婷，宋庆元晋级元婴渡雷劫时，很可能阴阳失调。穆姬还想杀了刀玉婷来断宋庆元的晋级之路。不过杀了刀玉婷，天之宗肯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宋庆元很有可能是在故意引穆姬海出手的，正好找机会杀了他。什么人偷袭？这绿色迷雾模糊了空间的界限，连青铜虚空鼎都破不开。出手把我困住，难道是想和我畅谈人生理想？几年前就应该已经死去的人，还是回你该去的地方吧，别在人间逗留。当活人的道，爱活人的眼。谁是活人，谁才是应该去死的人。现在说，还太早了。是绿雾让我的神识锁定不了他们，他们却不受影响，真麻烦。青铜虚空鼎虽然有用，但也不能帮我抓住他们。这个法术是师父的诛天戒杖。事已不可为，还是先走为上。想走？这是……原来这才是杀招。刚才那5人都是给他们打掩护的幌子。还有应急的盾吗？情报上没提到这一点呢。既然如此，是谁允许你对我弟子动手了？一个人擒拿了所有金丹修士，这是什么神通？你自己进来看看，不就知道是什么神通了？诸天小世界，阵！危险，先走为妙。这遁法是针对神魂施展的一种幻法，让人的意识中失去了你的踪迹，以为你变小消失了。但对于本座来说，这种障眼法没有丝毫意义。啊！是大千皇朝元婴供奉赵鑫，刺杀行为影响太过恶劣，何况此人还是我大千皇朝的供奉，挑什么目标不好，非要挑这位的门下弟子。哎呀，这下事情更加难办了。安良王、长乐道尊、赌道尊，本座要一个交代。敢问安良王，
刚才的法力波动是怎么了？啊，发生了一点冲突，老夫已经在处理，无需担忧。请林宗主相信，最不愿意发生此事的人便是我们3个，便是大秦皇朝。此事还请林宗主谅解。我大秦上下愿给予玄门天宗一定的补偿，不过目标是石家的孩子，莫非是石氏家族所为？林宗主，能否将这几人交给老夫审问？老夫必然会给你一个交代。这几人，本座会亲自审问，不是信不过安良王，而是本座不想再出现什么意外。沙洲一战，林宗主手段强硬，挑衅玄门天宗的人都下场凄凉。可若真是石氏家族，即便刺杀成功，也是得不偿失，何必铤而走险？老夫以为此事大周皇朝的嫌疑最大，林宗主以为然否？太过顺理成章，反而更像是栽赃嫁祸。大周皇朝确实有嫌疑，但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待本座审问之后再告知3位。还没审就想扣黑锅，这事绝不能这么便宜就算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本座这弟子被人围攻刺杀。哦，哎呀，师傅，我受伤了，身体好疼啊！哎呀，师傅，我快死了，好痛啊！唉，我可怜的徒儿。你这徒弟，外伤、内伤、暗伤、隐伤，一点没有啊！健康的很，再活蹦乱跳个千八百年都不成问题，完全有充足的时间继续为祸人间呐。伤的是挺重的，不好治啊。说起来，本座这小徒儿实在是多灾多难，小时候便遭遇惨变，差点连性命都丢了。看这孩子命硬，又自强不息，正所谓自助者天助也，终究让他挺了过来。但即便生命中经历如此多的磨难与黑暗，天昊他心中仍然充满了善良与光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哪怕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可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竟然还有人不肯放过他。如此重伤一个还不到12岁的孩子，简直是天理难容。难道这小子真受了什么暗伤，我却没有看出来？不应该呀。林宗主，此次事件我大秦皇朝肯定会给予补偿。不过老夫以自己空活了这5800岁的年岁做担保，令徒并没有在此次袭击中受到一丁点伤害。本座什么时候说过他受的是外伤？林宗主，内伤也是没有一点的。本座当然知道，本座这徒儿不管是肉身还是神魂都没有受伤。只要你承认这一点就好办了。本座这小徒儿受的是心理创伤。本座这弟子真实年龄你们也该有数吧？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指望他有和成年人一样的心性意志，这完全是强人所难。一个孩子突然面临生死危机，遭人刺杀，险死还生，这对于他的心灵是一种多么大的冲击。尤其是刺杀他的人也许还是他的亲族，这样严重的心理创伤，如果不善加调养，甚至会毁了他的一生。林宗主，我看……师傅，我害怕，我们回玉京山好不好啊？当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林宗主，你教弟子的本事，老夫可真是佩服，真是没话说了。哼，本座的弟子自然跟本座比较像，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各个方面？啊？那林宗主，你看要如何才能弥补你这位弟子的心灵创伤啊？
自己想要什么？说说看。他把索要补偿的权利交给了他徒弟，竟然真的不是为了敲诈。说吧，想要什么？我想要一枚妙风紫金，可不可以呀？妙风紫金，这倒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这孩子还是知道轻重的嘛。可以，没问题。那我能不能再多要一块雷道凝晶啊？雷道凝晶，没问题。这孩子本质还是很淳朴的嘛，只要这么点东西。这倒显得大秦皇朝小气了。还想要什么，放心大胆的说，老夫做主，凡是你合用的东西都给你，管够为止。谢谢前辈，那我可就说啦。我想要金身鹿，1公配1母，还想要黑灵椒，也是1公配1母，想要10株蝴蝶龙草、天河中玉果、紫玉瓜、赤火游离和元金果，最好能每样来1棵果树移植。哦，还有松针灵蛇8针鸡。我收回刚才对这个小崽子的褒扬与赞赏，这就是个莫名其妙的熊孩子。你倒是赶紧管教一下你的弟子啊！我还想要庚金流水石和天恒朱砂，每个最少要3两。除此之外，还有雷龙骸骨、飞廉王爪牙，还有攀龙之血。够了！再待下去，我非要捏死这个熊孩子不可了。当真是书可忍，审慎不可忍。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如数找给他。孩子还是个孩子。是啊，小孩子嘛，很正常，很正常。正常他个大头鬼呀！这种熊孩子就应该一巴掌直接拍死，省得为祸苍生。臭小子，还真会借题发挥。之前随口和他提过蝴蝶龙草、庚金流水石，这些宝物可以帮他完善金丹、修炼术法，也就罢了。连那些妖兽果子全都是他的口粮了。这个小家伙实在是精了，荤素搭配不说，连饭后水果都准备好了。虽然那2位不能交于2位，但这2位金丹修士可以带回去审问一番。既然如此，这2人我们也会仔细审问。小不点被袭击时，他们3个正好在一旁。他们虽然不了解事情的完整经过，甚至连当事人双方究竟是谁都不是很清楚，但好歹当时也在场。恐怕安良王正在与曹伟协商对此事保密。他似乎更加在意小不点一些。诸位，先前的法力波动是因为误会发生了一些小冲突，现在冲突已经化解，不影响荒海法会的正常进行，请大家期待明日的法会。师傅，昨天你抓住的那些人是什么来历啊？放心，不是你想的那些人。师傅，这件事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为师心里已经有数，捣鬼的人必然会让他付出代价。见过林宗主。幸运公主无需多礼。望有朝一日能得玄门之主指点指教，那将是星云的荣幸。我有一位族弟冒犯了朱意道友，还望道友海涵。海涵不敢当，些许误会罢了。星云皇姐，回西陵城后，自己去宗人府。是，多谢皇姐网开一面。看他那副模样，自己去宗人府领罚，远没有石星云在这里亲手处罚他来的可怕。很快我们就能见识到你这位皇姐真正的手段了。承蒙道友大人大量，既往不咎，星云实在惭愧。这宝物全当是给道友你的补偿。哦，竟然是一块大雷音寺高僧穿过的袈裟残片。朱意道兄好眼力，这块残片蕴含了无量光的真意和相当充裕的光明佛门法力，想来对道兄会有用处。如此厚礼，恐怕道歉是真。
但不是为了那个青年吧？大秦皇朝虽然赔偿了东西，但他还是想借此机会修补与玄门天宗的关系。星云公主客气了，在下感激不尽。本次荒海法会金丹期弟子比试开始，金丹期弟子共24人，分成12组。第一轮抽签4位轮空名额，分别为焦俊辰、陶夭夭、霍明、桑罗河。小不点情有可原，可是朱毅，你小子的福缘不是板直的实吗？怎么连个轮空也没捞着？这简直是你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呐！耻辱，绝对的耻辱！臭小子，这次进荒海古界，你可千万要给力，否则你这耻辱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终将追随你一生。不过，我是说，这种擂台式的比赛，正是你们几个臭小子彰显王霸之气的最佳场合呀！对别人来说是擂台，对你们来说，简直就是舞台啊！也不知道你们两个谁的段位更高一点。金丹期弟子第一轮比试结束，晋级弟子为大秦皇朝石星云、流光剑宗赵岩、北戎王庭都坤、紫霄道顾雷、李奎因、霍家霍明、天池宗宋庆元、穆继海、日月剑宗弟子2队，以及玄门天宗10天号朱毅。嘿嘿，玄门天宗又全员晋级了，习惯了。等他们哪天阴沟里翻船了才是新闻。金丹期弟子比试第2轮第1场，玄门天宗朱毅上来就是玄门天宗的弟子，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碰上他。对战霍家霍明。不错，那一次切石头，确实让他在道法心境上更进一步。这场比赛有看头啊！朱毅虽强，但霍家擅长生死搏杀，藏龙湖内不需要收敛杀招，反而对他们有利。怎么，对于抽签结果很失望？平心而论，我是挺想和那朱毅交手，不过一直碰不到一起，那也不要紧。我在决赛等着他，总能等到了吧？当然，前提是他也能闯进决赛。霍明又精进了，这场比试没那么简单。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据我所知，霍家最顶尖的杀戮神通就是修罗灭世刀，斩杀灭绝一切生灵。霍氏家族凡是筑基成功的嫡系子弟，都可以修炼修罗灭世刀，但究竟能把这门神通修炼到什么程度，却要看个人天赋与悟性。修罗灭世刀有几路刀诀，与境界无关，只考验个人领悟。其中一路刀诀极为凶恶，在弑杀成性的霍氏家族子弟之中，也是近似于禁忌般的存在。霍家金丹期修士，原本只有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霍老大修成了那路刀诀，但现在看来，你的意思是霍明也练成了？我不敢肯定，但霍明现在的状态很像3年前的霍老大。这么一说，我现在真的对这场比试感兴趣了。师傅，我怎么感觉这厮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他正在酝酿自己的情绪。之前此人突破了自身修炼上的瓶颈，不过对上小易，他只有1次机会，能把握住，那局势或许还会出现几分变化。早就听闻霍家修罗灭世刀有几大杀招，神鬼必异。如果为师所料不差，此人是想施展其中的一招。不过他毕竟刚刚有所突破，根基仍然不稳，想要成功施展之前不曾修成的神通，必须酝酿情绪，积蓄杀意，将自身状态提升到最佳，甚至进一步超越巅峰，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一招就是师父之前所说，他仅有1次的机会。没错。那二师兄会怎么做？是趁他渡河未济，激其中流，还是静等他杀招准备妥当，然后再正面击溃他？二师兄会怎么做？你二师兄虽然饱读诗书，但却不是把脑子读傻了的迂腐酸儒。退避三舍，以礼相让这样的事情，从来不是他的风格。从玉州城第1次相遇时，你和霍琛挑衅我们师兄弟起，我们便注定有一战了。可惜是在藏龙湖里，否则今日必然砍下你的人头，
不亦快哉？少废话！太卦剑道，杀！呀！哼，确实是有些不同了。大壮剑道。玄门天宗确实比想象中要强，但我霍家的底蕴可不是你们这些新起宗门能比的。修罗灭世道，名不虚传。这感觉凭空消失了。他之前那一道只是诱我放出大结界的虚招，我向来无往不利的绝招突然失手，难免失了锐气。等我想明白自己原来是落入他的算计时，心中就会产生挫败感，自己仿佛被人戏耍的小丑，自信心和尊严都会受到打击。他是在等我恼羞成怒，进而犯错，露出破绽。连我的情绪变化都算计进去了，有意思。那便让我看看你接下来会怎么做。上对下离，则中有火。哥，啊，注意那光暗曼陀罗诸天大结界失效了。霍明进步颇大呀。唉，发现自己上当，于是就恼羞成怒了吗？这样的心态，如何能读得进书啊？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一刻。这是修罗灭世刀杀招，修罗场。啊！霍氏家族竟然又一个金丹期修士练成了修罗场。修罗场，好久没有见过了。想不到霍家竟然又有金丹期修士能练成这招。我需要感谢你，是在你的一再帮助下，我才能连续突破瓶颈，最终修成这一式修罗场刀诀。本来我是要准备斩杀你的，让你成为我这一刀的第一个祭刀之人，作为我对你的感谢。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是在藏龙湖中，没办法真的杀死你。不过你无需担心，日后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师傅，这就是您说的霍明的机会？哼，是他唯一的机会没错，但现在看来，你们的二师兄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这是在藏龙湖中，日后一定有机会的，前提是今天出了藏龙湖后，你不要见着我就躲。暗极生光，两极反转，二师兄这手玩得漂亮啊！杀！我输了。回家族以后，自己去找那个你一直不愿见的人。遵命。不是你不给力，实在是对手不是人呢。现在想来，我才是一个笑话吧？这位玄门之主和这玄门天宗，真的如此神奇吗？极暗之中生光明，反过来，还有极致光明中生出黑暗。小易，做得不错。当光与暗可以自由化生育时，你对道法的领悟便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谨遵师父教诲，弟子会用心领悟。去静静观看一下黎明与黄昏，日出与日落，对你参悟道理会有帮助。是，师父。二师兄，那霍明的修罗场使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糟了呢。贝兰小子，在你眼里，我任何时候都是要糟的。这一场，
我认输。其实我无所谓输赢，但就是怕师尊有意见。少来，我有自知之明。就算被你送进了8强，那也就到极限了。宗门还指望你冲4强呢。这一届法会上强者如云，就算是我，很可能也就是8强的料了。相信我，其他人也绝不会希望碰上你当对手。除了北荣的神魂秘术之外，在这丫头身上，应该能看到更多有关五帝真龙秘术的奥妙吧？这姑娘感觉有些不对劲，她的神魂很特殊。看来北荣那个神魂术士，这次有可能要踢到铁板了。师傅，那是桑罗河的神魂，可神魂不该是修为越高越清晰吗？这就是北荣王庭神魂道法的奥妙之处了。留心观察，你们会有更多收获。桑罗河道友的神魂之术，果然已经深得北荣王庭秘传。让星云公主见笑了，还请指教。剥夺六感，而且还能让我动弹不得。二师兄，我能看到桑罗河模糊的身形里凸出来一道黑影，你能看出来多少啊？比你多不了多少，能看出那道黑影是一个神态狰狞的大汉，全身上下布满紫色的刺青为身。那是北荣王庭秘传神魂道术中的夜眼黑牢之术，可以镇压他人的神魂，隔断目标神魂同肉身之间的联系，将对手的神魂禁锢在自己的法术之中，剥夺对手的六感。近乎于无影无踪，北荣王庭的神魂之术也未免太难防备了。那石星云又会如何处理啊？我就说我看他的神魂感到不对劲，这丫头居然将一条太古天龙的龙魂融进了自己的神魂。你们可真舍得下本钱？那是纯血太古天龙的龙魂吧？太虚观养龙都舍不得这样用，我看连贵国重云太子也没这个待遇吧。我大秦也仅此一例，星云的这个机会正是他的兄长让给他的。是我输了。如何？卧虎藏龙。其他的先不说，单比神魂强度，此女恐怕是眼下在场的金丹期修士第一人了。竟然是小燕子的通讯，这小子居然还会主动找我通信。师傅，7大真火，除了幽冥邪皇、太阳真火、纯阳真火以外，其他几种都是什么样的？怎么，你是遇上了某种不弱于你幽冥邪皇和太阳真火的火焰了？正是如此。那种火焰本身颜色和太阳真火一样，也是金色的，但不像太阳真火那样由太阳神芒聚拢而成，而是正常的火苗，并且火焰表面还泛起赤蓝两色光芒。金色火焰，原来如此。你那小妻子出身的家族，竟然修炼掌控7大真火中的南冥离火。南冥离火，不错。按照你的描述，那正是天地间7大真火之一的南冥离火。火焰本身呈黄色，泛赤蓝两色火光，火势看似不大，但那是因为火力凝聚集中的关系。事实上，火焰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可以直接烧穿焚毁空间。果然是这样，差点让我吃个哑巴亏。你和你老丈人家动手了？一言难尽。幽冥邪皇的力量太过强大，弟子不想真的伤了真儿的家人。为师明白你的心意，不过你仔细想一想，让你那老丈人受点小小挫折，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决策。师父说的是啊，弟子明白了。哦，对了，见到你的小媳妇了吗？还没有。革命尚未成功。小燕子，
你继续努力，局势有渐渐变乱的趋势，但若是能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只是，究竟该如何做呢？来了来了，18禁6里最期待的一场。日月剑宗2队弟子已经比完了，竟然到他们了。哎！冰火二重身，不错，正是冰火二重身。你北荣修士不是向来自诩肉身强悍吗？那么都坤，来战吧！这个孙庆元身上肯定还有别的秘密。肯定的，按照常理来说，宋庆元的肉身承受不了这么庞大的冰火力，他肯定还有别的隐藏手段来辅助这个法术，否则他不是被烧成焦炭，就是被冻成冰雕。既然你要以己之短攻我之所长，那我就成全你。哎！胜负已分，此战获胜的是天池宗宋庆元。师父，那宋庆元一开始就是故意的？不错，宋庆元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这一击做铺垫。此人深藏不露，还有其他底牌未出，是你们的劲敌。哦，那个冰火涡流是怎么回事？此术名为冰火运神，是我那不成器弟子自创的法术。自创的？自创的？他们终于打完了，接下来该我了。下一场，玄门天宗10天号对战天池宗穆继海。师父，我去喽。嗯。跟你打好没意思呀。要不然咱俩也赌点什么吧，否则也太没劲了。我的赌注呢，就是这个东西，你可敢跟我赌啊？这是能调和水火法力的朱焰冰花，只要是2级相对的力量，炼化了此花，都可以调和。好，那就这么定了，跟你赌喽。门下弟子都有如此闲情逸致，曹宗主，可敢再和本座赌一次？不急，待本座把之前的账清了，再赌下一把。太诡异了，赢的一方容许对方赊账接着赌，输的一方却宁愿付了之前的赌账。要是我肯定赌了，赢了就把账清了呀。无妨，本座随时奉陪。这下应该可以逼出对方的真实实力吧？玄门天宗的弟子威风惯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碰到大师兄你呀。现在说还有点早，大秦的10星云很不好对付，还有眼前的10天昊和焦俊辰，我还没有看透他们的深浅。希望接下来的比试可以让我看清楚。此人虽强，但已经交出了底牌，不足畏惧。如果我跟他抽在一起，那玄门天宗同境界斗法不败的传说，就注定会在我手里终结。现在让我看看另一个玄门天宗传人的实力吧。哦，此人一手冰炎神通操纵起来，近乎出神入化，不过难不住我。师傅，小师弟他这是……无需担忧，天昊他自己心里有数。啊，弟子明白了。小师弟他这可真是……玄门天宗弟子，这下要败了吧？想不到天池宗竟然这么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确实为时尚早，因为穆继海根本就不是打算在这一招上分胜负。啊！嘿嘿！这小家伙危险了！
这才是牧师弟你的真实实力。玄门天宗终于要吃瘪了，这些个别人家的孩子终于要输了，加油啊！大家的希望莫气海。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吧？我的徒弟们就是你们的噩梦，就是隔壁家每次考试都比你们高20分的小明。苍龙湖的机制准备发动了，木镜海要赢了。天昊，是苍龙湖机制保护。这胜利方式未免过于惨烈了。不过是一场比试，竟然宁愿拼到这一步吗？一个10来岁的孩子，居然……天昊，思师姐，奎因姐姐，我打赢了。是啊，天昊打赢了。你先不要说话了。不疼啊！来看，你最喜欢吃的雷灵果，吃一颗就不疼了。好小子，修为强弱先不说，小小年纪人倒是挺硬气的，不错，真的很不错。天昊，你爹娘会以你为荣的。嘿嘿，师傅，小易啊。为师今天教你2个名词概念，其中一个叫卖萌，另一个叫恶意卖萌。嘿嘿，师傅，我圆满完成任务。是啊，还顺便捞了点别的好处。意外，完全是意外。纯属意外惊喜。弟子也没有想到那些姐姐们心肠这么好嘛。哼，要是红颜知道了你是在蒙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师傅，我伤的真的很严重啊，这可没有作假。愿赌服输，这是你玄门天宗应得的。如此，咱们两清了。没错，两清。下一场，流光剑宗赵岩对战大秦皇朝焦俊臣。不好！云遮雾绕，风雨如晦。这么快啊！他是怎么赢的？我这就已经败了。我这就已经败了。那焦俊臣刚才施展的法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不明白，感觉他脚踏流云的模样，倒像是，像是乘坐一辆马车似的。你的感觉没错，他的神通法术领悟自儒学6艺：礼、乐、射、御、书、数。方才他战胜赵岩的法术，便是射和御的结合。正如师父所说，这焦俊臣的法术脱胎于儒学6艺，也可称君子6艺。礼是指礼节，乐即音乐，射是弓箭射术，御是驾驭马车，书即指文学，也指书法，数则是算术和数论知识。此人从6艺中参悟出道理，领悟属于他自己的法术，倒是颇有古风。师父方才说，焦俊臣战胜赵岩的法术是射和御的结合。不错，御有5种：明和鸾、逐水车、过军表、舞交渠和逐锦左。焦俊臣一开始面对赵岩的创光攻击，架起云车轻巧躲避，应该是脱胎于逐水车。逐水车者，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最为灵巧。之后沿着赵岩云雾剑气的细微缝隙长驱直入，当是舞交渠
过狭窄通道，而驱驰自如。车行伴有鸾鸟之声，压制了赵岩的剑诀变化，为鸣和鸾，为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最后他切入赵岩剑势之内，同赵岩擦身而过时，突然捻弓搭箭射击，就是逐禽左。一指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将之射落。焦俊臣第一箭为参连，前方1矢，后3矢连续而去，10矢相属，若连珠之相引。而他最后一箭使用了眼柱，也就是速射，始发之急。我现在真的有点迫不及待，想要跟你切磋一下。听明白是怎么输的了？我懂。我要是早听大师姐你的话，潜心修成刹那剑盾，也就不会输得这么难看了。胡扯，是稳赢。金丹期弟子第2轮比试结束，金丹期弟子8强为日月剑宗李东涛、云梅，天池宗宋庆元、紫霄道顾磊，流光剑宗陶夭夭，玄门天宗朱毅、石天昊，大秦皇朝石星云、焦俊臣。接下来抽取第3轮比试名单，千万别是自家人抽到一起，最好抽到天池宗的。第1场，玄门天宗石天昊对战日月剑宗李东涛、云梅。就算是元神境界为他治疗，也不该恢复得这么快呀。是太阴真水的作用，还是他本身修为法力恐怖到这个程度？看不透啊，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啊？之前石星云说过我们的对手，想必就是这一对剑侣。上一轮比试里，他们打的那对霍家修士毫无还手之力。他们使用的日食剑诀晕满月神光剑，乃是日月双剑衍生出来的分支，同样威力强大。师父，小师弟伤势没有痊愈，这场我和他一起上吧。你都已经获得进入荒海古界的资格了，把机会留给别人吧。我？当然是你，而且这场主要靠你来打，天昊就是个凑数的。师父，您这是继续火上浇油啊！去吧，荒海古界里的美食在等着你们。早就听说荒海古界里有不少好吃的东西，这可是个好机会呀！走！难不成玄门天宗又要1挑2了？林宗主，派一个妖族上来参加法会比试不合适吧？妖族？此妖也是本座门下记名弟子，参加法会并无不可。本座也不用他从第1轮比起，并不会挤占他人名额。韩良王还请通融一下吧。虽是记名弟子，但林宗主你身为一宗之主，身份非同一般，确定要收妖族为徒吗？若本座没有记错，万年以前，流光剑宗第4代宗主座下6大亲传弟子，其中有2个都是妖族吧？但最后也为流光剑宗的发展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座记得，天池宗历史上出过一位雪月妖王，乃北极妖雄化形。有教无类，古已有之，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本宗弟子都不一定知道的事情，玄门天宗又是从何处得知？还好系统里有大部分宗门的历史资料，只要不是内部隐秘，就都能查到。哼，机会给你们了，你们可要争气啊！师兄，拿出全部本事来，哪怕明知道他们很强，但要是打输了，还是很丢人啊。你伤势未愈，不要勉强比较好。尽力而为，败亦无憾。我将拼尽全力。这场交给你喽，我就坐旁边看着。待会儿我就跟那诸葛风铃一样躲到一边去，看你怎么出城。我没看错吧？这个小魔王，难道真的要带上跟对方硬拼？之前他说的那番话，难道只是开玩笑？我现在就跑去躲起来，好像有点没力气啊。
而且他师傅还在外面看着。而且打赢了才能去花海古界找吃的呀！是天狗！日月相生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这也太赖了！看我的厉害！饕餮一族的吞天噬地神通，实在是强大。是啊是啊，不过他居然还拥有太阳真火，这着实有些出人意料。玄门天宗当真是人才辈出啊！吃太多，有点想吐。你猜他会怎么做？不好说。如果是我，会先隐藏行踪，寻找他们的破绽。而且那小家伙藏起来，会让对手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们更容易犯错。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的，石天昊和饕餮联手，正面交手也是胜算居多。也许他的伤势比我们想的要重，或者他有什么别的打算。先脱离敌人的视线，寻找最好的攻击位置。难道这灵花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东西难道是可以制毒药？哦，要动手了！占据那种制高点，他想做什么？效仿俗世的弓箭手吗？赶紧出手解决掉他们，本姑娘就宽宏大量，原谅你之前。要动手了，他抬起手了，是什么招数？真好吃。刚才那一箭漂亮啊，文川，你应该往右边躲，然后果断反击才是。日月双剑还有这样一重变化的吗？以前都不曾预料到。揍死他！揍死他！一定要揍死这个熊孩子！石天昊，本姑娘一定要杀了你！哪怕你师父事后要杀我，本姑娘一定要宰了你！哪怕跟你同归于尽，我也要宰了你！臭小子，卖队友都能卖得这么高调拉风，你是个人才了。百世英名一朝丧。林宗主，看来令高徒伤势未愈，尚不足以参加斗法比试啊。若完全是由你的那位记名弟子完成比试，如果赢了，对日月剑宗的李东涛和云梅未免有些不公平了。长乐道尊所言，本座很认同。不过，现在就下定论，还言之尚早。哦，吵死了！这么一点小事都解决不了，真没用。有用，你来试试看呀！我要是没伤在身，还用得着你啊？有本事你别受伤啊！跟这样的对手交手，怎么感觉赢了也很丢人啊？先赢了再说。吞吞，少来！我再不上当了，那我回山顶了。切，回头再跟你算账。满意了吧？他想做什么？就算他想合为师兄，也必须分出精力来挡我这一击。不行，这样我二人的剑道无法互相呼应了。精彩！李东涛和云梅的配合已经非常默契了，但可惜，人与人再心意相通，也会做出不同判断。大师姐，这究竟是？李东涛和云梅性格上的差异，造成他们选择的援护方式不同。李东涛性格沉稳，所以云梅受到攻击需要他的掩护时，李东涛的选择是保守防御。
而当李东涛受到威胁，需要云梅的援护时，云梅的选择是主动攻击，迫使敌人回防。那个小家伙看来不是真的坐在山上吃果子看戏，而是一直在观察李东涛和云梅的战斗细节。他们两个随便哪一个都有单独抗衡日月双剑的能力，但他选择了最省力的方式。双剑合璧一破，胜负已分。此战玄门天宗胜。这也让那臭小子过关？明明穆师兄都已经把他打成那副重伤模样了。虽然获胜，但其实更多的威胁都是由那头饕餮造成的。这石天昊是位于辅助地位的，此子确实已到极限了，不足为虑。嘿嘿嘿。呀你，观察对方破绽就观察好了，非要弄得那么扎眼。哎，什么事都没耽误，挺好的。你还敢说？石天昊，你这个混蛋！我要好好跟你算算这笔账。金参露、黑灵椒、天河中玉果、紫玉瓜、赤火游离和元金果，还有松针灵蛇、八珍鸡、九心灵雀、珍珠鱼、紫电雕。嘿嘿，对了，还有青光藤、翡翠灵芹和龙鳞笋。你说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你出卖我的问题，说这么多，你又没有？马上就会有喽。哎，真的？在哪里？东西都给我，至少分我一半。刚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小易，认真看这一场，注意观察每一个细节。这一场应该可以验证我的猜想，看看这宋清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精彩啊！竟然打得如此焦灼。确实，这两人都非常出色，只差一线。让你失望了？哪里？你已经和他战到了最后关头。正是，师兄一手雷法越发巧妙，下次一定能赢回去的。大师兄赢得漂亮！大师兄连胜2位种子选手，这头名必然也是囊中之物。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除非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在故布疑阵挖坑，否则此人确实不足为虑，可以从威胁名单中剔除了。看出来了？如果真是我想的那样，那要胜他，确实容易多了。也要提防他是故布疑阵。师傅说的没错，不过就算他在故布疑阵，布阵的地点也等于已经暴露了，只要小心在意即可。接下来这场战斗恐怕会比较沉闷了。这2位终于对上了，筑基期没看到岳红颜和刀玉婷对上，实在遗憾。幸好他俩抽中了。哦，出手就是刹那剑盾。哦，5帝真龙秘书。他们这是什么打法？上来就是为了打个平局吗？他是故意的。石星云是故意放弃攻势，一心防守。以他的实力，若真要和陶夭夭对攻，未必就会落在下风。是这样没错，但那样一来，2人实力在伯仲之间，胜负难料。对攻的话，谁获胜都很正常，只要稍微有一个破绽被对方抓住，就很难反败为胜。而这种意外性比较大、不够稳妥的战斗方式，显然不是石星云想要的。但这种完全放弃攻击的打法，他是要求一个和局吗？如果是想用这种方法获胜，除非他有别的打算，否则9手之下必有失，攻击方必竟占据主动。难道陶夭夭的金丹？啊，原来石星云是打的这个主意。陶夭夭的金丹曾经受了不可弥补的损伤，时间如果拖得长了，陶夭夭受过损伤的金丹有可能重新破裂。之前陶夭夭的战斗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力强悍，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耐久战。石星云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抱定全力防守，任凭陶夭夭放手攻击，要硬生生磨死陶夭夭。可是，难道陶夭夭看不出这一点吗？性格使然，陶夭夭可以不进攻，那2人就在藏龙湖里大眼瞪小眼，对号的天荒地老，
但对于陶夭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示弱的表现，等于是承认攻不破石星云的防御。此女性格高傲好胜，是无法容忍这一点的。退一步来说，陶夭夭看出了石星云的打算，也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不出手。对于石星云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大家一起比耐心就是了。石星云早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现在问题在于陶夭夭已经技穷，她没有办法破开石星云的防守。这局是我输了，散。夭夭姐，承让了。陶夭夭肯定事后会找你再比一场。如果这次进入荒海古界，夭夭姐能得到补天藤修补金丹，那我以后一定躲着她走。该你了，等急了吧？哼，很久没有这样静不下心来的情况了。刚刚写了几笔字，才把心静下来。哦，祝你旗开得胜。借你吉言。师父，弟子去了。你说这两个小书呆子，谁会赢？哎，他们俩可不是书呆子呀！焦俊臣已经将儒家易经与天地治理融会贯通，养浩然正气，厚积薄发，一招悟道。朱毅虽然修行的是玄门天宗的法门，但头顶也隐约有文华之气显露，处于一个静养积蓄的阶段。朱毅若是此战能战胜焦俊臣，或许就是他将积蓄力量释放出来的时机。问题在于，他能胜吗？难得有志同道合之人，就为你表演一番。大勺吗？果然是同道中人。儒学六艺，礼乐射御书中的乐，又称六乐或者六舞，即云门、大弦、大勺、大夏、大户、大舞6种古乐，而焦俊臣演奏的就是其中的韶乐。不愧得之以哉，大也！如天之无不道也，如地之无不在也。虽甚圣德，其灭以加于此矣，观止矣的评价，古人诚不我欺。上古圣贤评价韶乐称尽美矣，又尽善也，是觉得韶乐完全隔绝了纷争，合乎理治天下的道理。阁下在这里用出来，却是为了消弭我的斗志，令我不战而败，未免功利性太强，反而失了这大韶的本来风采。你我今日本就是要一争长短，我师出有名，无畏执行的大武，远胜过你虚伪造作、粉饰太平的大韶。你有争胜之心，韶乐便不再是韶乐，又如何能胜过五乐？确实如此，听君一席话，我受益匪浅。就算是真正的韶乐，也未必就能胜过五乐。圣贤言韶乐尽善尽美，评价五乐稍逊一筹，那也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却并不代表一定正确。我辈读书人，天大地大，道理最大，圣贤也大不过道理，代表不了道理，说出来的话不全是道理。君王错了敢直谏，圣贤错了敢理论，这才是读书人。但是你敢与圣贤理论，却不代表你一定是正确，圣贤一定是错误。事实终将证明谁对谁错。有理。那现在就让我们先论证另一件事情好了。他少有的主动出击，这状态仿佛是文思泉涌，不吐不快了。玉胜，此人是你的劲敌，与他交手法术只是旁枝末节，关键是上古儒门道法在大方向上的思路，你不妨细细揣摩。多谢师父点拨，弟子心中有数。黄姐，焦先生不占优势吗？不，焦俊臣现在占上风，掌控了战局的主动权。那朱毅比我，比焦俊臣，比所有人预想中的还要难对付，而且还要出色。他竟然在同焦俊臣交手的过程中，揣摩焦俊臣的道法与神通。这朱毅揣摩焦俊臣的道法，就是为了完成破茧成蝶的最后一步，借助自焦俊臣道法得来的领悟，捅破那最后一层膜。
眼下这一切早在那玄门之主的预料内，甚至有可能就是出自他的授意。这玄门天宗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没有一个不叫人吃惊啊！虽然我乐于成人之美，却也不愿意给他人做踏脚石啊。哟，好难缠。他似乎能提前布下陷阱，等我去踩。怎么回事？原来如此，这就是术法。他参悟出了推算对手动向的神通。哦，这便是书，一个文字，便是一道法术。哼，玄机侯大管事张海，也是以文字书法入道，与这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原来如此，智慧之火在抵挡神魂。鱼跃龙门，人人艳羡，却又有几人注意到，绝大多数鱼越不过那道门槛呢？你要借我力，那我就索性帮你一把。只是不知道，你是鱼是龙？哼，宾，想用宾礼定下宾主关系，让我更加被动。多谢焦道友的盛情。你这文章，足以引起上古圣贤惊叹，是文化之气与道法之力的完美融合。好啊！大周皇朝明年的科举，你若是不能高中，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文压众人，一举夺魁了。可惜，我积累仍然不够。这篇文章，我眼下只能做一个开头。即便如此，你这篇文章也足够不凡了。宾礼不足以应对你这篇文章。祭人鬼，祭先王先祖，地祭先王先祖，春祀秋长，享祭先王先祖，吉，祭地奇，祭社稷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祭诸小神，祀天神，天道主宰，祀日月星辰，赐司中司命与师。这是云门之舞，6月之中最为古老的云门大卷，传闻之中早已失传，想不到今天竟然可以再次见到。去！哎呀，这一击还未出，气势已经不可阻挡。看来这场比试朱毅败了，可惜打败他的不是我。二师兄，你们二师兄赢了。人道大事，从来不是墨守不误，随波逐流。继往开来，不断前行，这才是人道大事，才是我辈读书人追求的事，探索的道理。在下受教，朱道友有教化万民之宏愿抱负，就能知行合一。这场比试是我输了，他日我若有所成，都离不开焦道友今日之功。不错，小义子为了这一胜当场突破。其他人观此战都有所收获，心有所感啊。别着急。你有八卦诸天大道藏和太阴的根基，现在还不是你冲关的时机。多亏师父提醒，是弟子莽撞了。傻小子，你有如此悟性，为师高兴还来不及呢。今天不是你突破筑基后期的时候，但已经积累足够，可以水到渠成，推开自己面前那扇大门了。安良王，本座有个不情之请，让我家弟子吸收这藏龙湖底蕴晋升，还望成全。小事小事。也算本届法会的一件美谈，老夫不介意成人之美。这是阴火之劫，阴火之劫能渡过去，便成就金丹中期；如果渡不过去，那就是阴火焚身。
不知道下一轮谁会是和他抽到一组的倒霉蛋儿。此次晚辈同样受益匪浅，决定回去闭门读书。接下来的法会便不参加了，还请3位道尊允许。既如此，你便去吧。期待诸位道友参加大周皇朝科举，状元及第的消息传来。啊，萧先生就这么走了？与朱毅一战，对他影响这么大？别看朱毅现在还只是金丹中期的修为，但他大势已成，接下来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已经无人可以阻止此人崛起，成就属于自己的传说了。连焦俊臣都败在他手下，现在谁还能成为他的对手？他晋升之后，想必实力更加惊人。不知道他结营之后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似乎，好像，可能，也许，这个宗门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潜力与实力。哼，很好，这次法会确实没白来。于法会上突破境界，这也算一桩美谈。先恭喜林宗主啦！还要多谢安良王、长乐道尊和赌道尊慷慨。哎呀，林宗主客气啦。接下来进行金丹期第4轮比试抽签。求让玄门天宗这2个怪物自己打去吧。黄姐，若是你抽到10天号，是不是胜算大一些？如果想要进决赛，只有宋庆元是最合适的对手。黄姐，可是那10天号，就算他伤势痊愈，也不见得是你对手啊。但我心中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如果他只有眼前这样的实力，那他和那重统者的差距就太大了。得了本属于他的至尊灵台，再加上石天意自身天生重瞳之力，石天意的天赋潜能会大到什么程度？天昊自己心中也应该有数才对。可他身上却有着昂扬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他自身。有这种信心，那他的实力不该只有这么简单。可隐藏实力也不必这么极端啊。第1场，玄门天宗10天昊对战天池宗宋庆元。先前我低估了朱毅，那么我之前是不是又低估了这个人呢？看来我的杀手锏不能保留了。庆元，为师有事吩咐你做。等会儿你与那玄门天宗10天昊对决时，需记得一件事情。准备好了，过程可能会有点剧烈。放心吧，师傅，这点小事不算什么。杨青，看仔细了。太阴真水，太阴真水，太阴真水还有这等妙用？不对，应该是玄门天宗独有的道法，配合太阴真水。深不可测的领导者，霸道难缠的洞府仙山，精彩绝艳的门人弟子，现在还要加上玄妙的道法神通。玄门天宗到底还有多少隐藏在水面下的过人实力呀？之前的账已经清了，林宗主可有兴趣再赌一场？来了。哦，曹宗主这次还是看上本座玉京山上的一块石头？不错，正是如此。曹伟如此执着玉京山的山石，但却又不是他自己想要，莫非是替别人谋取？可以，不过如果你的弟子输了，本座要你天池宗一对妖帅巅峰的飞天雪灵，1公1母。好，不过如此一来，阁下的赌注要再加上火凛冰石。没问题。师傅，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臭小子，别光惦记着吃，这是给你修炼用的。师傅放心，若是那宋庆元也提出要跟你赌斗的话，别管他要什么赌注，只管答应下来便是。那是当然，不管赌什么，最后反正都是我赢。家师和贵宗玄门之主之间定下了赌约，我们做弟子的也来凑个热闹吧。没问题，赌什么？这是我的元婴期法器冰魄寒光镜，我便以它赌你的元婴期法器，如何？你可敢跟我赌？宋庆元赌性这么大，
这也太珍贵了吧！这小子不会跟着一起发疯吧？好啊，我跟你赌了。哼！法会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我要的东西，和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都到手了吗？距离成功已经近在咫尺，正戏刚刚开始。有多大把握？60%，已经很多了。即便失败，也不是全无收获。你天池宗所有损失，都由我为你补齐。我代替你进场下注，几乎成了某些人眼里的小丑。赌注由你出，这也很正常。也是因为你自己有所求，所以才会跟我联手。不错，那青铜虚空鼎，我势在必得。一件元婴期法器而已，你天池宗宗主会如此看重，价值应该不在这件法器本身，而在于别的方面。吴清柔，这与你无关。我若没有记错的话，6000年前，曾有一位修成元神的大能散修，自号山河道尊，随身法宝名为虚空山河鼎。传闻之中，山河道尊与你天池宗交恶，最终陨落在北地极寒雪原之上。法宝虚空山河鼎也落在你们手里。除了虚空山河鼎以外，此鼎还半生有9只元婴期法器级别的小鼎，名为9子母青铜虚空鼎，与法宝虚空山河鼎是成套存在。你如此煞费苦心，想来是作为母鼎的虚空山河鼎上有什么秘密，需要9只子鼎齐全才能解开。什么？你想要插手此事？我并无此意，只是做一些调查，看看天池宗对于此次合作的态度。那么你又有多大把握，得到那林峰的玉京山石和宝树树叶后，就能确定他玉京山的位置？不足50%，毕竟只是猜测。不过，50%的机会，已经足够我做出决定。在计划进行过程中，我会让它变成10%。在我的计划中，你那边的情况，是我最难把握掌控的一部分。我的弟子，我心中有数，60%胜算，不敢说更高，但也绝不会更低。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法会之后，荒海古界开启，或许还会有别的变化。告诉你的弟子们，稍安勿躁。变化？哼！他的冰岩用的比穆金海还要好，看来不可小觑。他如此谨慎，是长了经验，还是想保留实力？师父吩咐的2件事，才只办成了1件。这另外1件，如果这小子一直这么保守，那就难办了。既然如此，就逼他一把。穆师兄虽然输了，但却错了那10天后的锐气和胆气。锐气尽失，胆气全无，又如何能与宋师兄一战？走了。你想玩，我成全你。曹宗主，本座这一次又想加注了，只是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接下。林宗主有兴趣，我当然不介意。他们还要赌？现在看来，宋清源处于下风啊。你若输了，我再要一根你玉京山上宝树枝干，你可愿意？可以，不过本座要再加上1朵2级天生花，曹宗主可愿意接受？林宗主，这是逼曹伟放血呀！2级天生花，于冰火2级之间孕育出中天地灵秀的生命，蕴含了冰火、创生等多重道理意境，能沟通天地，妙用无穷，与一般法宝胚胎比也不差。一言为定。如此精彩的战斗，我也来凑个趣好了。我押一枚雄王金胆在这10天浩身上，赌你天池宗的冷华幽静。曹伟，你可敢接下？雄王金胆，那可是北戎王朝的至宝之一。雄王金胆，那可是北戎王朝的至宝之一。
趁火打劫，想赌，拿你北戎的魂煞玉来。魂煞玉，北戎王庭境内特产的一种极为稀少的玉石，有隐聚天地离魂的妙用。但反过来，佩戴炼化魂煞玉的人，也对他人的神魂攻击具有防御效果，可以抵挡神魂之术的杀伤。曹宗主眼光刁钻呐。好，赌了。你要送礼，我笑纳便是。我倒是更看好曹宗主门下弟子，我押注宋庆元，赌林宗主手上的乌光玄铁。林宗主意下如何？蜀山剑宗，少商剑气。这是昔年蜀山少商剑尊造访我行云峰留下的剑痕，我以此物赌林宗主的乌光玄铁，如何？此物或可探究出少商剑气的底细，这万一输了，还是说他是故意的？既然流光剑宗有此雅兴，本座自然奉陪。如此赌局，怎能没有我的参加？竟然是巴洛血参，这可是能延寿的至宝。我以这株巴洛血参赌林宗主的天外星火炉，不知林宗主意下如何？赌道尊既然有此雅兴，本座又怎么可能拒绝呢？这个赌局，我也参加。哼。这是法宝胚胎。霍家主，你欲以此物作为赌注？不错，这法宝胚胎翡翠骷髅，便是我的赌注。我押玄门天宗10天浩盛，赌曹宗主你的一块北极炎阳石，你是否接受？可以，我接受。时间差不多了，师尊应该已经安排妥当，该动手了。哦，有意思。八卦崩天锤，两击锤。他果然保留了实力，不能留力了，杀手锏必须用了。冰火两极无形剑气，那可是宗主自创的独门绝学，看来是宋庆元赢了。虽然能感觉到强大的力量波动，但却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无影无踪，凭此剑诀，他有可能击败一般的元婴初期了。可惜，奈何不了我。二师兄有震古烁今的宏伟文章，我也有属于我的玄黄四字诀。上下四方，曰宇，广阔天地，无穷空间，尽在掌握。冰火两极无形剑气被压制住了。我辈玄门天宗弟子，能与我们竞争的人，永远只有自己的师兄弟，于此皆不足道。那是掌控空间的力量。本座代弟子谢谢曹宗主的慷慨，类似的赌局欢迎您再来，常来。愿赌服输，我天池宗输得起。我的冷怀幽静，你可也不要忘了。心痛。那本座就多谢各位宗主了。嘿嘿嘿，来来，愿赌服输，冰破寒光镜的。给。二师兄，这下我可有2个元婴期的法器喽！这生意很好做的，二师兄你一会儿比试的时候也跟星云公主赌一赌呗。下一场，玄门天宗朱毅对战大秦皇朝石星云。石道友，请。这场比试，我认输。他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啊，竟然认输，这岂不是保送朱毅进决赛？即便我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胜算依然不大，何必勉强一战？这一场比试，我大秦弃权，
玄门弟子同境界斗法无敌的传说，当真是无人可以打破。正是这个人，一手打造了如同旭日东升、令人震惊的玄门天宗。他到底是什么人？石青云这一认输，便等同于是将朱一保送进了决赛，而决赛的另一方正是同样出身玄门天宗的石天昊。同筑基期时一样，玄门天宗提前锁定了冠军名头啊！按照这个势态，应该仍是朱一获胜吧？到底高了一层境界。师弟，你金丹中期晋升金丹后期本就艰难，不要现在图一时痛快。二师兄的好意我明白，但我坚信自己能走过去。放手去做，其他自有为师安排。林宗主，难道说……这个小家伙竟然也要渡阴火之劫，晋升金丹中期！就在此时，就在这里！你们玄门天宗弟子都把渡劫当玩吗？也就只有小不点能如此了。小不点的九窍金丹，平时修炼吞吐灵气，就会自然而然地将金丹内的残渣缓缓排出，所以阴火之劫对于他来说几乎毫无难度。对他来说，真正的难关在于金丹中期晋级金丹后期的阴风之劫。和朱意相同，从大自然中抽取8种灵气，化为8卦物象。必然是来自玄门天宗的道法。这是多么恐怖的道法秘诀！当初玄门天宗的大弟子萧燕，在我行云峰上晋升金丹中期后，倒没有此等景象。他只是单纯抽取了海量的火系灵气，化为无尽烈火。是了，他调动的火系灵气多得不正常。他是将其他灵气化为火焰的燃料了。玄门天宗道法的潜力不可估量。好，很好，这一趟真是没有白来。徒弟们再加把劲，修炼到金丹后期，为师还有更好的道法传授给你们呢。八卦诸天大道藏只是个开始。二师兄，请赐教。小师弟，请。他不仅流利，甚至根本不拿我当成对手看待。小林子，你出关的时间刚刚好，正可以赶上最后也会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试。二师兄和小师弟角逐金丹期头名吗？二师兄老样子，跟你打我肯定要先下手为强的。接招！无量光如来经确实不凡，但却未必比得上本门的八卦诸天大道藏。二师兄，你想要出奇制胜，可是却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了。小师弟言之有理，这种事情我自然也是知道的。小师弟，你觉得我像是那种舍本逐末的人吗？只不过，凡战者，以正取，以机合，机正相合，方为取胜之道。宇字诀镇压了结界，即便是我，也无法让他继续坍塌了。这是宇字诀的变种，竟然直接从内部将光暗大结界震碎了。啊！又来！若论对本门道法造化生成万物真意的理解参悟，二师兄，你堪称首屈一指。但要说这些东西可以奈何我，二师兄，你未免也太小瞧人了。我自然不会小看你。二师兄这个法术，竟然可以控制时间？不对，并不是控制时间，二师兄并不是改变这个小世界里的时间流动速度。二师兄，你现在可敢开口跟我说一句话呀？果然，你不敢。不错嘛，这么快就发现了。不是控制时间，就是减慢了我的反应能力。玄黄四字诀，既然有宇字诀，那岂不是说……二师兄，还要多谢你。
我之前在第2次诀上一直有些琢磨不透的地方，但是今日受你启发，却是豁然开朗。住！小师弟，你的咒字诀果然神妙。你也并不是真的静止了整个世界的时间，你定住了我的法力与神识，使之无法运转。但假以时日，当你修为越来越高，对于时间的奥妙领会越来越深，终会有真正静止一方天地时间的大神通。还要多谢二师兄的启发。二师兄，再接我一招试试。住！被此诀定住，似乎连思考速度都变慢了。上下四方曰雨，古往今来曰咒。小师弟的咒字诀是揣摩时间而发，但咒字诀也只能揣摩过去和现在，对于拥有无限可能、不停变化的未来，却无法掌控。我的道路继往开来，要开辟无限未来可能，而无限与未知的未来，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可以决定的。小师弟，你定不住我。是吗？那就来试试看。宇宙！那是藏龙侯的法宝元灵，这击连他都惊动了。二师兄，你秉承人道大事继往开来，确实别开生面，但人终究还是要生活在世界中，生活在宇宙中。玄门天宗出来的怪物，果然还是要交给他自家师门的另一个怪物去对付，才是正道理。黄姐，那10天号的咒字诀法术，真的能定住时间吗？天浩的咒字诀是领悟时间奥秘后创造的法术神通，现在他还无法定住整片空间的时间流动，但却可以定住某个人、某件事物的时间。这跟北荣王庭的神魂之术不同，那个神魂之术只是镇压我的神魂，阻隔我神魂与肉身之间的联系，剥夺视、听、闻、语、触这五感。但我自身的神魂是自由的，可以正常思考，而天浩的这个法术却可以彻底定住目标人物的神魂，使其时间停滞于原地，连思考都做不到。那朱毅可真是爆了个冷门，居然输得这么干脆。少谦，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不要把你自己脑海里的臆想当作事情真相。停下来了。第2段，他又有所突破了。啊！现在明白了吧？朱毅面对10天浩的宇宙2诀，确实不好对付，但绝不会放弃一切抵抗，束手待毙。他是要静静感受世界宇宙对他道理的束缚与局限，最终创造出这超越的道理。如果现在的朱毅再与10天浩一战，那就轮到他破掉10天浩的宇宙2诀了。同境界斗法，玄门天宗弟子就是无敌，果然如此。本届荒海法会金丹期头名玄门天宗10天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出别的意外，潜力声望便可以转化为真实的当前声望。和我预料的一样，凡是参加法会的各大势力都成了帮我扩散提高声望的好帮手。嘿嘿嘿嘿嘿。这些小子们真没让我失望啊！凭我对这个坑爹系统的了解，这个世界范围声望恐怕是个人和宗门声望都达到才行。算上赌斗和十宗月给小不点的补偿，这次法会也是收获颇丰。当时故意放跑一个，分身去跟了这么久，连个灭口都没蹲到。先收回分身，到时候再看吧。此次法会的比试当真精彩，尤其是朱毅和10天浩那一战。筑基期的汪林也挺让人惊艳的。唉，本届荒海法会当真属于玄门天宗。唉，本届强横的弟子全成了玄门天宗的垫脚石啊！唉，教出这么恐怖的弟子，那师傅又该是怎样的通天神通呢？荒海古界的入口已经开启，凡法会金丹期前16名，筑基期前8名，皆可驾驭海龙舟进入古界。请各位随我来，带领门下弟子登上海龙舟。这群怪物
为师也想下副本呢，这种好事怎么能落下我呢？这荒海古界也太坑了，竟然不许元婴期修士进入。一群真命天子一起下副本，万一他们的王霸之气擦枪走火可怎么好啊？这次下荒海古界，切记要团结，好东西不用着急享用，先拿下再说。好。看过来，看过来，荒海古界这么大，你们聚在一起太浪费。先来分一下组，天昊、吞吞和诸葛风铃，你们3个一组；小易、小林子、红颜和小青子4人一组。小易要当主坦，还要控场；红颜做附加 DPS， 小林找好输出位置，小青子当好辅助和奶妈。海龙舟进入后，古界似乎不那么稳定了。外来者进入古界，古界会更加紊乱。我等守在这里，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原来如此。林宗主，有空的话，不妨赴我雷鸣山脉紫霄峰一行。我紫霄道上下扫踏相迎。本座感激贵宗盛情，他日一定赴紫霄峰一行。师傅，速来！小燕子捏碎了定位符箓，是在一个中前时间。哈，有件突发事情急需本座处理，本座去就回。这里还请诸位多加看护。出了什么事，能让玄门之主如此着急？谁干的？师傅。南明离火，很好，很好，很好。不，师傅，不是这儿的家人，是我。他不像是被人打伤的，这情况应该是小燕子主动吸收南明离火，从而引起了3大真火一起暴走。是你那小媳妇胳膊肘往外拐，偷偷把自家南明离火传给了你吧？他对你倒是一片心意，但问题在于你们2个小笨蛋也太鲁莽了。你这是自作自受啊！我可从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得到南明离火，但现在看来，这南明离火是个大麻烦。小燕子体内的3大真火仿佛有情绪一样，一直在内斗，这给她的身体带来很大负担。你们给我稍微安静点吧。之前还说的慷慨激昂，想不到转眼间就要向师父求救。比被人打成这副德行还要糟糕。被人打伤了，为师还能找人算账去。现在你让为师找谁？要不然，为师索性就揍你一顿。师父息怒啊！弟子也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你现在不管是自身法力修为，还是道法境界领悟，都不足以同时驾驭3种真火。要想同时掌握3种真火，至少要达到金丹后期。从现在起，包括回到玉京山之后，你都安心闭关吧。等你达到金丹后期再说。是。好了，放宽心。你这次未必不是因祸得福，潜心修炼。当你成功晋级金丹后期之后，3大真火在身，你的实力将产生质的飞跃。你若是能借着阴风之劫的机会，将南明离火也融进你的金丹，真正化为己有，那连你的金丹品质都会更上一层楼，与你日后结阴有莫大好处。当然，其中风险远高于一般情况下渡阴风之劫，还需要仔细筹谋。不过这个问题就不需要你担心了，为师会为你安排。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修炼，平衡3大真火，为冲击金丹后期做准备。弟子明白，一定不辜负师父您的期望。怎么回事？北风海那边7大元神坐镇，怎么还会出情况？北风海出事了。师父，怎么回事？那是荒海古界的入口。古界很不稳定，随时有崩溃寂灭的危险。不行，荒海古界要是就此破灭，玄门天宗几乎要被连锅端了。
亮仪生灭阵，开！生灭六道，天地之变，起！啊！竟然可以不依靠地力来布置如此强大的法阵，着实恐怖啊！稳住了。多亏林宗主回来的及时，只是现在还不是续化的时候。我去！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震星、日曜、月曜、祭都、罗睺，九曜崩天阵。九曜崩天阵，妖族顶级阵法，借助星辰之力，九曜聚顶，有毁天灭地的强大威势。这玩意儿不是早就失传了吗？哪个混蛋把这自走卫星炮搬来了？看来其他元神都在攻击大阵。这虽然不是完整的法阵，但也威力惊人。方才第一击便击破了安良王预先设置的防御，第二击直接落在北风海上，将整个北风海全部震干。荒海古界差点就被打破了。现在是第三击，对方就是看准我们要力保荒海古界，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第三击要来了，三位，请去助其他道友一臂之力，这里就交给本座解决。林宗主，你一人的话，恐怕……兰亭道尊放心，本座既然敢这么说，便有充足把握。被动防御任凭法阵轰击，终究不是办法。对付阵法，如果不能退避，那就要想办法谋求破阵。而且，本座相信三位道友也看得出，霍家主他们几人联手攻击九曜崩天阵，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只要再多加一把力，就可以攻破此阵。这黑伞能承受住九曜崩天的轰击吗？不知道这伞行不行，但是为了孩儿们，不行也得行。此人一出现就扭转了不利的局面，称得上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这里交给本座解决，谁去破阵？老夫带着苍龙湖去，长乐，你留下帮助林宗主。有效，继续攻击。还有第四击，他是要舍弃阵法本身防御力，从而加速第四击的发射。第四击是引动火曜荧惑星的星力，威力与引动金曜太白星星力的第一次攻击相近，要比第二击和第三击力量都强。继续攻击，不能让法阵轰出第四击。只见地狱第三击，这天伞被震得险些脱手。林宗主竟然有如此之强，这一次还要多谢林宗主力挽狂澜。安良王客气了，可将对方擒拿住？说来惭愧，对方以法阵崩溃，行壁虎断尾之计逃脱了。不过观其妖力变化，当为妖族中的穷奇异族，穷凶极恶。这里与妖界世界天荒广阔的空间缝隙相距甚远，这等修为的大妖，是如何赶到北风海的？此事我大秦必会查个清楚，给道友们一个交代。这就是你所谓的别的变化？哦，动手了？用的什么方式？你不知情？我知情，但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法。他们动用了九曜崩天阵。九曜崩天阵，那玄门之主的实力，倒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你要借妖族攻击，测试那林峰的真实实力？只是顺带的，不过收获比较多，让我很满意。连九曜崩天阵的攻击都可以防住，他那柄伞的极限又在哪里呢？这些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谁给那穷奇妖族提供了便利，让他们可以深入神州浩土？你们的实力受到重挫，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实力受挫，最大的受益者。出了这么一件事，嫌疑人无非三方：大周皇朝、大秦世家，还是皇室自己贼喊捉贼呢？问题是，那个武轻柔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大秦皇室，还是世家豪门？他若是团结世家豪门，那就必然会吃那个重统者，此人会是个极大的阻碍。若是与皇室一条心，那对于小不点，无疑会有很大帮助。我也多了许多操作空间。唉，罢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怎么全是废墟啊？这是……诸位，荒海古界已经不再稳定，恐怕此次古界数日后便会提前结束，还望诸位谅解。师傅，木击还想暗算我，被我给教训了。具体怎么回事？我们进入古界不久后，便分散行动。古界突然发生震荡，弟子被暂时困在一片海域中，那里2级元磁的力量很强大。木击海那时正好路过，动了歹心，想要暗算我。我从2级元磁中挣脱后，便将他击杀了。不过当时只有我们俩在场。没有目击者，曹伟也知道是你杀了木击海。曹伟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自己的法力印记。若是死于古界内天灾，那他只有认倒霉。客人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刀枪，杀人者人恒杀之。他敢主动使坏，杀了便杀了。曹伟有何不满，让他来找为师就是了。嘿嘿，是师傅。他早就知道木击海被杀，却没有发作。事出反常必有妖。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虽然副本时间压缩，但看来3个真命天子还是把副本推平了。如何？这次古界之行都有什么收获？我拿到了这个，把东西放进黄泉珠，明摆着不用担心会被黄泉真水所坏。这竟然是一座完全由最纯净的天地灵气构成的石台。若是金丹以下的修士炼化这石台，便可以直接立起一座至少1品的道基灵台。哇哦！对于每一个先天根骨不足的修士来说，这是世间最为宝贵的东西，没有之一。好，待回山之后，为师亲自看护你炼化。多谢师傅。你们其他人这次都有什么收获？也都拿出来看看吧。我机缘巧合得到了一株灵草，请师傅查看。这是封魔草，是炼制封魔丹的主材料。不过为师并不建议你服用它。封魔丹只对元婴以下修士有用，可以令人短期内法力暴涨，但事后会陷入长时间的虚弱。不过，也许其实可以这样处理。师傅，我得到的是这东西。补天藤，好小子，你眼睛真毒啊！对你晋级金丹后期用处不小的。弟子收获的也是灵草，看样子应该是生灵草，可以辅助修炼。哦，生灵草的功效看似是帮助修士修炼，其实还是炼制天灵补缺丹的主要之一。不错不错，真不错。风铃得了什么东西？没什么，一块兽皮，可以隐藏人的行踪气息。倒是正合你用，好好收着吧。居然不用上交。小姨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法宝胚胎。果然你才是最逆天的，在下副本捡便宜这方面，你可真是哥所有弟子里面带头大哥呀！这帮小子还真执行3光政策，吃光、拿光、抢光，整个荒海古界好东西全在这里了吗？这家伙上次收慕容嫣然为徒，就是想和玄门天宗争一争，但陶夭夭滞留金丹，对流光剑宗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唯有补天藤可以帮他修补。老头是觉得来找我交换太丢脸了吧？林宗主，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林宗主能施以援手。流光剑尊是为补天藤而来。我门下弟子陶夭夭急需这株补天藤疗伤，还望林宗主能让出这株灵草，我愿以其他宝物补偿林宗主的损失。
恐怕要让流光剑尊失望了。这株补天藤，本座也有用处。看样子，这补天藤对玄门天宗也有大用，恐怕很难换来了。本座会将这株补天藤种植于碧宗山门内，1年之后，流光剑尊可以潜逃夭夭，自己来我玉京山求药。不知林宗主需要我流光剑宗拿出什么东西做交换？到时候，本座自然会提前通知。如此，便一言为定。古界入口开始合拢了。本次古界之行收获虽大，但是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这次法会，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四师姐，你刚才注意到了吗？那个向你求婚的石少前，刚刚跑去找天池宗的刀玉婷了。那个好色之徒，别再提了，简直莫名其妙的。都是群活宝啊！对了，你们大师兄回来了。谁干的？啊，放轻松，放轻松。你们大师兄他……你们这群臭小子，我都伤成这样了，你们还幸灾乐祸？笑就知道笑，有那么好笑吗？没一点也不好笑，不好笑。小燕子，你这就叫不作死就不会死。不过话说回来，大师兄，你是怎么得到南冥离火的？是真儿传给我的。真儿姐姐就是大师兄一直惦念的人，大师兄这次也是去寻找她。哦，细说。一个两个都是，至于这么八卦吗？这么感兴趣，自己也去找个称心如意的呗。不是我说你们，看你们一个个的，都老大不小了也没个伴儿。二师弟，按理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比我要更清楚的。三师弟，一味修炼，生活未免太过枯燥，尤其是容易阴阳失调啊。尤其是你，笑什么笑？与其笑话我，倒不如检讨一下你自己，想想当初那头玄冥为什么会甩了你。换了我也看不上你。你看着吧，人家一定会成功拿下黑水玄冥的。为师在星海诸天间闲游时，曾见过一个有趣的文明。在那个社会中，单身的人特别看不惯那些有对象的人，而那些已经成双成对的人还要秀恩爱的话，往往会被绑起来烧。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最不怕的就是火。炸呀！好了，别装了，跟为师详细说说，你是如何遇见萧真儿的？弟子跟师傅您第一次联络结束后，突然遇到了一个人，是那人带我去见真儿的。哦，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不清楚，我只能确定此人修为极高，就仿佛我在他面前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似的。起码是元神级修士。那人只说带我去见真儿，到了真儿所在的地方后，他便离开了。真儿也没有告诉我此人是谁。大师兄，这人别是你的情敌吧？不会，看他的态度像是真儿亲近的长辈，但是看上去却不是真儿的父亲。往坏处想，此人也可能是想借助萧燕，甚至是我来谋取利益。希望是友非敌吧。恭迎宗主回山。南华，可是有什么事？沙州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大周皇朝遣人送来了朱毅复考用的文牒，去取回来吧。弟子领命。除了小易之外，小不点了结同他那族兄之间的恩怨之事，也要提上日程表了。天昊，过来，法会比试上，你和穆继海打赌获胜的那朵朱焰冰花拿来。小青子，将你得自荒海古界的风魔草给为师，你们二人各取所需。朱焰冰花给小青子，天昊，你收好这株风魔草。你那玄黄四字诀的第3字诀，想要将之参悟明白，这株风魔草有大用，但切记，这可不是给你吃的，是让你炼化其中药力后加以揣摩的。知道了，师傅。小青子，你练成为师当日传你的道法之后，就可以尝试凝力丹鼎。
晋级筑基后期再炼化这朱眼冰花。是，师傅。五师兄，我这次带回来好多植物，打算种在药谷里，你帮我照顾一下好不好啊？只管交给我就是。多谢五师兄。别光惦记着吃，对自己的修炼也多上点心，要不然渡阴风之劫时有你的苦头吃。那师傅放心，弟子一定会认真修炼的。唉，这次搞到了许多宝物，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们都回去修炼吧，小林子随为师来。是。师傅，这东西不是修补金丹的吗？那是因为它太珍贵，没人舍得拿它给筑基期修士用。小林子，取出那神石灵台。这枚天灵补缺丹可以提升修士先天根骨与灵性，正适合你使用。哦，这次毕其功于一役，我一定要彻底扭转亡灵之前的颓势。师傅，其他师兄弟们无妨。为师已经推导出这种灵丹的炼制丹方，并且收集到了所需药材。那弟子别放心了。小林子，正好抓紧这个机会。比起上一次小林子筑起的灵台，这次能感觉到这黑雾中隐约出现了一股生机。7层之后似乎有些震荡不稳，第9层了。去！稳住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10层高的至尊灵台，但也有其独到之处。想一口气把丹顶也凝立出来，小林子，看来你之前可是憋得很啊！为师便助你一臂之力。之前的苦功没有白费，除了寂灭力量意境之外，小林子对于创生的力量意境感悟更加深刻了。为师再给你加点料，这2级天生花生来就能沟通天地，想来能让你参悟一些2级相融的意境。3年不明，现在是你一鸣惊人的时候了。哇，多谢师傅。好好温养，以你之前的积蓄，便是一举冲击金丹期也不是难事。弟子正有此意，定不让师傅失望。是小不点和吞吞回来了。哎，这2个捣蛋鬼这次又把什么东西给捡回来了？哎，这狐狸，1、2、3、4、5、6、7、8条尾巴，傻死小子啊！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抓回来的是个什么货色呀？修炼到8条尾巴的天狐，便是妖王后期，只差1步就炼成不灭妖魂，成就大圣境界的大妖。看他这模样，是天狐一族中的火狐，也是天狐一族中战斗力最强的种群。谢鱼和葵牛王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这狐狸似乎吞了一种他无法消化的力量，才让他如此虚弱。这力量好熟悉，感觉同太阳真火、南明离火相似，但却又完全不相同。好家伙，这也是7大真火中的其中一种。这狐狸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这可有点难办了。喂，是你说这东西味道很好，所以我才带回来的。现在怎么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呀。这狐妖现在虎落平阳，反正是你要带回来的，到时候恢复了肯定也是先找你算账。你看我说的对吧？你们2个又乱捡东西了。他应该是吞噬了7大真火中的一种，此刻真火反噬，所以陷入虚弱期。真火种类虽然没我多，但是他吞噬的真火总量却极为巨大，这种状态其实很危险。这狐妖本身的力量此刻正与真火拉锯，不管谁胜谁负，都有后患。真火获胜，不仅会烧死他，更会扩散开来，危及咱们的仙山。而能与如此强大真火力量对抗，此妖原先的实力想来也非同小可。
若是被他彻底将真火炼化，在山上闹起来，也是一场麻烦。也只能交给师傅处理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事情为师已经知道了，不过无需担心，这狐妖便交给你们2人看管。吞吞过来，有话要问你。这头狐妖你认识？说吧，那狐妖什么来历？那是一头8尾妖狐，名叫胡燕燕。它有个尊号叫燕狐王，就算在妖王后期中，也是最为顶尖的存在。她是天狐大圣的嫡亲女儿之一，星球上里有数的狠角色，龙焰妖王同级别的妖界顶尖天才。她同时也是胡芬那个狐妹子最大的靠山，经常给胡芬撑腰。这次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然吞噬了大量的真火之力，以至于如此的虚弱。我当然要趁此机会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啦！哦，你打算怎么复仇？当然是吃，那也不能便宜了他。我娘亲正好缺一条狐皮围巾。等处理了他体内的真火之力再说吧。行了，你先走吧，找个时间查探一下，看那狐妖体内到底是哪种真火。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挣脱，冲出剑匣。那背着剑匣的少女不见了。这好上充满了破坏与杀戮的意念。啊！赤柄袖剑蕴含的力量，不小于9曜崩天阵，好恐怖的气息！这到底是什么剑？他才出鞘了1/3的剑刃，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若是让他一身铁锈尽数褪去，那又该是多么恐怖的威力！赤柄剑应该是一件极为凶悍的法宝。那背剑少女是这柄巨剑的剑灵显化，她之前一拳又一拳绕着宝树行走，其实是在自我磨砺。现在是剑灵终于完成1/3，所以她有些迫不及待了吗？这或许是个机会。赌赢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巨剑陷入狂躁，是因为剑尖上的铁锈没能完全清理。他的模样看上去比之前长大了许多，这倒是有意思。只是不知此剑是天生而成，还是他人铸就。眼下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收取此剑，不过今天总算是结下一个善缘，日后或许就能用得上了。有遮天伞，防御不愁。若是炼化此剑，攻击力就要爆表了。只是，到底怎样才能收取这柄怪剑呢？这个味道。哟，宗主回来了这么久，也不通知我一声，实在是让人心碎啊！世豪，找本座有事？没事便不能找宗主了。天昊他们捡回来的那头妖狐我看了，若他在巅峰状态，我也不是对手。我若是能更进一步晋升元婴后期，练成天地法相，当可与他一战。据吞吞所言，此妖名为胡燕燕，在天荒广路颇为有名，尊号燕狐王，是9妖天狐最宠爱的嫡女。原来是她呀！胡燕燕的名号我也有所耳闻，是妖族近千年以来有名的后起之秀，同天魅大圣的弟子龙叶齐名呢。难道……啊，你又搞什么鬼？宗主，
你该不会是被那狐狸精给迷住了吧？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宗主你不知道啊？那没事了，不知道最好，最好永远也别知道。什么不知道？没什么，我来找宗主是想说，太虚观内部消息，庞杰将道门天下行走的职位卸了下来，现在在白云山专心闭关。看他的模样，似乎突破了之前某种瓶颈，要借此机会冲击元神之境。果然如此，继任道门天下行走是谁？不可能是燕明月二进宫，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收获，但不会重新坐回道门天下行走的位置。虽然在世人眼中，她仍是太虚观圣女，但只能是有实无名。宗主料事如神呢。燕明月虽然返回白云山，但并未重新接任道门天下行走之职。太虚观具体对他有什么安排，现在还不清楚。目前只知道，并非在太虚观新一代弟子中诞生，不是燕明月和庞杰的晚辈。哦，那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保守派，这点毫无疑问。庞杰其实并非引咎辞职，和所属派系无关，现在却是保守派出人来接掌庞杰的位置。要么是太虚观内部有了大变动，要么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和稳协平衡。这位新任道门天下行走还挺神秘，不过他终归要在世人面前亮相。哦，关于那头狐妖，那啥，宗主，我突然想起来，这些日子睡得不好，我去补个觉。小样，我还治不了你了。苗世豪到底想隐瞒什么呢？问问吞吞好了。哈，关于那个胡艳艳啊，除了你上次提供的信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吗？表面装的道貌岸然，其实你们雄性都是一个德行。你这丫头，3天不打上房揭瓦，看来你是有皮痒了是吧？你要不是看上那胡艳艳，干嘛这么着急的打听她的事情啊？你们人族都是这么肤浅。什么叫你们人族？本座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对哦，你肯定没见过她人形的模样。许多妖族在私下称胡艳艳为艳狐王，胡艳艳是公认的妖族第一美女，艳名传扬整个天荒广陆。甚至有一位你们人族大秦皇朝的元神亲王青木，把她直接抢走。天狐道圣亲自降临神州，才把胡艳艳平安地接了回去。这在天荒广陆甚至成为一件美谈，更让胡艳艳艳名远播，同时也成为妖族在你们神州号筒名声最响的美女。那本座还要谢谢你把她捡了回来。切，你们雄性都是这么肤浅。师傅啊，那头狐妖之前一直装死不动弹，刚才突然有反应了，说是想要见您。把一个童子鸡和这样一个动人尤物放在一起，确实是挺为难小伙子的。你提出要见本座，这么快就能恢复人形，天赋不错嘛。阁下可是玄门之主，晚辈胡艳艳有礼了。看来你本性确实冷淡，只是出身天狐族，天赋又好，魅惑天成。又是这样，那些龌龊的男人。但他的眼神好像和那些人不一样。前辈明鉴，很多事情确实非晚辈所愿。他的法力在探索我体内的妖力变化。玄天劫焰，果然是七大真火之一的灵火。玄天劫焰，同蓝紫色的幽冥邪皇并称的魔火，每次现世都将带来天地浩劫。玄天劫焰吞噬焚烧万物，壮大自己的火势。据说，冰华焚焰之术，便是一位大王目睹玄天劫焰之后创造出来的。不过，他体内的玄天劫焰，似乎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你可是想要同天狐大圣联系？正是如此，还望前辈允许。可以，你自便。艳艳，
你现在在哪里？可是吃苦头了。母亲，我现在在玄门天宗内。林宗主，小女眼下受玄天劫焰所困，行动不便，老身却偏偏无力在近期去接她回天荒广路。老身有个不情之请，想请林宗主允许燕燕在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还望林宗主可以答应。林宗主座下弟子兼修2大真火，还望林宗主可以指点小女1、2，助她炼化玄天劫焰。待小女将玄天劫焰炼化后，自然会分出一半火源交给贵宗。可以。有劳林宗主，老身这里先行谢过。交给你了。师傅，这活儿能不能找别人呢？我现在法力修为跌落，因为要和真火对抗，定力也差得很。那正好多磨练你的定力，等你安顿好了新客人，直接去藏经楼。小燕子，努力哦，别忘了，你还有个青梅竹马的小媳妇儿在等着你呢。跟为师走，入门的2代弟子们已经打好了基础，现在快要轮到你们几个小子给别人当师傅的时候了。藏经楼的特点，想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知道，只要以自身法力存享道法口诀，书库就可以自动生成道法典籍。今天，为师给你们几个留了一项作业，以本门根本道法八卦诸天大道藏为根基，结合你们自己的领悟，每人推导出一部独立的道法典籍出来。师傅呀，完成这件事情有时间限制没呀？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道法推导出来了，什么时候离开这间藏经楼。啊！不能出去，那吞吞岂不是把我的家底都吃干净了？放心放心，为师会替你看着的。在你们对自身进行梳理总结之后，为师会安排2代弟子中一部分人入你们门下，成为你们的弟子。不过，究竟谁成为你们的弟子，就看你们和谁有师徒缘分了。好了，你们便留在这里揣摩道法吧。唉，小燕子那边有事情要做，今天只好哥自己动手了。千万要给我留几分颜面啊！起！自从好久以前练过一次雷音大还丹后，便一直没有再练过丹。现在手生了狠，该不会炸炉吧？第一次炼制天灵补缺丹，还是小心点好。哦，多年不练，哥的技术也还是不错的嘛。这便是最后关头了，是时候加入谢玉贡献出来的炉血了。成了！丹劫，高品质的丹药在炼制过程中有一定几率会产生内魔，必须降服内魔，化解丹劫。问题在于，老子不知道怎么化解丹劫呀！先给天灵补缺丹设一个避障。凭借外部法术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要根治，还是需要从炼丹手法上来想办法。让太阳真火在丹丸内爆开，直接消灭内魔。好事多磨，不过总算是结局圆满。玄天咒光洞天里有动静，小林子又成功了吗？当时第一次见到小林子，他是被所有人嘲笑的对象。这个汪林就是逊啦，真的太逊了。但现在，昔日的废柴即将结成金丹，跨过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越过的门槛。金丹之后，对于修士修炼境界提升的最大影响因素，将变成悟性和心智。3重修补之后，汪林现在的根骨已经今非昔比了。金丹对小林子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是他突飞猛进的开始。两极反转，生灭互化，开始了。一枚金丹吞入腹，踏破生死无望门。哼，金丹成了。好，很好，不仅结成子丹，更是金丹生异象。厚积薄发，现在小林子才是真正抹去自己身上的泥尘，开始绽放耀眼光辉的时候。小林子初入门，从炼气1层开始追赶小不点他们，等他炼气12层大圆满，小不点3人已经不知道筑基多久了。小林子一直都在追赶，一直都在望着他们的背影。成功了！他终于苦尽甘来了。师傅，日后还请多多督促提点弟子。为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当你成功时，多回头看看一路走来付出的辛苦与努力，不要忘记这些，他们会让你更容易获得成功。弟子谨遵师傅教诲。这次应该又有新的收获吧？还要请师傅您指点辅正。不错。晋升金丹之后，黄泉灭境已经相当于你的主场了。这是黄泉真水构成的忘川河。忘川河，生灵世界同死者世界间的交界之处，不仅发挥黄泉真水的威力，更是融入了生死两极交融的意境。其实还有个法术，但只是脑海中隐约有个影子，还需要仔细琢磨一下。哦，那为师很期待。不过眼下为师要给你布置一项作业。哦，小林子，看来你的师兄弟们其中有人已经有成果了。果然是二师兄抢先一步。师傅，这是弟子参悟揣摩出的八卦衍圣金章，请师傅扶正指点。以一子八卦道藏为基础，融入你自己的感悟，很不错。隐约还有在北风海所做那篇文章的影子。若是小易能将文章完成，他这部八卦衍圣金章会更为不凡。不过，你在挑选弟子时要慎重。弟子明白，定不会教出一群萧规曹随、墨守成规、匠气十足的弟子。那便好。师傅，幸不辱命。不错，都是用了心的。师傅，那弟子也开始了。小林子，你先不忙，等红颜和小青子创建道法完毕之后，为师还有另一件要紧事情需要你们参与。都很不错，相信日后你们还会不断完善你们的道法。好了，都跟为师来。这是玉京山的山岩。如此一来，6块山岩即独立存在，又同玉京山本体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师傅啊，这是不是我们的？为师对你们的道法修炼进展非常满意，所以之前才说你们也都可以当人师傅了。既然是当人师傅，自然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洞府。所以，为师今日便帮你们开府。今天只是第一步，你们虽然开府，但仍然是在玉京山上。日后，当你们修为进一步提高，并在玉京山外寻找到了合心意的福地洞天时，就可以营造独属于你们的独立天地了。不论日后如何，我永远都是玄门天宗弟子，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弟子永远是玄门传人，永远是师父的弟子。你们不用这么紧张，为师始终是希望你们可以走上属于你们自己的人生道路，活出自己的精彩。好了，现在来挑选你们自己的洞府吧。这种事情，我这大师兄理应让着你们一些，你们先挑好了。大师兄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那便从小往大倒着来好了。嘿嘿，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我就选这个了。走吧，一起去看看你们小师弟构建洞府。这山岩中蕴含了时间的道理意境。住！
欢迎大家来我荒天谷做客。以后这风雷化生符阵就摆在你这里了，走吧，让为师看看你们又会把各自洞府布置成怎样一番景象。去。你要给洞府取什么名字？云水洞吗？不，我在这里获得涅槃，师父赐予我新生，我的洞府就叫涅槃洞天。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好了，走吧。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红颜的洞府。请师父出手。你想要怎么做？弟子想让这周天紫气化为漫天风雪。好多年都没有回去了。接下来便是小林子的。返璞归真，洞悉有无。小林子非常好啊。再是小义子的洞府。好了，最后一个到我了。师傅，我想在洞窟顶部开7个孔槽。小燕子，你有此雄心，为师又怎么会不助你一臂之力呢？都安置好了是吧？看为师施法吧！起！我的宗门气候渐成，虽然还是棵幼苗，但只要继续发展下去，终将成为参天大树，不可阻挡。吩咐下去，3日之后为师开坛讲法，所有2代弟子一起参加。你们有兴趣的也都可以来听听。弟子遵命。为师此次开坛讲法之后，便会选拔最杰出的一部分2代弟子，分别拜入你们门下做入室弟子。弟子定会用心准备，请师父放心。好了，都回自己的洞府里好好准备一番，既熟悉洞府，也揣摩自己的道法。目前这卷轴只有2副，分别融入了大日天皇道典与太阴真解真意，将乾坤设计书与封神无相诀的意念真意也注入卷轴吧。应该正好过去3天了，该去开坛讲法了。峰哥，你看外面的洞府，咱们什么时候能有啊？先好好修炼再说吧，不要好高骛远。这个少年来拜师路上被封神宗拦截，看似玩世不恭，但骨子里还有宁折不弯的刚强，不错。璎珞渣，你要是再敢拿你的破飞刀瞄我，我就跟你拼命！这个少年，应该是所有2代弟子中修为最顶尖的几个人之一。拼命？哼，来吧，我等着你。有意思，一头狼崽子，恐怕真杀过不少人。璎珞渣，跟同门师兄弟耍狠，算什么本事？你要真想玩，我陪你。你不行。别闹了，祖师开坛的时刻马上就到了，大家出来集合。薛元生，走吧。朱长老很看重守时，大家不要误了时辰。璎珞渣，你要是真有能耐，赢薛师兄一次。哼，从入门到现在，你还没赢过吧？这次祖师讲法之后的考核，就是机会了。这个人记得是叫李兴飞，2代弟子看来便以他们3个为核心了。哼，这批弟子里竟然还混进了别家掺进来的沙子呀！小朋友，不知你究竟是哪家派来的？现在不知道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弄清你的底细。弟子恭迎恩师。免礼，本座第1次开坛讲法，这便开始吧。此次便从你们朱长老所著的《义子八卦道藏集注》开始讲起。以上
便是今日所讲的所有内容。多谢祖师讲道，都有所感悟，很不错。今日除了开坛说法外，本座也要考教你们一番。今日凡能通过祖师考核的弟子，将获得晋升资格，由我等师兄弟6人收为入室弟子，接受我等传法。此外，可获得进入藏经楼的资格，并有其他各种奖励。我有个问题，若是表现优异，能不能成为祖师爷的亲传弟子啊？若是足够优秀，有何不可？哼，好了，考验很简单，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座传送门，内部是迷宫，迷宫四通八达，遍地岔路，但是出入口都只有一个。给你们1天时间，能走出迷宫的人，就算通过考核。这迷宫，这些弟子倒霉了。所有人一起进入迷宫。这个迷宫融入了空间之力，无数个空间层面，层层叠叠累积在同一个时空中。每一个进入迷宫的人，都会进入一个单独的空间层面，在这个层面里，只有你1人。原以为只是屏蔽声音视野，竟然是分割空间。给你们一点提示：思维上打破桎梏，灵活变通；意志上坚守本心，破除虚妄。走出这个迷宫，便一点也不难了。走吧，我们拜师学艺，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先进去喽。二师兄，他们之前都在你手下学习道法，你说谁会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呢？1天之内能走出来的，不超过10人。至于第一个走出迷宫的人，师父，这座迷宫看似简单，其实对于这些弟子们来说，却是全方位的考验，对灵力的感知、心智、悟性。我个人更看好虚云生和璎珞扎。哦，南华和世豪，有没有兴趣也挑选几名弟子传承衣钵？君子不夺所爱，我就不参与了。我现在可没心思教徒弟，不过倒是对谁能够第一个走出来，很感兴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路标之前都没有出过错，却突然改变，这若是我没有及时发现，得注意点才行。靠第一感觉来选择路线，反而会被灵气误导。返回入口再走一次吧。果然不是那么好走的。他们2个倒真不愧是从入门起就开始较劲。迷宫的灵气变化，但总感觉这迷宫的灵气也许会故意欺骗我。虚云生也用了这丝线定位的办法，有意思。这办法倒是让我想起希腊传说，故事主角也是用这种方法走出迷宫的。罢了，能勾动我的回忆，就不在线上做手脚了，算是给你们一个奖励。不过，以为这样就能走出迷宫，未免太天真了。死路？这是啥迷宫？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消遣我！没有出口，只有入口。定是还没找到正确的办法，恐怕迷宫还故意激我生气的。冷静，师祖设下考验，不可能是为了戏耍我们。都是可造之材。林宗主，别来无恙。哦，原来是燕道友，久违了。先恭喜林宗主门下弟子在荒海法会上连连夺魁。燕道友客气了。关于法会上发生的一切，燕道友都已经有所耳闻了。明月确实已经知道事情经过，9曜崩天阵重现于世，对于整个神州浩土来说都是灾难。明月此次重新出山，必是受了师门委托，专门负责调查此事。哦，由你负责调查，那新任的道门天下行走呢？
师门对林师兄另有安排。林道涵，我的大师兄，便是庞杰师弟卸任后，师门委托的新一代道门天下行走。3年前，明月因与龙月两败俱伤，肉身尽毁，一缕残魂与林宗主第一次见面。当时您的小弟子石天昊也在场。那时我曾说过，林宗主小弟子石天昊天资根骨之高，我只在一位师兄身上见到过。你所指的，便是那个林道涵了？正是如此。能让以大元神之境的燕明月如此评价，此人绝不简单。那请问，你这位大师兄在你们太虚观内部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大师兄是保守派数千年来最为出色的传人与旗帜，如无意外，日后必会接掌我太虚观门户。这样的人物不在白云山潜修，突然入世，不知他是冲谁来的？妖界、蜀山、大周，现在也许还要再加上林宗主你了。对了，林宗主，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大周皇朝在你门下安插了一颗钉子。他现在与大周皇朝联合，为什么要卖了大周皇朝？啊，原来他是大周皇朝派来的呀！林宗主已经知道了，这是周地量盘的手段。但据我所知，除了大周皇朝外，我的师门太虚观也借着之前林宗主开山大典之际，在玄门天宗中安下了一枚暗旗。果然，本座确实应该感到荣幸。林宗主心中有数就好。要走出师父布下的迷宫，他们还有的走呢。除此以外，还要坚守本心不动摇，建心明信，破除虚妄。其实，在进迷宫之前，师父的提示已经很露骨了：打破桎梏，灵活变通。天赋上还是有差距啊。若是他们，早已经走出来了。不过，一个宗门既需要萧燕他们这样精彩绝艳的人物，也需要脚踏实地、稳稳当当的宗门基石。打破桎梏，灵活变通，坚持本心，排除虚妄。难道入口便是出口？不对吗？也是，这有些投机取巧了。有了！终于有人发现了，我都快急死了。师父这迷宫也不讲规矩，自然不能用讲规矩的方法破。到了，还是没能赢你，总有机会的。不错，那柳下芳和李清飞也快要走出来了。你们都回洞府准备吧，为师的考验结束之后，该轮到你们收徒了。是。时间到，通过考核之人，按照个人意愿做出选择，自行前往6座洞府拜师。当然，洞府前还有给你们的第2重考验，弟子遵命。果然，小燕子和小易是最受欢迎的。不过，能不能通过他们的考验就难说了。本次有6位弟子拜入长老门下，本次说法和考核到此结束。小林子，每个人都跑不了，该去你藏经阁里走一趟了。师父放心，弟子这些天以来，其实一直都在归纳整理自己的道法，心中已经有了腹稿。差点忘了这件事。每位亲传弟子结丹，按照惯例都要赐一件元婴级法器，小林子的还没给呢。请前辈饶我一次，我愿率领元象宗尽数投奔玄门天宗座下。当日种什么因，今日得什么果。不！此宝可以命名为云象印，正合小林子使用。小林子的道法应该也推演完了吧？难道推演道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
出什么问题了？师傅，弟子的道法完成了，但我总感觉不够尽善尽美。啊？确实离完美差了一点儿。小林子，现在你进入你那黄泉灭境的状态。好。果然如此。师傅，我之前推导道法时，也是处于黄泉灭境的状态。小林子结丹之后，他的黄泉灭境反而有了些问题。小林子结丹之后，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内心不再压抑，他的黄泉灭境的意境反而倒退了。黄泉灭境是修炼者神魂意志与法力融合后产生突变的产物。修炼者的情绪越极端，法力转换就越完善。小林子现在放松的心境，对黄泉灭境来说，却是一种倒退和损害。唉，小林子，恐怕是你的黄泉灭境。所谓的半桶水，就是我这样吧。不能完全怪你，你的想法是好的，只是现在沉淀不够罢了。弟子会继续揣摩道法的。这个不急，倒是小林子，你有没有回家探亲的打算？虽说现实才过去2年多，但对小林子来说却过去了很多年。他已经结成金丹，就算回家，也可以称得上衣锦还乡，可以让爹娘为之骄傲了。不急于一时，弟子先将道法完善，等门下弟子的修炼完全上了正轨之后，再回家也不迟。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孩子哪怕离开的时间再短，他们也是会牵挂怀念的。是，多谢师傅。林宗主，大周皇朝四皇子梁乾将要拜访玄门天宗。可以，本座答应了。大周皇朝，便让小易去接引吧。对了，2代弟子里有颗小沙子的事情，还得告诉他们一下。弟子明白了。师傅请放心。看到了吗？这是新发给我们的储物戒指，容量比原先的储物袋大出近10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丹药，甚至还有1枚雷音大还丹和1枚破障丹。有他们俩现身说法，其他弟子修炼的热情恐怕会更加高涨了。师傅，我们回来了。晚辈大周梁乾，见过玄门之主林前辈。四皇子客气了，本座与令尊神交已久，只是一直无缘得见。今日见到你，也可遥想令尊风范。晚辈如何敢与父皇相比？不过父皇也有提起，希望能与前辈一晤。会有机会的。梁乾戴上的肯定是心腹中的心腹。这个少年，楚阳见过林宗主。这个少年似乎透露出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感。小易，这个楚阳，你刚见到他的时候，他也是这般模样吗？师傅，此人在我初见他的时候，将自己伪装得很好。抽时梁乾要带他一同上山，我还没有留意，只以为是梁乾用的最顺手的仆从长随。但脱离他们自身大部队启程上山，只剩下我们6人时，此人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此人似乎也不打算掩饰，甚至还专门又对我行了一礼。我看得出来，他这一礼只是尊重我的修为与力量，同身份高下再无关系。林宗主，这位楚道友是晚辈的朋友，为了行事方便和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才做仆从打扮。前辈勿怪，晚辈和四皇子也是迫不得已，实在是晚辈的修为太低了，随便来个刺客，晚辈小命就交代了。好，这位小友未免妄自菲薄了。这股真命天子的王霸之气。小易啊，你对这个楚阳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一种不太好形容的感觉，有些别扭，有些惺惺相惜，又有些讨厌。讨厌就对了，同性相斥啊！前辈莫要取笑我了，莫非这玄门之主能看穿我的秘密？此人果然高深莫测。对象符合标准，但以拜他人为师，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这位小友师承何处？
莫非只是看出我的师承来历？啊，家师蒙超然，也曾与前辈有一面之缘。哦，原来是天外山的弟子。开山大典时曾经见过，看着楚阳的模样，同他师父感情不错，哥就不惦记了。祝他们师徒也能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吧。究竟哪个是梦境？我现在身处的是现实，还是那梦境里的才是现实？哎，醒醒！怎么突然晕倒了？那是梦吗？可我仿佛走完了漫长的一生。我看到宗门覆灭，师父战死，我活了下来，拼命调查，却查到天外山是蜀山剑宗和大周皇朝之间争端的牺牲品。大周皇朝四皇子梁乾计划造访蜀山剑宗，却在昆仑山游历时遇刺，内奸直指天外山。为了报仇，我一心修炼，机缘之下去了元天古界。在元天古界，我遇到了我的一生挚爱，最终也永远失去了他。在那个世界里，我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死亡的那一刻，回到了现在的世界。你没事吧？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从我苏醒的那一刻，我就在不停地谋划。我展现出远超以往的资质与心智智慧，受到掌门师伯的看重。通过师伯透露的信息，结合之前自己所知，勉强拼凑出那一世天外山覆灭的真相。原来我的二师伯早已经被大秦权相武清柔收买，梁乾遇刺，天外山覆灭，全都是他的手笔。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蜀山剑宗和大周皇朝对峙，将注意力全放在对方身上，无暇他顾，便于他发起对大秦皇朝施加力量的侵袭。武清柔策划棋局，大周皇朝和蜀山剑宗是下棋双方，而天外山只是一个被注定吃掉的棋子。那个梦境中我所知道的未来走向，到底能不能成为我的倚仗？如果可以，为什么我的梦境中没有这位玄门之主的存在？而且与梦中不同，武清柔现在似乎与世家势力走得很近，反而是在联手遏制大秦皇室。一件事情不同，那么其他的事情都有可能不同。可梁乾又确实要去拜访蜀山剑宗，还来了昆仑山脉。记得他曾经说过，在他童年时曾受过一次重伤，就在昆仑山，便是那次重伤改变了他的命运。昆仑山，昆仑山，该死的昆仑山，为什么都在这个地方发生？楚道友，怎么了？啊，晚辈目睹大殿恢宏，一时间出了神，以至于失礼，还请前辈恕罪。无妨，四皇子既然有意在昆仑山中一游，本座亦感欣然，替本座向令尊问好。晚辈叨扰了。不管是对梁乾还是对天外山来说，这位玄门之主都是一位破局的最好臂主。可是我却实在不想多跟他接触，此人实在太过神秘了。在下便送到这里，几位请。玄机侯西夏子嗣便以这朱意最为出色，玄门之主真不愧一方巨擘。王爷，玄门之主超然物外，恐怕无心理会咱们大周的皇楚之争，倒是不妨结交一番朱意道友。若是能纳入麾下，效果不比玄门之主表态来得差。想法很好，也有实施空间。朱意和玄机侯也本就父子不和，回大周赶考也主要是为了他母亲的名分。若我们配合他造势，将会更加顺利，更有把握。双方也算各取所需。但我们能想到的事情，玄门之主和朱意也都能想到，所以这种事情贵在真诚、坦诚，否则只会适得其反。王爷做事本就是真诚、坦诚，虽对梁乾有利，但我却本能上抗拒和这位玄门之主接触。另外，按他当初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受的伤，到底在昆仑山哪里呀？虽然是个真命天子，不过目前看来和我没什么关系。如今当务之急，还是要继续提升我的实力。
眼下有3条路子可选：其一，设法收服那柄凶剑，仅仅是1/3的剑刃威力，便在藏龙湖之上了；其二，进一步开发2仪生命阵的威力。生命6道，现在只有天地之变是完整的，能发挥真正威力，其他5种变化都还有待发掘。其三，也是最靠谱的方法，突破自身境界，提升自身实力，不假借外物。元婴已长到3、4岁大小，说明我已在元婴初期的顶点了。虽然我积累足够，但恐怕在心境上还有所欠缺。若能将这种天地交关的感觉稳定下来，自然便可以打通天地大道，接引无穷9天清气入体，让法力神通都更上一层楼。枯坐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得出去体悟。让分身感受天地奇观，我便可以从中体会天地造化之奥妙。在本体与分身之间，创造出一种动与静的对立状态，也许能体悟更多。不错，有所收获，可以让分身回来了。法力波动，似乎是天元古界的人。既然是古界中人，还是去看看吧。金丹期法器，似乎是炼气期修士驾驭的。超出修为这么多的法器，有些浪费了，护身作用还不如金丹期的符箓。若不是他拥有一枚金丹期剑气，恐怕早已落败。同时与君家和洛家2大家族开战，杨家是不想在元天古界立足了吗？只要你带我们去找洛家的小丫头，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都怪我弄丢了传音金石，不然就可以向紫霄道的师叔师伯们求援了。也不知道青武现在怎么样了，他之前被人所伤，不知道伤得重不重。此人什么时候来的？竟没有察觉到，连离渊剑也没有对我示警。我们竟然毫无所觉此人的出现。总值28，不够30，不适合做我的亲传弟子，但给小不点他们当徒弟足够了。君家、洛家、杨家，宗主有何吩咐？谢宇，本座记得你说过，元天古界是由7大世家分割占据，而这7个家族分别代表了神州浩土上的7方势力。正是如此。紫霄道在元天古界，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是的，紫霄道的代表是军氏家族。元天古界中有没有一个杨氏家族？有，杨家背后站的是轮回宗。轮回宗，神州浩土南部的强力宗门，与大周皇朝隔着古域大泽，南部隔着空间缝隙，与妖族世界相连。据我掌握的情况，轮回宗虽然实力强劲，但还是弱于昔日3大圣地以及大周、大秦2大皇朝，原因是内斗太严重。轮回宗基业始于数万年前，在万年以前是可以同3大圣地叫板的超级宗门。在同妖界的大战后，轮回宗分裂为天、修罗、人间、畜生、地狱和恶鬼6道，相互内斗严重。轮回宗历史上因几次内斗而处于分裂的边缘。杨氏家族在元天古界中与同为7大家族之一的洛氏家族是死敌。洛氏家族是大周皇朝在元天古界的利益代表。没听说大周皇朝和轮回宗之间有什么争端啊？宗主说的没错，这仅仅是杨家和洛家之间的争端。原来如此，古界7大家族虽然受到制约，但仍具有自主权，有意思。这人的模样，站在昆仑山里，就像站在自家后院中一样。莫非此人是玄门天宗的弟子？这位可是玄门天宗的师兄？
位师兄，小妹我是紫霄道传人，你我两家向来交好，还请救我一救。这位道友，此女与我们纯属私人恩怨，还请不要插手。你们现在离开，此事便就此作罢。那只好得罪了。是雷光炼狱阵。好，如此精妙的阵法，原来在轮回宗内部，杨氏家族主要是向地狱道靠拢的吗？此人竟然知道我们的身份，却不放在心上，他究竟是什么来历？必须杀了他！唉，各种道法神通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但最终结果却是为了对付自己的同门。哼！你还笑？有办法快想办法，没办法赶紧跑了。无妨。打碎了？不是吧？这么猛？旗子是破他们阵法的关键。别，那阵法中能量极大。大胆狂徒，找死！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若是金丹期修士，绝不可能以如此纯粹暴力的方式破掉雷光炼狱阵的。哪用得着那么麻烦？糟了，只想赶旗子被毁，他们的长辈一定有所感应。已经到了。老祖来了！老祖救命！今天我就替你们师门长辈管教管教你，动我杨家人，管你是谁，都得死。元婴气老祖是杨氏家族的元婴气老祖杨旭。不要以为玄门天宗弟子就可以在这世上横行，老祖我今天就教教你规矩。明域之阵，起！既然已经动手，人必须死，不能给他向玄门天宗报信的机会。还是本座替你杨家长辈管教管教你吧。什么？八卦崩天锤！此人到底是谁？传闻中玄门天宗满门妖孽，金丹初期修士就可以对抗元婴期，看来必须慎重一些了。去除冰域之门，至少可以提升法阵5成威力。寒冰地狱阵，冰域之门，开！哦，似乎连他本人都融入法阵之中了。寒冰地狱阵是杨氏家族顶尖的几大阵法之一，杨旭有元婴修为，还有元婴气的法器相助，你要怎么抵抗呢？这个法阵有点看头，不过可惜，本座没耐心，看不下去了。正好拿你来试验一下本座新领悟的神通。接招吧！冰域之门！哇！以我的元婴精华，彻底开启冰域之门！哼，投入元婴又如何？去！此人真是妖孽，不可久留了，走！好强，好恐怖的力量！现在想走，迟了。不仅仅是力量强大，连空间奥妙都领会得如此之深。玄门天宗出来的人全是怪物吗？你现在说这么多，是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支援你吗？杨家此次确实有2位元婴期老祖到了昆仑山，他肯定是在等另一个老祖过来。放心，他等不来了。何必挣扎，都是无用功。你早有准备。
你将他带回去吧。你方才说你是紫霄道弟子。这位师兄，不对，这位师叔，晚辈并非紫霄道亲传弟子，但我家族与紫霄道渊源极深，我可以算是半个紫霄道弟子。这位师叔面生得很，荒海法会上不曾见过。哦，你参加过荒海法会？自然参加过，玄文天宗各位师叔的风采，我记忆犹新。当然没有，但是奎因姑姑和我说过不少法会上的细节。我还随李奎因姑姑给玄门天宗各位师叔请过安，便是玄门之主，我也见过。哦，你见过玄门之主？当然见过。糟糕，我刚刚说了什么？是不是吹过头了？方才他的神通似乎融入了太阳真火的力量。据说荒海法会上，玄门之主只有一位徒弟没有露面，难道他是？莫非阁下就是萧燕师叔？参加荒海法会，除我玄门天宗之外，其他各大势力的弟子总数487人。为什么本座不记得有你在其中呢？您是？本座玄门之主林峰。您是玄门之主？还请前辈恕罪。你是元天古界军事家族的人？是的，晚辈君子宁。不过我确实也可算半个紫霄道弟子，曾经在紫霄道学艺1年。据本座所知，元天古界中，杨氏家族同骆氏家族是死敌，而非你军氏家族。他们为什么要为难你？我与同伴一起来到神州浩土游玩，途中遇到杨氏家族修士袭击，我与同伴失散了。他此前受了重伤，危在旦夕，还请前辈慈悲救他一救。他是骆家的人？是，他名骆清武。虽然有骆家一位元婴老祖护卫，但不敌杨家2人联手，不慎让清武受伤。后来我与他失散，但仍然遭到杨家人的追杀。他们是想从我这里得知我和清武约定的碰面地点。看他言语是拿骆清武当妹妹看待，那骆清武年纪应该比他还小，这么一个小女娃，杨家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为了骆清武，杨家出动2个元婴期修士截杀。清武他天赋异禀，自出生起，体内便存在一枚天运阴灵珠。天运阴灵珠属于天生天养，天生诞生于人体之中的灵物。此珠先天聚集其主人周围空间中最纯正的玄阴之气，滋养主人，使得主人修炼阴性道法事半功倍。这样的根骨天赋，可以说得上是极为逆天了，能在元婴期修士手下活命。如今的骆清武多大了？是什么修为？修炼多长时间了？清武今年9岁，修道2年，炼气8层的修为。这样看来，骆清武除了根骨以外，其他天赋也都不低，恐怕还要在君子宁之上。君子宁天赋总值28，骆清武会不会超过30？这个送上门来的绝世天才，绝不能轻易放走。罢了，今日本座与你们有缘，便出手一次好了。多谢前辈。在昆仑山中还愁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们在附近。哎，他们也在附近。哦，这小子似乎在寻找什么。他念念有词说什么呢？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救我！救我！刚才看见的那红衣布料碎片，是只有元天古界才会有的。那颜色是他最喜欢的，我绝不会记错。你到底在哪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他说什么？应该不是指同一个人吧？一定是清武，时间和地点都对得上，我不能再对不起他了。听他这话的意思，他早就知道骆清武今日遭逢此劫。再赶紧救走，可不能让他发现了。本座玄门之主林峰，受君子宁小友的请求来搭救你们。这小子找的也不容易，画个大挪移遁符，让你知道他离开了吧。大挪移遁符，是不是说明他此刻是安全的呢？最终还是擦肩而过吗？
果然超过了30，但是他体内这枚天运阴灵珠恐怕已经处在破碎的边缘了。骆氏家族骆迟，感谢玄门之主搭救之恩。天数使然，你我有缘，无需多礼。林宗主，我这侄孙女，她情况如何？肉身和神魂在本座治疗下已经没有大碍，但她体内的天运阴灵珠此刻处在破碎边缘。什么？真的要碎了？是我害了青武，若不是跟我一起出来，他不会遭此恶难。我也不想损失一个天赋30的好苗子，可天运阴灵珠该怎么修补？补天藤没用，太阴真水也没用，抽天子气仍然没用。系统中会不会有能用得上的东西？等等，系统，我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这铸命封石的力量，既包罗后天生命万象，也蕴含了先天化生之力，或许可以修补即将破碎的天运阴灵珠。我本意就是炼成这件法宝，将其布置在两仪生灭阵中，做生死之变的2大核心之一。现在看来，或许可以提前实施计划。那两仪生灭花也可以作为辅助，但其中还需要不少准备和试验。只是不知道洛清武和洛迟能不能等下去。小五啊，这位是玄门天宗林宗主，这次多亏他出手搭救，快向林宗主谢过救命之恩。小五谢过林叔叔救命之恩。救林前辈。小五谢过林前辈救命之恩。免礼。接下来你们作何打算？我得带着小五返回原田古界，他现在的情况，还是要家族集合全力想办法解决。我想回家，想找爹爹和娘亲。这小姑娘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麻烦。此次多谢林宗主的救命之恩，只是我还要先带着青武和子宁回去。那个，我就先不回去了。子宁姐，你不跟我们一起走？现在回去，我老爹会打得我屁股开花的。林前辈，晚辈能不能在您这儿多待几天？我保证不给您添麻烦。哼，看来又是一个翘家跑路的大小姐。你留在本座这里也无妨，但若是你家族来人或者紫霄道有人来接你，本座也不会阻拦。林前辈，听六爷爷说你特别厉害，是不是这样啊？只要努力修炼，青武将来也会很厉害的。等小五伤势恢复后，一定会努力修炼，变得很厉害。到时候杨家的坏人再来欺负我，我就把他们打跑。小五以后能不能来前辈这里玩啊？小五慎言，不得无礼。前辈，小五他的天运阴灵珠真的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吗？看他的造化了，现在说还太早。既然你要留下，本座先给你找个住处。你这行货又偷吃！哪来的黄毛小孩？天后，给你的洞府里添一个新住客，你负责招呼他。好俊俏的少年。又是一个！师傅，你怎么尽把这黄毛丫头往我这儿塞啊？我收回刚才的话。他们几个应该会相处的不错。宗主，地狱道尊传来消息，想要前来拜访。地狱道尊？传闻中轮回宗地狱道现存2位元神大能，一位是地狱道的主心骨明尊，另一个就是这位地狱道尊柳志坤了。想来是原天古界杨家委托轮回宗出手，帮忙要回杨家2人吧。让他来吧，这可是送上门来的肥羊啊！地狱道尊来访，本座的玉京山蓬荜生辉啊！林宗主客气了，
元天古界杨氏家族有2名元婴期修士闯入此处，我此次前来，希望可以带走杨旭2人。这份人情，我轮回宗会记下。地狱道尊客气了，若只是单纯在昆仑山中生事，本座不介意买阁下一个人情。玄门之主这话的意思是？但他们2人在被发现后，主动出手攻击我宗弟子，本座可不能轻易放过。这2人竟然真的袭击了玄门天宗的人。事已至此，我轮回宗愿意给予林宗主一些补偿。轮回宗有一种异宝，名为死气石，这2人交给阁下也无妨，但需要一块死气石来交换。只要见到死气石，这2人便可以离开我玉京山。死气石，修罗道异宝，让本座以地狱道元神之尊去修罗道求宝，何等憋屈！都怪杨家那2个蠢货。一言为定。静候道友佳音。这倒是一件意外之喜。若是能成功拿到死气石，我的实力当更上一层楼。师父，弟子有急事成禀。师父，弟子有急事成禀。难得这小子如此正经。小青子给他治疗了，做得不错。是的，师父，事情很不对劲。启禀师父，我刚刚和吞吞还有风铃在昆仑山中游玩，突然发现了这个少年。当时他身受重伤，我用法力稳住了他的伤势不恶化。他苏醒过来向我们求救，但是当知道我们是玄门天宗弟子时，他情绪突然变得激动，剧烈挣扎，还说打伤他的人就是玄门天宗的人。正是如此。玉京山出入限制极大，弟子们根本不可能自由出入，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有人冒充玄门天宗弟子。这期间，我们也问出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他本来是昆仑山脉中的山民，得到了一个小散修的道法传承，靠着自己摸索，也有了点炼气底子。他仰慕玄门天宗的名望，希望可以拜师修行，学习道法，于是便前往沙洲城。但他在昆仑山中突然遇到了一个人，对方自称玄门天宗弟子，他便决定跟对方回山拜师。谁知这个玄门天宗弟子骗他上路，到了半途制住了他，竟然要拿他修炼一种要寄生魂的法术。他身受重伤，拼死逃了出来。幸好他遇到了外出游玩的小师弟，才被救了回来。师父，我方才为他疗伤，感觉打伤他的法术非常熟悉。吴师兄，你的感觉没错，嘿嘿，老熟人了。不错，确实是老熟人了。沙洲城外一战后，对方燕齐溪谷没了动静，传来的消息却是他们家的元神修士在闭关。现在看来，明面上不敢来报复，却在暗地里做小动作。师父，还有一个疑点，打伤他的人若真是要杀他，不可能让他活下来，故意留活口，好达到抹黑我们玄门天宗的目的。恐怕不止呢。你们随为师来。都散开，用灵识寻找，看看那个封神宗的小家伙，是个人临时起意的行为，还是封神宗整体有计划的行动。找到了，虽然不是封神宗的人，不过也是老熟人，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未免有些不合适吧？想不到，玄门天宗里的人竟然是如此凶狠毒辣，简直和恶魔没什么区别。正是。很好，又成功了2个。修真界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有很多修士为了急功近利获得强大的力量，往往会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的行为，我们称之为邪魔歪道。来，鱼烤好了。谢谢。我辈修仙问道，那等邪魔我们也深恶痛绝。这些邪魔歪道开始学会伪装自己，装成和我们一样的正派修士，但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蒙骗世人，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玄门天宗就是这样的邪魔歪道。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如此凶残恶毒，
枉我们之前还想要拜入玄门天宗学习仙法，当真是瞎了眼了。我听说，玄门天宗之前在沙洲城广开山门，收了好多人入门。那些入门的人，岂不是都……或许不是全部，但其中很多人想必都已经遇害了。那次沙洲城开山大典，便是玄门天宗设下的最大骗局。那一次，包括我们余家在内，很多人都去制止，但不料对方魔功厉害，出乎我们之前的预料。请仙长收下我，我想要跟仙长学习仙法，日后也要对抗魔头。请仙长把我也收下，我也要学本事，打倒魔头，救出其他被骗的人。你们能有这样一腔正气，实在难得。我便是被家族长辈责罚，也定要传你们道法。又收下2个好苗子，你是不是有些入戏太深了？石天浩，你玄门天宗真是好手段。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演戏，看来并非个人临时起意的行为，而是你们同封神宗串通好了，一起有计划的行动。封神宗的人负责冒充我玄门天宗弟子，抓人伤人，然后你们再假装救人，演绎出漂亮的双簧技。既然如此，封神宗和你们唱双簧，定然不会跑得很远吧？找到了，果然就在附近。根据法力气息，似乎一个是封神宗修士，另一个是余家子弟。你们找不到他，却来怪到我们头上。我们在约定好的路线上等，却始终见不到人，自然要来找你们。你们该不会想自己吞了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你冒充玄门天宗弟子伤了他们，到时候一定露馅。我没那么傻。再说一次，那小子跑去哪里，我也奇怪。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事情恐怕发生了超出我们预计之外的变化。你是说，有人救了他？啊，那是什么？你救的那个孩子，看来便是从他们2人手中逃脱。这是……糟糕，我们要露馅了！你们是一伙的！都带回去吧。天浩，你把这2个孩子带去给小青子看看。是。你们自己选，束手就擒，还是死在这里？我们投降。自己说吧，本座不想搜魂。晚辈于成，于氏家族3房嫡系子孙，见过玄门之主。此次与封神宗合作，我们也是听命行事。行动的不只是我们2拨人，其他人都散布在昆仑山脉中，专门拦截准备前往沙洲城拜师且资质较好的少年。我们还会刻意放跑一部分资质较差的，让他们出去败坏玄门天宗的名声。小易，把他押下去，让你的师弟们都过来一趟。小燕子在闭关，就不叫他了。是，师父。余家和封神宗各有一名元婴中期修士进入昆仑山脉中，负责主持此事。劫走的孩子，恐怕都送去了那里。宗主，此事可不能等闲视之啊！世豪放心，本座心中有数。师父，弟子觉着有些不对劲。小叶，你很细心啊。天浩，你现在最强烈的想法是什么？为师是说最强烈、最直接的想法。去寻余家和封神宗那2个元婴老祖，这样就可以一网打尽。那你说，谁去捉拿他们比较合适呢？现在事情已经明了，我们中随便出4个就可以稳赢。弟子是想要会一会那余家老祖的，难道说，陷阱？而且忒歹毒，还是针对小师弟的陷阱。小师弟是主要目标，我们其他人也都在他们算计之内。哼，恐怕是想把我们都坑进去。本门草创，在神州浩土新崛起，引得其他势力针对，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封神宗，余家，吞吞，本座需要你联系一下你父亲，饕餮大圣。啊？哦。林宗主，别来无恙。饕餮大圣客气了，本座今日其实是想请饕餮大圣帮忙联系一个人。有意思。好。为师经常跟你们说，我玄门天宗弟子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亏。客人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刀枪，敢主动惹我们，
那就送他下黄泉去轮回。开山大典前那一战，看来还没有把某些人打疼，那这一次，就让鲜血流得更多一些。金吾大圣，别来无恙。玄门之主联系本座的意思是，时机到了。近在眼前，金吾大圣做好准备吧。等时机一来，本座会准时通知你。就这么说定了。静候阁下佳音。宗主，与妖族联合，若是传出去了，恐怕与本宗名声不利。本座什么时候说过要与妖族联手了？宗主，你是打算……这一战出发点固然是收拾敢于履我玄门虎须的封神宗和于氏家族，但若仅仅如此，那未免太无趣了。说起来，本座要感谢于氏家族和封神宗，平白送了我玄门天宗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玄门天宗果真是邪魔歪道。正是，幸好我等还不曾投入玄门天宗门下，我们被救下也算是运气好。启禀三叔祖，现累计收拢天赋优秀的少年总计16人。做得好。还有3批人没有返回，想来还会有些收获。每天都要保证1次联系，一旦有弟子失去联系行踪，立刻向老夫汇报。是，三师祖。家主，一切在按照计划进行。等放出去的人把消息传开，玄门天宗自然会来查探。若那玄门之主不现身，一切由你们自行处置。只有一个原则：10天后不能留，谨遵家主吩咐。有人。林宗主，昔日开山大典我们没能道贺，毕宗上下都深感遗憾。这块死气石算是补增的贺礼，还请不要见笑。好恐怖的杀意死气，果然厉害，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地狱道尊客气了，本座对贵宗盛情深表谢意。既然事情已了，本座就带他们走了。地狱道尊慢走，本座不送了。东西终于到手了。周天紫气正造化万物创生演变，对于死气石中冒出来的黑气极为排斥。慢点，慢点，周天紫气可不是你的对手。你的对手是他呀。很好，不出所料，有了死气石，我连助命风石中的灵力都可以激发出来一部分，2级天生花的花瓣，再给助命风石加一把力，灭烁死气，成功了。东风也有了，现在是真正万事俱备，该算账了。金吾大圣，时机已经成熟。好，要开始了。你们可别比那头老金乌来得慢。放心，只会比他更早。哼，我也该动身了。各自小心。是。谢宇，我们下去。我们来了。玄冥真水冰盾，竟然挡下了我这一撞！喂，老东西，赶快束手就擒！那我便看看这小北有多大能耐！不就一块破冰，你除了龟缩还能做什么？哼，光会嘴硬的小孩。此人是大危险，必须解决了他。小贝，死！吞吞，先避让。要死的是你！既然防不住你们，那老夫就不再畏缩。与子爵，这
是能痛换亘古玄冥剑的速度，试试看冰魄寒光镜吧。嘿，真不错。我堂堂元婴中期老祖，竟然奈何不了一个金丹修士，恕子而赶。回光镜竟然无法复制法术，区区元婴中期，还妄想抵抗天地法相，恐怕只有幽昙花可以将这蓝光阻拦一二，但幽昙花极为耗费法力。我的宗主哟，你再不出手，世豪哥我可要经受不住了。若你们是在等其他同门的支援，那大可不必，他们此刻自身难保呢。玄门之主此刻应该得到消息了，可就算他来了，也无济于事。大话别说太早，你似乎忘了你兄弟于万峰是怎么死的了。我自然记得，既然记得，又怎么可能不防备？除了妖族的九曜封天阵，这世间还有别的可以移动的强大法阵。难道说封神宗把自己家的九天罡风阵搬来了？不错，在玄门之主攻破此阵之前，你们都会变成尸体。把自家护山大阵搬来这里，你们就不怕被别人趁虚而入，串了你们的山门？不怕告诉你，神峰山那里还有一座九天罡风阵保护。今天你们别想有一个人能生离此地。本座却不这么认为。本座却不这么认为。你这阵法确实奇妙，竟然可以连同你本人一同隐匿于虚空中，直接藏到了九天罡风阵的内部，连我都被你瞒过去了。不过，你只是一具分身在此，是没有用的。我今天就先杀你的弟子，消灭你的分身。于家家主，玄冥道尊于心涛。林宗主似乎已经料到我在这里，以分身带着法阵潜入进来，是要和外面的本体里应外合吗？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九天罡风阵将全力对外防御，而在这里，由我擒杀你的分身和弟子。你我也不用多说了，手底下见真章吧。我于家在石天翼身上下了重注，而你们玄天宗则将宝压在了石天昊身上，我们之间注定将有一战。你错了，从来没有什么输赢。石天昊是本座弟子，本座只是教导他，某些人欠了他的公道，必须还。两仪生灭阵，开！生灭六道，天地之变，起！传闻之中，此阵稳定住了一个险些崩溃的中千世界通道，果然不凡。哦，灵气属性也被此阵扭曲变换了。想如同困住庞杰那般困住我，他们终究不是元神境界，你能困住他们，却困不住我。想以自身法力和元神化身冰封两仪生灭阵，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山川河流、流风云霭、日月星辰，所有的一切都被冻结。元神化身是元神修士强大的根本，也是每一个元神修士自身道法修为所有感悟的集合。这冰魄，便是于心涛修炼玄冥诀成就元神之境后修成的元神化身了。哼，他日我成就元神之境，不知得出的元神化身是什么模样。生灭六道，生死之变，起！这是化生之力，是那白色灵石在为法阵提供能量。
攻不破，这化身果然不简单。分道完了。不是本体在这里，两仪生灭阵的威力还是达不到目前的巅峰啊！林宗主，你这一尊分身，恐怕奈何不了我。要杀你有些难，不过困住你足够了。这才是此阵真正的威力吗？天地之变与生死之变融合之后，威力更强了。哼，不过我也不是只有这些手段而已。玄冥宝册，于氏家族的传家之宝，果然是好东西啊！若是本体在此，就能跟他长时间对耗下去。真要分胜负，恐怕要耗到天荒地老了。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不能再与玄门之主拖延下去了。天风道友，情况不对，我们需要速战速决。我也正有此意。天风道尊，本座也是久仰了，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我也不多废话什么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你杀我门人，自然要灭你玄门天宗。这句话对你、对本座，都是相同的道理。所以，我今天要先下手为强了。林宗主，你的分身和阵法，恐怕对付不了2位元神修士吧？是吗？云峰，你竟敢！果然出事了。金乌，幸好我留有一手。竟然真的有2座9天罡风阵，而且看模样，两边的威力在伯仲之间，这就有趣了。封神宗是如何做到的？这或许才是封神宗真正的秘密武器。金乌大圣一直惦记封神宗，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一点？那头老金乌，云峰，是你！神风山没有你天风道尊坐镇，即便有2座9天罡风阵，防得了普通对手，却防不了金乌大圣的攻势。就算我不在，神风山也不会在1时3刻间被那头老金乌轰开。我大可以跟你比比看，谁的阵法先被攻破。哼，天风道尊执意如此，我只能奉陪到底。不过，2位不妨先猜猜看，本座的玉京山在哪里？于道友见谅，我不得不回。天风道尊拍拍屁股回神风山，便是把我卖了。阁下不妨再猜猜看，是你们这边先攻破本座的法阵，还是本座弟子先让余家元婴期修士再多陨落几个？你借用法器和大阵之威，何其不公！不公！我金丹中期打你元婴中期，就是给你最大的公平了。这是什么？今天我要斩杀元婴期了。虽然不值，今天只好以这条老命落于此了。只要赶回去守住神风山一段时间，其他元神修士必然不会坐视不管。玄门之主，你勾结妖族，倒是看你如何交代。我定要你名声扫地！天风，东西交出来，否则你封神宗今天就此灭门。你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命回天荒广路吧。仅仅靠我法力驱动，还是扛不住金乌大圣的攻击。以阵法直接沟通九霄之上的罡风层。好，只要能守住一段时间，此妖必然知难而退。除非他想被围攻陨落，
里似乎有什么波动。怎么可能？这是玉京山！你在赌我？玉京山在这里，说是我刚刚不走。本座和玉京山方才确实在昆仑山中部那里，就在虚空之中静静地看着阁下和玄冥道尊。事实上，本座就是跟在阁下身后，一起来神风山。你我两宗并无死仇，你却放下于心涛来对付我，你的一具分身可留不下他。本座这次本也没有打算一定要留下玄冥道尊。你要留着他给大秦皇朝？大秦皇朝越乱越好，否则岂不是给武清柔帮忙？更何况，于氏家族可是给那小子留了个经验大礼包。这种完美的踏脚石，应该让小不点自己按照难度打上去，最终走到 SS 级的 BOSS 领地去才对。而干掉他，好处可就太多了。现在只能拖延时间，等待其他修士来支援。玄门之主，你容留饕餮一类的妖族在山上，已经是自误。现在更勾结金乌，你是自绝于人族修真界。朋友，来这边做掉了你，我接下来的计划才能继续实施，要不然我才是真的坐实了勾结妖族的罪名了。本座如何交代，就不用天风道尊多操心了。这光球中，仿佛蕴含了一方完整的造化世界的力量意志。玉京山实力深不可测，必须小心。一招不慎，说不定会被这玄门之主连同风神宗一起留在这里。不过幸好，玉京山的力量似乎会受到大千世界本身力量的制约，若是攻击其修士，恐怕不够灵动。空间剑域竟然直接被凌爆了！再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利用罡风层次，再次加固神风山的封城防御。哦，天风道尊的法宝天风宝扇，这防御力着实强劲。不过可惜，在玉京山面前没用。差点就没能扛住，幸好。玉京山的攻击才刚刚开始呢。让他去和神风山较劲，我且不忙动手，待神风山彻底破了之后再说。此事过后，一定要设法给予这凌风打击。此人实在不好对付，将我和他的联络公布，应该可以挑起人族对他的不满。若我能晋级元婴后期，练成天地法相，驾驭玉京山，就可以一次性撞开9天罡风阵。我的修养有待提高啊！聂风，你为我9天罡风阵此仇。从阁下同余家联合算计本座开始，就应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从今天起，昆仑山脉只有一个声音，玄门天宗的声音。你，田风，我看你如何挡住我太阳真火！全完了！纵然极野一回，若再不走，连我也走不了了。现在想跑，来不及了。那妖兽是风神宗豢养的飞莲兽王，这可是品系极高的风系灵兽，和葵牛王合作，肯定可以将风雷化生符阵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可不能给烧死。时间
间不多了，对付金乌的人族元神修士，应该就快要到达了。金风，你该知道我所求何物，东西交出来，我不为难你。金乌恐怕也对玄门之主有所忌惮，所以只想拿到东西就走。好，你走吧。云峰，你，这人当真凶残，连我也想留下，你太贪心了。今日也让你猖狂一下，他日我再教训你。你追不上的，今日之后，你就等着被你人族同胞无止境的围攻吧。天妹，必须全力以赴了，稍有分心，我必死无疑。什么？哦，李宗主，我本体已破碎，你真以为你一抹妖魄可以扛住玉京山？说！不。林宗主，约定的东西我拿走了，合奏愉快。哼，本座现在要称呼阁下为龙叶大圣了。林宗主客气了，在你面前，龙叶可不敢有骄矜之意啊。看着那座玉京山，后悔了？师父，明明知道我已经快后悔死了，您就不要再笑我了。不过，我越发期待这位玄门之主能在神州浩土掀起怎样一番风浪了。这就是金乌心心念念的宝物了，这到底是何物啊？感觉原先大部分乳白色的雾气，此刻正在一点一点变成金色。哼，回去之后再仔细研究吧。现在有新的客人要到了。此位可是玄门之主？不错，正是本座。金乌大圣已经重伤，残魂被本座镇压，各位大可一探。放我出去！我等赶到时，神风山已毁。敢问玄门之主，天风道尊现在何处？天风道尊暗算我玄门天宗，本座便与天风道尊算账，如今已被我击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要做什么？说我要亲自镇压金乌，太过浪费时间，而那古剑正好缺一块魔剑石。那个剑匣，好古怪的气息！林峰，你胆敢！这东西，他在切割我的妖魂。我预料的果然不错，你残存的妖魂正适合用来磨剑。既然诸位没有疑问，本座就先走一步了。他日再有妖族入侵，本座亦会出手。快逃！快逃！玄门之主一旦回来，就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没时间搭救他们了，走！哦，跑了，还算果断。不知道天昊和那鱼石岭打得怎么样了？元婴中期，不过如此吗？小子，你今日必死！我都说了，我今日要斩杀元婴期了。是我赢了。师傅，我打赢了。为师看到了，做得漂亮。你先去小青子的洞府里休养吧。是，师傅。这天圣星珠很有可能具有镜像、仿制、
或者复制的功能。等到宝珠内的雾气全部变为金色，应该就可以重新使用了。只是不知它的复制有没有什么限制。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吧，拖得已经够久了。哼，这3人都和于一兰他们一同关起来吧，也好作伴。走了。斩杀天风道尊，镇压金乌大圣，玄门之主。玄门天宗放过了于氏家族，选择了封神宗，意料中事。现在看来，玄门之主此人不简单呢。那一大师兄的意思，我们可以开始第2步计划了。是时候了。天风和玄冥吃了亏还不算什么，但连那套老金乌竟然也被镇压，神风山山门被轰开，这可真没有想到。师兄所言不错，看来要麻烦师兄前往昆仑山走一趟了。2位老祖，关于那玄门之主，无妨，若此人登门，老夫2人出关便是。是，确实，若是玉净山真的砸下来，2位长老出关，也未必能确保万无一失。待我们2人正式出关之后，方可主动出击。是。青铜虚空鼎既然在那名叫石天浩的小子身上，此子必然会去寻石家那个重统者报仇。届时8方云动，各方势力掺杂于其中，你可以酌情考虑，伺机而动。火师叔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心中有分寸，2位师叔请放心。昆仑山脉，玄门天宗。接下来，便是洪武你的儿子朱毅要回我大周复考了。朱毅一事，便交给吴浪你了。遵命。大秦皇朝很快就要发生动荡，我大周必然不能置身事外。或许不希望我们插手的人会提前做些动作。这方面就交由洪武你来应对了。陛下放心，四皇子眼下圣域外出，远赴蜀山，大周未免鞭长莫及。燕仙子可放心，此事朕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若是梁前在蜀山出了什么意外，大周皇朝同蜀山之间必然要起争端，这一点梁盘和朱洪武不可能想不到。那么，他们有什么别的计划？太虚观确定要改变以往的布局了吗？大周最近的势头太猛了，而玄门天宗的崛起虽然出乎意料，但确实为太虚观提供了多一种选择。徒劳而已。吾皇定鼎天下是天命所归，不可阻挡。这是大师兄的手笔吗？好大的气魄！但玄门天宗那里或许会带来惊喜，大师兄应该不会犯和庞师弟一样的错误吧？这一战之后，昆仑山南麓地区的声望暴涨。此外，整个世界范围的个人声望和宗门声望都有了巨大增长。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完成主线任务希望还是很大的。现在该消化一下这一战的战果了。这几名元婴修士的法相和元婴，还得想想该怎么处置。这3个元婴的灵石已经开始消磨殆尽，仿佛回到婴儿时期，可以一用。哇，这法相失去控制之后，破坏力依然不低啊！若有人加以控制驱使，破坏力将会更强。元婴与法相虽然都属于于一鸾，但此刻似乎不太匹配。恐怕是因为这个元婴并没有达到巅峰状态，除此之外，还需要修士融合自己领悟的大道法则之力。看来还是只能制作假神，或者说是虚神。那就让这元婴精华强行融合吧。成了，这枚冰魄蕴含的力量
已经完全不输于一鸾了。接下来只需要入。哼，看来改良的空间还挺大的。也罢，正巧修行那么久，还没能好好梳理过，这次也是个好机会。还有这个天圣金珠，无论是否为活物，它都能将万事万物完全复刻而出，威力与原品相当，但力量越强，存在时间越短。不过老金乌的残魂却是无法复制，似乎是超过这物品复制的极限了。师尊，您可在忙？不忙，王林，直接来就好了。是，多谢师尊。有什么事？是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你要回去探亲？对，如今弟子的弟子们修行已上正轨，无需多加看护，所以弟子才想趁此机会回去看看。不论修行如何，还是家最亲啊。时光荏苒，回想刚入玉衡派时，就仿佛昨日之事一般。出发前夕，阿娘还对我说，当仙人万事要小心，若是太苦便回来，让我莫想太多。她只希望我一辈子快快乐乐。哎，得，修行那么久，为师也没想过给你找个道侣，实在是对不住你的爹娘啊。弟子也未曾想过，看来回去要给阿娘念叨了。去吧，回去后替为师向二老问声好。是，多谢师傅，我先去处理些事情。师傅，为师要离开一段时间，这里有对你如今修行道法的讲解，你可以看着学。若有不懂，可去乾天殿寻你二伯。为师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师傅，徒儿也想一同前往。不可，也不看你修行落后了多少。我离开后专注修行，不许怠惰。若是修行有所长进，下次为师便带上你。好耶！这汪林一说，搞得我也有点想家了。不过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对了，开春之时，应该就是小异科举的时间了。先去看看他。就是这里了。周易，弟子参见师傅。冬去春来，小易，你可已经准备妥当？弟子这些年来虽然一直修行道法，但天地大道一法通，便万法通。读书人的道理经验不曾放下。弟子一直在静静等待今年的开科取士。为师就先送你们到这里，你们自己下去吧。那我们就一同前往天青城了。等我考完，我们再回来。魁牛王、飞廉王，你俩护好他们。若他们有何闪失，回来必要受罚。是。多谢师傅。既然来到这里，干脆就去那个地方吧。到了，这次就派个分身下去吧。这里便是佛门圣地大雷音寺的遗址吗？破坏的还真是彻底。昆仑山之战若是输了，玄门天宗也会落得这个下场吧。金刚殿、天王殿、罗汉殿、般若殿、菩提院。世人称，之前的大雷音寺有3000罗汉，500阶地，这代表大雷音寺有3000金丹，500元婴。人间神州浩土近万年以来最惨烈的2次战斗中，一次是正魔大战，另一个便是灭佛大战了。灭佛之战中，除了各地宗门，还有大周王朝玄机侯的神武军，在共同围剿下，即使是强大如大雷音寺，也被灭得分毫不剩。唉，但其中还是疑点重重啊。太虚观中，激进派虽然看不过去，但之中的保守派为什么会默许灭佛之战的发生呢？这一切无从猜测，也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这些舍利子回到此地，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吧。当初那位佛门弟子给我的舍利子，我全带过来了，也算是完成他一个心愿了吧。这次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这里。哼哼，铁树分身修为已趋近圆满，只要一点契机，便可踏入元婴。虽然沙罗铁树已毁，但这里依旧有分身同种同源之力存在，尽管很微弱。
接下来，便是等渡劫天雷降临就好。哎，我去，这么快！我才刚坐下。不过也好，铁树分身灵气积累丰厚，分身的强度也足够，渡劫的把握还是很大的。这附近有人，既然没有动静，就先不管他，反正我要渡劫完成了。很顺利，不过暗处这股恶意也愈发蠢蠢欲动了。还请阁下不要躲在暗处，若有何事，可来与林某说。道友若不想当场殒命，便尽快离开吧。还真是热闹啊！孙奥运，之前在北风海匆匆见过一眼，却不曾想到林宗主的这具分身竟然是以沙罗铁树炼化的。长乐道尊当面，本座有礼了，多谢长乐道尊替我护道。若非道尊来，恐怕还真给小人得志了。恭贺林宗主分身踏入元婴境，多谢道尊。只是这万年古刹毁于一旦，实在可惜，可惜呀！长乐道尊突然来到大周皇朝，是肩负出使任务吗？正是。若林宗主无事，可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一人。晚辈石星云见过前辈，请问林宗主为何会出现在这附近呢？原来如此，若是如此，那林宗主可否与我们一同前往天京城呢？石公主心意，林某心领了。但林某还有要事在身，下次一定。这次见到石公主很开心。若是无事，林某还想回大灵隐寺遗址多停留一段时间。哦，林宗主慢走。是我的错觉，为什么总感觉此女还有几分诡异之处？道尊，公主，现在看来，玄门之主确实不会在天京城现身。不要动朱意的心思，玄门之主不傻，更何况那里还是大周皇朝的都城。不仅我们不能动朱意，还要警惕别人碰了他，然后嫁祸到我大清皇朝头上来。末将明白了。哦，这道法力气息有些熟悉啊！我去看看。刀志强，他应该也是跟大秦使团一起来的吧？怎么一个人落单到了这里？这场战斗，他好像处于下风啊。除了这2个人外，在暗处还有2个金丹修为的，好像是天池宗的。哼，我记得天池宗有个倒灶的斩俗元门规。这就有意思了，这2位修士在暗处探查什么？等一下，这气息有点熟悉。对了，是宋庆元。有意思。张师叔，宋庆元，你为何来此？张师叔，卖我个面子，让你雇佣的那位金丹修士收手，这个刀志强还不能死。抱歉，庆元，这是宗门里吩咐下来的任务。所以师叔实在是，所以还要请张师叔通融。师叔无需担心回去后会受罚，全推到我身上就可以了，一切后果由我承担。他是宗主亲传弟子，我犯不着跟他硬顶。那这里就交给庆元你了，要怎么做随你处置，我就先回宗了。庆元，你好歹毒！师叔。我仔细想了想，一切后果还是由你承担比较好。不过你不用担心回去受罚，我会帮你求情的。感谢宋真人出手相助。你认识我？荒海法会上，在下目睹过宋真人的风采。你女儿的风采也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宋真人，您说笑了。我孑然一身，连妻子都没有，何来子女？虽然你不记得玉婷，可是玉婷她记得你。不可能！天池宗不是有斩俗元的门规吗？斩俗元似乎对她没用呢。玉婷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呢，虽然她不知道你还活着。
你说，我要是带你去见他，他会有多么开心？哼，你说，本座要是带你去见曹伟，他会不会也很开心？玄门之主，啊，晚辈宋庆元见过前辈，前辈问安了。该死，怎么遇到了他？相逢即是有缘，去本座那里坐坐吧。不好，快跑！天池宗修士宋庆元，你倒是让我看了出好戏呀！为了一个外人无情杀害同门，而你这样做的目的，便是要将刀志强活着带回去，威胁他的女儿，让他与你双修。但本座看不惯你的作风，拿别人父亲的命去威胁，算什么男人？哼！多谢林宗主大救。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小辈不知，或许是先躲避天池宗的追杀吧。我玄门天宗尚缺一个办事得力的外门管事，你可愿意入我门下？前辈肯收容晚辈，晚辈自然愿意。只是，晚辈前后投身于3个不同势力，本座并不介意，只要你任我门下管事之时尽心办事即可。本座要的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忠心。晚辈愿为前辈效犬马之劳，只求前辈有朝一日垂怜，能让我和玉婷父女团聚，不再骨肉分离。信任本座之人，本座从不让其失望。你先进入玉京山去吧。是。接下来去干什么好呢？师傅！是小不点儿。师傅，不好了，二师兄出事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天昊，快与师傅说。师傅，二师兄中举了，而且是第1名解元。原来如此啊！我让二师兄带着我们在城里转一转，过2天一起回山。好，在天京城玩得开心。汪林这次回乡，父母受到了大秦皇朝的看护，一家都得福了。而且这次回去，更是汪林对自己道法的磨练，诸天极道真经推演也得以完善，其他弟子也都在稳步向前，找到未来的路。如今他们都开始走上自己的正轨了。接下来，我也要开始新的副本了。